官感觉脑袋一阵刺痛感，他皱起眉头，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脑袋。陈官感觉有什么东西一股脑钻入自己的脑袋内。忽然间，陈官发现自己多了一片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这是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陈官不由得看了看自己的左手，看着这只陌生的左手，陈官意识到自己穿越了。这具身体并不是陈官的身体，而是另一个人的身体。这个人的名字跟陈官一样，也叫陈官，但他所生活的世界叫数据大陆。这片大陆跟陈官之前所住过的世界类似，这里也有城市，也有车辆，也有电脑，但不同的地方是，这个世界强者为尊，每个人都崇拜着强者。如果普通人们想成为强者，唯一的途径便是加入协会，成为协会的一员，然后通过协会的支持，才能变得更加强大。当想加入协会，就需要通过协会比试，也就是1对1的战斗，只有前3名的优胜者才能加入协会。而现在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正在参加协会比试。我穿越了，不是说死了之后灵魂才会穿越吗？难道说在另一个世界的我死了吗？陈官想了想自己之前的记忆，他记得来到这之前是在睡觉。之前那段时间他一直通宵玩游戏，天天通宵，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了。难道说那个世界的我猝死了？很显然是猝死了。猝死之后自己灵魂穿越了，附身到这具身体内，而正好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正在参加协会比试。你准备好了吗？忽的一个声音传来。听到这个声音，陈官看向说话的人。说话是站在陈官右手边，身穿着黑色西装的考官。这考官长得高高瘦瘦的，年纪40多岁左右，一头长发黑白相间，在他的额头上可以看到2个黑色三角印记以及一个三角纹路。他看着陈官，眼中带着询问。陈官根据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可以知道他所在这个世界叫数据大陆。这个世界之所以叫数据大陆，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看到数据的，每个人都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等级。一个黑色三角印记是10级，三角纹路则是3级。考官有2个黑色三角印记和一个三角纹路，所以是23级。而陈官目前的对手头顶上只有1个三角印记，所以陈官的对手是10级。基本上所有来参加协会比试的人都是10级，等级基本都是一致的。但同等级一致并不代表实力就一致的，很多的普通人等级都为10级，攻击力大概为20点左右。同样10级的人，如果经过各种锻炼，攻击力就可以提升到25点。而且除了攻击力等属性外，还有各种战斗技巧之类的，都可以提高战斗力。陈官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是被他的师傅养大的，他的师傅只是乡下一名专门打造农具的铁匠，根本教不了陈官什么战斗技巧。所以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只是跟大多数拥有等级时的普通人一样。之所以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来这，是因为他今年18岁，已经到达了可以参加协会比试的年纪，所以想过来碰碰运气。要知道，如果加入协会，拿到协会证书，那就意味着可以超越大部分的普通人，成为人中龙凤。不过10之8九是输定了的。获得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后，陈官只能在内心叹了口气。就算穿越了，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吗？你准备好了吗？考官见陈官看着自己没有回答，他尴尬地挠了挠脸颊，然后又问了一句。听到这，陈官回过神，他稍稍呼了口气，视线落在正前方的对手，说：我准备好了。无论怎么样，现在都站在擂台之上了，陈官打算试试。反正死都死过一次了，现在自己都穿越了，他不想再畏手畏脚了。考官微微点头，然后说：接下来的比试，新民对战陈官，比试现在开始。说着，考官后退3步，退到一旁。新民眼睛盯着陈官，他上下打量了下陈官，随即说：喂，小子，我看你这身穿着是从乡下跑来的吧？陈官看了看新民，又看了看自己的穿着。陈官的衣服有些老旧，跟旁边西装革履的考官比起来完全不同，比起新民那一身名牌运动服，那自然也比不上。陈官收回视线，看向新民，说：对，我是从乡下来的，我家乡就在乡下。新民一听，他笑了：成功者在城市，失败者在乡下，你一个连城市都挤不进来的失败者，也配到城市来跟我们这些成功者抢协会席位？听到这话，陈官微微皱起眉毛，看不起乡下人。本来陈官还有些担心自己打不过的，当听到新民的发言，陈官顿时不爽了。在之前的世界，陈官也是出生于乡村，在城市就职的时候，也遇到一些看不起乡下人的混蛋，但当时的陈官不想惹事，就只能忍着。但陈官没想到自己穿越到这个世界，还会遇到这种家伙。陈官只感觉怒火涌上心头，他冷冷盯着新民：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一世他不想忍了。新民一听，
他笑容僵住了，他眼睛慢慢眯起来。你找死！话音落下，新明从腰间的腰兜内取出一对纸虎，他将纸虎戴在双手之上，双手握成拳头。他的手一握拳，陈官就看到那纸虎上5根突出的利刃。陈官瞳孔微微一凝，这家伙这是打算打死自己。第2章9999999点攻击力。新明带好纸虎后，盯着陈官，擂台之上，生死由天。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可以跪下来，叫我一声爸爸，我就饶你一命，让你认输离开，怎么样？陈官莫名的感觉血气上涌，但在这有一瞬间，理智压下上冲的血气。在上个世界，陈官天天玩一些5v5配合类游戏，经历过跟队友的无数次友好沟通后，陈官的心态早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了。对于新明的嘲讽和羞辱，陈官在血气上涌后，理智再一次压制愤怒。他盯着新明手中的纸虎，他看了看自己空空的双手。本来不用武器的情况下，1v1自己都不一定能赢。可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对于协会比试没什么经验，并不知道协会比试是可以带武器的，这就导致现在的陈官身上什么武器都没有。对方有武器，而自己没有的情况下，怎么打？自己这不是死定了？在这擂台之上，自己是可以弃权的。只要弃权了，那么自己就可以直接离开，不需要跟新明战斗。但陈官非常不爽新明，他想在新明脸上来上一拳。现在就要自己弃权的话，那肯定难免又要受到羞辱。陈官可受不了。陈官眼前多了一个蓝色画面，在这个蓝色画面内，陈官可以看到这具身体的整体属性。陈官记得这具身体在没被自己附体前，身体数据是普通人的身体数据。当时这具身体原主人的数据是攻击力为19点，自己附身之后，这具身体的数据会有所改变吗？下意识地打开自己所拥有的数据看了一眼，入目所看到的画面让陈官瞳孔微微一凝。眼前陈官所看到自身的数据让他感到了震撼感。战斗属性：攻击9999999，防御9999999。看到这2个属性，陈官看愣了，这是什么神鬼属性啊？要知道10级的普通人呢，平均攻击力为20点，像这具身体原主人的攻击力也不过才19点。可现在陈官发现自身的所有属性数据全变了，变成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值。这种防御力已经超越了原主人记忆对数据的认知了。这样的话，我岂不是无敌？陈官看了看身前的蓝色画面所显示的数据，多看了2眼。陈官确定了自己没有眼花，也没有看错。陈官抬起脸看向前方的新明，新明正盯着陈官，嘴角挂着玩味的笑容。很显然，他也已经发现陈官没带武器这件事了。这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试试看就知道了。陈官盯着新明，一会儿谁跪下叫爸爸还不定呢。新明的笑容僵在脸上，他眯着眼睛，这可是你自找的。话音落下，新明猫起身体，双脚肌肉暴涨，脚在地面上一蹬，他的身体动了起来，猛地扑向陈官。看着迎面来的新明，他不闪不躲。新明靠近陈官的瞬间，带着纸虎的一拳直接轰在陈官的肚子上。那4根锐利的纸虎钉刺破陈官的衣服，刺在陈官的肚子上。砰！伴随着一声闷响，新明瞳孔一缩，他感觉自己的拳头就像轰在坚硬的墙壁上一般，强烈的反震力震得他拳头生疼。他下意识地后退3步，看了看自己被震得发红的拳头，然后又看向陈官，眼中满是难以置信。陈官回过神，看向自己的腹部，入目可以看到衣服多了4口子。他翻开衣服，看了下自己的腹肌，腹肌完好无缺，一点伤口都没有。看到这，陈官眼睛亮了。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刚刚自己的肚子被纸虎钉击中，腹部肯定会被贯穿，而现在没有贯穿，那就意味着是自己的防御力抵挡住了纸虎钉的攻击力。也就是说，这数据板上的数据是真的。新明看了看自己的纸虎钉，又看了看陈官，怎么这么硬？擂台下方那些观战者神色也多了一丝迷惑。咦，奇怪了，刚刚新明的纸虎钉明显已经击中了陈官，怎么陈官一点伤都没有？防御力，防御力，你是说陈官的防御力可以抵消纸虎钉的攻击力？这不可能吧，10级的肉体的防御力也就7点左右，纸虎钉加上新明自身的攻击力，至少有接近40点的攻击力，10级的人体的防御力怎么可能抵挡得了？陈官看了看一脸迷茫的新明，听到下方人群的议论，陈官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慢慢抬起手，手握成了拳。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身体的防御力足够强悍的话，刚刚新明那一拳足够让自己重伤，甚至是死亡了。这家伙是真打算要自己的命。既然这样，那么陈官脚一踏，他动了。陈官刚刚所关注的数据面板只注意自己的攻击力和防御力，
但在数据面板内还有脚力这个数据，而陈官的脚力也跟攻击力和防御力一样，同为9999999。当陈官跑起来的瞬间，在其他人新明的注视下，陈官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残影，而陈官已经出现在新明面前。新明看到陈官出现在眼前，他看到陈官挥出一拳，拳头落在新明的脸上，轰！伴随着一声闷响，新明的身体应声化为齑粉，上半身在瞬间蒸发消失。恐怖的拳风在轰碎新明的上半身后，拳风继续往前，轰隆！正前方的墙壁应声爆裂开来，露出一个巨大的窟窿。在天空之中的白云也在瞬间被撕裂开来，天空的白云中间多了一个巨大的窟窿。因为原先吵闹的会场，在这一刻已经变得一片寂静了，没有人说话，所有人呆呆地看着只剩下下半身的新明。新明的半截身躯缓缓倒在地面上，不见动静。陈官慢慢收起拳头，看着地面上的新明的尸体，他难以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这就是9999999的攻击吗？他收回视线，看向旁边的考官。陈官看到那考官也正呆呆地看着新明的尸体。陈官说：“考官。”考官回过神，他看向陈官。陈官说：“可以宣布了吗？”哦，考官回过了神，他应了一声，随即说：“我宣布这场比试胜者陈官。”宣布完后，考官再一次看向陈官，说：“恭喜你获得了出世的胜利，一会儿会有人带你去你的住所，接下来你还有2场比试，请好好休息，等待下次的比试。”第3章卡 bug。 陈官从擂台上下来。陈官，忽的有声音传来，唤醒了还没从穿越和无敌的震撼中缓过神的陈官。陈官回过神，他看向说话的人。说话是一个身穿着黑色制服的女人，制服包裹着女人的身段，她身材高挑，上为傲人，一头如墨般的长发被扎成了黑色的单马尾，露出修长白皙的脖子。美女，她如果放在陈官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的话，这女人肯定是美女级别的。女人额头上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3角印记，以及一个3条纹路构成的3角纹路，在3角纹路内还可以看到里边还有2条纹路，那2条纹路就位于3角纹路内，一个3角印记为10级，一个3角纹路为3级，一条纹路为1级。这就意味着这女人目前的等级是15级，普通人的等级都是10级，如果超过了10级，就代表那人已经加入了协会，成为一名协会会员。这女人便是协会会员之一。女人笑说：“我先自我介绍下，我叫王林，目前负责安排带通过出事的人前往他们的住所。你获得了出事，所以请随我来。”听到这，刚刚考官说了，会有人带自己去住所的，也就是说，那人就是他吗？陈官跟上王林的背影离开。在陈官跟着王林离开的时候，那些围观的人们一个个看着陈官的背影。刚刚你们看清楚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刚刚就感觉眼一花，然后新明就飞出去了。我看到是一道残影，他的速度好快，而且力量也太大了吧。他额头上的印记是一个3角印记，等级是10级，只是一个10级的人的爆发力有这么夸张吧？我看这场出事他估计是第一了。我觉得也是，10级之中哪有他这么强的？陈官没有听到那些人的议论声，他一边跟着王林走，一边翻阅起了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刚刚穿越和战斗都发生的太快，根本就没时间让陈官思考，而现在已经赢下了一场比试，陈官也终于有时间让自己回过味了。通过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陈官发现这个世界跟自己原来的世界差不多，有各种城市都市，外边有汽车、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人长相模样，除了额头上那标着等级的印记和纹路外，跟陈官穿越过来的那个世界没什么区别。如果要说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数据。陈官念头一动，在他身前多了一个蓝色数据面板。在这个数据面板内，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攻击、防御、生命值等数据。这个数据面板每个人都有，正常情况下别人是看不到自己数据面板的，当然自己同意的话，别人也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面板。除此之外，这个世界跟陈官所在的世界不同，这个世界是强者为尊的世界，只要足够强大，想做什么都可以。这个世界也没有国家这类东西，有的是各种名为协会的巨型组织，在这些协会之上还有联盟，联盟则是高于协会的存在，联盟之主便是这个世界最为强大的存在。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从小就听他的铁匠师傅说，联盟之主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如果成为联盟之主，便可以左拥美女，右拥金山，要什么有什么。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联盟之主，成为联盟之主就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陈官自言自语着，他心热了。在上一世，他贫穷无助，懦弱自卑，而这一世，陈官看了看自己的数据面板，看着那9999999的数据。既然我夺了你的身体，
那么就由我来实现你的愿望。陈官说，成为联盟之主。根据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就可以知道，想成为联盟之主是有要求的。想成为联盟之主，首先就是得加入协会。联盟是所有协会所联合起来的巨型势力，这个势力统治着整个星球的一切。同时，联盟的成员来自于协会，从协会中选出，也就是说，想进入联盟内就必须得加入协会才行。这就是你的住所了。忽的，身旁传来声音，这声音唤醒了陈官的思索。陈官回过神，只见王林已经打开了一间房间的门，他正面带笑容地看着自己。陈官微微点了点头，说：“麻烦你了。”王林一听，他笑了笑：“不用那么客气，以你的实力，成为雷霆协会会员并不难，我期待跟你成为战友。”陈官微微点了点头。王林离开了，陈官进入房间内。陈官所在这个地方叫雷云市。数据大陆内有无数个协会，雷云市的协会的名字叫雷霆协会。这一次，雷霆协会招收协会会员，参加这场比试，想成为协会会员的人足有数百万人。目前，陈官所在的这个地方是雷霆协会考场大厦。这座大厦足有100层楼高，里边设有无数的擂台。在陈官跟新民对战的时候，在其他擂台也有人在对战。一天内的时间足以淘汰上百万人，只有成功经历挺过各种淘汰赛的人，才能成为协会的会员。自己现在只需要等待明天到来。到了明天后，自己所面对的对手，估计跟今天的就完全不一样了。陈官躺在床上，在陈官眼前有一个蓝色的数据画面，在数据画面内的那些数据，还是跟先前自己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攻击9999999，防御9999999，生命值9999999。陈官嘀咕着，真是离谱的数据，我这穿越过来是不是卡 bug？ 管它是不是卡 bug， 有这个 bug 在，我在这个世界，我至少不用像之前那个世界一样活得那么憋屈。想着想着，陈官慢慢闭上了眼睛。不知道睡了多久，一个敲门声响起，咚咚。听到这个敲门声，陈官睁开了眼睛。他睁开眼睛，从床上翻身下来，来到门口，将门打开。穿着制服的王林站在陈官的门外，他面带笑容地看着陈官，说：“你下一场比试要开始了，位置在32层的32号比试会场，请随我来。”陈官一听，他跟上王林。跟着王林的时候，他的视线落在王林身上。王林身穿着一身黑色制服，他身材本就高挑，脚下踩着一双高跟鞋，这就让本是高挑的他显得更加高挑的。包臀裙搭配一条黑丝，加上那纤瘦的腰肢，他的背影足以令人挪不开视线。陈官收回视线，他笑说：“你接下来的对手可不简单。”一听，陈官微微一怔，看向王林。第4章，某种能力。这一次的对手很强吗？陈官看了看王林，王林微微点了点头。你这一次的对手叫程宁然，他的父亲程志是一名27级的协会会员。程宁然在他父亲的锻炼下，目前已经突破了10级，来到11级。听到这，陈官一怔，他看着王林，11级。普通人想要突破10级的限制，唯一正规的办法就是加入协会，然后通过协会来获得突破用的材料。所以参加协会比试的人，正常情况下几乎都是10级的。但陈官没想到，居然冒出一个11级的。突破材料来自于协会，而陈官下一次的对手的父亲就是协会会员。很显然，他之所以能突破11级的材料，都是他父亲给他提供的。陈官收回视线，协会比试这边基本都是10级的人，10级是一道分水岭。当超越10级后，那么攻击力各种数据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只要超过了10级，那么那个人就不能算是普通人了。这一次召开入会比试，只有3个名额，竞争可真够激烈的。陈官嘀咕着。王林看了看陈官，他露出笑容说：“当然，对于你来说，那个对手也不算什么。”说话间，陈官和王林一起来到这一次的比试场地。这是一间巨大的房间，在房间中间有一个方形擂台，在擂台四周已经站了不少观战的人，其中可以看到擂台之上站着一道身影，那人是一个高挑的女人。当陈官和王林来到这的时候，四周一道道视线投向陈官。来了来了，有声音传来。很显然，这些观战者也是在期待着陈官的出现。王林停下了脚步，看向陈官。陈官自顾自地朝着擂台走去，他手脚并用，爬上了那足有1.5米高度的擂台。这也太捞了吧！这么矮的擂台还要爬上去？下方观战的人们在议论。听到这议论声，这个擂台可有1.5米高，人的身高也就1.7米左右，不爬上来难道还能跳上去？陈官正拍着灰尘的手微微一顿。陈官记起来了，他的确是可以直接跳上来的。毕竟目前陈官的数据摆在那儿，
他完完全全可以一纵身就跳上擂台，毕竟并不是陈官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逼格太低了吗？陈官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看向对面的女人。这女人显然就是陈官这一次比试的对手了。王林提过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叫程宁然。程宁然打量着陈官，陈官也在打量程宁然。程宁然穿着白色连帽卫衣，脚下踩着一双运动鞋，头发剪成短发，一张瓜子脸，浑身透着一股青春少女的气息。她的年纪根据陈官的判断，估计也就18岁出头。旁边的考官出声说：“程宁然对战陈官，比试现在开始。”伴随着考官的声音落下，程宁然脚一踏，迅速掠向陈官。程宁然等级为11级，正常情况下11级的等级足以吊打任何10级的人，所以程宁然并不打算说什么。程宁然一靠近，他小手握成拳头，一拳直接往陈官脸上招呼。轰！伴随着一声闷响，程宁然只感觉拳头就像是轰在钻石制成的墙壁上一般，拳头顿时传来一阵剧痛。他往后退了3步，这才稳住身形。陈官摸了摸自己挨了一拳的脸，虽然陈官可以感受到自己被拳头碰到了，但他感受不到任何的痛感。刚刚程宁然那一拳挥来击中陈官的脸部，带给陈官的感觉就像是被棉花做成的拳头击中一般，软绵绵的。陈官看向程宁然，程宁然左手握着右手的手腕，他蹙着柳叶眉，眼睛看着自己的右手。那只握拳的手慢慢张开，可以看到他右手的拳头关节都泛红了。程宁然皱着眉头看向陈官：“你的身体什么做的？这么硬？”他想不通，他可以看到陈官额头上的一个黑色3角印记，也就是说陈官应该就是10级。一个10级的人不但挡下他的攻击，还震得他的虎口生疼。陈官一听，他认真的说：“事实上我其他的地方更硬。”程宁然白皙的脸一红，他说：“不要脸。”说完后，程宁然取出一根笛子，看着程宁然的举动，陈官眼中多了一丝疑惑。笛子？程宁然将笛子放在口中，吹响了笛子，伴随着动听的音符出现。笛子身上环绕着黑色的烟雾，这是什么？看到这从没见过的画面，陈官眼中的疑惑更浓了。那是什么？擂台之下的那些观战者，有人也没见这东西。我听说，如果普通人突破10级后，就可以超越人类，获得一些特别的能力。他是11级，也就是说他已经突破了10级了。这东西会不会就是他的能力？能力吗？难怪他们会说，突破10级后的人就不再是普通人。烟雾环绕着，在陈官的注视下，这些黑色的烟雾内浮现出了一具头戴盔甲，手持着砍刀的骷髅人。骷髅人被烟雾包裹着，骷髅人没有眼睛，浑身都是由白色骷髅和盔甲所构成，但从他身上可以感受到一股杀戮的气息。这骷髅人一出现，擂台下观战们的眼睛都瞪大了。这是什么怪物？这笛子居然可以召唤怪物，这就是突破10级后的人的能力吗？这东西一个等级只有10级的人打得过吗？我看够呛。陈官调戏程宁然，把程宁然激怒了，现在程宁然估计是要动真格的了。陈官输定了，10级怎么打得过11级？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现在用上突破后的能力，陈官怎么可能赢？程宁然紧皱着眉头，继续吹动笛子，笛子的声音变得格外的嘹亮。在声音被提高的瞬间，没有双脚的骷髅人举起手中的刀刃，鬼魅地掠向陈官。手中的刀刃猛地斩向陈官，陈官不闪不避，他的防御力太高，程宁然的攻击没资格让他挪动脚步。刀刃砍来，砰！伴随着一声闷响，刀刃直接斩在陈官的肩膀上，刀刃瞬间破开了陈官肩膀上的衣服，砍在陈官肩头，但这刀刃就是斩不到陈官的皮肉。程宁然瞳孔微微一凝，他继续吹动着笛子，伴随着各种旋律，骷髅人环绕着陈官，手中的刀刃疯狂地陈官身上招呼。锵锵锵！伴随着阵阵的金属碰撞异响，陈官除了身上的衣服被砍得不堪外，里边的身体就连皮都没破一点。这东西的攻击对陈官造不成哪怕一点的伤害。下方那些本以为陈官必输的人们，看着陈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任由骷髅人砍的举动，所有人都看呆了。这家伙的身体是什么做的？刀也砍不进去吗？第5章10级后的特殊能力。陈官看着在自己身旁转悠的骷髅人，这骷髅人穿着盔甲，手持着老旧的刀刃，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要是再上一个世界，如果自己在大白天看到这玩意，估计会以为是死神来了。但现在陈官却没有任何的心情波动，因为他很清楚，眼前这个骷髅人杀不了自己，甚至破不了自己的防。既然这样，那让他砍几刀又怎样？程宁然停下了吹奏笛子，伴随着程宁然停下，那被黑色烟雾包裹着的骷髅人也慢慢停下了动作，身影消失在擂台之上。陈官看着程宁然，程宁然的小脸上满头大汗，
面色惨白如纸。他此刻的模样，就像是经过剧烈运动消耗的大量体力的人。看到这，陈官便懂了。程宁然刚刚用笛子说召唤出的骷髅人，估计是他突破10级后的某种能力，但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是需要消耗体力的。而现在程宁然停下了，很显然是因为他已经体力不支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才10级，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鬼兵？程宁然缓过神后，他一边喘息着，一边看着陈官出声询问。陈官说：“鬼兵名字取得不错，就是攻击力太弱了。”程宁然愣了下，他皱着眉头：“鬼兵才不弱，而且你才10级，你连能力都没有，凭什么说鬼兵弱？”陈官看着因为体力不支而摇摇晃晃的程宁然，陈官很清楚，鬼兵很显然就是程宁然最强的攻击手段。他的攻击手段已经用完，攻击伤不到陈官，但他还是不服。这也难怪，一个突破了10级，进入11级的，获得特别能力的人，现在却要输给一个10级的人，他不服是正常的。陈官说：“如果我说凭我可以抵挡住你的鬼兵的攻击，肯定还是不够的。那这样。”陈官慢慢抬起右手，右手握成拳头。在陈官握拳的时间，程宁然瞳孔微微一凝，他死死盯着陈官。陈官握拳后，手臂肌肉鼓起，他那深白 T 恤已经破损不堪，而从衣服破碎缝隙中也可以看到那坚硬无比的肌肉。在程宁然的注视下，陈官猛地一拳轰在脚下的擂台上。当这一下落下的瞬间，轰！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擂台在一瞬间爆裂开来，地面瞬间凹陷，尘土飞扬。等程宁然回过神的时候，他眼睛瞪大了。在陈官拳头所落下的地方多了一个直径足有5米的窟窿，通过这窟窿，甚至可以看到下层楼层的情况。擂台之下的观战的众人也一个个张大了嘴。陈官慢慢直起腰，收起拳头，看着程宁然：“如果你还是不服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比试。”程宁然咽了咽口水，他说：“我服了。”陈官看了看那满脸震撼的程宁然，然后看向身旁的考官，说：“考官，我想可以宣布了。”考官一听，他从震撼中回过神，他说：“我宣布这场比试胜者为陈官。”听到考官宣布完，陈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所留下的凹坑。这个凹坑之所以是现在这副模样，是因为陈官没有使用全力，他只是使用一小部分的力量。他怕如果自己太用力的话，估计这层楼就将不复存在。陈官收回视线离开了。接下来还有一场最终比试，只要最终比试过了，那么自己也可以加入协会，成为协会的会员之一。陈官回到了协会给自己安排的住所。陈官进了住所内，躺在床上，他想程宁然所使用那个能力。陈官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只要突破10级后，就可以拥有类似他的那种能力吗？鬼兵，不知道我10级后的能力是不是更厉害？想到这，陈官不由得有些期待了。一晃眼的时间，第2天到了，王林就跟上一次一样找到了陈官。陈官跟着王林朝着下一个比试会场走去。这是最终比试，这场最终比试的会场在这座大厦顶楼。王林一边走一边为陈官介绍规则。之前来到这大厦的人总共有100多万人，经过2天的无数次比试淘汰后，目前还剩下131个人。这个陈官知道，雷霆协会是在全球范围内招收人，参加者通过网络报名，数量有100万人。这些人从全球范围内赶来，能到达雷云市的数量会少一些。整个竞技大厦100层，除去顶层，其他每一层都设有100个擂台。2天淘汰过后，还剩下131个人，可见想用正规途径进入协会的竞争有多么残酷。接下来最终比试，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以挑战的方式来。想成为协会会员的人，可以先站到擂台之上，接受别人的挑战。如果能战胜所有上来挑战的人，同时其他人不再上来挑战，那么那人就可以成为首胜。之后，其他的人则可以继续用这种方式决出第2名和第3名。说到这，王林顿了顿，他说：“雷霆协会目前只有3个进入协会的资格席位，这3个人必须是这100万人中最强大的。这场最终比试，雷霆协会会长还有其他精英团长都会前来观看。”王林看向陈官，笑说：“获得首胜的话，是可以获得会长亲自赠送的1等突破珠，那可是个好东西，你可要好好把握。”陈官一听，他微微点了点头。当陈官去自己的住处，接陈官去比试的会场，这些都是王林的职责。虽然是他的职责，但陈官还是蛮感谢他的。现在陈官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就想感谢下他，陈官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陈官只能暂时放下心，想着先通过最终比试再说。在王林的带领下，陈官和王林从电梯门出来，来到大厦最顶层。一出电梯门，陈官就看到了一个巨型的场地，在这个场地内摆着一个巨大的擂台，擂台之下此刻已经围满了人，而在擂台北边
有一个比擂台还要高的高台，高台之上环绕着擂台的方向坐着一群人，那群人的额头上至少有4个环绕在一起的三角印记。40级，最高的则是坐在中间位置上的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那个老头的额头之上可以看到5个三角印记和一个三角纹路。53级，在陈官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里，他还从没见过这个等级的人。等级越高，人越是强大。据说到了100级，可以瞬间让一座城市凭空消失。那老头已经53级，这个等级已经超越了陈官所知的人类了。看那老头所坐的位置和他远超他人的等级，就可以确定这老头便是这雷霆协会的会长了。就如同王林所说的一样，雷霆协会高层都观战了。第6章战擂。陈官注意到，这场比试观战的人不仅仅只是协会高层，在擂台附近观战的还有很多10多级的人。一般如果想提升等级的话，需要先突破10级，突破10级后就可以到达11级。但到了11级后，想继续提升等级，那么就需要亲自击杀一些凶兽，才能获得经验积累，才能获得升级。而那些凶兽所聚集的地方，目前在协会的管辖之下，没有协会的允许，看都看不到那些凶兽，更别说是击杀获取经验了。所以参战的人最多也就是像程宁然那样通过别人的帮助获得突破材料踏入11级的人，而超过11级的人只有可能是协会会员，而不可能是参赛者。所以陈官注意到那些等级已经超过11级的人后，才意识到的。这些很显然就是协会会员，他们这是来凑热闹的。快看，是浅音小姐！忽的，人群中响起了声音。浅音小姐，她也来了吗？在哪？人群中变得有些骚乱。陈官注意到那些人一个个看向身后。陈官有些好奇，是什么人可以让协会的人都这么感兴趣？想到这，陈官沿着他们所看的方向向后看去。一看，陈官注意到一道倩影正从会场入口走入。看到眼前这道倩影，陈官眼睛微微一亮。从门外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红色卫衣搭配着一条超短牛仔裤的少女，布料贴着她那高挑傲人的身姿。她有着一头火红色的长发，长发之下是一张艳丽的脸儿。那双腿儿修长笔直，目测足有1米多的长度，脚下踩着一双帆布鞋。她穿着比较随意，但身材很好，颜值更是高的离谱。她的肌肤白若凝脂一般，她身上的穿着搭配的颜色给人一种艳丽妩媚的美感，但她脸上没有画任何的妆容，嘴角微微上扬着。那双灵动的红色眸子和微微上扬的嘴角，以及透着青春朝气的穿着，却给人一种清纯的感觉。妩媚和清纯融合在一个人身上，很惊艳。陈官还是第一次看到像眼前这样令人惊艳的异性。陈官注意到他一出现，身边那些男的一个个直勾勾盯着他看。很显然，不仅只是陈官感到惊艳，真是个小妖精。要是能够得到浅音的青睐的话，我宁愿少活20年。你做梦吧，浅音小姐可是程平会长的宝贝孙女，就你也想惦记人家？追浅音小姐的人从雷云市可以排到海云市去，多少人追她都没成功。你还是趁早打消那个愚蠢的念头。现在能让你看到浅音小姐，就应该是你的福气了。听到这，陈官听着旁边的议论声，看着那个叫浅音的女孩自顾自地沿着台阶上了高台。他坐到中间那个老头身旁的座位，然后跟老头说说笑笑。老头抚摸着自己的洋胡须，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回应着少女。那个老头，估计这老头就是那些人所议论着的程平会长了，也就是浅音的爷爷。时间到了，忽的一个声音响起，这声音吸引了陈官的注意力。陈官看向擂台之上，不知不觉中，在擂台之上站着一个身穿着黑色制服的中年男子。当这个男子出声后，整个比试会场便安静了下来。男子环顾四周，随即提高了音量，说：“我先自我介绍下，我叫蓝鲸，是今天这场比试的考官。今天是入会比试的最后一场比试，这场比试我们将以挑战的方式来进行。所有人都可以站到这擂台之上，只要站上擂台的人就需要接受其他参赛选手的挑战。打败所有的挑战者，还能继续站在擂台之上的人，便是我们的第1名。之后，我们将以这种方式继续决出第2名和第3名。协会目前只招收3个人，只要决出前3名后，其他人就将全部被淘汰。”说到这，蓝鲸顿了顿，他看了看四周，说：“那么接下来有请参赛者上擂。”说完，蓝鲸后退数步，退到一旁。说完规则后，会场内变得安静了。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站擂的人将是最吃亏的一个，因为站擂后，接下来就要面对数百人的车轮战。敢站上去的人，除非是那种对自己的实力和耐力有着绝对自信的人，不然其他对自己的实力不是那么自信的人，是绝对不敢第一个站上去的。因此，场上陷入了短暂的寂静。擂台之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高台之上，爷爷，
这一届的人看来都没什么自信呢。浅音出声说。成平老爷子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他看着下边的会场，脸上露出笑容。别急，总会有人上来的。浅音双手环胸说，最好有，不然我就白来了。成平老爷子笑了笑，抚摸着羊胡须，却没有说话。旁边的几个高层在议论，没有人赶上来的话，那就意味着今年又要像往年一样了。今年又要没新人了吗？那就有些可惜了。陈官看了看没有人出声的会场，他看向前方的擂台，他可不想在这浪费时间。想到这，陈官迈步走出。整个会场内一直都没有人动。当陈官动的时候，整个会场内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陈官身上，包括程平和浅音。程平露出欣慰的笑容，来了。浅音好奇地看了看陈官。擂台下方，这家伙谁啊？不认识。他不会是想成为第一个站擂的人吧？他看起来年纪也就18、19岁，看起来这么瘦弱，这也敢第一个站擂？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陈官听着旁边的议论声，他也懒得多说什么，走到擂台旁。正常的普通人身高也就1.7米，这1.5米多的高度，对于一个常人来说，这高度显然是有些过高了。陈官抬起手，一巴掌从上往下直接拍在擂台之上，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擂台边沿应声破碎。在陈官身旁议论的人们，在这时全部闭上嘴巴。那些人一个个盯着陈官的手。陈官收起手，踩着破碎的擂台边沿走上了擂台。他站在擂台之上，双手环胸，淡漠的眼神扫过四周，随即淡淡的说，那么有谁想来挑战我的，请上来。第7章，太硬了吧，好强的力量。浅音的眸子泛着光泽，小脸上透着兴致，能将这擂台打崩的力量，可不像是一个10级能拥有的。成平老爷子抚摸着下巴的羊胡须，他看着擂台之上站着的陈官，10级的等级是普通人的等级。不过有些普通人可以通过各种独特的修炼方式提升自己的攻击数值。老夫以前就见过一些等级为10，但可以一拳碎巨石的人。而那些人虽然等级为10，但他们通过日常的修炼，身体的数据可以堪比更加高级的强者。程平说，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小子应该也是经历过修炼，这才能拥有这么强悍的力量。他的数据面板已经远超于同等级的人了。浅音听完后，他看向陈官的眼神多了浓浓的兴致。擂台之上，陈官环顾四周，他在等待他的对手。如果没有人上来的话，这第1名的位置我可就拿下了。陈官淡淡的说着。陈官刚刚一巴掌拍碎擂台边沿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已经震慑了大部分的参赛者。大部分的参赛者能经过2天的淘汰选拔到这来的，都是有一定实力的。但陈官刚刚那一掌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就算是这样，对于已经经历过2天淘汰比试才筛选出来的强者来说，依然是震撼的。所以当陈官等待别人挑战自己的时候，现场一片安静。在这安静的气氛之中，忽地响起了一个声音，我来。这个声音很大，大的犹如炸雷一般。这么巨大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所有人都看向说话的人。那个说话的人是一名身高接近2米，浑身肌肉纵横的男子。男子顶着光头，赤着膀子，浑身肌肉纵横，手上提着一柄巨大的斧头。他整个人看起来健壮的就如同一头熊一般，看起来无比骇人。他扛着肩膀上的斧头，大步地朝着擂台走去。他走来的时候，旁边的人纷纷给他让出了一条路。这家伙好壮，长得跟熊一样。喂，你们看他的额头，在这熊一般的男子额头之上，可以看到一颗黑色3角印记，在这个黑色3角印记之下是一条黑色纹路，一个3角印记和一个黑色条纹。11级，11级打10级，难怪他敢打。不过那个10级的家伙面板里的数据也不弱，就算是11级，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吧。观战者们议论纷纷。那头熊一般的男子走到擂台的边沿，看着眼前这足有1.5米多的擂台，他抬起手中的巨斧，双手握住斧柄，巨斧抬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巨斧环绕起了红色的光。忽然，呵！男子大喝一声，双手肌肉暴涨，他猛地用力，巨斧猛然落下，巨斧猛地砸在擂台边沿，轰！擂台边沿应声和崩裂，旁边的人都看愣了。这时，男子将巨斧扛在肩头，然后迈步踩着被砍得凹下去的擂台边沿走上擂台。男子浑身肌肉呈古铜色，虽然光着膀子，但因为这古铜色的肤色，看起来就如同穿着衣服一样。看男子满脸胡茬的样子，陈官可以判断，这个人已经有30多岁的年纪了。男子将巨斧慢慢放在地上，在放下的时候，砰！巨斧落下的瞬间，发出一声闷响，擂台的地板裂出几个裂痕，可见这巨斧的重量不轻。男子盯着陈官说：“我叫童孙，到目前为止已经参加了6次协会比试，今年是第7次。
协会入会比试每一年只举行一次，一次最多会入选3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被淘汰掉。成为协会会员，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是一飞冲天，直接跳跃阶级的阻碍，成为人上人。这种机会，只要有点能力的人都不会放过。像童孙这样连续参加6次，6次都没入选的情况太常见了。童孙说：“今年我为了这场踏入协会，花了巨大的代价，买了突破材料，终于从10级突破到了11级。”说到这，童孙盯着陈官，想从我手中抢走第1名的位置，你想都别想。陈官一听，他说：“既然这样，那就来吧。”童孙一怔，他猛地皱起眉头，盯着陈官：“我的巨斧可没长眼睛，如果死了，可别怪我。”高台之上，10级跟11级最大的区别在于，突破10级到11级后，人类可以觉醒能力。程平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说：“浅音，你觉得童孙是什么系的？”浅音一听，他说：“身体这么壮，武器这么大，破坏力又这么强悍，那是赤系中的力量属。突破后获得力量属的能力后，人的生命值、攻击、防御3个属性都会获得强大的增长。”浅音看着擂台内的陈官和童孙，说：“不知道那个叫陈官的扛不扛得住？”程平微微闭着眼睛，手抚摸着羊胡须，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赞同了浅音的说法。擂台之上，童孙大手一伸，握住手中的巨斧，猛地扑向陈官。他猛地一挥，手中的巨斧直接从往上下劈向陈官的脑袋。感受到这迎面而来的巨斧，陈官在迅速陷入了思考。如果脑袋被劈到的话，以自己的防御力，脑袋不会有事。但问题是，自己的头发会不会像衣服已经裂开？衣服可以换，头发可没办法换。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光头，陈官下意识地抬起手，小臂横在正上方。轰！伴随着一声闷响，陈官只感觉一股力量从小臂传来，力量穿过身体，然后轰在地面上，地面在瞬间崩裂开来，稍稍凹了下去。陈官抬起脸，看了看被自己抬起的小臂，那只巨斧砍在小臂上，小臂陷入巨斧的口子内。在童孙手中持着的巨斧上多了一个缺口，而那个口子正是因为砍中小臂而产生的。而陈官的小臂没有丝毫的损伤。童孙那双瞳孔微微一凝，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擂台下方围观的众人也都看愣了。高台之上，浅音的胸前布料因为呼吸而微微起伏着，他的眸子内透着惊讶，这家伙的身体也太硬了吧。第8章轻松夺冠，攻击被陈官硬生生挡下。童孙看着自己凹陷下去的斧刃，他那双牛眼一般大的瞳孔猛地一凝，他迅速后退3步，跟陈官保持着距离。他抬起手中的巨斧，看了看斧刃的缺口，缺口处的斧刃裂开，刀刃往里卷成了一团。这很显然只有砍中无比坚硬的东西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情况。问题是，人的身体怎么可能比他的巨斧硬？童孙看向陈官，眼中透着难以置信。陈官收回手，看着童孙：“不继续了吗？”童孙看了看陈官：“你赢了。”高台之上，童孙这就认输了吗？浅音说：“我看童孙还没用全力吧。”程平老爷子握着自己的羊胡须说：“童孙还没使用全力，但同样的那个叫陈官的小子也没有使用全力。被陈官接下来那一次的攻击后，童孙就无法确定自己能不能战胜陈官了。面对未知的情况，童孙选择继续隐藏底牌，等之后争夺第2名和第3名的位置。他是个聪明人。陈官看着童孙转身离开，下了擂台。看到这，陈官收回视线，然后看了看擂台下的人，说：“还有下一个吗？”擂台之下，那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要上去挑战？这家伙连11级的人都能打过，我们这边参赛者最高也就是11级，现在还有谁敢上去挑战？上去挑战的不就是白送吗？看样子这第1名是他的了。台下的众人议论纷纷。考官蓝金走站了出来，他看着台下的参赛者们说：“3秒内如果没有出现下一个挑战者来进行挑战的话，就当陈官战擂成功。”3，伴随着考官蓝金读秒，下方的参赛者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想看看会不会有人上去挑战。2，还是没有人上擂台。1，伴随着考官的蓝金将最后1秒读完，考官蓝金说：“我宣布，今年雷霆协会的入会比试第1名是陈官。”陈官听着考官蓝金的宣布，他有些疑惑：“就这样吗？”陈官本以为会有更多的人上来挑战才对。要知道，现在参赛的人足有200多人，200多人争抢3个位置，而第1名的话是可以获得1等突破珠的奖励的。无论是为了名次和奖励，第1名无疑是所有人都想争夺的位置。陈官本以为会很多人上来争夺，但却没想到就只有1个。小兄弟，请你到高台之上入座。蓝金的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只见蓝金面带微笑的看着自己。
听到这，陈官下意识地朝着高台的方向看去。接下来还要决出第2名和第3名，自己这个第1名可以像协会高层一样坐在高台之上观看比试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待遇。陈官从擂台上下来，协会给优胜者在高台留下的座位，我带你过去。王林的声音传来。陈官看向凑过来的王林，王林对着陈官露出笑容，说：“走吧。”陈官微微点头，他跟上王林，在众人的注视下走到高台之上。陈官看了看正盯着自己看的那些协会高层，陈官收回视线，在王林带领下，他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坐在椅子上，在陈官身前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之上放着一张卡和一个檀木做的盒子。他拿起那张卡，这张卡通体呈黑色，中间有一个闪电的标志，整张卡上可以看到一道道精致的纹路。如果猜的没错，这应该就是作为雷霆协会会员的证明，协会会员卡。而这张协会会员卡就代表着自己是协会的成员之一。这盒子呢？陈官打开檀木盒子，在檀木盒子内有红色的丝绸，而在丝绸之上躺着一颗珠子。这颗珠子看起来就如同玻璃球一般，跟玻璃球不同的是，珠子内部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光泽，是一种七彩的光晕。光晕慢慢散开，看起来颇为绚丽。陈官想起了王林说过的，如果成为了第1名，就可以获得会长奖励的一颗1等突破珠，说的估计就是这个了。陈官的身体的原主人来自于乡下一个小村庄，到这来也只是来碰碰运气的，所以对于所谓的突破珠什么的，陈官翻遍了身体原主人的记忆，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忽的，陈官注意到身前多了一道身影，他抬起脸看向来人，在陈官身前，穿着红色连帽卫衣的红发少女站在桌前，她双手插在衣兜内，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看着陈官，她唇角微微上扬着。浅音，她到这来做什么？浅音可是协会里的许多人的女神，她的一举一动都有很多人关注。陈官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下方，果然，陈官看到无数道视线都落在自己身上。要知道，下方观战的人可不仅仅只是那些参赛者，协会里部分的会员也聚集在这观看比试，而这些会员里，不少人将浅音当成了女神。看到女神主动找陈官，这一幕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无法忍受的。陈官甚至可以看到那些人眼中的嫉妒。陈官收回视线，看向浅音：“浅音小姐，有事吗？”浅音露出了明媚的笑容，说：“我对你的数据面板感兴趣，你的攻击是多少？”一听，陈官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数据面板，看着那一整串的9999999的数值，他稍稍沉吟了下，这个数值似乎不能跟别人说。陈官看向浅音，说：“秘密。”浅音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浅音可是雷霆协会会长的小姐，从小到大，她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知道一个人的数据，只要自己问了，就没人不回答的。而自己现在亲自过来问他，他却不回答自己。浅音感觉有些古怪。浅音沉吟了一会儿，说：“既然你不肯说，我也不强迫你。”说到这，浅音看向陈官身旁的另一个位置。浅音自顾自地走了过来，在那个位置坐了下来。陈官看了看浅音，那个位置很显然是为了接下来的第2名所准备的，而现在直接就被浅音霸占了。他坐这边的目的很明显，他盯上了陈官了，或者说他对陈官感兴趣。第9章，半年的约定以及凶兽卡。浅音坐好了，他坐姿笔直，笔直的坐姿让陈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优美的身姿。他年纪不大，也就17、18岁的年纪，身材发育却很完美，曲线分明的。他坐好后，先是看了一眼擂台那边的方向，然后就收回视线，侧过脸看向陈官。对上陈官的视线，他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笑说：“你不告诉我你的数据，那你可以告诉我你平时是怎么修炼的吗？我看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在我10级的时候，我都没有你这样的数据，我对你的修炼方式感到好奇。”陈官刚正不解着浅音为什么会盯上自己。自己在比试的表现虽然算是出色，但雷霆协会的比试经历这么多回了，以前肯定也有出色的人出现才对。而现在浅音这么一说，陈官懂了。之所以浅音关注自己，不单是因为自己表现的出色，还因为自己的年纪。陈官这具身体原主人的年纪跟浅音相仿，都是17、18岁的年纪。这年纪，而且等级才10级，但却能有这种表现，浅音自然而然对于陈官感到了好奇。想通之后，再听到浅音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回答？陈官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浅音口中的修炼，他是因为穿越过来后意外获得的数据提升。穿越的事，如果说出去可大可小，如果被有心人听到麻烦，会有所麻烦。陈官可不打算将这事跟别人说，至少不可能跟眼前这个陌生的女孩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跟眼前这个女孩说的话，那必须找个借口，不然人家问了自己2个问题，
自己一个问题都不回答，那就有些太没礼貌了。思索过后，绅士的城关选择找一个借口。他说：“我的那个修炼方法是家传的，不能告诉别人，除非……”听到城关又要说这是秘密的时候，浅音蹙了下眉毛。当听到城关说到“除非”两个字的时候，他眉毛舒展，眸子泛着光泽，满怀期待地看着城关。城关说：“除非对方是跟关系很亲密的人，例如妻子。”说到这，他玩味地看了看浅音，他想逗逗他，让他知难而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听到城关的话后的浅音却笑了：“你想让我当你的妻子？”城关面带微笑看着浅音，一言不发。是不是让他自己猜就是了？现在多说没意义。浅音笑说：“想让我当你的妻子，只怕你没有这个能耐。”能耐？城关看着浅音，什么意思啊？难道说这个世界跟城关所在的世界一样，娶个老婆要倾家荡产才行？城关现在并没有打算追浅音，他只是想通过这个方法转移话题，调戏下他，让他知难而退，不要再问自己数据的事。只是浅音这句能耐让城关有些继续跟他沟通的兴趣。城关的身体的原主人从来这里参加比试之前，一直待在那几乎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对外边的事很多都不知道。现在听到浅音提起娶老婆的八卦的事，他还是有兴趣继续听听的。浅音抬起小手，伸出纤细的手指，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城关看向浅音的额头，在浅音的额头之上可以看到2个黑色的三角印记。拥有2个黑色的三角印记，那就意味着此刻的浅音等级为20级。浅音看着城关，露出俏皮妩媚的笑容：“我不喜欢等级比我低的男人。”城关一怔，原来他所说的能耐是这个。的确，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等级高低几乎可以代表一切。浅音跟城关年纪差不多，但他已经是20级了，他和他的差距太大了。不过我不会小看任何一个人。浅音看着城关笑说：“我之所以等级这么高，是因为我有我爷爷的帮助，而你并没有。如果我现在还是10级的话，我肯定比不上你。等你加入协会，你就可以突破升级，快速获得经验。”浅音双手环胸，面带朝气阳光的笑容，看着城关：“所以我可以等你半年的时间。我现在已经是20级了，半个年后我就可以到达30级。如果你能在半年内到了30级，同时找满30级的突破材料，我可以当你的妻子。”说到这，城关眨了眨眼睛：“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吗？只要到达30级，找到突破材料，就可以拥有眼前这个千娇百媚的少女。”浅音一怔，他白了城关一眼，他笑说：“哪有那么简单？就算我有爷爷的帮助，这么多年了，我才20级，半年的时间，你想超越我的等级，还想获得30级后的突破材料，难度比登天都难。你呀，现在连突破到10级都没有，就说获取30级的材料简单，真是的，爱说大话。”浅音说话间，脸上挂着俏皮的笑容，浑身透着是青春少女特有的那种的纯真。城关的灵魂可是一个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了28年的灵魂。看到浅音，城关完全可以感觉到浅音身上那种天真的少女气息。可能是因为她的年纪和环境问题，被协会会长保护得太好了，所以才这么纯净可爱。城关露出笑容，笑说：“太简单了。”浅音微微一怔，他看了看城关，他这些话其实就是一时兴起，想逗一逗这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少年，他才这么说的。半年从10级到30级，还要获得突破材料，那简直就是在做梦，那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个条件其实就是他的一个玩笑话，类似于你把石头种下，如果长出树来，我就嫁给你。这类玩笑话其实就是浅音想通过开玩笑的形式让城关知难而退。但浅音万万没想到，城关居然来了一句：“很简单。”看着城关脸上的微笑，浅音也露出笑容：“简单吗？我很期待。”这是一个开玩笑所导致的约定，浅音答应很随意，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是不可能做到的，不可能做到，那答应也无所谓。而城关从浅音的表现看就知道，浅音是认定自己没办法做到，他决定到时候让他惊讶惊讶，到时候当他的玩笑变得真的，他又会是什么表情？城关跟浅音聊天，对于这边很多事，城关都不知道，所以城关正好跟浅音聊天套话：“我来自于南边的一个乡下村庄，距离这边很远，对于10级之后的事，我都不太懂。”城关看了看浅音，说：“我听他们说，10级之后需要获得突破材料，突破材料到底是什么东西？”浅音一听，他看了看城关，他翻了个白眼，笑说：“呆瓜，连这都不知道吗？10级的突破材料就是一个突破珠，然后还有3张10级凶兽卡。”城关一怔，凶兽卡？浅音看着城关古怪的神色，他笑说：“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所有动物都是有等级的，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吃的那些家畜之类的东西，等级就是5级以下。这些5级以下的家畜
几乎没有什么攻击力。人可以通过击杀这些低级家畜累积经验到达10级。前因说，然后呢，除了这些家畜外，在一些野外地方就存在着高于10级的动物，我们称之为凶兽。击杀凶兽后，那些凶兽就变成对应的卡牌。说到这，前因顿了顿，他看向檀木盒，又看向陈官，说：“你拿起突破珠看看。”一听，陈官照做。他打开檀木盒，从里边取出了突破珠。突破珠握在手中。前因说：“你在心里默念一句，打开。”陈官疑惑地看了前因一眼，然后在心里默念一句，打开。伴随着陈官心里说出这句话，陈官看到突破珠亮起蓝色的光，光投射到正上方，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画面。在画面内出现了2个2个凹坑，那凹槽看起来就像是放置卡牌用的。前因说：“打开突破珠，然后将获得10级凶兽的卡放进凹槽内。”然后前因看向陈官，说：“就可以进行突破了。突破后，那些凶兽卡所拥有的属性就会跟你的数据融合，这样就可以提升你的实力。”说到这，前因看向陈官，笑说：“这就是突破。”陈官看着眼前这个蓝色画面，原来这就是突破吗？只是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太诡异了？给陈官的感觉，这个世界就像是某种游戏一样，感觉很奇特。第10章，会长的询问。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加入了协会，获得了突破珠。接下来，如果我只需要找到那些凶兽进行狩猎，获得3张10级凶兽的卡片，就可以进行突破。陈官嘀咕着，他视线看向还在进行战斗的擂台。第1名被陈官夺走，剩下的人还在争夺第2名和第3名这2个位置。陈官注意到，这些人都具有实力，但比起陈官先前对上的童孙还要弱上一些，也就比起普通人稍稍强大一些。对于这些战斗，陈官兴趣并不大，只不过协会安排自己到这高台来等待，估计等比试结束还有其他的安排。陈官收回视线，然后看向浅音，浅音正看着擂台那边的战斗。陈官看向他的时候，看到是他的侧脸。陈官说：“等这比试结束，我会被怎么安排？”浅音一听，他收回视线，看向陈官，他稍稍思索了下，说：“没什么安排，比试结束后，你就是协会的会员了。”听到这，陈官眨了眨眼睛：“这样吗？”浅音嗯了一声：“差不多。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我爷爷会找你们聊聊天，聊完天后，人就可以离开了。这是一直以来的流程，就是说说话，没什么的。”陈官心一凝，浅音的爷爷是雷霆协会的会长成平老爷子。对于浅音来说，跟自己爷爷聊天算不上什么安排，但对于其他人感觉就不一样了。雷霆协会会长拥有着最大的权力，他可以剥夺任何人的协会会员的身份。跟成平老爷子聊天，估计也是一种成为协会会员的考验。如果在对话之中出现问题的话，成平老爷子完全可以剥夺对方的协会会员身份。这就是接下来的安排吗？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第2名和第3名都已经确定了。考官蓝金站在擂台之上，说：“入会比试已结束，被淘汰者以及无关的人全部离开，其他3位胜者请到高台上，会长想询问3位一些问题。”伴随着考官蓝金的话音落下，人群慢慢散去了。陈官看向成平老爷子，另外的第2名和第3名也看向成平老爷子。第2名正是童孙，而第3名的男子叫贝红。浅音刚刚所站的位置其实是童孙的位置。在浅音占了这个位置后，旁边的工作人员就特意再准备了一张桌椅，这才避免了尴尬。此刻4张桌椅位于会长的两侧。当会长说话后，气氛有些紧张，童孙和贝红的神色都透着紧张。一会儿会长有话要问他们，而接下来他们的回答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能否成功进入协会，他们自然紧张。陈官打量着会长，会长身材枯瘦，那张脸也很瘦，头发和眉毛都白了，下巴长着白色洋胡须。他脸上有笑容，笑容和蔼慈祥，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但会长头顶上那5个3角印记以及那3条纹路所代表着的等级，却足以让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人头拥有着强大的威严感。那可是53级，50级，那是大部分人穷极一生都没办法到达的等级。会长左手抚摸着自己的洋胡须，那张枯瘦的老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他笑说：“3位也不必这么紧张，老夫我只是想跟3位聊聊天，并没有任何考验之类的意思。在你们的桌子上放着一张雷霆协会卡，只要拥有那张雷霆协会卡，就可以证明你们是协会的会员。有了那张卡，你们就可以自由进出跟你们同等级的狩猎地，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这张卡免费使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免费居住任何一间酒店。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特权，你们自己去发现就是了。无论我们接下来的对话，你们会说什么，老夫都可以保证不会收回那张卡片。”会长笑说：“你们只需要将你们心中的答案告诉老夫就可以了。”听到这，陈官看了看会长，
他又看了看手中的协会卡，原来这协会卡还有这种作用，只要拿着它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而会长保证无论怎么回答都不收回。很显然，会长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怕陈官三人不敢说真心话，这才打了预防针。那么会长看了看三人，视线先是落在贝红身上，笑说：“贝红，你加入雷霆协会是为了什么？”贝红一听，他起身看着会长说：“我加入雷霆协会是为了变得更加强大。”会长眯着眼睛看着贝红，他脸上笑容不变，手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那么你为什么要变得强大呢？贝红看着会长说：“强大就可以有身份有地位，就可以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会长微微点头，笑说：“好的，我明白了。”说着，会长看向童孙：“那童孙，你呢？”童孙起身看着会长说：“我跟贝红一样，这是我第7次参加比试了。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为了自己前途加入协会，只有加入协会才能高人一等，才能将弱者踩在脚下。”会长笑了笑，好，应了一声后，会长看向陈官。会长那双眼睛满是兴致，他笑说：“陈官小兄弟呢？”当会长对陈官问出这个问题后，场上所有人都看向陈官，其中包括了浅音。陈官稍稍思索了下，这个问题的答案，陈官并不需要隐瞒，他倒可以回答。陈官看着会长，微笑说：“我的师父一直跟我说，在东周只要成为全协联盟的盟主，那么就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想的梦想便是成为全协联盟的联盟之主。”听到这话，会长身旁坐着的那些协会高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人已经露出笑容了，其中几个看向陈官的眼神多了一丝不屑。一个18岁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毛头小孩，这种小屁孩想成为全协联盟的盟主，这就是在做大梦。当然会长还在，他们也不敢说出内心的想法。会长抚摸着羊胡须的手微微一顿，他看着陈官笑说：“少年心有大志，很不错。全协联盟的联盟之主是从5大协会的会长中选出的，想成为联盟之主，那就需要先成为协会会长。”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说话的浅音。浅音看着陈官，他笑说：“你想成为联盟之主，那你得挑战打赢了我爷爷才有可能。成为联盟之主之前，要先挑战协会会长吗？”陈官思索了下，他侧过脸看向会长。陈官看向会长的眼神多了一丝战意。会长注意到陈官的眼神变化，他握着自己羊胡须的手慢慢停下了。陈官说：“会长，我现在可以挑战你吗？”第11章，一点也不设防。伴随着陈官的话音落下，高台上一下子就安静了。会长那扶着羊胡须的手都停住了。坐在会长旁边其他高层纷纷露出了笑容，他们看着陈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一个笑话一样。也就是赢了一次入会比试，就膨胀成这样了吗？一个10级就连突破都没有的普通人，居然敢挑战我们的会长。在会长旁边坐着的那些人忍不住出声议论着。陈官也不管那些人，他站在桌前，眼睛直视着会长。陈官这忽然的发言震撼了在场所有人，包括在一旁看着陈官的浅音。浅音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红色眸子看着陈官，眼前这个年纪看起来跟自己差不多的男人，此刻正在挑战他的爷爷。在浅音眼中，他的爷爷那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任何人在他爷爷面前都是恭恭敬敬的，没人在他爷爷面前说出挑战这2个字。可眼前这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男人却说了，当了这么多人的面，他居然出声要挑战这座高不可攀的大山。问题是，浅音从陈官的脸上还看到一抹令人如沐春风的微笑，那是自信的微笑，对于自己实力的自信的微笑。浅音不知道陈官的自信从哪里来的，要是真的跟自己年纪差不多要挑战爷爷的话，他肯定会认为对方是个傻子。但陈官不同，浅音见识过陈官在比试时候所展露出来的实力，同时他也跟陈官说过话，知道陈官并不傻，他不可能是爷爷的对手。可他为什么还想着要挑战呢？他是哪里来的自信呢？他不可能赢的。忽的，浅音心一动，我懂了，他并不是想这一战赢过爷爷，而是想透过挑战知道爷爷和他自己的差距，然后将压力变成动力，刺激自己修炼，能跟强者对战，输了也可以获得经验。浅音看着陈官那张挂着自信的笑脸，浅音的眸子泛着光泽，真是个特别的人。这些都是浅音的心理想法，陈官听不到。陈官现在是真想挑战会长，虽然打败了会长未必就能成为协会会长，但只要打败了，那多少会受到重视。会长看了看陈官认真的神态，他尴尬的抬起手，用手指挠了挠自己的脸颊，他尴尬的笑说：“这个还是算了吧。”他可不想接受一个小孩的挑战。在会长看来，陈官的挑战就
就如同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说要挑战一个成年人一样。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打，成年人所考虑不是怎么打败对方，而是考虑怎么不伤到对方。这也是会长现在所考虑的，不伤到对方这个问题太麻烦了。会长不想浪费这时间玩这个。陈官可不知道会长怎么想，他有些疑惑，不可以吗？会长收回手，手臂合在一起，看着陈官，笑说：“你太小了，而且等级太低。这样吧，如果你的等级到达了50级，老夫就接受你的挑战。”他拒绝了，同时给出了条件。会长不答应，陈官也不能直接动手，这不符合陈官的性格，而且会长还是浅音的爷爷，浅音帮自己解释了这么多，自己总不能直接冲过去抱走人家爷爷。陈官只能点了点头，说：“50级吗？那行。”他慢慢坐了下来。会长看到陈官坐下，这老头松了口气。他环顾四周，看了看眼前陈官三人，说：“那么就到这吧，比试已经结束，恭喜3位成为我雷霆协会的一份子。”说着，他缓缓起身，笑说：“希望你们成为协会会员后，可以满足你们最初的愿望。”说完，会长从席位走出，其他高层也起身，尾随着会长，一群人一起离开了会场。陈官看着会长带着协会成员离开的身影，他跟着起身，看着会长等人离开。“你打算接下来去哪？”旁边传来声音。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身旁的浅音。浅音好奇地看着陈官，他那张让其他女人看都会嫉妒的俏脸上挂着一抹浅浅的笑容。陈官看着这张清秀美艳的脸庞，他心一热，忍不住出声逗他：“现在啊，我想先突破，早点升到30级，然后找那30级用的突破材料，把跟你的约定完成一下再说。”浅音白了陈官一眼，笑说：“你想倒美30级，哪有那么简单？先不说你现在才10级，单单就说你现在要获取那3张10级凶兽的卡牌，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听到浅音这么说，陈官不由得看向浅音：“很难吗？自己之前甚至已经吊打过11级的对手了，难道所谓的10级凶兽还比11级的人类难对付？”浅音从席位走出，绕着陈官走动着。浅音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安静的女孩，比起安静，她似乎更喜欢走动。浅音一边走动一边说：“当然难，你别看他们等级是10级，但他们的实力堪比11级的人类，甚至还要强。你不是说11级的人的数据可以从10级的凶兽身上得到了吗？那11级的人怎么会打不过？”陈官有些不懂了。浅音忍不住白了陈官一眼：“呆瓜，凶兽变成卡牌后是会损失属性的，最终变成卡牌后的属性还不到原来凶兽的1/10，被人用为突破材料后，根据突破珠的等级还会继续损失数值。突破珠的品质越差，损失越大，等用于突破后，属性就更少了。一般情况的11级人类如果跟10级的凶兽单挑，分分钟钟被拍死。”说到这，浅音顿了顿，他看向陈官，笑说：“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凶兽比较强，所以在协会成员进行狩猎的时候，可以进行组队，5个人合作相互配合，还是可以击杀10级凶兽。”原来是这样，这就是突破珠的作用吗？陈官看着自己手中的檀木盒，一等突破珠可以保证获得凶兽卡牌内的数据，在自己突破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融入自己的属性内。陈官本打算逗逗浅音，没想到却得到了这么多有用的情报。陈官收回视线，看着浅音，笑说：“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对了，还有一件事，你知道狩猎地在哪吗？”浅音微微一怔，他看着陈官：“我当然知道呀，虽然我的突破材料都是我爷爷帮我准备的，但10级所需要获取的经验，则需要自己亲自去狩猎，我自然去过。”干嘛？浅音注视着陈官，聪明的他眸子微微一亮，笑说：“你该不会不知道在哪吧？”陈官摸了摸鼻子，说：“我还真不知道。”哦，浅音一副猜中的样子，他看着陈官，调笑说：“连狩猎地在哪都不知道，也有胆子挑战我爷爷，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胆子。算了，反正我要练级，也要往那个方向走，带带你也行。”说着，浅音走到前边，回头看向陈官，笑说：“还不过来？”陈官看着浅音那优美的倩影，他笑了笑。他也太天真，太乐意助人了吧？可真是一点也不设防。或者，他额头上的2个3角印记告诉了陈官，他似乎也并不需要对自己一个10级的人设防。第12章，通过飞艇机场前往狩猎地。陈官跟着浅音来到地下停车场。浅音拥有一辆跑车，陈官坐在浅音的跑车上。浅音驾驶着跑车离开了大厦。陈官坐在副驾驶座上，看了看四周，打量着这辆车子。根据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这个世界大部分的东西跟陈官所在的另一个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有着大都市的霓虹灯，也有小汽车之类的。像交通工具，这个世界还有一些特别先进的交通工具。陈官下意识地透过窗外看向外边的天空。此刻是下午时分，天空一片明亮。在明亮的蓝天白云之中，陈官看到了一架巨大的飞艇，
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之中飞过。飞艇的形状类似一个椭圆体，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稍微比较扁的巨大鸡蛋一般，飞在半空之中。跟鸡蛋不太一样的是，在飞艇尾部可以看到4个巨大的推进器。飞艇跟陈官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的客机作用一样，都是用来运送货物和乘客。在目前所有城市中心都设有飞艇机场。陈官收回视线，看向坐在驾驶座上单手握着方向盘的浅音。他说：“去狩猎地需要多久？”浅音说：“要去狩猎地，我们得先到雷云飞艇机场那边，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之后你和我要分开走，你可以乘坐飞艇前往凶兽岛，大概要4-5个小时的时间吧。”凶兽岛？陈官微微一怔，那就是狩猎地的名字吗？浅音说，凶兽岛是属于我们雷霆协会专用的狩猎地，在狩猎地内全是10级以上凶兽。说到这，浅音笑了笑，正好我也打算去练级，也需要去雷云机场，就当做是捎你一程就是了，你可别太感激我哦。之前陈官本来还以为狩猎地会在雷云市内，现在陈官发现自己想多了。不过也是，雷云市是人类居住的地方，为了安全着想，也没人会将凶兽放在城市内。凶兽岛很显然是雷霆协会所建立的，估摸着里边的凶兽都是协会所圈养的，用来培养新人用的。说话间，浅音的跑车已经来到了飞艇机场内了。他将跑车找了个地方停了下来。陈官和浅音两人一起进了飞艇机场。你一会儿到那边的等候区去。浅音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陈官看向那边，那边是一个等候区。浅音看着陈官笑说，然后拿出协会卡，给那边的服务员看一下，说出你的目的地，他们就会带你到要前往凶兽岛的飞艇的头等舱去。我还有事要做，就不陪你一起去了。说到这，浅音顿了顿，他看着陈官继续说，还有凶兽岛内的凶兽数量很多，那些凶兽都是协会所圈养的，只不过因为圈养了太长时间，里边的凶兽也存在一些高级的凶兽，如果遇到高级的凶兽，你可得小心点。浅音说，别直接就死了，不然我这一趟可就白烧你了。听到这，陈官心一暖，他不但帮了自己，还在关心自己。想到这，陈官不由得想逗一逗他。他笑说，放心，在到30级获得突破材料，让你彻底变成我的女人之前，我是不会死的。浅音一怔，他白了陈官一眼，然后露出一抹淘气的笑容。那你可得努力了。他丝毫不害羞，也不怕陈官的挑逗，因为一个人想从10级升级到30级，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既然不可能，那答应和不答应没什么区别。答应他，让他有点动力，免得直接死在凶兽岛，这样会好点。毕竟像陈官这种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同龄人，对于浅音来说是很少见的。浅音转身离开，给了陈官一个鲜美的背影。陈官看了看浅音的背影，目送着这朝气阳光的少女离开。他看得出，浅音完全是将那半年之约当做一个随意的玩笑话。浅音的性格很开朗，他是看陈官是同龄人，而且表现亮眼，对陈官产生的好奇，这才主动接近陈官。但男女感情，他显然是没有的。他之所以说那个半年之约，只是一句玩笑话罢了。陈官现在可是非常期待着等自己升到30级，然后将30级突破材料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脸上会露出什么表情。陈官收回视线，他按着浅音的说法走到等待区内。只不过等待区的入口是有保安守着的，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女人站在那儿。见到陈官过来，她说，请出示您的机票。机票？陈官根本就没带机票。不过没事。陈官取出协会卡递给女人，说，我听说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免费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你看可以吗？女人一怔，她看到陈官的协会卡，瞳孔微微一凝，她下意识地接了过来，然后查看了下，随即点了点头。她看向陈官，说，这是协会卡。说着，她将协会卡递给陈官。陈官接了过来，女人神色多了几分恭敬，说，请问您要去哪？陈官说，凶兽岛。明白，请您跟我来。女人转过身，陈官跟上了她。陈官跟着她进入等候区内，然后继续往里走。走到飞艇机场，女人直接带着陈官进入了一架飞艇的头等舱内。陈官看着眼前这个装潢奢华的宛若别墅卧室一般的房间，要不是陈官刚刚亲自上了飞艇的话，看到这房间的第一眼，估计会以为是在某栋别墅的卧室里呢。女人笑说，这艘飞艇再过半个小时就会出发飞往凶兽岛，预计4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凶兽岛机场，请您稍微休息一下，有什么需要直接按服务铃，就会有服务人员过来。陈官微微点头，女人慢慢退出了房间，将门带上，然后离开了。陈官看着这闭合的门，又看了看这个大房间。陈官的身体原主人来自乡下，而陈官本身在那个世界也不过就是个上班族，坐头等舱，享受着别人恭敬的服务的感觉，太棒了。陈官往床上一躺，枕着柔软的枕头，他拿起协会卡看了看，果然
那老头没骗我，要是一般人根本坐不起这飞艇头等舱，有了这玩意，直接就可以免费，真是舒服。想着，陈官侧过脸看向被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檀木盒。接下来就是要去凶兽岛了，听浅音说那么玄乎，让我有些感兴趣了。10级凶兽能接住我全力的一拳吗？陈官嘀咕着后，他想到自己的那9999999的攻击力数据，估计够呛。第13章，一拳之后，半个小时后，飞艇起飞了。4个小时后，陈官通过飞艇的窗户看到了一座小岛。那座小岛位于海洋上，在小岛中间围着围墙，围墙中间便是飞艇机场。飞艇降落在机场内，陈官下了飞艇。一下飞艇，陈官发现除了自己外，从飞艇上下来的人还有不少，而且这些人的等级大部分都是10多级的。很显然，那些人也是协会会员。接下来要往哪边走，陈官没有头绪，索性陈官跟着那群人走。协会会员都是要进入凶兽岛狩猎凶兽的，自己跟他们是顺路，跟着他们走，他们也不会多想。机场四周被围墙包裹着，在陈官的正前方可以看到一扇门，大门旁边有一个保安亭，保安亭之下有桌椅，一个身穿着黑衣的男子坐在椅子上，翘着2郎腿。围墙最中心的位置是飞艇机场，在巨大的圆形飞艇机场到围墙之间，则生长着很多大树，供人乘凉使用。陈官还注意到，这扇门前还有许多人站在大树之下乘凉，这些人不知道在等待着什么。陈官看到有5个人从人群走出，然后走到保安亭前，他们5个将协会卡取出，递给男子看了下。男子点了点头，那5人一起出了门。看到这，陈官明白了，那个人就是个守门人，离开这个围墙就等于随时会遇到凶手，普通人是不被允许进入那种地方的，只有协会会员才会被允许。他的职责就是守住大门，避免有普通人进入危险区域。也就是说，只要我将协会卡递给他看就知道了。想到这，陈官迈步从人群走出。刚从人群走出，陈官可以感觉到无数道视线盯着自己。陈官也不理会那些视线，他自顾自地来到保安亭前，取出协会卡，递给那个守门人看。近距离看守门人，陈官发现这个守门人年纪30岁出头，在他额头上可以看到3个3角印记，也就是说，这守门人的等级为30级。守门人靠着椅子，瞥了陈官手中的协会一眼，扫了陈官一眼，然后看了看陈官身旁。他收回视线，看着陈官，新人。陈官说，对，自己额头只有1个3角印记，看一眼就知道自己是新人了，这并不奇怪。守门人淡淡的说，凶兽地是很危险的，想进入狩猎地需要5个人一队，少于5个人不准入内。陈官一怔，陈官下意识的回头看向身后的人群。刚刚陈官还在以为这群人在这聚集着做什么，现在陈官懂了，原来是这样，这群人是在组队。这人都成为协会的人了，却连进入狩猎地的规则都不知道吗？这也太笨了，这么笨的新人，不知道谁会找他组队。看他的年纪也就17、18岁吧，这么年轻的年纪还什么都不懂，估计又是哪个富豪的孩子，协会卡估计是花钱买的，肯定没什么实力。这种人谁会找他组队？人群里响起了议论声。正常来说，能通过议会笔试成为新人猎人，大部分都的老油条了，对于狩猎地的规则那肯定是清清楚楚的。而陈官刚刚的举动让很多人觉得陈官的协会卡肯定是买来的。陈官，你一个人吧？陈官刚刚往人群走，他正思索着自己要找来组队，却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他看向那人，只见一个体型如熊一般，扛着巨斧的光头。陈官一看，童孙，眼前这个30多岁的中年壮汉，正是之前在比试会场遇到的童孙。童孙露出友善的笑容，正好我们队里还缺个人，我们组个队吧。伴随着童孙这话落下，旁边那些猜测没人会邀请陈官加入的人，一个个愣了。看到熟人，自己也正好缺个队伍，陈官正打算答应。童孙，你干嘛邀请他进我们队伍？你疯了吗？旁边忽地传来声音。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说话的人，他皱着眉头打量着陈官。他打量着陈官，陈官也在打量着他。这人穿着一身黑衣，额头可以看到一个黑色印记和一条黑色纹路。他说，这人才10级，连突破都没突破，而且他居然连进入狩猎地需要凑齐5人的规则都不知道。这种人进我们的练级队，完全就是在害人。我也不同意他加入我们队伍。旁边又有一个人伸出手发表了意见。另一个看起来20来岁的女人皱着眉头说，在凶兽岛内对付凶兽都难，还要带个累赘，我也不同意。你们误会了。童孙听到这，他皱起眉头说，他是陈官，他是。好了。忽的，陈官出声。听到这声音，童孙愣了下，他看向陈官。
只见陈官双手环胸，面无表情地扫过了眼前这个4人小队，他视线落在童孙身上，说：“谢谢你的邀请，但很可惜，你的朋友并不欢迎我，对于这种队伍，我也没兴趣带。”说到这，陈官看向童孙，说：“下次有机会再组队吧。”说完，陈官自顾自地转身走开。人群内响起了声音：“我就说，没人会邀请他加入队伍的吗？这么年轻就获得协会卡，还什么都不懂的人，协会卡肯定是买的。这样的人，谁敢跟他一起进入凶兽岛？多一个累赘，少一个战力，完全是作死。在我看来，这家伙就算在这待个几天，也不会有人邀请他了。你们看，他这是要做什么？”这些人都在等着组队，闲着没事的他们乐得看一个笑话。说话间，他们的视线都盯着陈官。陈官自顾自地走到一棵大树之下，这棵大树的树干足有3个人成年人怀抱那么粗。陈官看了看眼前这棵大树，他抬起手，右手握成拳，脚成弓步，一拳挥出，落在大树之上。轰隆！这声巨响震耳欲聋。那粗有3个成年人怀抱那么粗的大树应声爆裂，一个直径足有1米宽的窟窿出现在大树的树干上，树干上半部分应声往后倒下。轰！沉重的大树倒下后发出一声巨响，因为太过于庞大沉重，在倒下的瞬间，地面都为之颤抖了起来。那些准备看陈官笑话的人，一个瞪大了眼睛，长大了嘴巴，愣愣地看着这一幕。第14章，找4个挂件。陈官纵身跳到树干上，他转过身，看着下方聚集在树下，看着这边的人群。他双手环胸，看着众人说：“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以平等的身份和平相处，但很可惜，换来的只是你们的疏远。索性我也不装了。我想进凶兽岛，所以需要4个挂件。进入凶兽岛后，所有获得的东西全部由我来进行分配。我说往右，其他人不能往左。想成为挂件的人，现在可以跟我报名。”陈官说完后，他扫过场上的人，在极短暂的沉默后，忽地有声音响起：“我可以。”一个人举起手，伴随着声音响起：“我来，我选我。”一下子场上变得吵闹了，有些还没回过神的人看着那些一个个报名想要抱大腿的陈官，他们有些疑惑。有个新人出声问：“跟了他不就成了他口中的挂件了吗？而且东西还得由他来分配，这还争先恐后想成为他的队友，这也太疯狂了吧？为什么啊？”另一个老油条出声回答：“什么为什么？你没看出来的？他刚刚那一拳可以直接把那么粗的树干轰出那么大的窟窿，那一拳的力量估计都接近20级的赤系力量属的高手的全力一拳了。进入了凶兽岛内，就意味着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会丢掉性命。所以在这里找个队伍的人，高级的人看不起低级的人，11级的人想让19级的人带，根本不可能。如果5个人全是11级的人组队，想获取经验只能狩猎11级以上的凶兽，那危险程度可不低，一不小心可能丢了性命。你说，在可能丢掉性命的情况下拼死狩猎好，还是跟着一个攻击力堪比20级的高手抱着大腿混经验好？就算成挂件，但只要能够变强，尊严算什么？我懂了，算我一个。陈官站在树干之上，看着下方争着凑过来的众人。陈官皱起眉头，这群人的嘴脸可真够现实的。这个世界果然跟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一样，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我来，我来！忽的一个声音吸引了陈官的注意，他看向说话的人，那是一个20多岁的男子。男子面带笑容地看着陈官，笑说：“高手，你目前10级，来这肯定是为了突击材料。我知道一些拥有高级属性数据的10级凶兽的出没地点，你愿意带我的话，我可以你去。”听到这，陈官顿时来了兴致，他微微点头：“你留下。”好。男子眼睛一亮，赶忙往这边凑。还有我。忽的又有声音传来，一个男子赶忙从人群中冲出说：“等小哥，你突破后就需要击杀11级凶兽获取经验，我知道11级凶兽经常出没的位置。”陈官摸了摸下巴，说：“你留下。”我。这时一只手抬起，陈官看向抬手的人，那是一个女人。女人见到陈官看来，她估计没想到陈官会看向自己，她有些紧张，赶忙说：“在凶兽岛外生存需要会生火烤肉，我会生火烤肉做食物。”陈官说：“你留下。”之后还有最后一个挂件位置。陈官看了看四周，忽的他的视线落在一道身影上，扛着巨斧的童孙对上陈官的视线，他抬起手。看到这，陈官露出一抹笑容，说：“那童孙，你也来吧。”童孙一听，他眼睛微微亮起，脸上有了笑容。而童孙原本的3个队友一看，他们神色尴尬且难看。都怪你！那个20多岁的女人瞥了一眼刚刚出声阻止陈官加入的男队友，
男队友一听，他说：“怎么可以只怪我？你们两个不也一样没同意吗？明明是你先说的，要不是你先说，我根本不会说。”女人皱起眉头。先前童孙邀请陈官，陈官眼看就要答应加入他们队伍了，就算他们几句话，结果陈官直接选择不加入，还自己组建了队伍，还拉走了童孙。他们心里不知道后悔成什么样子了。陈官可不管这些人在想什么。凑齐5个人的小队后，陈官站在眼前这4人身前，他看了一眼童孙。童孙是认识的，不用多看。另一个的男子看起来20多岁，他额头上有着一个黑色三角印记和一条黑色纹路，这人的等级跟童孙一样，都是11级的。他说了，他知道高属性10级凶兽的位置。陈官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潘芳。”陈官微微点头，然后看向另一个。第二个男子跟潘芳一样，都是20多岁，额头上有一个黑色三角印记和2条黑色纹路，这是一个12级的人。没等陈官询问，他先出声说：“我叫竹林。”竹林自我介绍后，他看着陈官，摸了摸后脑勺，尴尬的笑了笑。陈官看向最后一个成员，那是一个20出头的女人，女人额头上有着一个黑色三角印记，等级为10级。他赶忙说：“我叫田纯。”陈官微微点了点头，看向潘芳和竹林：“你们2个等级不低，为什么会想着加入我的队伍？”竹林笑说：“其实12级跟11级区别并不大，如果跟同样是12级的人组队进凶兽岛狩猎的话，有可能会丢掉性命。而队长，你刚刚那一拳几乎已经堪比20级左右的赤系力量属的强者了，能跟着你当你的挂件，在后边吃经验，比起随时会丢掉性命的情况好多了。”这么一听，陈官也就理解了，估计潘芳也跟竹林的想法一样。算了，我对你们是怎么想的也不感兴趣。陈官说：“走吧，去守门人那边刷下卡，狩猎去。”好。竹林跟上陈官。陈官走到守门人前，拿出协会卡。守门人看了看陈官，他慢慢坐了起来，看着陈官：“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陈官看着守门人，他说：“什么问题？”守门人眼中满是好奇，说：“你的攻击数值是多少？”很显然，他这家伙也像浅鹰一样对陈官的攻击数值感兴趣。陈官的回答也一样：“秘密。”守门人一怔，他笑了笑：“好吧，你们进去吧。”陈官微微点头，收起协会卡，朝着门外走去。守门人目送着陈官5人从大门离开。他躺在躺椅上，脚抬起放在桌子上，明明只有10级，但这攻击力完全不属于他的等级。年纪这么小，等级这么弱，但实力却这么强，真是不合常理，真是个奇怪的存在。第15章，第一头凶兽。出了大门，就到了野外。陈官入目所看到的便是一个很原始的森林。陈官停住脚步，看向潘芳，说：“带路。”潘芳说过，他知道高属性的10级凶兽所在的位置，目前陈官就需要10级凶兽作为突破用的材料，让他带来是最好的。潘芳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前边给陈官4人带路。根据陈官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陈官也有过了解，在这个数据大陆，除了人类之外便是凶兽。在很久以前，凶兽跟人生活在一起，到了后来，人的实力变得强大后，花费了上千年的时间建造了一座巨型长城。长城将数据大陆分成了2半，长城以东的空间占据大陆5/6，长城以西的空间占据了大陆的1/6。目前人类住在长城东边，而凶兽住在西边。当然，在当年修筑长城之后，也遗留了一些弱小的凶兽。目前人类所能看到的凶兽，基本都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在陈官思索着凶兽的事的时候，陈官发现潘芳停了下来。见潘芳停下，陈官下意识地问：“怎么了？”问出这话的时候，陈官发现潘芳正看着前方。陈官朝着前方看去，在陈官正前方，一头肩高1米多，浑身肌肉纵横，浑身呈现红色的巨熊正趴在远处的一棵大树下休息。陈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生物。在陈官之前所在的世界所看到的熊，要么是黑，要么是白，要么是棕色，但他从没见过一身红色的巨熊。陈官还注意到，在巨熊的额头上的毛发形成了一个白色的三角印记和2条白色的纹路。虽然这印记跟人类的印记不同，但这等级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这是一头12级的凶兽，是12级赤系豹熊。童孙出声提醒。童孙神色凝重，说：“这东西皮糙肉厚，力量更是大得很，就算是一些5个12级的小队，见到这东西也得绕着走。”说到这，童孙顿了顿，然后看向陈官：“陈官，我们还是绕开吧，他不好对付。”陈官看向童孙：“我一直听你们说赤系，赤系到底是什么意思？”童孙一怔，他摸了摸鼻子，说：“如果人突破到了10级后，就可以获得某些能力，这些能力根据使用的时候的颜色不同，可以分为7个系，每一个系内还有属。例如赤系内包含着力量属、
火焰鼠等。赤系内拥有的鼠，大部分都能给对手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往往赤系凶兽是比较难对付的。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暴熊，就是赤系力量属的，无论是力量还是防御力都非常强悍，属于比较难对付的一种。听到这，陈官思索了下，我这条路我升级的时候经常来，暴熊距离我们300米左右，他所在的那片森林是他领地范围内，只要我们不过去就没事。潘芳露出了自信的笑容说，我们绕远点，他不会攻击我们的，我有经验。说着，潘芳继续往前带路，而陈官只说了句，你们在这等一下。听到陈官这话，潘芳停下了脚步，他看着陈官，童孙、竹林和田纯也都稍稍看着陈官。只见陈官身体一动，几乎是一瞬间的时间，陈官的身影消失在原地。等童孙4人回过神的时候，他们错愕地发现，陈官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暴熊面前的目测距离不到10米。这速度，田纯的眸子泛着难以置信的光泽。12级的竹林的眼中也有错愕，刚刚他跟暴熊距离接近300米，这只是一瞬间，他就消失，出现在暴熊身前，这是什么速度？我以前见过的人里，也没人有这么快的速度。竹林自言自语着说，这真是一个10级的人可以做到的吗？虽然不敢置信，但童孙4人都是亲眼看到了这一幕。一个甚至没有突破10级的人，在这一刻使用了一个超越他们认知的速度，在一瞬间跨越了200多米的距离。陈官，看样子这是打算跟暴熊战斗。童孙皱着眉毛，神色凝重。潘芳看着陈官的方向，说，你们觉得他能赢吗？不好说。竹林说，虽然他的速度很快，力量也很强大，但要知道那可是暴熊，如果被暴熊的一掌拍中，巨石都要碎成碎片。他的防御数值如果不高，被暴熊所拍中的话，一下就会死。说话间，陈官距离看着暴熊，近距离看，陈官就才意识到这玩意有多大。虽然是暴熊正趴着睡觉，就算趴着，它高度也接近1米。这玩意看起来就如同一颗巨石一般。陈官记得浅音说过，10级以上的凶兽被杀死之后会变成卡牌的模样。这头暴熊浑身都是红色的，如果把它变成卡牌的话，不知道浅音会不会喜欢。忽然，暴熊猛地睁开眼睛，他醒来了。一醒来，他那双赤红色的瞳孔就紧盯着陈官。他见到陈官踏入自己的领地，一时间愤怒了。他猛地起身。当暴熊起身后，他就算4肢站立，体型也足足接近2米高，看起来无比的骇人。他对着陈官龇牙咧嘴的，忽地张开嘴，吼！他咆哮出声。伴随着这声咆哮，暴熊猛地扑向陈官，10米的距离瞬间就到。一到陈官面前，暴熊抬起身体，庞大的熊掌拍向陈官的身体。陈官也不躲开，他看着迎面来的暴熊，他拥有着9999999点防御。他想知道这玩意这么厉害，那他能不能破开自己的防御？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陈官的身体硬生生被拍中，双脚在地面拉出1到3米的痕迹，因为作用力飞了出去，身体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砰！陈官的身体这才停了下来。看到这一幕的童孙4人一瞬间看愣了，他不是可以躲开的吗？田纯有些懵了，童孙皱着眉头没有说话。潘芳捂着嘴说，正面吃下暴熊这样的攻击，估计内脏都已经被拍碎了。竹林也愣了愣神，我想不通，他的速度那么快，为什么不躲开？那头暴熊迈步缓缓地朝着陈官走去，他眼睛死死盯着陈官，他没有继续龇牙咧嘴了。很显然，在暴熊看来，陈官已经死了。忽地，暴熊瞳孔微微一凝，他停下了脚步，那平静下来的脸再一次变得狰狞。他裂开獠牙，死死盯着躺在地上的陈官。只见倒在地面上的陈官悠悠哉哉地爬了起来，他起身后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然后看向自己被拍中的肩膀上破碎的布料。他说，可惜了，不久前刚换好的衣服又坏了。远处的童孙4人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瞪大了。陈官的视线落在前方的暴熊身上，听他们说你的力量很强，我就想着让你打中试试看，看样子这力量也不怎样。暴熊听不懂陈官的话，在他眼里，陈官是敌人，而敌人就该死。好！暴熊嘶吼着扑向陈官，陈官身体忽地消失在原地，他身影瞬间出现在暴熊身前，一拳轰在暴熊的脑袋。轰！暴熊的脑袋应声破碎，强悍的力量在瞬间轰碎了暴熊的半个身体，留下了一个窟窿。暴熊的尸体应声倒下。第16章获取经验的方式。伴随着暴熊死去，忽的，陈官看到暴熊浑身亮起了蓝色的光。在陈官注意下，可以看到那些蓝色的光是由0和1的蓝色数据所构成。这些由0和1构成的蓝色数据从暴熊身上冒出，慢慢飞到陈官身前，凝聚成了一张卡牌。卡牌无视行星的重力，悬浮在半空之中。陈官伸出手，
接了过来。卡牌正面内印着正式暴熊的样子，背面是黑色的。黑色的卡牌背面在慢慢旋转着，就像是有一个黑洞附着在上边一般。陈官看向暴熊的尸体，暴熊的尸体并没有因为卡牌的出现而消失。陈官收回视线，看着手中的卡牌。前因说过，10级以上的凶兽被击杀后就会化成卡牌，这就是凶兽所画的卡牌。果然，这个世界跟我之前所在的世界虽然也有大都市有汽车，但有些东西却是完全不一样。陈官收起卡牌，看向还站在远处的4人，手挥了挥，示意他们过来。见陈官的举动，童孙等人回过神，他们赶忙往这边跑来。一过来，4人看着暴熊的尸体，竹林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光泽，说：“12级的暴熊真是不可思议。”陈官看着他们震撼的神态，他看向潘芳，说：“潘芳，继续带路。”那个大哥。忽然，竹林出声。陈官看向竹林，这家伙20多岁的年纪，叫自己一个长得18岁出头的青年大哥。竹林尴尬的搓了搓手，尴尬的笑说：“我可以获取经验吗？”获取经验？什么意思啊？陈官根据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他知道这具身体原主人之前是通过宰杀牲畜、鱼类之类的5级以下的动物来获取经验，经过这么多年后才凑满10级的。当时获取经验的方式就是杀了动物直接获取。可竹林说现在自己要获取，难道说10级以上的获取经验的方式改变了？陈官不知道他所说的获取经验方式是什么样，但他有兴趣看一看。他说当然。现在陈官已经10级了，在没突破之前，无论他击杀什么东西，他自己都是没办法获取经验的。现在陈官也有兴趣看一看10级之上的人是怎么获取经验的。听到这后，竹林眼睛亮了，只见竹林走到暴熊的尸体旁，手放在暴熊的尸体上。陈官可以看到暴熊身上冒出红色的光，光没入竹林的体内。旁边的童孙和潘芳也将手放在尸体上。到了10级后，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以共享的形式获取经验吗？真是奇特的方式。陈官看向一旁的田纯，田纯跟陈官一样都是还没突破的10级，所以他获得不了经验。陈官收回视线，看向潘芳，说：“高级属性10级凶兽现在距离我们这边多远？”潘芳收回手，他说：“继续往前走，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精英刺虎了。”刺虎？童孙回过神，他看向潘芳：“你所说的高级属性10级凶兽是精英刺虎？”潘芳说：“对，是一头10级精英刺虎。”陈官注意到童孙的反应，他说：“精英刺虎有问题吗？”童孙一听，他说：“10级的人在突破的时候，可以猎杀10级凶兽，获取凶兽卡来作为突破材料，同时可以获得变成凶兽卡所拥有的部分属性数值。属性数值非常重要，突破所选择的10级凶兽几乎可以决定突破后的人的强弱。一些在突破前数值一样，但突破之后同为11级，却会因为突破前所选择的材料强弱，而导致数据出现巨大的差距，最终导致同为11级，在没突破前可以打成平手，但突破后被碾压。所以很多背后具有靠山的人都会用尽一切手段去获取最高级的突破材料，让自己获得最高的属性等级。”说到这，童孙顿了顿，他看着陈官说：“具有最高属性的凶兽莫过于精英凶兽，精英刺虎便是精英凶兽的一种，精英材料是非常少见的。那些为了能让自己突破的时候变得更强，很多人都渴望获得这种突破材料，所以竞争是非常激烈，几乎是可遇不可求。”说到这，童孙看向陈官：“如果潘芳说的是真的话，那我们必须快一点，我担心别人注意到10级精英刺虎的存在。”“我肯定说的是真的。”潘芳笑说：“那头10级精英刺虎是我昨天练级的时候发现的，我已经11级了，就算杀了他也没办法作为突破材料，我就饶了他一命。陈官需要，我就想着献上。”陈官看了一眼潘芳，陈官记得突破材料是可以给其他人用的，也就是说那东西变成卡牌是可以交易的。既然这么希望，那肯定很值钱。陈官可不认为潘芳看到后会白白放过，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潘芳不是想放过，而是他根本打不过，这才会想用那东西的情报送给陈官，当做礼物来获得抱大腿的机会。陈官说：“既然这么稀有，那带路吧，快点过去。”“好嘞。”潘芳笑着应了一声，在前边带路。20分钟后，在一片森林内有一个山洞，而在山洞前的树林内，5个人隐藏在丛林之前，他们正盯着山洞的洞口。领头是一个30多岁的体型矮瘦的光头男，他盯着洞口。这个光头男的名字叫聂轩，正是这5人小队的队长。旁边一个叫于震的人出声说：“队长，那头10级精英刺虎就在里边。”10级精英刺虎？聂轩眯着眼睛说：“我们这5人小队都是11级的，10级精英刺虎的数据堪比15级的凶兽。这玩意
我们对付不了。那怎么办？10级高级凶兽卡，如果能获得，然后卖出去的话，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于震说：我们难道就这样看着他被其他人猎杀吗？聂轩皱着眉头。沙沙沙，忽的，聂轩听到了脚步声，他下意识地看向脚步声来源，沿着脚步声的方向看去，可以看到一支5人小队正往这边靠近。什么人？聂轩皱着眉头，下意识地压低声音问。队长。有一个人靠了过来，对聂轩说，是一支5人小队，一个12级，2个11级，还有2个10级的。看他们的行动方向，似乎也是冲着10级精英刺虎来的。聂轩一怔，他乐了，带着2个10级的菜鸟来狩猎10级精英刺虎，这是在搞笑吗？那队长，我们怎么办？于震又问。聂轩笑容一收，随即阴森森地说，我们就先躲起来，他们既然想猎杀精英出，那就让他们猎杀，等他们打到一半，我们再捡漏。第17章，一颗石头解决一头刺虎。就是那精英刺虎就在那个山洞内。潘芳停了下来，手指着一个方向。陈官也停下了脚步，他沿着潘芳手指的方向看去。此刻陈官的5人小队被丛林包围着，在正前方有一个山壁，潘芳手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个树藤和草丛遮挡着的洞口，看起来很隐蔽。这个地方很多树和丛林，如果不是人带路，很难发现这边。陈官说，你们在这等等。说完，陈官就自顾自地朝着山洞方向走去。看着陈官这随意的举动，见识过陈官之前的表现的童孙4人用一种佩服的眼神注视着陈官的背影。要知道，精英刺虎虽然只是10级，但他的数据面板那可是堪比15级凶兽的存在。一个10级的人要挑战一个数据接近15级凶兽的存在，这种举动是完全超越童孙4人的认知的。在不远处，队长，看看他们这是在做什么？于震看着远处陈官等人，见陈官居然一个人朝着洞口走，他顿时一脸疑惑。作为队长的聂轩看着陈官的身影，他皱着眉头思索了下，我知道了，他们这是打算用这个10级菜鸟作为诱饵，将洞穴内的精英刺虎骗出来，再集火将他干掉。想到这，聂轩淡淡的说，那队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这样。于震笑说，真不愧是队长，别人一个行动，队长就能猜到对方想做什么。聂轩哼了一声，那肯定也不看我是什么人。那队长，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聂轩冷冷的呵呵一笑，说，就跟一开始的计划一样，先让他们跟精英刺虎打，他们输了，精英刺虎的体力和元力也被消耗的差不多，我们可以接盘。如果他们赢了，当然这可能性不大，就算他们赢了，他们的体力和元力也肯定被消耗的差不多，我们可以杀了他们，抢夺他们口中的精英凶兽卡。真不愧是队长，你的计划简直就是完美无缺。于震露出讨好的笑容，一通马屁直接将聂轩拍得飘飘然。聂轩笑了笑，忽的他注意到陈官距离洞口已经越来越近了，他收起笑容说，都警惕点，看好了，这次的行动可是关系到一张精英凶兽卡，那玩意如果到手卖出去的话就是一大笔的钱，你们神经都给我绷紧了，随时准备动手。好。陈官站在这精英刺虎的洞口前，他看了看眼前这个足有2.5米高的山洞洞口，他看了看里边漆黑的洞口，这么黑，自己进去的话什么都看不到，还是让他出来吧。想着，陈官蹲下身，从地面上拾起了一块石头，他拿起石头朝着山洞内砸去。当石头脱手的那一刻，石头跟空气产生剧烈摩擦，炙热的火焰环绕着石头，在那一瞬间，隐约可以看到一条赤红色的巨龙，被巨龙所覆盖着的石头以肉眼所无法看到的速度轰向山洞内部。轰！伴随着一声炸雷般的闷响，这声音无比巨大，大到童孙等人下意识地捂住了额头。那颗石头在一瞬间贯穿了整个山体，巨龙环绕着的石头在穿透山体之后，继续往前冲入树林内，砸毁无数棵树木，这才停了下来。陈官看了看眼前这个山体，陈官眼前这个山体多了一个足有10米宽的巨型窟窿，窟窿穿透了整个山体，通过陈官的视野可以看到山体对面的风景。远处看着这一幕的聂轩5人正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巴，嘴巴就仿佛可以放入一颗鸡蛋了。他们呆呆地看着那被陈官砸出来的窟窿，完全回不过神。陈官站在山体前，他一手环胸，一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本想用点力气，这力气用的有些大了。忽的，陈官看到蓝色的0和1的数据开始在自己身前凝聚，眨眼间转换成了一张卡牌。陈官抬起手握着卡牌，卡牌内的图案是一头长得类似老虎一样的生物，跟老虎不同的是，这头生物长着2条巨大的獠牙，而身后的背脊处还长着一条条巨大的背刺。在这图案之上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刺虎。陈官看到这张卡牌后，他下意识地从裤兜将暴熊的卡牌拿出，
陈官发现卡牌图案是有框的，刺虎的框是橙色，而暴熊的框是紫色，这就是精英凶兽和一般凶兽的区别吗？与此同时，队长，于震缓过神，他咽了咽口水，看向聂轩，说：“我们要上吗？”聂轩一听，看向于震，于震发现聂轩此刻脸色惨白如纸，聂轩抬起手就拍了下于震的脑袋，说：“你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脑子进水了？上，你上啊！你想死你去死，老子不陪你！”说完，聂轩赶忙转身往外走，他嘴里嘟囔着：“怪物，人形怪物，这家伙不是人。”其他4人一看，也赶忙跟上聂轩，眨眼间人就跑光了。陈官收起卡牌，转身朝着童孙4人走去。陈官注意到童孙4人正张着嘴，瞪着眼睛，一个个直勾勾地盯着那已经穿了个巨大的口子的山体，似乎还没回过神。陈官说：“喂！”伴随着声音传来，4人回过神，他们一个个看向陈官。陈官双手环胸，看了看满脸错愕的震撼的4人，然后看向旁边的潘芳，说：“我还缺2张凶兽卡，你还知道哪里有精英凶兽吗？”潘芳一愣，他回过神，他说：“这。”他摸了摸后脑勺，尴尬的笑说：“老大，没了。”这人便结巴了。听童孙之前所说，精英凶兽是很罕见的存在，只要被人发现就会被猎杀。潘芳内发现这头精英刺虎，估摸着也就是机缘巧合，没有就没有吧。陈官看向童孙，10级的人要突破的话，只能使用10级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吗？高级点的可以吗？童孙啊了一声，他回过神，不可以。童孙调整了下震撼的情绪，舒了口气，看着陈官，10级的人突破只能用10级的凶兽所化成的卡，无论是比10级凶兽卡低级，还是比10级凶兽卡高级的都不行。也就是说，接下来还是得找10级凶兽进行猎杀。陈官说：“你们谁知道10级凶兽的活动地方？带我去，我还缺2张10级凶兽卡。”我知道。潘芳赶忙出声，他已经从震撼中回过神了，也不再结巴了。他笑说：“我前阵子才突破，对于10级凶兽活动的地方，我了解得很。老大跟我来。”第18章高级卡就加这么点数据。陈官很清楚自己对凶兽岛这边的情况并不了解，虽然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里有过野外生存的经历，但陈官自身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现代人，要他一个人在野外寻找凶兽的话，太过于浪费时间了。有拥有经验的人带着，自然是最好的。跟着潘芳前往10级凶兽出没地的路上，陈官拿起出刺虎的凶兽卡看了看。陈官发现在这凶兽卡上的图案之下还印着属性值：攻击4，防御3，生命79。陈官听前因说过，凶兽杀死后就会化为凶兽卡，而凶兽卡会拥有凶兽的部分数值，当人类突破的时候便可以获得凶兽卡中的数值。高级凶兽卡所具备的数值远高于普通的凶兽卡，所以像精英凶兽所化成的凶兽卡是非常罕见和稀有的。可是这凶兽卡的数值让陈官有些发懵，4点攻击力，这就是高级凶兽卡的属性。童孙一听，他看向陈官：“队长，怎么了？”陈官说：“你看看这张精英刺虎卡的属性，你确定这玩意是高级凶兽卡吗？”说着，他将刺虎卡递给童孙。童孙接了过来，看了看，随即确定，点了点头，说：“高级凶兽卡的图案框是金色的，这的确是高级凶兽卡。”陈官皱着眉头把卡接了过来，又看了看数据，说：“4点攻击力。”童孙眨了眨眼睛，他说：“老大，你可别小看这4点攻击力。”旁边的潘芳凑了过来，他满脸笑容说：“10级的普通人攻击平均为20点攻击力，如果一个人获得3个高级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的话，那一次性就可以获得12点攻击力，只差8点，那就比10级的时候翻了1倍。而且凶兽卡所带来的属性并不仅仅只是攻击力，它所带来的还有生命、防御等。3个高级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加起来的属性收益，比起普通凶兽卡的收益那高太多了。”说到这，潘芳顿了顿，他笑说：“当然，比起老大你现在所拥有的数据来说，几十点数值并不多，不入你的眼也是正常的。”陈官看了看凶兽卡上显示的属性，他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看自己的各个数值。这凶兽卡上的数据比起自己所拥有的属性差距太大了，估摸着就算把这东西用来突破，估计就像是海水内倒入一瓢水一样，没什么用。这么看来，普通凶兽卡估计跟高级凶兽卡的差距对自己来说没什么区别。5人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穿过森林，忽的眼前视野一片明亮。这是一片草原，而在草原之上，一群长得跟鹿一样的生物正在草原上吃东西。这群东西像是鹿，但又有些不太一样。
他们浑身的皮肤呈深绿色，身上可以看到道道白色奇怪纹路。他们头顶长着角，那角看起来就如同树枝一般，上边还长着翠绿色的树叶。这些鹿跟陈官在乡下经常见到的鹿完全不同，这是10级的绿系树鹿。潘芳出声介绍，他看向陈官，笑说：“我之前突破10级，用的就是他们所画成的凶兽卡。”陈官看向潘芳，3张同样凶兽所画成的卡也可以用。潘芳说：“当然可以。”行。陈官收回视线，看向那些树鹿，说：“你们在这等着，我过去一趟。”好嘞。潘芳立即应了一声。见识过陈官之前所展现的力量，此刻童孙4人完全不怀疑陈官有没有办法一人搞定这些10级树鹿。陈官注意到，除了自己这支5人小队外，在不远处还有一支5人小队，其中1人握着步枪站在远处，那人拿着步枪对准了远处的一头树鹿。砰！伴随着一声枪响，子弹击中在要击中树鹿的瞬间，树鹿身上出现了一个透明的白盾，子弹直接击中白盾，白盾凹陷了下去，忽然破开，噗呲，半颗子弹陷入皮肤里。哦！树鹿发出一声惨叫，他身体跳了起来，那颗子弹也跟着从伤口弹出，落在地面上。子弹只是让树鹿受了点皮外伤，而这伤口迅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那个开枪的人皱起了眉头。生物拥有着防御数值和生命数据，而防御数值会在生物四周形成一个白盾一样的透明盾，这透明盾可以抵挡掉攻击者的部分攻击力。当敌人发动的攻击超过防御，白盾抵消部分攻击力后，剩余的攻击就会落在生物的身体上。生物被那攻击打伤后，生命数值就会减少对应的数值，同时将伤口复原。只有当生物生命数值归0，生命才会死亡。树鹿回过神后，看了看四周，视线立即锁定远处开枪的人。他那张脸变得狰狞了起来，他拍动了起来，迅速地朝着那名持枪的家伙冲去。一个身体健壮的寸发男站在前边，大手握着一面方形盾牌，挡在树鹿身前。砰！树鹿撞在盾牌上，发出一声闷响，寸发男的身体被撞得后退了3步。这时，另外2个早就准备好的队员冲了过去，一个握着刀，一个握着长矛，攻向树鹿。噗呲，噗呲，伴随着2声血肉分离的异响，刀刃陷入树鹿内，长矛也陷入树鹿的身体内，鲜血四溅。哦！树鹿吃疼之下立即嘶鸣了起来，他猛地摇晃身体，那拿着长矛的人来不及将长矛收回，直接被甩飞了出去，整个人立即摔倒在地，打了几个滚。树鹿愤怒之下冲向那个被甩飞的人，冲过去，抬起蹄子朝着那人的脑袋踩去。寸发男脸色大变，他赶忙举着盾牌冲了过去，一纵身用身体撞在树鹿身上，将树鹿撞了开来。树鹿被摔倒在地。砰！又是一声枪响，持砍刀的人冲过来，对着树鹿的脖子补了一刀。树鹿身体颤抖着，慢慢没了动静。伴随着0和1的蓝色数据出现，砍刀男身前出现了一张凶兽卡，他伸出手将卡牌收了起来。寸发男松了口气，然后看向那正缓缓爬起的长毛男。寸发男对着长毛男伸出手：“林卢，还好吧？”长毛男脸色有些发白，他伸手握着寸发男的手，说：“还好队长你救了我，不然刚刚那一下，我不死也得重伤。我们5个10级的人狩猎这树鹿是真的难。”这拿着盾牌的寸发男叫布雷，正是这支小队的队长。长毛男叫林卢，这支小队都是一群10级的人，来这树鹿聚集地获取突破材料的。布雷说：“再撑一撑吧，现在我们搞定了2头10级凶兽，获得2个突破材料了，一会儿获得第3个后，先让一个人升下级，之后再继续狩猎。”好。林卢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忽的他的视线一转，注意到不远有人正看着这边。林卢说：“队长，那边好像也有要狩猎树鹿。”布雷一听，他看向不远处，在那边果然有一个看起来17、18岁的青年，是一个10级的人，估计跟我们一样，也是来狩猎树鹿获取突破材料的。在他身后还有4人，估计是他的队友。拿着步枪，穿着一身运动制服的男子一边往这边靠近，一边盯着陈官的方向说：“他这是要干嘛？”林卢忽地注意到那个青年收回视线，自顾自地朝着那些树鹿所聚集的方向走去。步枪男一看，他皱着眉头，这家伙这是打算一个人过去，他这是要送死吗？第19章误会。陈官刚刚看了下旁边那支小队配合狩猎树鹿的行动，陈官走到距离树鹿群50米左右的距离，他慢慢弯腰，从地面上拾起了一颗石头。他抛动石头，看着眼前这成群的树鹿。喂！忽的一个声音打断了陈官的举动。陈官握着石头看向说话的人，只见一个看起来20多岁的女人往这边小跑来。这女人穿着牛仔短裤和运动鞋，上身穿着一件白 T 恤，
他留着一头短发。他小跑过来，蹙着眉毛说：“你这是疯了吗？那可是凶兽！”说着，他手一伸，伸向陈官手中的石头。陈官躲开他的手，看着他说：“你干嘛？”这女人正是刚刚那支狩猎数路小队里的其中一个。他这不好好在那边待着，跑这里抢自己的石头做什么？陈官有些不懂了。女人一听，她蹙着眉毛，认真的说：“那些是树鹿，是凶兽。这些东西可不是普通的野鹿，这东西用子弹都不死，你用石头能有什么用？你用石头砸他们，激怒他们的话，他们可是会对你发起攻击的，你会死的。”说到这，女人忍不住看向陈官身后的童孙四人，大声说：“你们四个，一个12级，2个11级，怎么站得那么远？让一个等级才10级，年纪比你们小的人拿着石头砸树鹿，将他当成炮灰，你们的心也太黑了。童孙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童孙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神色有些尴尬。很显然，这女人误会了。不过也难怪，在陈官这支小队里，陈官是最小的，18岁的年纪，拿着石头砸树鹿，无论哪一点都很容易让人误会，让别人以为童孙四人是在利用陈官做炮灰或者诱饵之类的。估计他是看不过去，这才过来阻止陈官的。女人收回视线，看向陈官，说：“把石头给我，然后跟我走，我来保护你，带你回去。”陈官看了看这个女人，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这时，童孙四人往这边走来了。看到那童孙四人，女人皱了下眉毛，然后动身将陈官护在身后。他盯着童孙四人，尤其是看到童孙那手中握着的巨斧，他咽了咽口水，脸色有些发白，但还是眼神坚定地说：“这里是凶兽岛，你们敢对我动手的话，我的同伴会第一时间跑回去，将这件事告诉协会总部，到时候你们就完了。”远处布雷、林卢、砍刀男和步枪男正神色凝重地看着这边。布雷说：“一会儿如果出什么事，你们3个先跑。”林卢一愣：“队长。”砍刀男和步枪男两人皱着眉头。童孙看了看女人，又看了看远处看着这一幕的布雷等人，他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自己的脸，然后看向陈官，说：“队长，你看这。”队长。女人一愣，她侧过脸看向陈官。陈官瞥了女人一眼，他收回视线看向远处的树鹿。陈官迈出一步，握着手中的石头，将石头砸向远处的树鹿群。当这石头挥出的瞬间，石头掠过空气，恐怖的速度借助摩擦力形成了灼热的火焰，火焰瞬间化为一头赤红色的巨龙。吼！伴随着一声怒吼，巨龙以恐怖的速度落在树鹿群内，被击中的树鹿被恐怖的力量碾成粉碎，石头继续往前轰在地面上。轰！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应声爆裂，无数的碎块从碰撞的地方散开，那些碎块就如同刀刃一般，以极快的速度飞出。位于附近的树鹿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些从地面分出的石子碎石直接射成了筛子，尘土飞扬，地面上多了一个直径足有10米的凹坑，凹坑附近躺着5头的树鹿的尸体，至于位于中间那些树鹿，已经连尸体都看不到了。这时，陈官看到从那些树鹿身上亮起了0和1的蓝色数据，这些蓝色数据凝聚到陈官身前，一张又一张的卡片在陈官身前具现化，总共6张树鹿的凶兽卡。陈官伸出手将凶兽卡收入手中，那女人正瞪着眼睛，张着嘴巴，一脸震撼和难以置信。这副表情，陈官之前见过了很多次了。陈官说：“喂。”忽的，女人回过神，她看向陈官。陈官看着她说：“你之前说我用石头砸他们会激怒他们。”女人一愣，她说：“她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陈官这个问题，甚至说话都有些结巴了。”陈官看着女人的神态，好了，我知道你是好心的，我也不为难你，在这种地方还能想到帮助其他人，我只能说你的觉悟很高。说完后，陈官看向身后的童孙等人，视线落在田纯身上。田纯正看着陈官，神色有些期待，也有些紧张和不安。田纯的等级为10，他之所以跟着陈官来这，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升级，因为满10级后就没办法继续升级了，除非突破。也就是说，田纯也需要突破材料。但陈官说过，跟着他的话，那么一切都要听他的安排，小队所获得的一切都得由他分配。现在陈官获得了这么多的10级凶兽卡，这些10级凶兽卡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他觉得自己一点力也没出过。陈官会将凶兽卡送他吗？所以看到陈官获得这么多的凶兽卡，他有些期待，但同时有些紧张不安。他既害怕陈官不给自己，但又觉得自己没资格拿。陈官走到田纯面前，取出3张树鹿卡递给田纯。田纯微微一怔，他抬起脸看着比他高半个头的陈官，他的眸子泛着光泽。陈官哥。陈官说：“
拿着吧，你突破的时候也要用。田纯一听，他抿了下薄唇，露出笑容，谢谢陈官哥。陈官说，先找个地方突破，然后再继续升级。好，田纯很开心地答应了。陈官带着4人一起离开，那个女人以及他的其他4个队友都呆站在原地。女人看了看身后那破碎的大地和那些数路的尸体，又回头看向陈官5人离开的背影。一颗石头可以造成这么恐怖的力量吗？他到底是什么人？第20章，突破和觉醒能力。陈官拿出突破珠，打开，突破珠亮起蓝色的光晕，一个蓝色画面出现在陈官眼前。这蓝色画面内有着3个方格，正好可以用来放置凶兽卡。陈官取出3张凶兽卡，1张精英刺虎，2张数路卡，放入方格内。伴随着卡牌被放入，那蓝色的画面收入突破珠内。陈官看着手中的突破珠，在陈官注视下，这手中的突破珠从先前微微泛着七彩色的模样，慢慢转成了纯蓝色。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这纯蓝色的突破珠内有着0和1的数据在里边转动着。忽的，陈官看到那些0和1的数据慢慢没入他掌心，就如同融化一般，融入他的手掌内。在陈官注视下，突破珠彻底跟陈官的身体融合在一起。在陈官的额头处的黑色3角印记下方，浮现出了一道斜斜的黑色纹路。陈官虽然看不到自己的额头印记，但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的变化。在属性面板上，可以看到陈官的等级已经从之前的10级变成11级。等级11，攻击999 9999，防御999 9999，生命999 9999，元力999 9999。陈官看着这属性面板，他发现自己的攻击、防御之类的属性并没有因为突破而增加。无论是高级凶兽卡还是普通凶兽卡，在突破的时候都没办法给我带来属性。看样子我这数据应该是已经到达上限了。等一下，元力是什么？陈官注意到自己的属性面板伴随在自己突破到了11级后，多了许多自己之前没见过的属性，其中就有这个元力。陈官扫了一眼四周，陈官所在的地方位于森林内。陈官和田纯都需要突破，5人就在这边休息。陈官看了一眼田纯，田纯的额头上的印记也跟他一样，从一开始一个黑色3角印记多了一个黑色的纹路。他已经到了11级了。陈官看向潘芳，潘芳注意到陈官的视线，他露出笑容，恭喜老大成功突破11级，老大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陈官说，我想知道元力是什么东西。潘芳愣了下，他眨了眨眼睛，似乎没想到陈官居然会问这个。元力是人突破10级后会获得的一个属性。旁边的竹林正靠在树干上，手里拿着细长的刀具，用布擦拭着。他一边清理刀具一边说，突破10级后人就可以觉醒某些能力，要维持这些能力就需要元力。听到竹林的说法，陈官脑中立刻就想到了程宁然，那个女的当时使用笛子召唤骷髅兵，只是她当时并没有办法让骷髅兵维持太久。当时陈官认为她是体力不支，现在看来维持骷髅兵并不是体力，而是元力。能力，你说突破10级后可以觉醒能力，那我为什么没有觉醒？竹林听到陈官这么问，他擦拭着刀具的手微微一顿，他说，能力有7系，分别是赤黄绿蓝紫黑白7系。说着，竹林看向陈官说，你如果想要某种能力的话，就可以通过想象联想跟颜色有关的能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赤系火焰。陈官一怔，只需要靠联想就可以觉醒能力，那其他人不都可以觉醒吗？竹林摇了摇头，并不是这样，你可以先看看你的属性面板，里边应该出现了赤系资质的数值，还有其他系的资质数值，资质越低，觉醒可能性越低。如果你的那个系资质数值低于20，就永远不可能觉醒那个系的任何能力。竹林说，资质越高，觉醒可能性就越高，所以可以先看属性面板，找自己最高的资质，然后通过对应的系的颜色进行联想，找到属于自己的能力。陈官一听，他看了下自己的属性面板，果然在属性面板上的确有7系的资质数据。赤系资质999 9999，黄系资质999 9999，绿系资质999 9999。陈官发现自己7系资质都其他的数据一样，都是7个9。竹林说，觉醒能力是一件很难的事，有些人就算突破了，一辈子也没办法觉醒能力。一些资质被称之为天才的人，也得1、2个月才能领悟。通过想象跟颜色有关的能力，就可以获得自己的能力吗？陈官脑中想到了火焰，他抬起手，伴随着陈官的想象，陈官手掌之上亮起了一团火球。当这团火球出现的瞬间，竹林愣了下，不是吧？童孙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刚突破就觉醒了，真不愧是老大。潘芳咂了咂嘴，我突破到现在，
连一点能力影子都摸不到，结果老大手一抬就可以了，这也太牛了。童孙眼中满是羡慕，说资质越高，觉醒越快，能在突破后就觉醒的，这资质得有多高？100吗？还是200？竹林看了看陈官手中的火球，他眼中泛着光，真是难以相信，能力这种东西，就算觉醒了，也很难被掌握。尤其像这种元素类的能力，可他却可以让火球的火焰这么稳定，这资格绝对不止100-200，不可思议。陈官看着眼前这个火球，虽然是火球，但就如同我想象中的一样，没有温度感。陈官看着这一幕，心里暗想着，真是神奇。他心想着，果然这个世界跟我那个世界区别真大。他想，我的7系资质都是999，9999，除了赤系外，其他系我应该都可以觉醒，试试看。陈官想着，抬起另一只手，在另一只手的掌心上，在陈官另一只手上，凭空出现了一颗水球。卧槽！赤系火焰鼠，蓝系海洋鼠。潘芳瞪大了眼睛，2种能力，而且还是相互对立的能力，这怎么可能？竹林神色多了一丝震惊。一般来说，一个人想觉醒一种能力，都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大量的时间去领悟，才能做到。童孙看着陈官，可他刚刚突破就领悟2种能力，而且还是本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对立的能力。第21章，别人只能有1种能力，而他有10000种。陈官看了看右手的火球，又看了看左手的水球，他念头一动，火球和水球同时消失。陈官想到程宁然，程宁然的能力是通过笛子召唤鬼兵。当时程宁然用笛子召唤鬼兵的时候，伴随着黑雾的出现，黑雾那就是黑色，黑色对应着的就是7系之中的黑系。程宁然可以召唤生物，那我应该也可以。陈官抬起手，在陈官的注视下，陈官那抬起的右手被黑色雾气所环绕着，这些黑色烟雾环绕着陈官的手臂慢慢飘出，然后凝聚在陈官身前。不是吧？潘芳看到这，他眼睛都瞪大了。竹林愣了，又一个。童孙长大了嘴巴，站在一旁一直没说话的田纯看到这一幕，他都看得有些呆了。黑色烟雾般的东西凝聚在陈官身前，在黑雾内由白色骨头凝聚而成。一具一手持着砍刀，一手持着盾牌的骷髅出现在黑雾的包裹之下。我的妈呀！潘芳眼睛瞪直。黑系召唤鼠，赤系火焰鼠，蓝系海洋鼠，黑系召唤鼠。竹林瞳孔颤抖着，一突破就觉醒3种能力，不同系的3种能力。田纯喃喃地说，一个刚突破的人能在2个月内觉醒能力就是天才了。可他在突破之后，一个人觉醒的3种能力，而且最恐怖的还是不同系的。天才这2个字是用来称呼突破后2个月内觉醒能力的人，而很显然，天才这2个字已经不配用来形容陈官了。陈官看着这被黑雾包裹着的骷髅人，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果然可以，这感觉可真神奇。陈官看着骷髅人，这骷髅人是陈官用能力召唤出来的，陈官可以感觉自己跟骷髅人存在着某种联系，似乎自己想要他做什么就可以让他做什么。陈官脑中想着，让骷髅人抬起手中的砍刀。只见骷髅人握着砍刀的刀柄，将砍刀抬起。果然，自己的感觉并没有错，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大脑直接控制着骷髅人。陈官尝试了下控制，骷髅人在陈官的控制下，自顾自地走到一棵大树前站着。旁边的竹林看着这一幕，他知道陈官要做什么。陈官打算测试召唤物的攻击。竹林知道陈官的想法，但竹林也知道，一会儿陈官肯定要失望。不管是哪种能力，在觉醒之后，都需要一段时间的熟悉和巩固。能力越是使用，就会越强大。同样的，也就导致在能力刚觉醒的时候，能力不会具备太强的杀伤力。只见骷髅人在陈官的控制下，抬起手中的砍刀，砍向大树。那棵足有成年人腰那么粗的树干上，白光一闪而过，咯吱，那棵大树应声倒下。轰！伴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在骷髅人身前多了一个被砍刀拦腰斩断，变得格外平滑的切痕。竹林眼睛瞪大了，刚刚觉醒的能力就拥有这样的破坏力，眼前这一幕完全超越了竹林对能力的认知。陈官看了看骷髅人，然后看了看身旁那4个目瞪口呆的人，说，各种能力所产生的伤害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见陈官询问，竹林先回过神，他说，能力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根据使用者自身的攻击数值、原力数值、系资格数值以及对能力的熟练度来判定的，其中能力的熟练度最为重要。竹林看着陈官，很多人在觉醒能力后，一开始几乎没有熟练度，就算使用者自身的攻击数值不低，也没办法造成任何的伤害。多数的人在觉醒能力的时候，所使用的能力是没办法造成伤害的，他们需要在之后的修炼里无数次的榨干原力来使用能力，以此来熟悉稳定能力。只有当能力熟悉稳定后，
能力才能带来该有的效果。熟悉稳定能力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听到这，陈官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忽的，陈官注意到属性面板上多了3个新能力：赤系火焰鼠、火球弹、熟练度9999999；蓝系海洋鼠、水球弹、熟练度9999999；黑系召唤鼠、骷髅兵、熟练度9999999。看着这熟练度的数值，陈官思索了下，这数据很显然已经到了上限了。陈官又看了一眼自己的原力，入目，陈官微微一怔，原力9999999，跟先前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但这不对，使用能力是会消耗原力的，自己已经使用过了3个能力，但这数值却没有变化。忽然，陈官脑中灵光一闪，难道说无限原力？想到这，陈官看向那个骷髅兵，因为陈官没有下达命令，骷髅兵还是保持着原状，站在木桩旁一动不动。虽然它是一动不动，但它是由原力所构成的，就算不动也会消耗原力。可问题是，陈官的原力数值没有丝毫的变化。这一幕让陈官确定了自己的确是无限原力，非常 bug。但见过自己所拥有的9999999的全属性，陈官也没那么惊讶了。陈官念头一动，骷髅兵化为黑色雾气消散了。那么接下来，陈官看向竹灵，说：“我记得你之前说，你知道哪里有适合突破后的我升级的地方。”竹灵点了点头，到了11级后，就可以通过击杀凶兽来获得经验。目前你击杀11到19级的凶兽便可以获得对应的经验，但最好的还是去击杀11级的凶兽。陈官双手环胸，说：“我觉得我可以对付得了19级的凶兽。”竹灵一怔，他苦笑了下，说：“我不怀疑您的实力，只是击杀对应等级的话，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你目前11级，所以击杀11级的凶兽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还有这个说法？竹灵说：“我知道11级的凶兽聚集的地方。”听到这，陈官微微点头：“一会儿你带路，不过这样的话，走过去太慢了。”说着，陈官抬起手一挥，一股黑雾从陈官手中弥漫开来。伴随着黑雾弥漫，成片的黑雾笼罩了5人正前方的空间。看着眼前这片黑雾，竹灵等人露出迷茫的神态。陈官这是要做什么？伴随着竹灵等人的疑惑，黑雾内有东西在慢慢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骨头浮现，这些骨头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身躯和翅膀。骨头之上覆盖着黑色的血肉和鳞片。一头足有5米高的庞然大物出现在黑雾之中。看到这头庞然大物，竹灵瞳孔颤抖了起来。这是什么东西？第22章，我比你们所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强大。在童孙4人身前，出现了一头被黑雾所包裹着的庞然大物。这头庞然大物长着一双黑色的脚，身后还长着一对巨大的翅膀，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片，就犹如黑色盔甲一般。它的体型无比巨大，站立在童孙4人身前的它，如同一座小山。恐怖的脑袋上长着一双漆黑的瞳孔，嘴巴长着锐利的獠牙，看起来无比恐怖。这东西是通过陈官所释放出来的黑雾中诞生的，也就是说，这是陈官的能力所召唤出来的东西。原理跟先前那个骷髅人一样，但是这也太大了吧！竹灵紧紧盯着眼前这头庞然大物，他眼中满是震撼。召唤鼠的能力，召唤物的体型越大，凝聚和稳定的难度越大。这么大的召唤物，我还是第一次见。童孙喃喃自语着，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头庞然大物。这头庞然大物实在太过于巨大了。田纯的小脸有些发白，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老大，您这是？潘芳的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他看了下潘芳，只见潘芳正呆呆地看着那头黑龙。能力来自于想象，只要资质数值足够强悍，就可以通过自身的想象将所想的能力具现化。陈官在以前的那个世界见过很多别人所想象出来的东西，要说想象力，陈官不觉得自己会输给谁。眼前这头黑龙正是陈官通过召唤出骷髅人的原理所召唤出的黑龙。陈官说：“我们走路太慢了，用这东西赶路方便。”潘芳一听，他愣了下，啊！他满脸错愕和难以置信。这不行吧？竹灵出声说。陈官看向竹灵，不行。竹灵微微点头，说：“维持召唤物的存在是需要原力消耗的，召唤物越是庞大，所需要的消耗原力越是恐怖。”说着，他看着黑龙，像这种体型、这种精度的召唤物，每1秒所消耗的原力更是一个恐怖的数值。骑着召唤物来赶路，很容易会因为原力透支所陷入昏迷。说到这，竹灵看向陈官，队长，我觉得这样不太行。陈官懂了，原来竹灵在担心这个。他瞥了一眼自己还一动不动的9999999的原力，
这些人都已经见识过了自己的力量，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但无论自己的力量多么强大，多么变态，在他们眼里，自己也都只是刚刚突破。刚刚突破的自己，在他们看来，自己所拥有的元力不可能多，不可能长久维持黑龙的存在。自己必须做点什么，让他们能够感觉自己的与众不同，否则他们一直将自己当作一般人，自己也不好一直解释。想到这，陈官自顾自地朝着黑龙走去。陈官的举动吸引了童孙四人的注意。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中有些疑惑。黑龙慢慢趴下身体，陈官踩着黑龙巨大的翅膀，一步一步走到黑龙背上，沿着黑龙的脖子，踩着那鳞片，走到黑龙那硕大的脑袋之上。黑龙在陈官的控制之下，缓缓起身。陈官站在黑龙的头顶之上，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四人，那四人正仰头看着陈官。陈官看着四人，他双手环胸，看着他们，淡淡的说：“既然你们觉得我的元力无法长期的维持它，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元力到底有多少吧。”话音落下后，陈官抬起右手，右手对着天空，赤红色的火焰沿着陈官的右手手臂冲向天空。一瞬间，一道赤红色的光束射向天空。呼！天空之中的白云在瞬间被这道赤红色的光束贯穿，云朵被撕裂出了一道口子。由火焰构成的光束撕裂云朵之后，在高空之中凝聚，逐渐形成了一颗圆润的火球。伴随着火焰灌入，火球越来越大，在瞬间，火球大小覆盖了一半的天空。赤红色的火焰将整个天空染成了红色。下方看着这一幕，童孙四人眼睛都瞪大了。与此同时，在凶兽岛内的人也都看到了这诡异的一幕。那是什么？太阳掉下来了，天空都被烧红了，天地异象。一颗巨大的火球悬挂在凶兽岛之上，它所散发出来的红色光芒将凶兽岛整个天空和整个凶兽岛都染上了红色。凶兽岛内的人们一个个仰头看着天空，看着天空那颗恐怖的火球，所有人脸色都露出震撼、惊讶、不安和紧张。这东西不会掉下来吧？太恐怖了，这东西掉下来的话，凶兽岛估计会瞬间消失吧？那东西太过于巨大的了，大的就仿佛压在凶兽岛内的每个人的头顶一般，看起来就如同一颗挂在半空之中的太阳一般，仿佛只要落下就将世界末日一般。陈官看着下方的童孙四人，童孙四人呆呆地仰着脸看着天空之中那颗火球，他们嘴巴张着了，眼睛瞪大了，瞳孔内倒映着火球的红光。陈官看到这，觉得差不多了，他念头一动，高空之中的火球忽然爆开，轰！闷响声在高空中响起，灼热的火球在瞬间爆开。在爆开的瞬间，一层层的气浪就如同海洋浪潮一般荡开。从行星之外往下看，可以看到那气浪将白云驱散了，半个行星上的云朵都被气浪扫开。那原先变得赤红一片的天空，伴随着火球消散，慢慢恢复成一开始的蓝色。当这火球消散后，凶兽岛内的人们纷纷松了口气，其中包括了童孙四人。他们四人的视线重新落在陈官身上。陈官站在黑龙的头顶上，他穿着一身白 T 恤，双手环胸，一头黑发，黑发刘海被风吹得飘飘而起，露出那双黑色的眸子。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的四人，冷傲地说：“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天才，但在我看来，这个世界的天才比起我，就像是萤火虫在跟皓月争光辉。我希望你们跟着我的时候，别将我当作普通人。我并不是你们口中的普通人，也不是你们口中的天才。我比你们口中的天才，比你们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大得多。”第23章余震。童孙、潘芳、竹林还有田纯四个人听完陈官的发言后，呆呆地看着黑龙头顶上的陈官。太狂了！但陈官之前展现出来的力量和现在所展现的元力，告诉了他们陈官有狂的资本。至少到目前，童孙四人还没见过有哪个人的强大能比陈官强大的。陈官使用能力所制造出来的火球所在的高度太高了，同时太过于巨大，导致整个凶兽岛的人都看到了。虽然火球消散，但刚刚那一幕被所有人都记在了脑海里。作为凶兽岛狩猎地守门人的乔已经拿出了通讯器，接通了雷霆协会总部的通讯。一个蓝色的画面从手表一样的仪器投射出来，画面内可以看到一个身穿职业装的高挑女人。女人面带笑容地看着乔，说：“你好，我是会长祝守月，目前会长正在开会，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乔看着蔚蓝色的天空，皱着眉头，神色透着紧张和不安，说：“凶兽岛出现了庞大的元力气息，有某个存在在凶兽岛上空使用了某种强力的能力。详细的情况，我已经将那画面录像发送到会长的电子邮箱内了，你可以让会长看一下。事态紧急，快一点。”月一听，他笑容收敛，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说：“好，我马上告知会长。”乔点了点头。画面关闭。关闭后，
月拿出一台笔记本，打开笔记本，翻开乔发给会长的电子邮件，打开里边有着一个视频附件。视频打开，一看，月的瞳孔猛地一凝，他不敢再耽搁，赶忙小跑冲入会议室。会长，正在开会的成平老爷子看到月的神态，他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露出疑惑：怎么了？月说，凶兽岛狩猎地的守门人乔刚刚发来的信息，凶兽岛那边出了大事，事态紧急，我想先将录像给各位看。看着月的神态，成平老爷子握着羊胡须的手微微顿了下，他的眉毛也皱了起来。放。月动身将视频连接到会议室的投影仪内，投影仪将视频录像投射到墙壁的投影布上。投影布的视频画面正是乔通过仪器所拍摄到的巨型火球悬空，将整个凶兽岛的天空引得通红的画面。看到那超巨型的火球，这种范围，这种强大的赤系火焰属能力从没见过。能发挥出这种能力的人得具备多少元力？1000、2000，还是上万？1、2000的元力不可能做到。我认识一些赤系火焰属的高手，元力部分也有到达上千的，但那些人也没有这种能耐。可以使用出这种能力存在，会是什么样的存在？他进入凶兽岛的目的是什么？说到这，会场内的高层全部看向作为会长的成平老爷子。一瞬间，场上所有人，包括成平老爷子的神色都变得格外的凝重。成平老爷子赶忙起身，神色凝重，说：封锁凶兽岛，不准任何人进入凶兽岛，派出救援人员进入凶兽岛，务必救出所有的狩猎小队。是。成平老爷子看着投影布上的影像，他握着羊胡子，神色凝重，另一只手慢慢握紧了。能释放出这么强悍的元力的存在，就算是他也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棘手。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混入凶兽岛到底有什么目的？目前这个世界网络传递的速度很快，凶兽岛内看到那天地异象的人不仅仅只是乔，只要在凶兽岛内的人都看到了。有些人一开始将所看到的画面拍摄了下来，传到了协会的网络圈子内。凶兽岛那边似乎出了大事了。刚刚狩猎结束，浅音跟着队友们正在休息，结果刚刚休息下来，他就听到了队友的声音。听到这声音，浅音脑中不由得浮现出陈关的脸，他下意识地看向那个名叫塔娜的少女。什么事？塔娜一听，他将手中的手机递给浅音，这是凶兽岛那边的狩猎小队拍来的视频。浅音接了过来，他看了看手机上的视频，看到那悬挂在半空之中如同太阳一般的巨型火球，他瞳孔微微一凝。这是？塔娜说，网络那些人分析，那应该是某个大佬使用了大量的元力所释放出来的能力。你看看这视频，这火球大的几乎都要覆盖半个天空了，整个天空都红了。协会那边怀疑有危险分子潜入凶兽岛内，可能会危害到凶兽岛狩猎的狩猎小队，所以协会已经封锁凶兽岛，在没有调查清楚原因之前，不允许其他人入内。同时还组建救援小组进入凶兽岛内，救援凶兽岛内的狩猎小队。塔娜拿起矿泉水瓶，打开矿泉水，自顾自地喝了一口，然后说：能拥有这么强大能力的存在，按我估计，协会内除了你爷爷外，其他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如果那人要对凶兽岛内的人动手的话，里边的人估计没有一个活的了。浅音蹙着眉毛，他起身。塔娜一怔，他看了看浅音，说：怎么了？浅音想到了一个人，一想到那个人现在在凶兽岛内，浅音顿时没了继续练级的心情。他说：我记得了，我还有事，我得回去了。塔娜一听，他奇怪地看了看浅音。浅音将手机递还给塔娜，然后转身离开。看着浅音的背影，塔娜说：这是怎么了？他跟旁边的其他3个队友对视一眼，结果其他3人也是一脸迷惑和不解。浅音一边赶路一边说：陈关，你可不能有事。他跟陈关的关系其实也就只是一面之缘而已，但陈关跟他的那个约定让他对他记忆犹新。虽然浅音对陈关称不上男女之间的好感，但一听到陈关可能会死在凶兽岛内，想到陈关去凶兽岛还是他带路过去的，他心情多少有些不舒服。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陈关。与此同时，陈关双手环胸，盘膝坐在黑龙的头顶上，看着前方。正前方，3只手持着弓箭的骷髅人站在远处，手持着弓箭，对着远处成群的11级独角羊射箭。一箭一头独角羊，每死一头独角羊，陈关就看到自己等级下方的经验条增长1节经验值。而下方的童孙4人正站在远处，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别人练级都是5个人辛辛苦苦配合进行狩猎，豁出性命去击杀猎物，而陈关狩猎升级则是在一边坐着，然后让骷髅兵动手，而且还是一箭就一头11级凶兽。童孙看了看黑龙头顶上的陈关，他苦笑地说：同为11级，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真是人比人，气死人。第24章凶兽卡的另一个作用。伴随着一头又一头的独角羊死去，陈关身前出现了一张又一张的独角羊凶兽卡。
陈官将这些独角羊卡收起，他看了看手中独角羊的凶兽卡，他皱了下眉头。他慢慢起身，随后纵身从黑龙头顶上往下跳。黑龙刚刚正趴在地上，抬着头，但就算是身体趴着，他的头顶距离地面的高度也足足接近10米。陈官直接从距离地面10米高的黑龙头顶跳下，轰！伴随着一声闷响，陈官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要是放在以前，无论怎么样，陈官都不敢这么做。但在这个世界上，陈官有着绝对的自信，这一点高度，陈官并没有放在眼里。跳下后，视线落在身旁的童孙4人身上。这些凶兽卡有什么用吗？陈官知道，像10级和20级这类凶兽卡可以作为突破的材料，但问题是，像11级、12级这种凶兽卡又有什么用呢？竹林看了看陈官手中的独角羊卡，他说：“有的，这些凶兽卡可以让里边的凶兽具现化。”陈官一怔，具现化？竹林微微点头，说：“是的，你拿着凶兽卡，然后在心里默念一句具现，凶兽卡就会变成凶兽的模样，就类似召唤物。具现化出来的凶兽会像召唤鼠所凝聚而成的召唤物一样，具备着各种属性。只不过要维持它所需要消耗的元力更加的庞大，同时使用了它就没办法使用自身的能力。如果没能拥有跟凶兽卡内的凶兽所对应的细资质的话，也就没办法让它发挥出100%的威力。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使用凶兽卡来进行战斗。”听到这，陈官看了看手中的凶兽卡，他没想到这玩意还可以这么使用。竹林说：“不过这种东西对我们虽然作用不大，但有些人却很喜欢这东西，时常会有人出价收购这些凶兽卡，用于收藏之类的。也就是说，虽然陈官用不上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也可以换取金钱就是了。”金钱，想到金钱，陈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裤兜。陈官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是从乡村来的，来的时候就只带了一些生活费和来回的车费，现在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不过还好，自己拥有协会卡，不但可以免费享受各种飞艇之类的交通工具，进入酒店的时候还可以免费享受酒店里的各种服务以及各种食物。没钱，倒也不用担心没地方住，也不用担心饿死。陈官看了看自己的属性面板，虽然陈官跟别人不同，别人耗费1天的时间，估计都猎杀不了1-2头11级的凶兽。陈官不需要多少时间，就可以使用骷髅人随便屠杀11级的独角羊来获取经验。但就算是这样，他忙碌几个小时了，陈官所获得的经验也并不多。难怪潜音会说升级很困难。就算是我这种碾压的速度获取经验，但这么慢，要是换成一般人，估计没1-2个星期1级估计都升不了。陈官抬起头看了看天色，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西边的太阳已经看不到了，只能看到西边天空的云朵变得红彤彤的。现在已经是傍晚了，相信再过不久就要入夜了。老大，看这天色，再过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入夜，我们要在野外过夜，还是回机场那边？潘芳凑了过来询问陈官。陈官看了看潘芳，然后看向童孙、竹林和田纯，你们4个觉得呢？陈官想快点升级，现在回去也是可以的，现在回去的话，升级速度就慢了。但陈官作为现代人，虽然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有过野外生存的经验，但陈官自身并没有那些经验，所以陈官想知道这4个人的想法。潘芳一听，赶忙说：“我知道这附近有一条小溪，可以供我们获取水源，这些独角羊的尸体可以作为我们的晚餐。我建议是在这边过夜。”潘芳露出笑容，摸了摸后脑勺，笑说：“我也不怕不好意思，我们难得跟老大到这来练级，我想继续抱着老大的大腿获点经验，早点升到12级。这货倒是足够直接。”那30多岁的童孙那张被太阳晒得发红的脸，此刻又红了一分。他摸了摸光秃秃的脑袋，说：“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想的想法跟潘芳一样。”说完这话，他更加尴尬了。竹林注意到陈官的视线，他摸了摸鼻子，说：“我也是。”田纯用那双大眼睛水汪汪地看着陈官：“我会烤肉，我可以负责烤肉。”田纯没有正面回答，但他所说的话就已经可以确定答案了。他们4个都建议在这边过夜练级。对于他们的回答，陈官是一点也不意外。没有人会想错过陈官这只大腿。如果说现在回去的话，可能下一次过来，陈官就不一定会带他们了。当然，无论他们想要做什么，在这支队伍里都是陈官自己说了算。陈官当然也是选择继续在这过夜。潘芳能解决喝水问题，田纯能解决食物问题，那陈官就不需要思考太多了。陈官说：“行，既然潘芳你知道水源在哪，那你就带路吧。”潘芳一听，脸上顿时有了笑容。好。潘芳赶忙在前面带路。等一下，忽的有声音传来。陈官看向说话的人，只见童孙大步朝着距离他最近的一头独角羊的尸体走去。他左手一伸，将那具独角羊的尸体抓了起来，一挥扛在肩膀上。
童孙说：“这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晚餐，我想作为这支小队的成员，我也应该帮上点忙。”童孙心情有些怪怪的。赤系力量属的他，如果加入正常的队伍，他必然是队伍的主力。但在陈官这边，就如同陈官所说的话，他只能成为陈官的挂件，根本就不需要他动手出力。可童孙本身还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参与战斗的，但理智的他知道鲁莽拼死并不是件好事，当挂件可以蹭经验，这是最好的。没什么办法，童孙只能选择帮忙当一个搬运工，搬运下尸体。陈官看了看童孙，收回视线。黑龙趴了下来，低着头将翅膀伸出。陈官踩着翅膀走到黑龙的头顶之上，其他人也跟着上去，来到黑龙的背部。这时黑龙拍动着那无比巨大的翅膀，荡起一阵狂风，身体猛然飞了起来。潘芳在指路，黑龙朝着潘芳所指的方向飞去。就在这时，快看！一支正在森林内寻找狩猎小队的救援队伍一下子就看到了飞上天的黑龙。看到那头庞然大物，小队成员眼中满是惊奇。那是什么？不知道，我从没见过这种凶兽。难道说凶兽岛上的那颗火球就是他引起的？快跟上去！小队赶忙动身，朝着黑龙的方向跑去。第25章远程收割。潘芳带路，5人来到一条小溪旁。竹林主动地收集柴火，用随身携带的打火机升起篝火。潘芳去收集水源，童孙拿出军刀解剖着独角羊的尸体。田纯找了小树干，在制造烤架。这4人都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的经验，没有任何的沟通，4人就找到了需要自己做的事，默契配合起来。陈官用自己的能力具现化了一张木椅，然后自顾自地坐在木椅上。童孙4人注意到陈官的举动，一个个咂了咂嘴。绿系森林鼠又是另一个系的能力，田纯眸子泛着光泽，嘴里下意识地嘀咕着：赤系、蓝系、黑系，现在又是绿系，老大该不会是7系都可以觉醒吧？潘芳自言自语着。竹林收回视线，继续忙自己的事了。陈官带给他们的震撼已经足够多了，再多几个他们也已经免疫了。陈官用黑系召唤鼠的能力制造了一个手持着狙击枪的骷髅人。骷髅人在陈官的控制下转身往外走。老大，谁？忽的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回过神，看向身旁的潘芳。潘芳拿着一个兽皮水袋递给了自己。陈官接了过来，看了看手中的兽皮水袋。在城市里，陈官喝的都是瓶装的矿泉水，而潘芳在这装水工具，而是这么古老的兽皮水袋。不过也可以理解，兽皮水袋不具备固定的形状，所以方便携带，不占空间。如果是瓶装的话，携带起来比较麻烦。陈官打开木塞，喝了一口。潘芳疑惑地看了看走远的骷髅人，他说：老大，他这是去哪？陈官说：我让他自己去找11级凶兽进行狩猎，帮我获取经验。陈官发现以自己的原力和系资质是完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使用多种能力的，就像先前一样，自己可以在用能力凝聚出黑龙的情况下，还可以凝聚出3个骷髅人。所以陈官刚刚就在想，现在获取经验这么慢，既然自己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使用各种能力，那增加点骷髅人，让多余的骷髅人去找11级的凶兽狩猎，为自己带来经验，这样事半功倍。潘芳眼睛微微一亮，他佩服的笑说：真不愧是老大。一般来说，能力所制造出来的生物，距离制造者越远，所消耗的原力越大。有些人熟练度不够高的话，只要距离超过100米就难以保持，太远的距离生物就会自动解除。像老大你这种，不但可以在同一时间使用多种能力，还可以让从能力所诞生的生物进行超远程狩猎的人，估计也就只有老大你一人了。虽然潘芳有特意拍马屁的意思，但他说的的确是实话。陈官乐得接受。陈官将兽皮水袋递还给潘芳，他继续制造骷髅人，击杀11级凶兽就可以为自己获得经验。既然这样，那骷髅人的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那头巨型生物消失的方向就在前边。5人救援小队因为速度不够快的原因跟丢了黑龙，他们根据黑龙所消失的方向靠近。这5人每个人头顶上都有3个黑色印记，他们的等级都为30级。30级的等级在协会的众多会员里可以算是精英会员。他们这一次到这来的目的有2个，一是救援，二是调查清楚凶兽岛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5人默契配合，迅速地朝着黑龙所消失的方向靠近。队长，看那边！忽的有声音传来，5人小队停下了脚步。队长看向说话的人，说话是一个扎着单马尾、身穿着黑色劲装的女人，她的名字叫琳娜。琳娜正皱着眉毛，满脸凝重地看着一个方向。队长杨森沿着琳娜所看的方向看去，入目，杨森瞳孔微微一凝。在不远处，一个被黑雾所包裹着的骷髅人。杨森皱着眉头，隐蔽。5人小队立即蹲了下来，5人藏在草丛内，避免被对方发现。杨森凝重地说：
这是黑系召唤属的能力者的召唤物，这种召唤物是不能距离召能力者太远的。你们注意看一下，附近没有能力者在。没发现。我这边也没发现。我没看到。没看到。杨森看了看四周，他也没看到能力者的位置。林娜满脸凝重，说：“这具召唤物不太对劲。”杨森一听，他下意识地看向前方的骷髅人，黑雾就如同骷髅人的衣服一般覆盖在他身上，而骷髅人的那身骨头太过于精细了。正常的黑系召唤属所召唤出来的召唤物，想让它发挥出作用是需要让其保持稳定的，但到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黑系召唤属的召唤物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保持这么稳定的。你们看他的眼睛，骷髅人那凹陷的瞳孔内可以看到一点红色的光点，那点光点就如同一点红色火焰一般，位于骷髅人的空洞的瞳孔之中，让骷髅人拥有视觉。正常的能力者是难以赋予召唤物视力的，在战斗的时候，能力者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测对方，然而就如同操作傀儡一样操作召唤物来进行战斗，但这个骷髅人却拥有视力。林娜凝重地说着，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者等级至少30级，甚至更高。而这里是凶兽岛，这里只允许19级到10级的人进入。目前有5支30级的救援小队进入凶兽岛进行调查和救援，据我所知，这些人内也没有人拥有这种能力。林娜神色凝重，旁边一个身穿着黑色背心的名为林刚的光头壮汉出声说：“也就是说，这个骷髅人很有可能是那个制造火球的家伙的同伙。”林刚看向杨森：“那队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杨森思索了下，他盯着远处的骷髅人，这附近都看不到能力者，这骷髅人还拥有视觉，也就是说，这骷髅人很有可能是能力者在远程操作。召唤物和能力者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而现在分开，正是我们发动攻击的最佳时间。对方入侵我们的凶兽岛，那就意味着对方必定是敌人，现在机会正合适。摧毁这个骷髅人可以浪费对方的元力，削弱对方的整体实力。我来。林刚起身，他大手一伸，抽出背在身后的一柄足有2米长的巨剑。杨森微微点头。林刚握着巨剑，猫着身体，朝着骷髅人靠近。杨森看着林刚的身影。林刚是这支救援小队内唯一一个赤系力量属的能力者，他也是小队最强主力。现在骷髅人还没发现他们，林刚这时靠近，进行偷袭，使用最大的力量进行攻击，肯定可以将那个骷髅人直接击杀，达到削弱敌方的目的。第26章，估算错误。林刚慢慢靠近骷髅人，他眉毛紧锁，神色凝重。在忽然间，他浑身亮起赤红色的火焰，这些火焰在瞬间凝聚到林刚手中的重剑之上。林刚所使用的武器是重剑。目前这个时代是热武器的时代，枪械之类的东西很多，但对于赤系力量系的林刚来说，能够发挥他最大力量的只能是冷兵器。有些能力者会使用热武器当武器，但那样的话就必须获得对应的能力才行。如果能力者的能力跟热武器无法对应，无法通过能力增强热武器的话，热武器等于没用。林刚的能力可以增强自身整体的力量，同时也可以增强重剑的力量。能力越是使用，越是熟悉，就越是强大。为了让自己变得强大，林刚在突破获取能力之后，就开始没日没夜的使用能力，在保持能力开启的情况下，挥动那重量足有300公斤重的扩剑。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熟悉能力，为了让能力可以跟身体以及手中的扩剑融合。他为了能够让自己变得强大，持续那种修炼，足足花费了1年的时间。而林刚所获得回报也很丰厚。到目前为止，林刚遇到的跟他同样属于力量型的主力内，只要是跟他同等级，没有一个的破坏力比他强大。林刚浑身环绕着赤红色的火焰，火焰将他的肌肉映得通红。他手中的扩剑伴随着赤红色的元力进入，变得赤红一片。漆黑的森林被这红光照得一片赤红色。而在这时，骷髅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缓缓转过头，看向身后的林刚。死！林刚脚一踏，猛地扑向骷髅人，手中的扩剑一剑斩向骷髅人的后背。枪！伴随着一声硬物和硬物的碰撞声，骷髅人的身体应声飞出，足足飞出10米。轰！伴随着一阵闷响，骷髅人的身体撞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那足有5名成年人怀抱粗的巨树树干被这么一撞，瞬间凹陷了下去，凹下了一个凹坑。好！正面击中！观战中的一名队友出声赞叹。林娜皱着眉头，不对，不对。林娜说，不对。林刚的能力加强身体和扩剑，身体肌肉和扩剑所产生的力量可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他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被扩剑击中，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会在一段时间被砸成粉碎，根本不可能被弹飞。弹飞就不对。林刚猛地皱了下眉毛，他抬起脸看向前方。正前方，骷髅人的身体慢慢动了动，从树干凹坑内脱落，落在地面上。
他重新站好了，他手里握着一柄由骨头制成的狙击枪，那双空洞的瞳孔内泛着是渗人的红色光芒。他盯着林刚，一瞬间，包括林刚在内，整个救援小队的5个人顿时感觉到一阵头皮发麻。什么？毫发无损？这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怪物？创造他的人又是个什么怪物？硬吃下林刚的攻击，居然一点破损都没有！惊了，5个人都惊了。林刚面色也变得无比难看。完了，5人心里都冒出了这个念头。眼前这个骷髅人的防御力超越了他们5个人的认知，这是一个远强于他们的怪物。他自身所拥有的防御力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对抗得了的。要知道，林刚可是他们5个人最强主力，他都伤不了那怪物，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错误的判断导致了超出控制的情况。现在这头骷髅人要攻击他们的话，他们5个人都未必能活下来。骷髅人那对红色的瞳孔注视着林刚，场上的气氛变得格外的凝重，死亡恐惧不安，各种情绪笼罩了场上。林刚脸色发白，他咽了咽口水，死死盯着骷髅人。骷髅人看了看林刚，他慢慢收回视线，在5人的注视下，骷髅人端着狙击枪转身离开。看到这，林刚一愣，其他4人也愣住了。5人看着骷髅人的背影，直到骷髅人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森林之中，5个人才回过了神。这是怎么回事？杨森脸上满是疑惑，他刚刚已经在考虑让谁逃跑，让谁牺牲了，可现在这骷髅人的举动让他有些懵。林娜呼的出生，这是能力者的创造物，也就是说，能力者在将他派出前，肯定给他下达了某个命令。他现在在执行那条命令，我们跟他的命令没关系，所以他对我们没兴趣。杨森一听，他松了口气，说：“这样的话，我们倒是捡回了一条命。他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杨森注视着骷髅人离开的方向，皱着眉头，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么个怪物？不管那是谁，我绝不想与那个人为敌。忽的，一个带着颤抖的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杨森等人一怔，他看向声音，不知何时，林刚已经过来了。此刻的林刚脸色惨白，瞳孔透着绝望和无力，站在那边。这一幕让杨森愣了。对于林刚来说，他最大的依仗就是他的力量，他的破坏力，那是最令他骄傲、最令他的自豪的力量。可现在，砰！扩剑掉落在地面上。林刚抬起手，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的双手因为恐惧而颤抖着，一点缺口都没有，一点缺口都没有。我全力的攻击，就算是会长也不敢硬接，而那家伙硬吃我一剑，身上一点伤口也没有。林刚脸色惨白，瞳孔满是惶恐。看着林刚的神态，杨森知道，刚刚一剑下去，那个骷髅人已经成为林刚的心魔了。杨森看向林娜，说：“把我们所遇到的情况跟其他4个救援小队说，让他们尽量避开骷髅人。”林娜点了点头，是。那个呆瓜，难道不看协会圈子的吗？凶兽岛发生那么大的事，他还敢在凶兽岛里待着，还不离开凶兽岛，真是的。浅音打开手腕上的仪器，看着那些离开凶兽岛获救人员的名单，通过这名单，他没看到陈官的名字。他有些焦急地站在森林内，他看了看四周，想找到陈官，但很可惜，现在已经是夜晚了。虽然月光明亮，但四周都是树林和高山，想在凶兽岛内找到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叮咚，忽的有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浅音从腰兜取出一个手机，看了下荧幕上的名字，爷爷。浅音接通手机，放在耳边，爷爷。浅音，我听说你跑到凶兽岛去了。成平老爷子那苍老的声音从手机那头传来。浅音嗯了一声，说：“我有个朋友在这，我打算找一找他。”对面的声音安静了一会儿，成平老爷子说：“那你要小心点，最新调查情报，有一个强大的能力者在凶兽岛内远程创造了骷髅人，那个骷髅人极度危险，如果你看到了，一定要避开。”一听，浅音脑中想到了陈官，他蹙起了眉毛。好，我知道。他挂断手机，看了看上方的星空。如果说凶兽岛出现了那么危险的东西的话，那陈官会不会已经……浅音摇了摇头，说：“不会的，我得去找他。”忽的，浅音注意到一道白蒙蒙的烟雾在远处出现，缓缓升上天空。那是篝火，有人在那边生篝火。浅音眼睛一亮，他赶忙朝着篝火的方向赶去。第27章，坐骑。超跑不香吗？现在陈官正等着烤肉烤好，闲着没事的他正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从篝火升起的白雾。那缕烟雾从篝火升起，缓缓升上天空。此刻入夜了，天空之中星辰密布，还可以看到一轮圆月。从天文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跟陈官之前所穿越的世界倒是一样的，白天有太阳，晚上月亮，两个世界的太阳都是东出西落。陈官哥，肉烤好了。陈官看向说话的田纯，田纯小手捧着用植物叶子包裹着的烤肉送到陈官这边。
陈官微微一怔，他说：“不用这么客气，我自己拿就好。潘芳给自己送水就算了，这田纯居然还给自己送肉。”陈官多少有些不太习惯，他伸出手将肉接了过来。田纯露出纯纯的笑容，说：“我从跟着陈官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陈官哥在照顾我也想帮着队伍做点事，帮点忙，没关系的。”陈官一听，他也没说什么了。哒哒哒，忽的，陈官听到了声音，在听到声音的同时，他还注意到光源。他朝着光源的方向看去，森林内可以看到一头鹿，但陈官所熟知的鹿不同。这头鹿体型更大，体型跟马一样，它浑身散发着晶莹的光，那对长得跟珊瑚一样的鹿角也散发着白色的光晕。他站在森林内，一双蓝宝石般的眼睛盯着这边看。光鹿，竹林露出惊讶的神色，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这里看到光鹿。光鹿什么东西？陈官下意识地问。竹林说：“白系光鹿，光鹿是树鹿变异品种，但它的等级比起树鹿要高，它的等级足有20级。只不过它的能力是如同魅影一般的速度，所以并不具备任何的攻击性。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因为优雅而美丽，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森林精灵。很多人都想狩猎它，将它变成坐骑，像一张光鹿卡在拍卖场里可以卖到天价。”竹林注视着那头光鹿，说：“我在协会网络圈子里听说凶兽岛内有光鹿的存在，甚至有些人特地组了狩猎队，就为了狩猎光鹿。只不过光鹿的速度实在太快，就算是一些快30级的精英会员，想狩猎这东西也不容易。多次对光鹿的狩猎行动都宣告失败。”竹林说：“真没想到我们运气这么好，居然会在这个时候看到它。天价，坐骑，这东西比跑车快吗？”陈官看向竹林，作为一个现代人，听竹林说很多人要把一头鹿模样的凶兽当坐骑，陈官顿时有些奇怪，跑车不香吗？竹林听到陈官的发言，顿时一怔，他摸了摸后脑勺，说：“在野外，森林很多，无论是什么车子，就算是越野车，有些道路也过不了。但如果是光鹿这种动物坐骑的话，森林这种地势就跟平地一样。当然，维持凶兽卡化为凶兽是需要原力的，这东西短暂使用，用来逃命蛮合适的。不过，拍卖场上之所以能拍到天价，主要还是收藏的作用。很多人都喜欢这种跟美丽和优雅沾边的东西，就像珠宝、翡翠、钻石，主要作用就是收藏。”那头光鹿扫了这边一眼，忽然转身离开。看到这东西，陈官脑中想到潜音。陈官自身的速度比这玩意快多了，逃命不需要这些。而陈官对美没什么兴趣，只不过潜音对这东西应该会有兴趣。伴随着黑雾出现，一个手持着狙击枪的骷髅人出现在前方。骷髅人一出现，便拿起狙击枪对准了前方的光鹿。那头光鹿仿佛意识到了危险，速度在瞬间变快，没等骷髅人瞄准，他几个起落，身影消失在森林内。这速度有些太快了，陈官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身影所留下来的光影。竹林看到这，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陈官。从进入凶兽岛开始，竹林就感觉陈官非常强大，在陈官突破后，竹林更是感觉陈官变得无所不能，什么赤系、蓝系、黑系、绿系的各系能力他都可以随意使用。但现在竹林发现陈官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至少在面对光鹿的时候，他就没办法狩猎到光鹿，毕竟那可是20级的凶兽，而且还是光系敏捷属的凶兽，想用远程武器狙杀光鹿那根本不可能。如果狙杀就能搞定光鹿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狩猎小队失败了。看来面对光鹿，就算是陈官也没办法搞定。竹林心想着。然而就在这时，那个骷髅人手中的狙击枪转换成了砍刀。骷髅人动了，他以肉眼所看不见的速度冲入光鹿消失的森林内，那速度看得竹林眼睛都瞪大了。没过多久，骷髅人从森林内走出，在他那只手骨构成的手掌之上握着一张卡牌，他朝着陈官迈步，朝着这边走来。看到这一幕，竹林眼睛瞪大了，他发现自己又错了，自己再一次低估了陈官的能力。20级的光鹿，一头就连一些30级的狩猎小队都搞不定的存在，就这样被陈官的召唤物搞定了。陈官看着骷髅人往这边走来，他起身，骷髅人迈步靠近，在另一边的森林内，一道倩影从森林内走出，这道倩影正是潜音。潜音从森林出来，他就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看着陈官的身影，潜音的眸子微微一亮，他脸上顿时有了笑容，果然没死。忽的，潜音看到了一个被黑雾包裹着的骷髅人，正朝着陈官靠近。看到那个骷髅人，潜音瞳孔猛地一凝，他脑中立即想到了他爷爷跟他说过的话，有人用能力在凶兽岛内创造了骷髅人，那些骷髅人是极度危险的。陈官，潜音脑袋一热，立即冲了过去。他冲到陈官身前，站在陈官和骷髅人之间，将陈官护在身后。
他伸出手咬破了自己的大拇指，红色的鲜血从大拇指流出，忽然血液被红色的光所覆盖，光落在浅音手中，化为一柄短刀。他抬起手，短刀对准骷髅人，站住，再过来，别怪本小姐不客气。这一幕让陈官没反应过来，他看了看站在自己身前身穿着一身红衣的红发少女浅音。第28章，他又误会了。能力者的创造物的强弱可以通过创造物的体型和精致程度来进行判断。创造物所拥有的属性对应着能力者的各种属性，而属性强弱会直接反映到创造物的外形。浅音看着不远处缓缓靠近的骷髅人，通过眼前这骷髅人的外形和精致程度，浅音就可以判断出这骷髅人背后的能力者绝对不一般。这骷髅人的形态和精致程度可以判断创造这东西的能力者等级实力都要比我强大。浅音一边分析一边对身后的陈官说：“陈官，你带着你的队友离开这，我来帮你拖住他。”他握着短刀，微微猫着身体，摆出战斗的姿态，盯着前方的骷髅人，随时准备动手。陈官看着倩影的出现，他有些不解了，这是什么情况？根据陈官所知，能进入凶兽岛的人只有10级到19级的，当然也有些高等级的人怀有某些目的违法潜入凶兽岛，但浅音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作为20级的他根本没有必要到这来的。陈官不解，但通过浅音的反应，陈官知道浅音是误会了，他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骷髅人当作敌人了。看浅音摆出战斗姿势，随时打算对骷髅人出手的动作，看着浅音紧张的神态，陈官内心有些触动。很显然，浅音知道他自己不是骷髅人的对手，但为了救陈官，他还是义无反顾。陈官和浅音的关系并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最多只能算是朋友，他也真够讲义气的。陈官正打算跟浅音解释，而这时浅音身体一动，猛地冲向骷髅人。陈官一看，他也跟着动身。浅音一瞬间只感觉腰一紧，身体一轻，眼前的环境一晃，他回过神，却发现已经被抱起来了。他正被人抱在怀里，而抱他的人正是陈官。陈官面带微笑地看着浅音，笑说：“先别冲动。”浅音倒也不在意自己被陈官抱着，只是他眼中有疑惑，陈官的速度怎么这么快？他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抱住了。陈官将浅音慢慢放了下来。浅音看了看陈官，又看了看骷髅人，然后看向陈官：“怎么回事？”陈官笑说：“你误会了，我刚刚突破，那个骷髅人是我的能力。”浅音一愣，他眨了眨眼睛，下意识地看向那往这边走来的骷髅人：“那是你的能力？”他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官：“不可能吧？那个骷髅人从外形来看，那么稳定，那么精致，只有足够熟悉的能力的能力者才能做到。你今天才突破，怎么可能做到？”陈官一听，他看着浅音惊讶的神态，他忍不住逗逗浅音，笑说：“你未来的老公能力厉害一点，不奇怪。”浅音一怔，眨了眨眼睛，他白了陈官一眼，说：“看你这轻松的模样，看来的确是我误会了。”他看着陈官：“不过你觉醒什么能力不好，偏偏觉醒黑系召唤鼠的能力，而且还是召唤骷髅人，害得我以为这玩意是我爷爷所说的那个骷髅人。”你爷爷？陈官微微一怔，会长。浅音手一挥，手中的红色短刀化为红色的光晕消散了。他说：“我来的时候，爷爷说有某个强大的能力者创造了骷髅人，在这凶兽岛内回答，说那个骷髅人很危险，让我小心一点。所以，我看到这骷髅人靠近你，我就意味着是爷爷说的那个。”说着，浅音走到骷髅人身旁，绕着骷髅人走动着，打量着。不过，你可真厉害，短短1天的时间就突破了，还觉醒了能力。像我，当初我觉醒能力的时候，可是花了足足2个多月的时间。浅音忽地注意到，这骷髅人手里拿着什么？甜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浅音，看着这个无论身材还是颜值，比起他自己都要高上不知道多少倍的少女，他眼中满是羡慕。好美，而且好眼熟。潘芳摸了摸下巴，看着浅音：“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她。”竹林说：“浅音，是浅音大小姐。”潘芳一愣，她难以置信地看向竹林：“你是说这是会长的孙女浅音大小姐？”说着，他再一次看向浅音：“是她，难怪这么眼熟。我的龟龟，老大居然还认识浅音大小姐，真令人羡慕。”童孙看到这一幕，没说话。对于陈官和浅音之间的关系，他之前在比试会场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浅音正好奇地看着骷髅人手里拿着的东西，他手伸出就想去拿。忽的，陈官手一伸，骷髅人的身体化为黑雾，黑雾拉着那个卡牌，卡牌落在陈官手中。浅音一怔，他给了陈官一个白眼，说：“干嘛？让我看一下会死呀？”他迈步往陈官这边走来。
陈官看着浅音那张调皮的小脸，笑说：“这是一张凶兽卡，据我所知，他在拍卖会上还可以卖出天价的那种。”浅音露出一抹笑容：“凶兽岛上哪里有什么好的凶兽卡，还卖出天价？谁信呢？快给我看看！”嘴里说着不信，但他还是凑了过来，想要看。陈官笑说：“想看，那亲一个，我就给你看。”浅音一怔，难得的他白皙的脸红了一分。他说：“耍流氓是吧？小心本小姐扒了你皮！不给看，我就不看，也没什么了不起。”哼！浅音转过身，背对着陈官，故作生气地说：“本小姐好心好意到这里救你，你连东西不给本小姐看，还对本小姐耍流氓！”哼！陈官看到这，他知道自己再继续斗下去，他估计假生气都要变成真生气了。陈官露出笑容，走到浅音身旁，手一伸，环住她的腰，将她搂在怀中。浅音一愣，他红着脸，赶忙说：“你别乱来。”最后一句话刚说出，他的视线就被身前的一张凶兽卡所吸引了。这是光禄。浅音眸子亮了，光禄卡。他一时间也忘记反抗陈官占便宜的举动。他伸出手握着光禄卡，看着凶兽卡图内的光禄，他的眸子泛着光泽。光禄等级为20级，他是森林精灵，他虽然只有20级，但速度极快，就算是30级的人也很难狩猎到他。浅音的眸子泛着光，他侧过脸看向陈官，说：“你怎么得到他的？”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内充满了好奇和疑惑。第29章，凶兽岛被封锁。陈官笑说：“这是我刚刚碰到的光禄，碰到后我就操作着我的骷髅人，让他去狩猎，然后就狩猎到了。”浅音听得眨了眨眼睛，他说：“哪有那么简单？你才11级，这光禄的速度可是连30级的人都拿他没办法的。你一个11级的人，还是刚刚突破觉醒，就想用能力去狩猎光禄，骗谁呢？”他可不信。陈官说的是实话，但这实话对于浅音来说完全不合逻辑。不合逻辑的话，那只能是谎话。浅音不信，陈官有些尴尬。对于浅音，陈官还是蛮有好感的，尤其是刚刚他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画面，更是让陈官感动。既然他觉得这是谎话，那就是谎话吧。陈官笑说：“好吧，你可真聪明。这张光禄卡是我在地上捡的，我估计是某个高手不小心遗漏的。我刚让骷髅人过去捡起来，你就来了。”这个说法虽然也有些离谱，但比起先前那个说法正常的多。不过光禄卡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凶兽卡，而且很非常稀有，会是谁遗漏的呢？忽得浅音脑中灵光一闪，他转过身看着陈官说：“会不会是那些入侵凶兽岛的人所遗落的？”陈官看了看浅音，有人入侵凶兽岛。浅音嗯了一声，他奇怪地看着陈官：“你不知道吗？在今天下午，有人用能力在凶兽岛上空制造出了一个跟行星一样大的火球，整个天空都变红了。虽然那个火球最后没有砸向凶兽岛，但可以确定能制造出那么大的火球的能力者肯定很危险。凶兽岛肯定被外来者入侵了。我爷爷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派了救援小队救援凶兽岛内的协会成员。行星级的火球，很显然陈官当时所创造的火球并没有那么大。之所以浅音这么说，这完全是开朗的浅音夸大的说法，用来表现下午的火球有多吓人。你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浅音说：“很多人看过那个火球后都主动离开凶兽岛，你倒好，没有离开，反而还打算这里过夜，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浅音看着陈官，故作生气地说：“害得我还以为你出事了，特意到凶兽岛里来找你，早知道你在这里野炊，我就不来了。”听到这，陈官总算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浅音来这原来是怕自己遇到危险，所以来这找自己的。陈官脸上有了笑容，看到陈官脸上的笑容，浅音一怔，他说：“我都生气了，你还笑？”陈官笑说：“我不是笑，我是高兴。”有什么好高兴的？浅音有些不解。陈官看着眼前这张仙子一般的容颜，他笑说：“被美人所惦记，被美人所关心，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不值得高兴吗？”浅音一怔，他小脸一红：“你夸我也没用，我现在可已经生气了。还有，我才没有惦记你，我来这找你，只是不想看到今天认识的朋友莫名其妙就死了而已。你可别多想，如果把你换成别人，换成女的，我也会过来。”虽然陈官早就猜到浅音对自己的感情是对待朋友的那种，但到他特意解释，陈官还是不免有些失落。不过这也并不奇怪，如果浅音就因为跟陈官见过一面，说过几句话就爱上陈官，那才奇怪。陈官并不在意。如果说现在的陈官还是另一个世界的陈官的话，像浅音这样的天之娇女，那简直高不可攀，永远都跟他不会有什么交集。但现在不同了，陈官有着绝对的自信，自信他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现在是朋友，以后就不一定了。卡，还你！浅音将光禄卡递还给陈官，说：“这东西本身就很珍贵，
你想要拿去卖也好，也可以留在身边，它可以作为保命的宝贝，遇到打不过的敌人，你就可以用它来逃跑。陈官一看，他看着浅音，笑说：“送你了。”浅音微微一怔，他看了看陈官，他没想到陈官会说出这句话。送我？浅音说：“你疯了吧？这可是光路卡，多少人做梦都想获得的宝卡，就算拿起拍卖，也可以卖到上亿的天价。这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拿来送人？”陈官笑了笑说：“你这么说就不太对了。虽然我是在送人，但赠送的对象是我未来的老婆，老婆是我的，送给老婆跟送给自己有什么区别？”浅音一听，乱说话，我可没答应。陈官笑了，没答应吗？我记得某人说过，半年内我只要到了30级，收集到30级突破的材料送给某人，某人就要当我的老婆的。我是这么说过。浅音红着脸说：“可你根本不可能做到。”那可不一定。你……浅音正想说点什么，但看陈官那满脸自信的笑容，他白了陈官一眼，说：“行，那我收下。如果你真在半年内收集到突破的材料，那光路我就不还你了；如果没收集到，我就还你。”那个约定只是浅音一个玩笑罢了，他没想到陈官居然这么认真，他都不知道陈官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是那么在意，收下就收下，等半年后再还他就是了。旁边的童孙4人看着陈官和浅音若无旁人的打情骂俏，4人相互对视一眼。浅音大小姐要被老大套路了，潘芳下意识地嘀咕着。竹林赞同地点了点头，他看样子并不知道那个火球就是队长所创造的。以队长的能力，他要在半年内升到30级也并不是不可能。童孙说：“半年后有好戏看了。”田纯看着陈官和浅音两人也没说话。4人跟陈官和浅音有点距离，他们特意压低声音的言语，浅音没听到。先不说这些了，现在凶兽岛很危险。浅音看着陈官：“别在这过夜了，现在协会已经封锁了凶兽岛，所有在凶兽岛内的人都必须得离开。在没有调查清情况之前，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凶兽岛。我先带你们离开。”陈官没想到自己下午的时候随意制造出来的火球居然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就因为那颗火球导致整个凶兽岛都被封锁了，这让陈官有些始料未及。陈官看着浅音那双透着不安的红宝石般的眸子，陈官也知道现在的浅音有些害怕遇到那个火球的创造者，他还不知道那个创造者是敌是友，毕竟他还不知道那个火球是陈官所创造的。第30章，有些小孩子气，也就是说现在这样的话只能回去了。如果不回去，之后救援小队过来看到自己使用骷髅人的话也不好解释，到时候肯定会带来一堆的麻烦事。现在的陈官并不怕麻烦，但他并不喜欢没有意义的麻烦。想到这，陈官又看了看眼前这张仙言，他忍不住出声调戏下他，笑说：“虽然我还想在这里再升下级，但老婆这么说了，我还是得听的。”浅音脸一红，他说：“乱说话，我才不管你了，你爱待在这待在这。”说完，浅音转身就走。陈官倒是没想到浅音会这么果断，或者说小孩子气。浅音的性格属于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性格，比较小孩子气的性格。就像现在这样，明知道凶兽岛可能存在着一个恐怖且危险的存在，一想到自己的朋友在这，他就义无反顾的，甚至可以为了朋友不在乎的自己的性命。重感情，但有一些孩子气，这倒也不奇怪。作为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性格上自然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陈官回头看向身后的4人：“我会将骷髅人留在岛上。”丢下这句话，陈官便动身追上浅音。童孙4人一听，他们目送着陈官和浅音离开，看着浅音消失在森林内，他们4个一起看向旁边的骷髅人。老大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潘芳下意识地问。竹林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队长的意思是他自己跟着浅音离开，然后将骷髅人留在这，继续狩猎凶兽，为他获取经验。”这样的话，潘芳仿佛想到了什么，他眼睛微微一亮，他说：“我们可以跟着队长留下的骷髅人跟在他身边混经验。”童孙浑身一震，他说：“不是吧？召唤鼠的创造物，距离能力者越远就越不稳定。”童孙神色有些震撼，如果他跟着浅音小姐离开这，那就肯定要乘坐飞艇离开凶兽岛。难道他离开凶兽岛还能维持创造物？童孙看了看旁边那个骷髅人，他神色满是难以置信。竹林说：“一般的召唤鼠离开能力者100米以上就难以维持，离开能力者500米以上就必然会导致创造物崩溃。而队长如果离开凶兽岛的话，就回到大陆，凶兽岛距离大陆足足有100多公里。队长这是打算在100多公里外的大陆维持凶兽岛内的骷髅人。”说到这，竹林咂了咂嘴，这或许就是大佬吧。潘芳感慨了句。与此同时，陈官追上了浅音。浅音看着跟过来的陈官，他玩味的一笑，特意挖苦陈官：“
你不是说要留下来继续练级吗？跟上来做什么？陈官一听，他认真的沉吟片刻，他看着浅音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明知道凶兽岛内有危险，我还要坚持在凶兽岛内升级吗？”浅音双手环胸，随意的说：“你当然是为了升级变强喽，为了变强，不知死活的人多着呢。”不对。浅音一怔，他蹙着眉毛看着陈官：“那你是为了什么？”看着浅音疑惑的模样，陈官笑说：“因为啊，某人答应过我，如果我能在半年内升到30级，获取30级的突破材料，某人就要当我老婆。为了能让某人变成我老婆，升级的地方再危险，我也得留下。”浅音脸一红，收回视线不看陈官，油嘴滑舌的：“那你现在怎么又打算离开了？”陈官笑说：“虽然升级很重要，但未来老婆生气了，我不能不管。为了升级，惹得未来老婆生气，这多少有些本末倒置了。”浅音红着脸：“真有你的，说话一套一套的，也不知道你用这张嘴骗了多少女孩子了。”他双手环胸，白皙的脸颊泛红，嘴角微微上扬着。虽然嘴里不饶人，但看得出陈官的话虽然在占他便宜，但那话语还是让他很受用的。看着浅音微微泛红的脸，陈官就意识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浅音一直把陈官认定为朋友关系，陈官可不想跟他维持朋友关系，不然就算到了30级，自己就算收集到30级的突破材料，估计到时候他还是会将自己当成朋友。所以最好情况就是让他意识到自己跟他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朋友关系。而现在陈官特意的用未来老婆这4个字来称呼他，这样在占他便宜的同时，还潜移默化的让他潜意识认定自己跟他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普通的朋友关系上。当然，陈官虽然要跟浅音离开，但实际上陈官也并没有放弃让自己获得经验。陈官已经在这个凶兽岛内留下13个骷髅人，这骷髅人击杀11级的凶兽后，自己也可以获得经验。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留不留在凶兽岛都是无所谓的，既然不妨碍升级，那不如抽点时间逗逗浅音舒服点。陈官跟浅音聊天，聊着聊着，不知不觉中两人回到飞艇机场。两人来到机场大厅，正打算找个服务员问一下飞往雷云市的飞艇的位置，可还没去找到服务员询问，就一个声音忽然响起：“浅音。”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声音来源，一个穿着一身金色西装，头发染成金色，戴着金色耳环的金发男面带笑容的朝着这边走来。这人年纪看起来20岁出头，是一个年轻小伙，在他的额头之上可以看到3个三角印记。他已经30级了，这年纪居然有着30级的等级，可见这个人可以算得上一个天才。陈官看向浅音，却见浅音蹙了下眉毛，显得有些不耐烦。金发男走到浅音身前，他笑说：“我听人说你一个人跑到凶兽岛来了，我担心会遇到危险，就赶忙赶来这边找你，没想到这才刚一下飞艇就遇到你了，我们真是缘分。”浅音蹙着眉毛，不耐烦地说：“你能不能别缠着我，离我远点行吗？”“不行。”金发男笑说：“那可不行，我说过了，我要追你，我要你当我的女朋友，如果我离你太远了，我怎么追你？”陈官不由得看了看这个金发男，这家伙很显然是浅音的追求者，这倒也不奇怪。浅音无论是家境、颜值、身材、实力还是天赋都无可挑剔，他会有追求者并不奇怪，只不过这货脸皮似乎有点厚啊。浅音的性格属于那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类型，他完全没有隐藏对这金发男的厌恶，但这金发男还是死皮赖脸的凑过来，真是人才啊。在金发男身旁跟着一个没说话的小跟班，那个小跟班拉了拉金发男的衣服。金发男回过神，看向小跟班，他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说：“做什么？没看到我跟浅音小姐聊天吗？”“这，老大，你看看他。”说着，那小跟班刚刚的伸出手指了指陈官。金发男一怔，他视线落在陈官身上，这一看，他才发现原来浅音身边还跟着一个人。第31章建议直接火葬。这是谁啊？哪里来的不长眼的小子，居然敢缠着我东方豪的女人？这个叫东方豪的金发男一下子就瞪起了眼睛，眼睛盯着陈官，眼中满是不悦和威胁。“喂，你们快看，那个金发的是东方协会会长的儿子东方豪，那个美女是浅音，是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浅音小姐。他们一个30级，一个20级，怎么跑这来？”路人们一下子认出了东方豪和浅音的身份，一个个在那边议论纷纷。东方豪似乎在找浅音身边那个男的的麻烦，那肯定在协会圈子里混的人都知道，东方豪一直在追求浅音。我听说东方豪还发过誓，一定要将浅音追到手，谁敢跟他抢浅音，他就要跟谁拼命。在以前东方豪没还认识浅音的时候，追求浅音的人多了去了，总有人找机会跟浅音搭话，后来东方豪把那些人全部揍了一顿，缠着浅音的人才少了很多。
现在协会雷霆协会圈子的人都知道，如果跟浅音说话，就避免不了要面对东方豪。这家伙敢当着东方豪的面跟浅音走得这么近，他算是完了。你干嘛这么不要脸？浅音一听，他立即生气了。他说：“谁是你的女人？”东方豪见浅音生气，他赶忙陪笑说：“浅音，别生气，你现在还不是，但之后肯定是。你……”浅音气的肩膀在发抖，但他才20级，等级根本没有东方豪高，就算想给东方豪一点教训，他都做不到。他拿东方豪也没有任何办法。浅音看向陈官，说：“我们走，别理他，打不过躲得过。”浅音打算躲开这家伙。陈官手一伸，握住浅音的手。浅音一愣，他回头看向那只被握住的手，然后看向陈官。陈官用力一拉，浅音只感觉一股力量传来，整个身体身不由自地朝着陈官靠近。陈官手一伸，搂着浅音的小腰，将她搂入怀中。浅音愣了下神，他抬起脸看向陈官：“干嘛？”东方豪看到这一幕，他的瞳孔猛地一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旁边围观的路人们一看这一幕，一个个停下脚步，选择在原地围观。我弟龟龟当着东方豪的面抱浅音小姐，这小子的胆子也太肥了吧！啧，这下有好戏看了。快找机场负责人，让人准备担架和救护车。陈官看着浅音，他笑说：“我帮你解决掉这个麻烦。”浅音疑惑地看着陈官：“你要怎么做？”陈官左手搂着他的小腰，右手抬起刮了刮他的小鼻梁，笑说：“看着就好。”浅音可爱地皱了皱鼻子：“别乱弄女儿家的鼻子。”陈官乐了：“好，不弄。”东方豪的拳头一下子猛地握紧了，看着陈官，眼睛仿佛要吃人了。旁边围观的路人看到这，我的天，真牛！11级的家伙居然敢当着东方豪的面跟浅音小姐做这么亲密的举动。告诉机场负责人，担架和救护车都不用，让人准备棺木，准备火化吧。陈官松开浅音，看向东方豪。东方豪面无表情，眼睛死死盯着陈官，瞳孔内满是愤怒和杀意。陈官看着东方豪笑说：“东方豪，是吧？”东方豪眯着眼睛，拳头握紧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的胆子可真不小。”他这句话一字一顿说出，可以让人感受到他那如同火山一般压抑起来的愤怒。陈官就像感觉不到似的，他微微一笑：“还好吧，那个，你喜欢浅音是吧？”废话。东方豪皱着眉头。陈官双手环胸，看着东方豪，笑说：“我也喜欢他。”当这句话响起的瞬间，浅音愣了下，他看了看陈官，看着陈官那面带笑容的脸，那笑容是充满自信的笑容。他之前就见过陈官露出这样的笑容，那个时候的陈官就站在高台之上，注视着会长，对会长发出了挑战。他对会长发出的挑战的时候，脸上也挂着这抹自信的笑容。想到这，浅音脑中灵光一闪，他有了一个让他自己都有些不安的想法。陈官要挑战东方豪？不会吧，东方豪可是30级。浅音有些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到了。臭小子！东方豪脸色一沉：“你这家伙找死是吧？”他大步走向陈官。东方豪，你想对我的朋友做什么？浅音赶忙动身，横在陈官身前，将陈官护在身后。他蹙着眉毛盯着东方豪。东方豪脚步停下，看着被浅音护在身后的陈官。东方豪脸色变得无比难看。虽说东方豪的等级比浅音高，他也能战胜浅音，但他浅音身后站着是整个雷霆协会。如果是浅音主动攻击东方豪，那东方豪有借口趁着动手的时候占浅音便宜。但如果是东方豪主动攻击浅音的话，成平老爷子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就算他身后站着东方协会，也挡不住成平老爷子的愤怒。陈官看着气得脸色涨红的东方豪，陈官笑说：“你喜欢浅音，我也喜欢浅音，问题是浅音只有一个，所以我有个提议。”浅音一听，他心里一惊，赶忙看向身后的陈官：“你别乱来。”陈官看着浅音那双透着不安的红宝石眸子，他对着他露出笑容，他那张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陈官看向东方豪说：“我的提议是，我们打一场，谁输谁滚蛋，从今往后不准再出现在浅音面前，怎么样？”你疯了！浅音听后，他顿时一惊，他转身看向陈官说：“你会死的。”现在有浅音护着陈官，所以东方豪没办法动手。但陈官这个挑战不就是给东方豪机会了？东方豪这要是动起来手来，可不仅仅只是定输赢，他现在很显然是弄死陈官。陈官这个挑战几乎就是在送死。好，我答应你。东方豪呼的出声，他那张脸上满是狰狞的笑容，说：“一个男人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发出这个挑战，而我也已经同意了这个挑战。如果反悔，可你就不是个男人了。”陈官笑说：“当然，既然你接受这挑战了，那我肯定不会反悔。”第32章，决斗开始之前，我已经答应你的挑战了。
东方豪冷冷盯着陈官：“你是个男人，就别躲在女人身后，出来打一场。”这正合陈官的意，他也正打算教训教训东方豪。不行，这个挑战我不答应。浅音忽的出声。陈官一怔，他看向浅音。浅音看着东方豪：“你到底要不要脸？30级打11级，你也太不羞臊了吧？”看着浅音的反应，陈官就懂了。浅音很在意陈官，在他看来，陈官这一个刚突破到11级的人，要跟一个30级的人对战，那简直就是白白送死。他不知道陈官为什么有胆量挑战东方豪，但他无法接受陈官肯定会被东方豪杀死的结果。看来浅音并不知道陈官的实力，所以自己没办法给予浅音足够的信心。看样子自己得给他一点信心才行。东方豪看着浅音说：“浅音，你要清楚，现在是他挑战我，不是我挑战他。他一个11级来挑战我，我一个30级的，如果我都不接受挑战的话，那才是丢人。”浅音听到这，他蹙着眉毛，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陈官看着浅音的反应，他伸出手握住浅音的手。浅音一怔，他侧过脸看向陈官。陈官看向东方豪说：“这样吧，我看浅音有些困了，我打算先送浅音回雷云市。我们的挑战明天早上8点在雷云市的雷霆协会决斗场进行，怎么样？”东方豪一听，他皱着眉毛看了看陈官，冷冷地说：“好。”获得答复后，陈官带着浅音一起离开。东方豪看着陈官的背影，他眯着眼睛，嘴角上扬：“不知死活的臭小子，就让你多嚣张一晚上，明天老子弄死你！老大，你说他会不会怕了？明天要战斗的时候，他不来？”东方豪身旁的男子出声说。东方豪一听，他冷笑一声，他自己主动的挑战，自己定下的战斗地点和时间，他不来，那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孬种了？他敢不去，我就让他身败名裂，到时候我让他生不如死！哈哈！东方豪大笑着带着小跟班朝着飞艇的方向走去。路人们看着东方豪等人离开，没打起来，可惜了。不过他们不是说了，明天早上要在雷霆协会的决斗场打，我得过去凑凑热闹才行。我也去，快，我也要过去。刚刚肯定有人已经将这录像发到网上去了，估计到时候决斗场的围观者肯定多着，我得快点过去，明天早上占位置。陈官和浅音坐上飞艇，飞艇飞上天空。现在是已经凌晨10分了，飞艇闪烁着灯光飞在高空之中，在夜空上方可以看到无数的星辰。飞艇是有甲板的，而此刻陈官站在甲板上，他握着栏杆，风迎面而来。站在这飞艇甲板上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站在大海轮船上的甲板一般。为什么你会做出那么愚蠢的事？忽的一个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他转过身看向身后，身后站着一道倩影，正是浅音。浅音穿着一身浅灰色的针织衫，搭配一条黑色百褶裙，裙摆之下穿着黑色丝袜，这身穿着贴合着她的身姿，勾勒出她那高挑傲人的身段。她有着一头如火一般的长发，红色刘海之下是一张完美的脸蛋。她估计刚洗完澡，浑身透着一股纯净的气质。此刻她正那双美丽的红色眸子看着陈官，眼中透着不安和询问。陈官主动挑战东方豪，这件事太过于愚蠢了。11级主动挑战30级，这件事无论让谁看都会觉得愚蠢。浅音说：“东方豪手段残忍，你今天的举动算是刺激到他了。如果你跟他打，你一定活不下来的。这样吧，等飞艇到雷云市机场，你找个机会逃吧，这样可以留下一条命。”陈官看着这距离自己10米的浅音，月光从夜空洒落，落在浅音身上，让她看起来更加皎洁美丽。陈官露出笑容，笑说：“你真美。”浅音微微一怔，他说：“我在说非常重要的事，这关系到你的性命，你别这么不正经。”闻言，陈官露出笑容，他身体一动，在浅音的注视下，陈官消失在原地。浅音瞳孔微微一凝，忽然，陈官身影出现在浅音身前。浅音愣了愣，他抬起脸看了看陈官，四目相对。陈官脸上挂着那抹笑容，他手一伸，将浅音横抱入怀。浅音还没回过神，就被陈官抱起，这让他有些懵。他确定自己刚刚没有看错，陈官刚刚在瞬间消失，又瞬间出现，之后又跨越了10米的距离，来到自己面前。他明明才11级，但他的速度却让浅音这个20级都捕捉不到。陈官横抱着浅音走到甲板的护栏前，陈官看着浅音，笑说：“我给你看样东西。”浅音回过神，他说：“什么东西？”陈官抬起脸往前看：“你看前边。”浅音沿着陈官所看的方向看去，浅音一看，他瞳孔微微一凝，在他视野之中出现了一头浑身充满黑色鳞片的生物。这头生物体型大得犹如山岳一般。浅音脸色大变，他难以置信地抬起脸，想看清这头庞然大物的整体模样。
但这头庞然大物实在太过于巨大了，他能看到的只有这头庞然大物的一部分身躯。这是什么？浅音瞳孔颤抖着，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这头生物。陈官笑说：“这是我的另一个能力。”浅音一怔，他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官：“你说什么？”浅音看向那头黑龙：“这是召唤物？怎么可能？”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头山岳一般巨大的黑龙，他那双眸子微微颤抖着。创造物的体型大小跟资质和能力的熟练度有关，资质是很难提升的，能提升的只有熟练度。熟练度需要通过修炼，只有经过没日没夜的修炼，才能让创造物的体型变得更加巨大。要到达眼前这头召唤物的体型，这需要多久的修炼？10年，不10年做不到这种程度，100年，还是1000年？浅音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头黑龙，他无比的吃惊和震撼。第33章，出事了，出大事了。飞艇内，洗了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决斗，我就用那家伙的命来告诉其他盯上浅音的家伙，打我的女人的注意，就是没命的下场。东方豪穿着浴袍，一边从浴室走出，一边嘟囔着。他在床沿坐下，拿出酒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猩红色的红酒，打算享受完这杯红酒就休息。咚咚咚，忽的有敲门声响起。听到这敲门声，东方豪皱起眉头：“谁？”“老大，是我，冯傲。”门外响起了跟班冯傲的声音，声音透着焦急。在说话间，他又敲了敲门。听到这声音，东方豪顿时有些不耐烦，他起身说：“都这个时候了，人都睡了，你还来烦老子做什么？”说着，东方豪打开门，看着门口脸色发白的冯傲，东方豪阴森森地说：“你小子不给老子一个好的说法，老子就废了你。”冯傲苦着脸说：“老大，出事了，出大事了，你跟我来。”说着，冯傲赶忙跟着东方豪朝着飞艇的甲板走去。东方豪皱着眉头，虽然有些不耐烦，但看冯傲这火急火燎的模样，他心里有了疑惑，也就跟上冯傲。两人到了甲板，一到飞艇的甲板上，东方豪发现甲板上已经站了不少人，这些人都站在甲板栏杆前，眺望着远处。“老大，你快看那边。”说着，冯傲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东方豪沿着那个方向看去，入目，东方豪的瞳孔微微一凝，在正前方，一头体型犹如山岳一般庞大的超巨型生物正拍动着一对漆黑的翅膀，它浑身长着巨大坚硬的黑色鳞片，还长着锐利的爪子、獠牙。它那双巨大的肉一拍动的时候，荡起了一阵狂风。东方豪的脸色也瞬间白了。凶兽，从没见过的凶兽，这体型的凶兽会是什么等级？60级、70级？为什么这里会有这种高等级凶兽？完了完了，这头凶兽不会是盯上我们了吧？要是盯上了我们，那我们全完了。甲板上满是议论声，每个人脸色透着都是恐惧、紧张和不安。东方豪终于知道冯傲的脸色为什么那么难看了。眼前这头凶兽，东方豪从没见过，但根据这头凶兽的体型和气势来看，等级堪比50级，甚至有可能超越了50级。50级，那可是东方豪的父亲，现任东方协会会长东方胜都难以战胜的凶兽。这种等级的凶兽出现在这，如果他的目标是飞艇的话，那死定了。在飞艇之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与此同时，黑龙之上，感觉好奇特。浅音站在黑龙的头顶之上，他蹲了下来，用手抚摸了下黑龙的头顶皮肤，他的眸子泛着异彩。陈官看着浅音，他笑说：“哪里奇特了？”浅音起身看向陈官，他那头火红的红色的长发正随风飘扬着。他看着陈官说：“你才11级，刚刚突破。正常情况下，刚刚突破的黑系召唤属的能力者，就算再天才，也得需要2个月的时间才能觉醒能力。就算觉醒能力了，也得花费时间去熟悉，然后才能让能力变得更加强大。可你这个能力……”陈官笑说：“很简单，因为我比天才更天才。”浅音抿了薄唇，看着陈官：“你真是个怪胎。”陈官笑容僵在脸上，他苦笑了下：“这不能这么说吧？怎么可以说你老公是怪胎呢？”浅音一听，他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之前还说是未来老公，现在未来这2个字都不加了，你可真会占人便宜的。看到他的笑容，陈官就知道浅音已经放松下来了。相信见过这头黑龙的他，应该已经知道自己的实力了。陈官双手环胸笑说：“加不加都无所谓，反正半年后就是事实。现在这样一来，你应该可以相信一下我的实力了吧？”浅音侧过身看了看身后巨龙的羽翼，他说：“虽然这东西看起来很大，气势也很足，但能不能发挥出战斗力，我还不能确定。”说到这，他再一次看向陈官：“不过你这么自信，我就相信你这一次。”浅音双手环胸，看着陈官说：“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你的能力是召唤骷髅人，现在又是这个，你到底有多少个能力？”他有些好奇了。
陈官看着浅音的神态，他露出笑容。除了这2个外，我还有一个。浅音一听，他好奇地看了看陈官，哪个？能力这种东西，只需要通过想象就可以出现，而能力并不仅仅只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和召唤某种东西而已，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到。陈官抬起手，伴随着赤红色的光亮起，在他手中多了一个泪珠一般的红色吊坠。他将这吊坠递给浅音，浅音微微一怔，他看了看陈官手中的吊坠，这是什么？陈官笑说：“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内有一个项链，那个项链名叫相思泪，佩戴相思泪的女孩，在思念自己的爱人的时候，爱人就会有所感应。这便是我用我的能力所创造出来的相思泪，它也拥有着像故事里的项链一样的功能。”陈官看着浅音，露出一抹自认为帅气的笑容，说：“然后我想将它送你。”不是吧？浅音一脸错愕，你难得觉醒3个能力，结果第3个能力居然选择觉醒这么一个垃圾能力。垃圾？拥有这种功能的项链，要是放在陈官那个世界，被那些女孩知道，瞬间抢破头。陈官本以为自己这么一说，他会感动的立即戴上，却没想到居然获得了这么评论。果然，浅音不是一般的女孩。浅音看着陈官手中的项链，一脸嫌弃，而且这东西也太矫情了。思念爱人，只是想一想，我的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还相思？有什么好相思的？想对方就去找就是了。浅音随意地说，而且我没有爱人，这东西送我也没用，你还是送给别人吧。说完，浅音自顾自地走到黑龙的龙角旁，打量着眼前这个龙角。他抬起手敲了敲龙角，很显然他对这黑龙更感兴趣。陈官看到这，他只能将项链暂时收起来了。失策了。不过的确，相思这2个字跟行动力拉满、敢说敢做的浅音来说没有1毛钱关系。陈官看了看浅音，他一时间也想不出有什么可以俘获他的芳心的手段。他收回视线，干脆地往黑龙的龙头上一躺，看着天空的星辰。浅音在黑龙头顶上观看着黑龙，一会儿观看完后，他收回视线，忽的，他看到躺在黑龙头顶上的陈官，他的眸子泛着一丝光泽。他慢慢走了过来，坐在陈官身边，累了。陈官没说话。浅音眨了眨眼睛，然后慢慢躺了下来，躺在陈官身旁，看着陈官。生气了。第34章不胜娇羞。浅音躺在黑龙之上，看着眼前这个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男孩，他心想，眼前这个人今天才突破，却觉醒了足足3个能力。能做到这点的人，已经没办法用天才来形容他了，或者自己应该形容他为怪胎。3个能力，前2个都是召唤属的能力，结果第3个却是垃圾能力。能力的觉醒是需要通过自身的想象来创造的，能力这种东西觉醒起来非常困难，可他却浪费自己的一个能力创造了那样的一串项链。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下子，聪慧的浅音一想就明白了，他这是为了讨他欢心。他牺牲自己的一个能力，就为了让自己开心，自己却冷漠地拒绝了。这样做似乎不太好。浅音看了看陈官，他判断陈官是真的生气了。浅音露出笑容，那项链还在吗？陈官一听，他回过神，看向身旁的浅音。浅音那张精致的小脸上挂着一抹俏皮的笑颜，笑说：“我改变主意了，那项链我要，给我吧。”浅音没有爱人，虽然带着他没什么用，但浅音想，自己跟陈官可以算是朋友，朋友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不收不太好。听到这，陈官露出了笑容，他坐了起来，说：“我帮你戴上。”浅音见陈官坐起，他应了一声，跟着坐了起来。陈官取出项链，靠近浅音，手伸出给浅音戴上。在将项链戴上的时候，他的手绕过浅音的脖子，他的脸距离的浅音的脸越来越近。浅音看着眼前这张越来越近的脸，浅音眸子泛着一丝光泽，那张一向淡然的脸上难得的浮现出了一抹红。陈官近距离的看着浅音的脸，看着他那双清澈的跟红宝石一般的眸子，看着他挺巧的鼻梁下的薄唇。陈官心情荡漾，他长着就跟个小妖精似的，妩媚又清纯。浅音注意到陈官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了，他莫名的紧张和不安，视线往下，下意识的避开陈官的视线。他难得的害羞了，但他视线往下，避开自己的视线，那抹不胜娇羞的模样，让陈官的心跳速度都在加快。项链戴好了，浅音松了口气。在升级的时候，他无数次面对那些凶兽，无数次都在生死边缘徘徊，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紧张，心跳这么快的。现在项链终于戴好了，他松了口气。在松了口气的时候，他看向陈官，一看却发现陈官的脸反而比刚刚更近了。忽然，浅音瞳孔微微一凝，陈官吻了他。浅音愣了下，他没回过神。泪珠吊坠泛起了红色的光晕，忽的他慌了神，伸出手推开陈官。他站了起来，
看着陈官，又羞又恼地说：“你干嘛？”陈官一听，他坐在黑龙的头顶上，面带笑容，看着浅音。浅音红了脸，气恼地说：“你不要脸！我当你是朋友，你做这种事。”说着，他转过身，背对着陈官，不看陈官。半年的约定是浅音的一个玩笑话。他之所以接近陈官，是因为陈官的年纪跟他差不多，说话做事有特色，而且他所展现出来各种实力很吸引他，所以他才会接近他，将他当作朋友。至于男女朋友的事，浅音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陈官做了这事，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不会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了。浅音现在心情很乱，愤怒吗？好像并不是，更多是羞涩和懊恼。除此之外，让浅音不懂的是，他内心还有些开心。这种奇怪的情绪脱离了浅音的理智，被别人突然袭击了，自己还会开心？陈官坐在黑龙头顶，看着浅音背对着自己的身影。刚刚亲他是情不自禁，现在呢？陈官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陈官稍稍思索了下，还是先道歉吧。陈官起身，看着他认真的说：“抱歉，你太美了，刚刚是我没忍住。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罚我，我愿意接受你的惩罚。”浅音一听，他慢慢转过身，看了看陈官，看着陈官歉意的样子，浅音红着脸：“行，那我罚你明天的挑战，要赢。如果你敢输的话，我饶不了你。”陈官一怔，他看向浅音。陈官没想到他惩罚居然就这样。浅音对上陈官的视线，他心跳不由得快了一些，侧过脸避开陈官的视线。他故作镇定，看着远处说：“我有些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陈官笑说：“好。”黑龙拍动着庞大的翅膀，迅速地朝着飞艇的方向飞去。在飞艇甲板上注视着黑龙一举一动的人们，一见到黑龙忽然转向朝着这边飞来，那些人的脸色大变。妈呀！卧槽！卧槽！卧槽！快跑！快跑！跑哪去啊？这东西这么大，这飞艇一下子就可以拍烂，到时候大家一起死。完了完了，早知道就上这艘飞艇了。遗书，我要写遗书。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快回去！别挤，别挤啊！甲板上的众人一窝蜂地往甲板出口冲。那甲板出口本就不大，众人这一冲，顿时被挤满满的，在外边的人进都进不去。其中就有东方豪。妈的，你们快一点，快进去！东方豪大叫着，疯狂地往里挤。反而前边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进去。来了来了！我的天！那些人都吓坏了。东方豪见回不去，他赶忙看向那头黑龙的方向。看到那体型犹如山岳一般的黑龙，他脸色惨白如纸，身体靠着身后的人墙，嘴里嘟囔着：“完了完了！”他双腿都被吓软了。那头黑龙太过于巨大了，飞过来后只能看到一个巨大的脑袋，那脑袋的大小几乎堪比一个卧室的大小了。那双大的恐怖的黑色瞳孔正盯着甲板上的众人，正好对上东方豪的视线。东方豪瞳孔颤抖着，脸色惨白。快看，这怪物头顶上有人！忽的，有人发现了这一点。东方豪一怔，他下意识地看向黑龙头顶。入目，东方豪瞳孔微微一凝。第35章，巨龙头顶上有人。是那个小子，浅音小姐，还有那个小子。那小子不就是先前挑战东方豪的小子吗？他们怎么会站在那怪物头上？这怎么可能？浅音，还是那小子？东方豪呆呆地看着黑龙头顶上的浅音和陈官。黑龙之上，陈官走到浅音身旁，手一伸。浅音微微一怔：“你干嘛？”他刚说出这话，身体就被陈官横抱了起来。陈官笑说：“太高了，我抱着你下去，这样你就不会受伤。”浅音一怔，他说：“乱说，哪里高了？我自己可以下去，我又不是普通人，我等级可比你高，我20级呢。”陈官笑了：“好了，乖，听话，别乱动，我下去了。”浅音白了陈官一眼，这家伙是把他当小孩了吧？明明他的等级比他还低。陈官一纵身从黑龙头顶跳了下去，轰！伴随着一声闷响，陈官落在飞艇的甲板之上。他将浅音放了下来。陈官和浅音都注意到甲板入口处堆满了人，这些人正用一种见鬼了的表情愣了愣地看着陈官和浅音。真是他，真是浅音小姐，这怎么回事啊？这头凶兽跟他还有浅音小姐有什么关系？东方豪盯着陈官和浅音，他有些回不过神，脑袋有些转不过来。陈官也懒得理他们，他看向黑龙，手抬起，体型犹如山岳一般的黑龙浑身化为黑雾，慢慢消散了。看到这一幕，天哪，不是吧？这他妈是创造物！这小子是黑系召唤鼠的能力者，这头怪物是这小子创造出来的？真的假的？这小子等级才11级吧？东方豪呆呆地看着这一幕，他看着陈官，
有些回不过神。他心里也有一样的想法，这他妈是创造物。陈官带着浅音准备回去，他视线正好看到了东方豪，他对着东方豪露出笑容，算是打了招呼，然后收回视线。东方豪咽了咽口水，脸色惨白。折腾了一晚上，陈官和浅音都累了，他们一起回到自己的头等舱内。说是头等舱，其实真不如说是卧室。浅音侧卧在床上，枕着枕头，虽然说累了，但他睡不着。他脑中想到了被陈官夺走初吻的画面，他脸红了。流氓！浅音不由得出声，趁着给我戴项链。想到那个画面，嘴里说着流氓，他却感觉脸颊发烫，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这是浅音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在浅音看来，他自己比男的厉害多了，比那些男的高贵厉害多了。就算是东方协会会长的儿子，被人称之为天才的东方豪，在浅音看来，那家伙也不过就是比他大上几岁，才有比他高的等级。如果给他同样的时间，他可以做得更好。他可不想跟其他女的一样，找到男人来束缚自己。所以一直以来，在浅音对待异性最多只是朋友，绝不考虑男女关系。到了后来，他总会忘记自己的性别。但今天陈官做的那件事，明确地告诉了她是一个女的。他对她明显不仅只是想保持朋友关系，他还想跟她发展男女朋友的关系。想到这，浅音心跳加快。我当你是朋友，你却想……浅音越想脸越红。浅音并不知道，在这同时，被他戴在脖子上的吊坠微微泛着红色的光。与此同时，刚刚闭上眼睛睡觉睡到一半的陈官，他忽地有一种感觉，他睁开了眼睛。不知道为什么，陈官在这一刻立即可以感觉到浅音在想自己。陈官知道是相思类项链发挥作用了。陈官微微一怔，浅音已经表达过他自己的想法了，他觉得他跟陈官只是朋友。如果浅音只是觉得陈官是朋友的话，那项链戴上去应该不会有什么效果。可现在陈官却明显感觉到了浅音的思念。陈官露出笑容，这才分开没一会儿就想我了。想到这，陈官睡不着了，他起身打算去找浅音。东方豪的头等舱内，老大，明天的决斗我们还是放弃吧。冯傲小心翼翼地看着坐在沙发上脸色发白的东方豪。东方豪猛地皱起眉头。冯傲小心翼翼地说，在大部分情况下，等级可以决定大部分能力者的实力，但除了等级之外，对能力的熟练度、原力的多少也可以决定能力者的实力。那头巨兽无论是体型还是精度，都可以证明创造它的能力者所拥有的原力值和熟练度都已经到达一个恐怖的数值。按我的估计，那小子虽然才11级，但他的原理对能力的熟练度至少可以堪比50级，乃至超越了50级的程度。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可以确定他不好对付。冯傲看着东方豪说，老大，我建议还是别打了。别打！东方豪横了冯傲一眼。冯傲脸色发白。东方豪阴森森地说，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老子要跟他打？老子这要是不去，那老子就得身败名裂，成为别人的笑柄。老子丢不起这个脸。老大，大丈夫能屈能伸，冯傲说。东方豪说，老子屈不了。再说，那头巨兽只是看起来体型大，未必就真有实力。我就不信了，一个11级的家伙有多厉害？东方豪心怀侥幸地说着，他眯着眼睛。冯傲听到这，他知道自己劝不动东方豪了，只能沉默了。浅音的头等舱内，咚咚，忽的一个敲门声吸引了浅音的注意。浅音一愣，他看向门口，一看，他愣住了。房间的门明明是关着的，可此刻门内却多了一个人。刚刚洗完澡穿着浴袍的陈官站在门口，他面带笑容地看着浅音。浅音一看，他眨了眨眼睛，你怎么进来的？第36章决斗场。陈官笑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来。浅音那白皙的脸颊还残留着红晕，他说，你来做什么？陈官面带笑容地朝着浅音靠近。浅音起身坐在床上，拉着被子盖在自己身上，他赶忙说，你干嘛？你疯了？这里是我的房间，你跑到我房间来做什么？陈官走到浅音身边，坐在他身旁，他看着眼前这火红的刘海之下那张仙子一般的绝美脸庞，他说，你带着我送你的项链，你忘记那项链的功能了吗？只要你想我，我就能感受到，这便是那项链的功能。一听，浅音立即想到了自己刚刚的举动，他白净的脸红了，乱说，谁想你了，不要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干脆钻入被窝内，将被子将身体覆盖，背对着陈官，不看陈官。他这是打算将自己发热的脸藏起来，不让陈官看到。浅音闭着眼睛藏在被窝内，他脸颊发热，自己偷偷想他就算了，居然还被发现，这太丢人了。浅音将身体和脸都藏起来，这样他就看不到自己了，自己也不会那么尴尬。
浅音一直以来跟别人处理关系，都是作为朋友或是战友的角度来处理。像这种男女关系，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面对这未知的事，浅音选择逃避，只是用被窝隐藏自己，这颇有些掩耳盗铃的气息了。被窝被拉开，身后有人靠近。忽的，浅音感觉自己身体被搂入一个人的怀里，一只大手环着他的腰，往上握住他的小手。温暖的体温传来，浅音慢慢闭上眼睛，只是脸越发滚烫了。陈官在他耳边说：“做我女朋友吧。”不要，这种未知的领域，浅音实在不敢踏入。为什么不要？你明明喜欢我。半年之后，如果你真做到了，我就答应你。半年后的约定，是你成为我的妻子的约定，是嫁给我的约定，跟先成为我的女朋友这件事并不冲突。他不说话了，安静了一会儿，陈官又问：“做我的女朋友好吗？”浅音慢慢转过身，他稍稍扬起脸，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看着陈官的眼睛，四目相对。浅音看着陈官，他慢慢的收回视线，将小脑袋靠在陈官的胸膛上。陈官一听，他顿时心情澎湃。好，我答应你，只是你也得答应我，我对男女朋友这些事没有一点经验，你得对我好点，不准欺负我。浅音轻声说着。陈官笑了，他也太可爱了。好，不欺负你。陈官笑说：“我会好好疼你。”浅音闭上眼睛，红着脸：“我困了，睡觉。”陈官微微一怔，他正心血澎湃着，正打算多跟他温存一下，没想到他却要睡觉。第二天清晨，雷云市的雷霆协会决斗场内，这个世界以强者为尊，在每一座城市内都会有协会中心，而协会中心内都会设有一座决斗场。这决斗场作用便是供人决斗定胜负使用。这天早上，决斗场的观众席位上坐满了人，人可真多。当然多了，这场决斗在协会网络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的。东方协会会长的儿子东方豪，那个只花了2个月就觉醒能力，20岁就已经到达30级的天才能力者，为了抢夺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浅音小姐的决斗，谁不想过来看一看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决斗还不需要门票。你们知道要跟东方豪抢浅音小姐的人是谁吗？听说是一个11级的能力者。11级？疯了吧！11级也敢接受30级的东方豪的挑战？接受挑战？你想错了吧？这场决斗是11级的那个人见到东方豪一直缠着浅音，所以主动挑战东方豪，还立下规则，输的人永远不准出现在浅音面前。啊，那个人是疯了吧？11级挑战30级的东方豪，我猜那个人就是为了想在浅音面前逞英雄吧，英雄救美，想俘获浅音小姐的芳心。这么说的话，那家伙今天死定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东方豪一直在追浅音，对于那些同样在追浅音的情敌，他下手一向都是很残忍的。别说，快看，人来了！话音落下，所有人都看到东方豪已经从决斗场入口进来了。他神色凝重，眼睛看着决斗场的擂台。他一步步走向决斗场，然后纵身一跃，跳到擂台上。东方豪来了，他来得蛮早的，看样子他已经迫不及待想手撕情敌了。哈，这就是男人啊！那边那个是浅音小姐。忽的有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所有人都看向决斗场入口。只见浅音的上身穿着红底搭配黑衣，下边穿着黑色百褶裙搭配黑色丝袜，脚下踩着一双黑色小皮鞋，布料贴合着她高挑傲人的身姿，搭配那头火红的长发和绝美的容颜，在她踏入决斗场那一刻，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妖精，有人忍不住赞叹：这腰，这腿，这脸，我的龟龟！我见过不少名媛美女，但从没见过像浅音小姐这样美丽的。有人说浅音小姐是雷云市第一美女，在我看来，说浅音小姐是个东大洲的第一美女，我都赞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浅音小姐，这颜值这身材，难怪东方豪追求了这么多年没追求到，他还一直缠着她。你们看，浅音小姐身边那个人就是挑战者吧？不对，不是说那个人是11级吗？那个人明明是13级。13级吗？陈官走到擂台前，看了看这个擂台，然后看向身边的浅音。浅音对着陈官微微点了点头，说：注意安全。陈官露出笑容，放心。说完，陈官身影凭空消失，然后在一瞬间，陈官身影出现在擂台之上。这并不是什么能力，而是陈官用了他的速度，在极快的速度之下，从肉眼看来，陈官就如同瞬间移动到擂台之上一般。当陈官这一手用出的瞬间，刚刚还议论纷纷的决斗场在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站在擂台之上的陈官。安静数秒后，有人出声了：刚刚你们看到了吗？那是什么速度？第37章枪与剑的对决。好奇怪，哪里奇怪了？你们看，
那个要挑战东方豪的人只有13级，而东方豪有30级。正常情况下，这场决斗肯定是东方豪绝对优势，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东方豪应该是很轻松的，而那个13级的家伙应该是一脸不安才对。可现在你看，他们的表情完全是反过来的，反而是那个13级的能力者一脸轻松，而东方豪反而是一脸凝重，气氛感觉好奇怪。我感觉那个13级的能力者不太一般。刚刚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是怎么上场的？没看清，他看起来就像是瞬移到擂台上一样。那应该不是速度，如果是速度的话，一个13级的能力者不可能快到那种地步。关于速度的能力是白戏吗？不知道，先看着吧。擂台上，陈官双手环胸，露出笑容，说：“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没想到你还是来了。”东方豪紧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他身上泛起了金色的光，在陈官注视下，东方豪身上覆盖上了一层金色的盔甲，手中多了一柄金色的长枪。这么乍一看，此刻的东方豪非常像古代身穿黄金盔甲的将军。不是吧？30级打13级，一出手就是东方豪引以为豪的能力黄金甲。按理说30级打13级，不用能力也能轻松通过属性数值的碾压来战胜对方，根本不需要使用能力。太奇怪了吧？黄金甲属于黄系装备属的能力，装备上黄金后可以让东方豪获得自身10倍的防御和攻击。以前东方豪做过实验，穿上黄金甲的他甚至可以抵挡住火箭炮的一次攻击，而他自身的攻击甚至可以穿透坦克的装甲。用黄金甲对战一个13级的菜鸟，这也太夸张了吧！观众们都有些难以置信。东方豪手握成长枪，他一纵身掠向陈官，陈官不闪不避。东方豪一靠近，脚在地面上一踏，手中的长枪猛然刺出，捅向陈官的脑袋。东方豪的想法非常清楚，昨天陈官晚上做的事可以证明陈官是一名黑系召唤鼠。作为召唤鼠的能力者，他们所依仗便是召唤出来的生物，也就是说，只要不给陈官召唤那头巨兽的时间，直接将陈官击杀，那么陈官所拥有的召唤兽再强也没用。死！眼看着长枪就贯穿陈官的脑袋，东方豪忍不住大喝一声。擂台下的浅音看到这一幕，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内不由得泛起了一丝紧张和不安。忽然间，枪！伴随着一声硬物碰撞异响声，东方豪身体被从枪身传来的力量弹了开来。他后退3步，稳住身形，他吃惊地看向前方。什么东西？一柄通体漆黑的3尺长剑悬浮在半空之中。刚刚就是那柄3尺长剑挡下了他的攻击。看到这东西，东方豪有些懵。这是……东方豪看向陈官，只见陈官双手环胸，他看着东方豪说：“我把这个能力叫御剑术，它是我之前在一部古装电影里看到的一个技能，正好可以用于觉醒能力。我想你这身盔甲也是从电视剧学来的吧？枪对剑，正好玩玩。”东方豪一怔，不对，你的能力不是昨天那头怪物吗？陈官看着东方豪说：“谁跟你说我只有一个能力的？”东方豪瞳孔微微一缩，2个能力。擂台距离观众席有些远，观众席上的观众听不到擂台内的人的对话，但刚刚所发生的一幕却被观众们都所收入眼底。我没看错，刚刚那柄由那个13级的能力所凝成的长剑弹走了东方豪的攻击。30级的东方豪就算不用能力，攻击都不可能是13级的能力者可以抵挡住的，再加上黄金甲的作用，攻击和防御都翻上10倍。一个13级的能力者怎么可能用自身的能力弹开东方豪的攻击？擂台上，东方豪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13级的能力者居然拥有2个能力，甚至这家伙所创造的御剑术居然可以抵挡住自己的全力攻击。这么说，自己输了。我是东方协会会长的儿子，我是东方豪。东方豪抬起脸，那金色头盔之下的金色双瞳充满了坚定。我不能输。一个30级的人在决斗场上输给一个13级的能力者，而且输的人还是东方协会会长的儿子，这脸东方豪丢不起。东方豪不想认输，不认输，那么就只有战。在陈官的注视下，东方豪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这些光凝聚在东方豪手中的长枪之上。那柄足有4米长的金色长枪的枪尖泛起了金色的寒芒。他脚一踏，身体往后退。看到东方豪的举动，陈官有些疑惑。作为能力者，东方豪使用是冷兵器，冷兵器要发挥最大作用，那自然是近战。可东方豪此刻却故意跟陈官拉开距离，他这是要做什么？不是吧，东方豪这是打算用那招吗？30级对付13级的菜鸟，要用那招？那招？哪招？能力根据熟练度的提升是会出现进化的。例如召唤鼠的能力者，他们一开始突破后所觉醒能力可能就是正常形状的某种生物，但等熟练度足够高后，
它们可以在稳定生物形态的同时，增强生物部分的能力，例如变得更加大之类，或者让生物某些部分出现变化。能力进化，我们同时称之为异转。觉醒异转一般都是在突破20级后才有几率觉醒，但觉醒难度极大，需要熟练度足够高情况下才能有几率做到。目前的东方豪现在打算使用的正是他的能力进化版。30级对付13级的菜鸟，直接使用能力就很奇怪了，现在居然还要用异转。陈官可不知道这个，他看着前方的东方豪，东方豪盯着陈官，握着手中的黄金枪，脚一踏，他猛地将手中的黄金枪甩出，轰！黄金枪脱手的瞬间，枪身疯狂旋转，前方的擂台地面应声爆裂。伴随着黄金枪旋转的同时，金色的光顿时弥漫开来，瞬间化为一头由金色光芒所构成的5米巨虎。好！巨虎咆哮着扑向陈官，巨虎所产生的气息压得四周的空气都为之扭曲，它掠过的擂台地面应声爆裂，无数的碎石横飞。给我死！东方豪怒吼出声。陈官只感觉狂风迎面而来，脚下的地面应声崩裂。陈官看着眼前的迎面而来的巨虎，他眉毛舒展，黑色长剑在这一瞬间动了，一柄黑色长剑忽然分开，化为2柄，2柄化为4柄，4柄化为8柄。在这一瞬间之中，数不清的黑色长剑在四周弥漫开来，它们开始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由黑剑所构成的圆形盾牌。那头由原力所构成的黄金巨虎撞在圆形盾牌之上，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黄金巨虎应声消失。东方豪愣住了，观众席上的观众们看愣了，挡下了。30级的东方豪的一转觉醒被挡下了，被一个13级的能力者挡下了。观众们看着这脱离常理的一幕，一个个都看愣了。第38章，这是13级的能力。东方豪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一咬牙说：“一个13级的家伙，凭什么挡住我的一转觉醒木虎？不可能！”东方豪手一伸，金色凝聚，一柄黄金枪再次出现。东方豪将黄金枪投出，又是一头黄金木虎出现，呼啸掠向陈官。与此同时，陈官四周的黑剑就如同有生命一般，开始律动起来。它们再一次增加，数不清的黑剑开始凝聚在一起，构建成了一头由黑剑所构成的巨虎。2头巨虎撞在一起，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黄金木虎就如同气球一般破裂。黑剑构成的巨虎身体再一次化为无数的黑剑，那些黑剑就如同一条黑色的河流一般射向东方豪。东方豪瞳孔一缩，砰！由河流构成的黑剑轰在东方豪身上。东方豪身体飞出10余米，从擂台飞出，落在地面上。他身上的黄金甲破碎不堪，身上满是剑痕，鲜血淋漓。不见动静，观众席的那些观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这他妈是13级的能力者所释放出来的能力，这家伙所释放的能力，就连30级的东方豪的一转觉醒都拼不过。这是13级的人的能力，这是什么啊？是一转觉醒吗？他这不是才13级吗？我低龟龟，难怪这家伙敢主动挑战东方豪。13级就这么厉害，那要是等他30级，那这家伙看起来也就不到20岁吧，看起来比东方豪还要年轻。这年纪这成就，天才，这是真正的天才。不，用天才已经不能形容他了，这是怪物级别。观众席内的那些观众已经沸腾了。陈官看了一眼擂台下的东方豪，老大老大！冯傲正蹲在东方豪身边，大声呼喊着东方豪。陈官收回视线，回头看向身后擂台下的倩影。倩影站在擂台下，眼睛看着这边，他视线正好跟陈官的视线对上。倩影脸上有了笑容，陈官也笑了，他从擂台走了下去，然后径直地朝着倩影走去。倩影注意到陈官面带笑容的迎面来，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陈官贴近倩影，倩影下意识地往后退。忽的，陈官手一伸，搂着倩影的小腰，将她搂入怀中。别乱来！倩影脸红了，赶忙出声。陈官俯下脸，不由分说地亲吻了她。我去！观众席上的观众们再一次被震撼了，他居然亲了倩影小姐。倩影小姐没有抗拒。不是吧？我们雷云市的第一美女，东方豪追求整整5年的倩影小姐，已经名花有主了。东方豪看样子不仅仅只是输了场挑战。陈官可以感受到来自四周的那种眼神，那些眼神里有震撼，有惊讶，有羡慕，但更多是来自男性路人的嫉妒。你突然做什么？那么多人看着。倩影可爱的小脸蛋红了。陈官笑了，追你的人太多了，我得当着他们的面给你盖个印章，以后他们就知道你已经是我的了。倩影一听，他给了陈官一个白眼，红着脸说：就你多事。
说是这么说，只是他嘴角上扬着。看来他除了嘴上不饶人以及害羞外，他并不排斥陈官这个盖章。你跟我来，我有东西想给你。浅音笑说。陈官看了看蹦蹦跳跳走在前面的浅音，他跟了上去。什么东西？你跟我来就知道了。东西我放在我家里，这边离我家不远。听浅音这么说，陈官只能跟上浅音。两人离开了决斗场后，在路边叫了辆车，两人坐在车后座。浅音看了看陈官，注意到陈官额头上的印记和纹路后，浅音眸子多了一丝疑惑。早上的时候，我看你从11级升到了12级，现在怎么又到13级了？先前浅音没问这件事，陈官也就没说。听浅音问了，陈官也就出声解释：我召唤物可以超远程进行控制，在我离开凶兽岛之后，我在凶兽岛内留下了个骷髅人，我可以获得他杀死凶兽的经验。浅音眼中有惊讶，这里距离凶兽岛可是有着500多公里的距离，这么远的距离，你也能控制得了？陈官笑说：那肯定，你老公厉害着呢。浅音翻了个白眼，说：再厉害也不过才13级，而且召唤物是根据元力来的，元力耗尽后，召唤物就会消失。现在凶兽岛被封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重新开。等你的元力耗尽，骷髅人消失后，你就没办法获得经验了。你得去找另一个可以获取经验的地方才行。坦白说，浅音这句话，陈官不赞同。的确，陈官留在凶兽岛的骷髅人属于能力创造物，能力需要靠元力来维持，只要元力消耗完，创造物自然会消失。但问题是，陈官的元力是无限的，只要陈官不解除骷髅人，那骷髅人永远都会在。陈官还没出声解释这件事，他就被浅音的另一句话所吸引。我获取经验的地方，除了凶兽岛外，还有其他地方？浅音说：当然有，凶兽岛是那种只要是协会会员都可以进入的地方，里边多数都是普通常见的凶兽。10级到19级的凶兽聚集地，除了我们雷霆协会专门建造培养用来给普通会员狩猎的凶兽岛外，还有我们东大洲所有的协会一起建筑出来，用来给各个协会的天才狩猎的狩猎地。那个地方我们称之为试炼岛，里边的凶兽虽然等级都是10级到19级的，但里边存在着很多精英凶兽或是变异凶兽，实力强悍，但他们所能提供的经验是凶兽岛的经验10倍不止。浅音说到这，声音微微一顿，说：不过因为试炼岛内的凶兽资源比较珍贵罕见，所以只有被协会所承认的天才才能进入，这样就需要协会所发出的试炼卡作为证明。说到这，浅音露出开朗的笑容：我家里就有一张，正好给你用。听到这，陈官越看浅音越感觉她可爱。一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他就开始站着自己的角度为自己着想，甚至打算将协会给他的东西送给自己。第39章，颜值身材双在线的小富婆女友。陈官跟着浅音来到一栋别墅门前，浅音回头看向陈官，俏皮地说：这是我家，我就住在这里。陈官看着眼前这栋装修奢华的2层别墅，这别墅自带院子，院子内还有泳池、花园，里边的装潢没看到，但外边的装潢却可以让陈官肯定，这是一栋无比奢华的别墅。两人进了别墅后，浅音自顾自地往里屋走，他说：口渴的话，冰箱里有饮料自己拿。陈官嗯了一声，他打量着这栋别墅。这是别墅2楼的客厅，这客厅非常大，里边装潢成金色，格外的奢华。陈官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这具身体的原主人跟他的师傅生活在一处老旧的铁匠铺内。像眼前这种奢华的别墅，他以前从没看过。陈官自顾自地打开冰箱，从里边拿出一瓶水，他坐在沙发上喝着水。在这个世界，协会跟陈官以前的世界里的国家一样，统治一方，维持着一方的秩序。协会会长拥有着协会最高权力和地位，像浅音是协会会长的孙女，她在这雷云市内可以说是地位超然的。她能一个人拥有这么大的别墅，也并不奇怪。这个给你。忽的有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一看，只见浅音已经出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坐在陈官身边，他将手中的卡片递给陈官。陈官一看，他接了过来。这是一张卡，模样类似协会卡，不过协会卡是黑色的，而这张卡是呈银白色的，看起来更加高贵。这卡就是试炼卡，拥有它，你就可以进入10级的试炼地了。浅音出声解释，解释完后，他取出一个檀木盒，将檀木盒递给陈官。陈官微微一怔，他接了过来，看了看这檀木盒。这檀木盒内有一颗20级用的突破珠。浅音说，突破珠只有10级或是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身上才会产出，非常罕见稀有。这是一颗20级突破珠，可以用于20级的突破。这是在试炼地的一头变异精英凶兽身上狩猎到的。浅音眼睛看着陈官，笑说：我想以你的升级速度，应该很快就可以到达20级，到时候你要突破20级的话，就需要这颗突破珠。听到这，陈官心一暖，他看向浅音，笑说：我怎么有种被富婆包养的感觉？浅音一听，
他笑说：“想得美，我可不养小白脸，才不包养人。我只是觉得这两个东西合适你，所以送你的，可别乱想。”陈官不由得乐了，他看了看浅音，两人视线对上，浅音脸颊微微一红，他起身：“你可别想坏事，那种事，如果你半年内能升到30级，收集到30级的突破材料再说。”说完，他转过身背对着陈官：“我先去洗个澡。”看着浅音那游戏落荒而逃的背影，陈官露出笑容。浅音的性格很直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行动力拉满的。只不过在男女之事上，他那原先的大胆似乎变弱了。看到陈官会脸红害羞，看样子这方面就如同他之前所说的一样，他并没有什么经验。坦白说，有这么颜值身材双重在线的小家伙在，陈官还真是难以忍耐。30级收集完突破材料就可以了吗？陈官看着手中的银色试炼卡，他心中满怀期待。陈官的目标还是得升级，凶兽岛不能去了，陈官只能选择去试炼岛那边看看。浅音也不是那种爱浪费时间的人，听到陈官要去试炼岛练级，浅音也说他也打算去20级到30级的试炼岛练级去了。当天下午，两人就一起去了飞艇机场。来到飞艇机场后，因为两人的目的地不同，两人分别坐在不同的飞艇，前往不同的试炼地。飞艇足足飞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清晨醒来后，陈官发现已经到试炼岛的飞艇机场了。只不过陈官不解的情况出现了，陈官此刻所在是一个小岛，这个小岛跟凶兽岛不同，它并没有围墙，整个飞艇机场直接位于岛屿中间。这一幕让陈官有些不解。陈官看了看四周，他看到那些跟自己一样从飞艇上下来的能力者，这些能力者额头上顶着的印记等级跟陈官差不多，都是10多级。陈官跟着这些人走，陈官这才注意到有一条路沿着飞艇机场，沿着这条路往前，便来到了一片沙滩。此刻沙滩上聚集着不少人，在沙滩前停着一艘又一艘的小帆船。陈官站在沙滩上观察着四周，他注意到那些人组成5人，然后5人拿着银色协会卡递给帆船的船长查看。看完后，船长点了下头，然后带着5人一起上了帆船，帆船便离开了。陈官看了看帆船，然后抬起头看向帆船所驶向的方向。通过陈官的视力，可以看到在遥远的海平线上，可以看到一个若隐若现的海岛。看到这，陈官懂了，这边的飞艇机场并不是真正的试炼岛，这就是试炼岛的中转站，在那边的岛才是试炼岛。要前往试炼岛的人，需要在这里组满5人小队，然后出示试炼卡给船长看，看完后才能坐着帆船前往试炼岛。陈官看了看这些人，这些人年纪都不大，多数都是25岁左右，而凶兽岛那些从20多岁到50多岁都可以看到，25岁左右就能升到10多级，这些人对于协会来说已经算是天才了。我叫宋图，能力是白系雷电属。呼的一个声音响起，这声音很大，吸引了陈官的注意。陈官看向说话的人，那人长得一头白色短发，他双手绑着绷带，赤着上半身露出那精壮的肌肉。他站在沙滩之上，双手环胸，那双白色瞳孔扫过在场所有人，说：现在我百类组队，打赢我便可以加入我的队伍。我队伍的目标是猎杀变异精英凶兽，谁有兴趣就来挑战我，赢了便可以加入我的队伍，跟我的队伍高手一起去狩猎。我的队伍不收废物。第40章沙滩上百类组队。这人说他要挑战的目标是变异精英凶兽。变异凶兽陈官见过，像光鹿便是数路变异而来的。精英凶兽陈官也见过，之前陈官所遇到的刺虎属于精英凶兽，但变异精英凶兽陈官就没见过了。但听这名字，基本可以确定这玩意很强悍。之前陈官听浅音说过，在这试炼地里的凶兽猎杀后，可以获取的经验是凶兽岛那边数倍，甚至是10几倍。按这么说法的话，陈官可以推测，就算是同等级的凶兽所能提供的经验也是不同的。凶兽越是强大，那么所提供的经验就越是丰富。那么变异凶兽和精英凶兽所能提供的经验，显然比起普通的凶兽所能提供的经验更多一些。而变异后的精英凶兽所能提供的经验肯定是更加恐怖。但同样的，所能提供的经验越是恐怖的存在，那么强力就越是强悍。很显然，眼前这个叫宋图的人所准备组成的队伍，将是天才中的天才所组成的强者小队。宋图额头上的印记是一个3角黑色印记，搭配3个三角条纹。这家伙的等级是18级，10到19级的试炼地内，19级是最大的极限，18级已经快到达试炼地最高等级了。难怪宋图会这么有魄力，居然将小队狩猎目标直接定位成强悍的变异精英凶兽。有这等级在，他的数据自然不弱。如果能力使用的熟练度足够高，那再配合其他的队友一起对付变异精英凶兽，的确是有可能的。我来！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
陈官看向声音来源，说话是一个长着红发短发的男子。男子走出来到宋图身前，他看着宋图说：“我是东方协会的红爵19级，对于变异精英凶兽，我也有兴趣，我想加入你的队伍。”宋图一听，他双手环胸，扬起高傲的下巴，盯着红爵说：“我不管你是什么等级，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人，我只在乎你强不强大。如果不强大，等级再高也没用。想加入我的队伍，打赢我就让你加入。”话音落下后，红爵露出一抹冷笑：“行，只不过我的火焰不长眼，如果烧坏你的身体，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话音落下，红爵右手提起，伴随着红爵右手抬起，他掌心上冒出了一团火焰。宋图呵呵一笑：“那就让我看看你这火焰有什么作用。”话音落下，宋图身体动了，他忽地冲向红焰，这速度极快。宋图没有使用能力，但18级的能力者所拥有的数据是普通人10多倍，他的速度自然不能小视。红焰呵呵一笑，他也不闪躲，而是右手一甩，一颗火球从红焰手中飞出，射向宋图。宋图身体一侧，躲开火焰。红焰手再一次一挥，又是一颗火球飞向宋图。宋图身体一侧，又想躲开，红焰手一挥，那颗火球忽然在半空之中改变形状，化为一条火绳。火绳在一瞬间一晃化为一个火环，火环直接将宋图的身体圈在中间。宋图不动了，旁边的围观路人眼中满是新奇。火球可以转换成火环，这种能力变化没有足够高的熟练度是做不到的，真是厉害，在这一瞬间就能将火球转换成火环，这得多少能力熟练度才能转换的这么轻松？现在这样看样子，那个叫宋图的已经输定了，被火环围着，这火环一收缩，他就要被火焰烧成灰烬。红焰看着宋图，认输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宋图看了看环绕在自己身边的火环，他抬起脸看向宋图，他嘴角微微上扬，说：“不错，赤系火焰鼠，你这控制火焰可以将火焰球转动成火环的能力有点奇特，这一手可以让我承认，你的确适合当我的队友。不过就这就想打败我，还是太天真了。”话音落下，宋图浑身亮起了光，吱吱吱，伴随着雷电的声音响起。宋图浑身环绕着蓝白色的雷电光芒，他那头白发伴随着雷电的出现立即立了起来。宋图动了，一动，他用身体直接撞开了火环，确切的说是用环绕着身体的雷电直接撕裂了火环的包围。他的速度极快，一撕裂火环后，伴随着滋滋的声音，他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红焰身前，环绕着闪电的拳头正对着红焰的门面。红焰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他脸色发白，眼中剩下错愕。宋图嘴角上扬，身上的雷电消散了，他收起拳头，看着红焰说：“18级和19级虽然所需要的经验很多，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我的能力熟练度比你高得多，你的火环虽然特别，但跟我拼能力，你还差了点。”宋图双手环胸，后退3步，跟红焰保持着距离。他盯着红焰说：“不过，你这能力的力度可以帮我们小队限制一下变异精英凶兽的行动，算是一个不错的能力。虽然你没打败我，但我特别允许让你加入我的队伍。”红焰深深地看了看宋图，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好快！你们刚刚看到他的速度了吗？”“看到了，我看到了一道白色的身影。这速度，他这明显是白系雷电鼠外加白系速度鼠的结合，能将雷电和速度结合在一起，这宋图可真是个天才，了不起。”宋图听着路人的议论，他嘴角上扬，露出冷傲的笑容。他扫过四周，说：“这样一来，我的小队就有4个人了，只剩下1个位置，还有谁要上来挑战的？”忽的一个声音响起：“我。”伴随着这个声音响起，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那个说话的人。那人慢慢从人群里走出，这从人群走出的人正是陈官。要去试炼岛，就像凶兽岛一样，都是需要凑齐5个人。陈官需要4个挂件，而现在宋图已经帮自己准备好了，那自己就直接加入也不是不行。看到陈官，宋图微微一怔，他皱了下眉头。13级，这家伙是在搞笑吧？第41章，看不起13级，这家伙想多了吧？13级的人如果想挑战宋图，加入宋图的队伍，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这等级估计也就是能力刚刚觉醒就想跟着宋图去对付变异精英凶兽，这哥们我看是想多了。路人们一看到陈官额头上的印记，确定陈官的等级后，一个个嘀咕出声。他们的说法并不奇怪，一个人突破10级后便是11级，11级后想觉醒能力，就算很天才，也需要2个月多的时间。2个月的时间，冲击快的就可以升到12级乃至13级。所以在他们看来，13级的陈官最多也就是刚刚觉醒能力。
一名能力者的强弱跟多方面的数值有关，等级、攻击力等数值，其中还有能力者的熟练度。一个刚刚觉醒能力的人，对能力的熟练度肯定不高，熟练度不高，比起那些熟练度高的人来说，实力差距是巨大的。13级的能力者想挑战18级的能力者，先是等级数值上的差距，之后是能力熟练度的差距。简单的说，13级的能力者想打赢18级的能力者，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性几乎为0。宋屠看着陈官，他说：“小子，你可能是没听清楚我说的话吧？我的小队的目的是变异精英凶兽，整个试炼岛所有的变异精英凶兽都是我们的目标。就你这等级，别说是19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了，就算是一头1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你都不可能对它造成一点伤害。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去跟其他人组个队练练级吧。”闻言，陈官看了看宋屠，他说：“你刚刚不是说你不在乎等级吗？怎么，现在看到我的等级比你低，你觉得我不行？”宋屠皱起了下眉毛，显得有些不耐烦。“你记得可真够清楚的，只不过想加入我的队伍，就需要战胜我才行。你觉得就你这样，能战胜我？”陈官笑了笑，试试不就知道了。宋屠一怔，他看着陈官自信的笑容，他因为不耐烦而皱起的眉毛慢慢舒展开来，他脸上有了笑容。有意思，13级挑战18级还能这么自信，真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自信。行，就冲你的自信，我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战胜我，我就让你加入我的队伍。你的名字叫什么？陈官说：“陈官，雷霆协会陈官。”宋屠微微点头，他单手附在身后，伸出一只手来，对着陈官说：“我是云雾协会的宋屠，你的等级太低了，在数值方面，我基本碾压你。别说我宋屠欺负人，这样我不使用能力，让你一只手，如果你能赢我，我就让加入我的队伍。”陈官一听，他眉毛舒展，这家伙可真够看不起人的。宋屠饶有兴致地看着陈官说：“可以开始了，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陈官一听，他露出笑容，说：“既然是我挑战你，那就我先来吧。”话音落下，陈官脚一踏，身影忽然消失。宋屠看到这，瞳孔微微一凝。忽然，陈官身影出现在宋屠身前，宋屠瞳孔猛地一收缩，身体下意识地往后退。陈官的拳头已经落在宋屠的肚子上了。宋屠瞳孔猛地一凝，身体就如同煮熟的虾子一般弯了下去。轰！伴随着一声闷响，宋屠的身体应声飞出5米，身体重重摔倒在地面上，打了3个滚，滚出3米外，这才停了下来。路人们看到这一幕，一个个张大了嘴。这是什么？你们看清了吗？我刚刚只看到一道影子，这是什么速度？这是13级该有的速度吗？陈官握了握拳头，他看着正缓缓从沙滩上挣扎爬起的宋屠。陈官露出了笑容，看来这一次自己的力度控制得正好。宋屠挣扎着爬了起来，忽然他腰一弯，手捂着肚子开始干呕，那酸水从宋屠口中吐出。看到这，陈官笑容消失了，看来自己的力度还是大了一些。宋屠把胃里的酸水都吐完后，他抬起脸看向陈官，他脸上轻松的笑容消失了，眼中多了一丝凝重。他慢慢起身，滋滋滋，伴随着滋滋的异响，他浑身冒起了雷电，他身上的衣服和头发随着雷电的出现而猎猎作响。他注视着陈官，说：“我之前听说有些人等级不高，但他们从小会通过某些修炼途径来增强自身的属性。你的等级不高，但你刚刚的速度和那一拳的攻击力，让我确定你所拥有的数据绝不低于20级的数值。看样子，我看走眼了，你应该就是那些会通过修炼来提升自身属性的人。我有刚刚对你的轻视道歉，那么现在我不会再轻视你了。”宋屠注视着陈官，说：“我会使用我的权力将你打趴下。”话音落下，宋屠动了，他一纵身猛掠向陈官，他瞳孔内泛着愤怒。很显然，刚刚那一拳让宋屠生气了。宋屠的能力是通过雷电环绕自身来增加自身的抗性、速度以及攻击。陈官看着宋屠的举动，他嘴角微微上扬，他身上忽然亮起了光，滋滋滋，伴随着滋滋声音响起，陈官身上也荡起了雷电，他那头黑色的头发在瞬间变成了白色。宋屠瞳孔猛地一凝，路人也同时惊声叫出，他也是白系雷电属。宋屠靠近陈官，被雷电环绕着的拳头直接轰向陈官的面门。目前现在这并不是生死决斗，而是一种切磋。切磋的话，当拳头对上脸，那么就可能决定输赢。所以陈官选择躲开，他以远超越宋屠的速度躲开宋屠的攻击，同时他手一握，手中的雷电转换成白色的刀刃，刀刃一转，横在宋屠的脖子上。宋屠停下了动作，他瞳孔颤抖着，
看着架在自己脖子上用雷电所构成的刀刃。陈官看着宋图说：“我想胜负已经出来了吧？”第42章各种各样的能力。宋图脸上透着难以置信的神态，他眉毛紧锁，身上闪烁着的雷电慢慢消失。他后退3步，跟陈官保持着距离。陈官浑身还是雷电环绕着，只是跟宋图不同的是，在陈官手中多了一柄由雷电所构成的3尺长刀。陈官手一松，长刀和身上的雷电一起消散。他那因为雷电所产生的力量而变白飞起的头发，伴随着雷电的消失，慢慢转换成了一开始的黑色，然后恢复了一开始的发型。宋图看了看陈官，他说：“你让我意识到能力者之间等级不能代表一切。”说着，宋图深吸了口气，看着陈官说：“你赢了。”陈官一听，他笑了笑。观战的路人们看着眼前这一幕，他们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态。输了，宋图输了。13级，这家伙真是13级吗？他的速度，他所使用的宛如真正雷电的能力，好夸张！宋图打败了19级的能力者，可居然打不过他。宋图看着陈官说：“这样一来，我们5人小队就算是凑齐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方协会的红爵。”宋图看向身旁的红发男红爵，为陈官介绍。红爵看了看陈官，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这位是紫竹。宋图看向那已经靠过来的紫发女人。紫发女人身穿着黑色皮质劲装，她劲装贴合着她的身段，包裹着她那高挑傲人的线条。她长着一头紫发，一张脸看起来颇为艳丽。她饶有兴致地看着陈官，见陈官看来，她露出一抹笑容。宋图说：“还有这位青云。”青云是个25岁左右的男的，身穿着白色的西装。红爵的等级为19，紫竹的等级是18，青云等级稍低为17，当然最低的还是陈官。那么介绍也介绍了，之后你们慢慢去熟悉。宋图说：“走吧，我们先上船。”说着，宋图带着4人朝着帆船那边走。到了帆船后，陈官看到宋图4人都拿起试炼卡在船长面前晃了下。陈官跟着取出试炼卡给船长看了一眼。5人上了帆船，船长启动帆船，帆船启动了，沿着大海朝着远处那真正的试炼岛开去。陈官站在帆船的船尾，看着帆船船尾后边的螺旋桨所荡开的海浪。他抬起脸看了看上空，这帆船的帆已经展开。这帆船上不但有帆，下方还装载着螺旋桨。估摸着这螺旋桨的作用，就是当风向不对的时候用来赶来的。陈官自顾自地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小哥，忽的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说话的人。这说话的人正是那个紫发女人。女人坐在陈官身边，她面带笑容地看着陈官，笑说：“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对强大的人感兴趣，这并不奇怪。陈官说：“什么问题？”紫竹笑说：“你现在的能力熟练度为多少？”陈官一听，他双手环胸，靠着船，秘密。他总不能说自己的能力熟练度为9999999吧？那太过于惊为天人了。而且就算说了，估计也没人信。直接说是秘密好多了。紫竹一听，他微微一怔，他倒是没想到陈官的回答会是这个。而且回答还那么干脆。紫竹也不气恼，他笑说：“我的能力是仔细自然属的。”说着，他伸出白皙的手，伴随着紫色的光亮起，手中多了一朵紫色的玫瑰花。他握着玫瑰花，看向陈官，笑说：“我的这种能力可以创造出各种紫色的自然生物，它们可以像藤蔓一样限制敌人的行动。”说着，他顿了顿，然后看向陈官，笑说：“你的能力是白皙雷电属，我的属于控制能力，你的属于输出能力。如果我们可以打配合的话，相信可以很强大。”陈官古怪地看了看紫竹，他说：“你可以考虑跟宋图配合，他跟我的能力一样。”紫竹看了看陈官，他笑了笑：“宋图是我哥哥，我当然愿意跟他配合，只不过我更想跟更强大的人配合。我看你的年纪不大，估计不到18岁，就你这年纪，这等级，这天赋，你以后肯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我其实也没什么其他的想法，就只是想跟交个朋友。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强者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只要是人都更愿意跟强者做朋友。”紫竹当然也不例外。陈官的天赋可以让紫竹肯定，眼前这个人未来必然是大放光彩。他现在明显是在投资，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不过陈官有浅音，浅音年纪还不大，但要是的身材颜值，他甩紫竹18条街。有了浅音，陈官对其他女人没兴趣，不过交朋友还是可以的。陈官微微点头，他露出友好的笑容：“我们现在是战友，战友不就是朋友？”紫竹眸子微微亮起，他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陈官说：“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是变异精英凶兽，
我记得变异精英凶兽是稀有的存在，我们上了试炼岛，想找到那些变异精英凶兽，我想不会太简单吧？关于变异精英凶兽，陈官没见过，但陈官之前听浅音提起过。突破珠这种东西，正是从变异精英凶兽身上获取的，但变异精英凶兽实在太过于罕见。浅音说过，试炼岛内有很多罕见的凶兽，但像变异精英凶兽这种存在来说，就算是试炼岛，估计也不多吧。宋图想在那么大的岛上找到变异精英凶兽，估计不会太轻松吧？紫竹笑说，的确不好找，不过我们有青云，青云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变异精英凶兽。陈官一听，他不由得看向紫竹，能力？陈官只感觉眼睛一亮。对了，自己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能力是通过想象来获得的，只要能想得到，那么只要系资质足够强，那么就能做到。探索变异精英凶兽的能力，也可以变成一种能力。第43章，试炼岛的入侵者。关于能力是让陈官有了兴趣跟紫竹聊天。通过紫竹，陈官知道了自己这支队伍的小队成员的情况。青云是绿系森林鼠，它可以创造出一只精灵模样的生物，那只生物可以感知到方圆10里内的生物，寻找变异精英凶兽靠的就是它。红蕨便是赤系火焰鼠，有火球和火环，可以攻击或是限制目标。至于宋图和紫竹，陈官都清楚了。听完紫竹的说法后，陈官意识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特别的能力的。陈官自身自己的想象力很丰富，想象力凭借着无敌的系资质，他可以随意使用可以想象到的那种能力。但那些能力的前提是得自己想到，如果没想到，那自然就不会出现。就像青云的探索能力，陈官之前根本就没想过这点。现在看来，自己有必要好好研究其他能力者的能力，开开眼界的同时，还可以直接将对方的能力拿来自己爽。飞艇岛到试炼岛的距离并不远，陈官5人在帆船上待了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便到了。帆船靠在试炼岛上，宋图带着陈官4人从帆船上下来。陈官看着眼前这个试炼岛，中间可以看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火山，在火山四周环绕着翠绿色的森林。陈官往前内能看到便是森林。青云，忽的陈官听到声音，陈官看向说话的人，只见宋图正看着青云。青云微微点了点头，他自顾自地往前走，走到一棵大树之下，放在大树上。青云的手冒出了绿色的光，光慢慢蔓延开来，覆盖了整棵大树。那棵足有水桶粗的大树，整个身体就像是液化了一般，化为绿色的液体，开始收缩，最终收缩成了拳头大小。变成拳头大小后，开始塑形，最终变成了一只拳头大小，长着翅膀，裹着树叶当衣服的尖耳朵小女孩。陈官一看，他心里有些感慨，这青云看样子是个老2次元了。能力是通过想象力获得的，也就是说，眼前这个小精灵便是青云所想象出来的。只有能力者想要这东西，才能存在这东西。像这种小精灵，现实现在不存在，这东西只存在2次元内。只要老2次元才有这样的胆魄，敢将用自己的能力来追求这么可爱的东西。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很多人的能力都是为追求力量。一个能力者在对手面前召唤出这么个可爱的小东西，那对于常人来说，直接射死。很显然，青云那面无表情的脸告诉陈官，他并没有射死。不但没有射死，他还能得到宋图的认同，成为这支小队的成员，可见青云还是很有能耐的。青云伸出手，那拳头大小的尖耳朵小女孩落在青云手掌上坐着。青云将小女孩拉到自己嘴边，然后在她耳边嘀咕了几声。小女孩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青云收回视线，看向宋图。宋图微微点头，他看向身后陈官和红觉，说：“走。”说着，宋图朝着小女孩所指的方向走去。陈官跟上宋图，那个东西，青云称之为树精灵。紫竹跟上陈官，笑着解释说：“要在这偌大的试炼岛内寻找变异精英凶兽，树精灵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陈官微微点头，他有一个疑惑，他说：“我刚刚看到青云将一棵树变成树精灵，他的能力是必须得附近有植物，他才能创造出树精灵吗？”紫竹说：“这倒不是，他也可以直接将树精灵创造出来，只是那样做的更加消耗元力。我们能力者的元力是有限的，为了减少元力的使用，所以就用这种办法。”这话让陈官又长了知识，原来还有这种说法。试炼岛内的一棵大树之下，站着一个身材傲人的女人。女人额头上可以看到一个黑色三角印记和2个三角条纹，这代表她的等级是16级。这女人的身体慢慢变得模糊，整个身体看起来仿佛被一团水包裹着。忽然，那团水消散，落在地面上。一个长得苍蓝色长发、披着深蓝色皮质马甲的男人代替了女人所站的位置。他身上就披着敞开的马甲，露出结实的胸肌和腹肌。
他身体皮肤很白，那是一种不正常的惨白。在这个男人额头之上有着3个黑色三角印记以及一个三角形条纹，他的等级为33级。男子嘴角上扬，这试炼岛的森严程度比起想象中要弱呀。试炼岛是东大洲5大协会的人专门用来培养人才的，在这里聚集这5大协会的年轻一辈的天才。那么就让我当一次考官，帮你们这5大协会的人筛选这些所谓的天才吧。说到这，男子咧嘴露出一抹笑容，他双手插着裤兜，迈步离开。而在男子离开的地面上，4具被砍成数段的尸体倒在地面上，猩红色的鲜血染红了地面。很快他遇到了一支小队，那5人小队一看到这男子，脸色就变了。啊！伴随着惨叫声响起，5人小队死了4个人，最后一个人瘫坐在地面上，他瞳孔颤抖着地看着眼前这个男子，惊慌失措的用手撑着身体往后退。A 等通缉犯西，你为什么会在这？为什么会在这？西露出那锐利一般的牙齿，他冷冷的笑了出声，你不及格。话音落下，手一挥，冰刀划过男子的脖子，一颗脑袋滚落。西啧啧啧的说，9个了，没有一个合格的，看来东大洲这5个协会也没什么有用的人才嘛。他双手插着口袋，迈步走入森林内，继续看看吧，看看有没有。如果说真没有的话，怎么办？呵呵呵，那就全部都淘汰。淘汰！哈哈。另一边，18级的变异精英凶兽雷狮，宋屠5人已经停下了，他们躲在丛林内，看着远处。陈官通过丛林可以看到远处的大树之下，一头长得跟狮子类似，但体型比狮子大上3倍不止的巨狮正躺在大树之下。这头巨狮浑身呈银白色，虽然闭着眼睛休息，但它的气势很是骇人。这便是小队今天的第一个目标——变异精英凶兽雷狮。第44章5人配合。作为变异精英凶兽的雷狮，实力上堪比人类的25级的能力者。宋屠神色凝重，我们5人需要一起配合才能搞定他。说到这，宋屠顿了顿，我来安排，一会儿紫竹使用你的能力将他控制住，控制住后，红爵先发动攻击，之后我和陈官在一起动手将他解决掉。宋屠看了看4人，4人都看着宋屠。宋屠微微点头说，出去后马上动手。走！5人一起从草丛钻出。刚从草丛钻出，那头雷狮猛地睁开眼睛，紫竹抬起手，手上泛着紫色的光，雷狮身下的地面忽然窜出一条紫色的藤蔓。雷狮一看，他迅速起身，但还没来得及站起，藤蔓在瞬间束缚住了雷狮的身体，将他重新拉到地上。红爵双手凝聚成2团火球，他神色凝重，双手一挥，火球飞出。2团火球在飞出后凝聚在一起，随即化为一个旋转中的巨大火环，火环轰在雷狮身上。轰！好！雷狮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被火环击中的位置立即多了一片焦黑。雷狮愤怒嘶吼过后，他的身体冒出了雷电，雷电闪烁着，他猛地挣扎，砰砰！束缚在雷狮身上的藤蔓发出阵阵异响，藤蔓一根根断裂。雷狮挣扎起身，眼看着所有藤蔓都要断裂，宋屠的身体泛起雷电，猛地扑向雷狮，一拳轰在雷狮身上。轰！结结实实的一拳下去，雷狮那庞大的身躯往后退了一步。宋屠神色多了几分凝重，好硬，这雷狮看来是个硬茬，我们得多攻击几次了。砰砰，雷狮身上的藤蔓全部断裂开来。宋屠大声说，绑住！紫竹再一次召唤藤蔓，藤蔓从大地窜出，想绑住雷狮。然而雷狮已经将藤蔓挣脱了，他猛地纵身冲向人群。该死！宋屠皱了下眉头。忽然吱吱吱，伴随着雷电声，宋屠看到一道人影从自己身边掠过。宋屠看到陈官的身影冲向雷狮。别！宋屠瞳孔一凝，不能硬碰。雷狮浑身雷电闪烁，撞向迎面来的陈官，而陈官手握成拳，一拳挥出。轰！雷狮的脑袋和陈官的拳头撞上。糟了！宋屠面色变了。雷狮的身体可比人类硬得多，就算一头普通雷狮跟同等级的人类数据差距，也足足有5倍多的差距。而这头雷狮并不是普通雷狮，这是一头变异精英雷狮，它的数据比起同等级的人类要高上接近100倍。所以要狩猎这种东西，正常队伍配合的打法便是先控住，如果控不住就先避开，再控住，再发动攻击，绝对避免正面抗衡。而13级的陈官却选择跟雷狮硬碰硬，这不是找死吗？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雷狮的庞大身体就像是被火车撞到石头一般，身体应声飞出。轰！雷狮的身体飞出10米，撞在身后那足有2个成年人怀抱那么粗的树干之上，大树被直接撞倒了。雷狮的身体重重倒在地面上，不见动静。
而陈官站在原地，浑身雷电环绕。看到这，宋屠嘴巴张大了。在宋屠身后的其他4人也都看懵了。刚刚在宋屠看来，陈官和雷师的正面碰撞就像是自行车撞火车一般，陈官是自行车，雷师是火车，而现在出现在宋屠眼前的结果却是自行车还在，火车飞出去了。这种情况实在让宋屠有些摸不着脑袋。陈官额头之上多了一个条纹，他等级升到了14级。陈官回头看向身后4人，怎么了吗？看着陈官风轻云淡的神态，宋屠咂了咂嘴，说：“是怪物吧？”陈官一怔，怪物？陈官心里有了疑惑，难道是自己下手太重吗？他刚刚可是特意控制了力道。宋屠苦笑了下，这可是18级的变异精英雷师，这玩意身体硬得很，我本来估计至少要打个5轮才能将他搞定，你却只是一拳。算了。宋屠调整了下情绪，说：“你13级能打败我，本来就是怪物了，再怪物一点也正常。”说着，宋屠调整好震撼的情绪后，回头看向身后3人，说：“获取经验吧。”紫竹应了一声，他那双紫色的眸子看了看陈官。陈官并没有看紫竹，因为他的视线被凶兽卡吸引了。死后的雷师身上冒出了的蓝色光晕凝聚在陈官身前，化为了一张凶兽卡。陈官接了过来，他看了看手中的凶兽卡，这张凶兽卡的矿呈红色，跟陈官之前所见过的凶兽卡不同。突破珠来自于变异精英凶兽，但很显然突破珠只有10级或是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身上才会有。像这种等级的凶兽，就算是变异精英凶兽也不会产出突破珠的。这凶兽卡对于陈官来说没什么作用。变异精英雷师的凶兽卡可以卖到拍卖会去，很多人喜欢收藏这个东西。紫竹凑了过来，笑着说道。陈官一听，他说：“这东西有光路贵吗？”紫竹一怔，他摇了摇头，没有光路贵，光路太过于稀有，也太过于美丽了。陈官听到这，他舒展眉毛，手一挥，凶兽卡化为0和1的数据，然后凝聚到陈官身前，化为一头雷狮。雷狮在陈官的控制之下，朝着外边走去。紫竹眨了眨眼睛，他有些不解地看了看陈官。能力者可以将凶兽卡内的凶兽具现化，让凶兽来帮助自己战斗，但问题是，凶兽所需要消耗的元力极多，比正常创造物的2倍还要高。而且使用凶兽卡具现化的凶兽的时候，就没办法再同时使用自身的能力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没人会去使用凶兽卡，大多数能力者会将收集到凶兽卡拿来当突破材料，如果不可能当突破材料的话，就直接拿去出售。这种东西还是有很多人去收藏的，可陈官却用了。紫竹不太懂，不过紫竹想到陈官的表情，他知道这个男人是没办法用常理去判断的。他看着陈官，眼中透着难以掩饰的好感。强者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好感，就陈官刚刚那一拳就足以让紫竹生出好感了。第45章考官游戏。我记得凶兽卡所具现化的凶兽会自带凶兽自身的部分属性。陈官说着，他看向紫竹说：“那这些具现化的凶兽的属性还会被使用者的属性数值影响吗？”紫竹回过神，他笑说：“当然会，凶兽会自带自身的数值，同时也受到能力者的属性数值影响。只不过凶兽越是强大，具现化所需要耗费的元力越多。”陈官微微点头。那他所击杀的凶兽的经验，我能获取到吗？陈官又问。紫竹嗯了一声，可以的。被具现化的凶兽身体是靠着使用者的元力来维持，从本质上说，被具现化的凶兽其实就等同于使用者的创造物。听到这，陈官放心了。这样一来，这头变异精英雷狮就可以像自己留在凶兽岛的骷髅人一样，帮助自己在这个试炼岛上获取经验。完美，没用的凶兽卡总算可以派上用处了。青云已经找到下一个目标的位置了，走吧。宋屠的声音传来。陈官看向宋屠，发现宋屠3人已经准备好动身了。陈官微微点头，他跟紫竹一起跟上宋屠，前往下一个目标。西正双手插着口袋，眯着眼睛在森林内走动着。忽然，一头长得跟狼一样的凶兽从森林窜出，扑向西。那头凶兽在飞到半空之中，一道半月形的冰刀掠过，那头凶兽的身体在半空之中解体，掉落在地面上。西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看了看四周，寻找自己下个目标。我刚刚明明听到了雷狮的怒吼声，应该是有小家伙在狩猎雷狮，可走到这，动静怎么就没了呢？忽的，西的视线落在前方，他眯着眼睛，正前方，一头雷狮正摇动着那条长棍一般的银色尾巴，迈着雄雷狮特有的王者步伐，朝着这边走来。他那双瞳孔正盯着西所在的方向。动静消失，雷狮没死，也就是说，那群家伙已经死了吗？真是可惜了。西双手插着裤兜，弯着身体，眼睛通过刘海直勾勾注视着雷狮。
这大猫往这边走来，他这是将目标锁定是我了吗？呵，西停下脚步，他等着雷师扑上来。然而，让西不解的事情出现了。雷师自顾自地往前，他眼睛注视着前方，但西注意到这雷师并没有看他。西微微皱起眉头，雷师来了，他慢悠悠地从西身旁经过，仿佛将西当成不存在的一般。西那双瞳孔微微一凝，诡异的感觉从西心头升起，他皱起眉毛。忽然，空气之中凝聚成一柄半月冰刃，冰刃忽然砍向雷师，啪！伴随着一声脆响，那柄半月冰刃就像是砍在坚硬无比的金属上一般，一声破碎。当冰刃破碎的那一刻，西的瞳孔不由得一凝。西可以看出，这是一头变异精英雷狮。变异精英雷狮的整体属性，说破天也就是等同于25级的能力者，而西却是33级的能力者。面对这种变异精英雷狮，他攻击正常来说都是瞬秒。可现在，西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变异精英雷狮，只见那头雷狮被击中后，就像没什么事一样，迈步继续朝着森林走去，完完全全将西当成了空气。西皱起眉头，他抬起手对着雷狮，他的手掌泛着蓝色的光，在瞬间，他的手出现了点点冰块，一股无形的寒意从他手中弥漫开来。前方的大地树木被寒意所笼罩，大地被冰封，树木成了冰雕。这些寒意继续往前，笼罩住了雷狮。雷狮脚下的地面被冰封了，雷狮附近的树木在瞬间被寒冰笼罩，化为冰雕。雷狮的身体也开始冒出了寒冰，寒冰将他的身体覆盖。那头足有3米高的雷狮被冰封住了，整个身体成了一个巨大的冰雕。西慢慢的将手收回，他眯着眼睛盯着雷狮，区区一头18级的小凶兽敢无视我？啪！忽的一声脆响吸引了西的注意力。西一怔，他看向声音来源，只见覆盖在雷狮身上的寒冰上边裂开了一道口子。忽然，那口子越来越裂开，砰！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冰雕爆裂，碎石纷飞。雷狮的身体环绕雷电，他继续迈步往前走，看都不看对自己发出攻击的西。西脸上的高傲不见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愣了愣地看着雷狮，他的瞳孔颤抖着，里边透着难以置信。试炼岛的一头18级的雷狮，居然可以无视他的攻击，这是什么怪物？忽然，西看到那头雷狮脚步缓了下来，西沿着雷狮的视线往前看，入目，西看到了一头长得跟大猩猩一样的生物。跟大猩猩不同的是，这头大猩猩浑身覆盖着石头，身体就如同石头构成的一般。西一看，他就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了。19级精英凶兽石猿。雷狮一看到石猿，他动了，他张嘴吼，伴随着他的嘶吼，他浑身雷电闪烁着，在他头顶形成了一个由雷电所构成的球体，这球体足有直径足有1米。球体飞射，掠向石猿。石猿瞳孔一凝，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雷球击中。轰！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尘土飞扬，那头石猿的身躯只剩下残骸，大地之上留下一个直径足有5米多的凹坑。刚刚那边所在的一切，此刻已经全部消失了。西瘫坐在地面上，他面色发白，死死地盯着这一幕。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西脸色惨白如纸的看着那头雷狮。雷狮这一下的攻击已经超越了西的认识，这攻击刚刚如果是落在西身上，他身体估计已经就蒸发了。这不是雷狮，这是怪物！试炼岛上有怪物！西惊慌失措起身，赶忙朝着外边逃跑。雷狮搞定了石猿后，继续朝着森林内走去，去寻找其他的凶兽。西则逃远了。西跑到一段路后，他深吸了口气，调整了下情绪。他脑中想着刚刚看到那一幕，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向身后，见雷狮没有继续跟上来，他这才重重松了口气。试炼岛内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怪物？西皱起眉头，稍稍思索了下，他摇了摇头。很显然，他找不到答案。沙沙沙！忽的，西又听到了声音。听到这声音，西的心顿时一凝，他脸色有些难看。难道是雷狮跟上来了？西压下内心的慌乱和不安，看向声音来源。入目所看到的画面让西微微一怔。通过丛林，他可以看到有5个人，那5个人似乎在找什么东西。一个19级，2个18级，一个17级，还有一个14级的，这是狩猎小队。西眯着眼睛，他稍稍调整了下被雷狮吓到的情绪，他嘴角微微上扬，真是奇怪的配置。那么接下来考官游戏继续。说着，他朝着那5个人走去。陈官继续跟着宋图等人去寻找下一个目标。忽然，带路中的青云手掌上坐着的树精灵的耳朵动了动，他立即看向一个方向。那边，他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有人过来了。青云一听，他停下脚步，沿着树精灵的手所指的方向看去。看到青云的举动，宋图等人也跟着停了下来。
五人一起看向树精灵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陈官看到一个长得苍蓝色长发、穿着深蓝色马甲、露出那身劲装肌肉的男子从草丛中走出。这人双手插着裤兜，微微弯着腰，稍稍低着头，刘海之下可以看到一双锐利的蓝色瞳孔。他嘴角上扬着，整个人看起来透着一股锐利的气息。这人带给陈官的感觉就像一头凶兽一般。这人不像人，反而像是一头野兽，浑身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33级，紫竹微微一怔，眼中有不解。这人是西。青云忽的出声，他脸色顿时变了。西。当青云这话一出，其他人看向青云。青云脸色凝重，他说：西以前是雷霆协会的人，后来协会发现他为了让自己变强，开始挑战杀死其他的能力者。协会解除了他作为协会会员的身份，同时通缉了他。协会通缉他到现在有6年多了，在这6年里，有无数的能力者接过悬赏通缉，但那些能力者无一例外全部被他杀了。这家伙就是协会的 A 级通缉犯西。听到这话，除了陈官外，其他的人脸色都变了。西盯着眼前5人，他扭了扭脑袋，脖子在扭动的时候发出咔咔的声音。他玩味地看着5人，笑说：不错不错，我来到这试炼岛遇到了10多个人了，你是第3个认出我的身份的，非常不错。西嘴角上扬，说：作为奖励，你将会最后一个。那么西看向其他4人，说：你们4个选一个吧。他嘴角上扬，我们来进行考官游戏。他笑说：你们都是协会里的天才，你们得到了协会认可，成为了天才，拥有着来到试炼岛的权利。但是呢，你们通过了协会的认同，但并没有通过我的认可。西笑说：所以我想进行下考官游戏，只要你们展现出你们天才的地方，那么你们就不用死。当然，西邪笑了下，如果说你们的表现不让我满意的话，那就得死。那么来吧，你们4个人选一个。西笑说：可别让我等太久哦。宋图眉毛紧锁，他在思索。跑，他们5个人最高等级只有19，最低才14级，不可能逃得过33级的西。现在如果逃，那么结果就只有死。现在宋图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想做什么，如果想知道的话，那就只能参与他的考官游戏。宋图咽了咽口水，但是第一个上的人几乎是必死的，谁会选择上去呢？宋图不知道，气氛变得有些凝重了。这时有人站了出来，那我来吧。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所有人都看向那人。只见陈官单手插着裤兜内，另一只手举起，他看着眼前的西，脸上挂着笑容。这个游戏听起来似乎有点意思，我蛮感兴趣的。第46章，让我攻击你。看着陈官出来，西嘴角往上咧，他笑说：有意思。西以前是雷霆协会的会员，但他并没有被认定为天才，协会并没有给予西前往试炼岛的通行证，为此西内心很不平衡。后来西遇到了那些所谓的协会天才，在不平衡的心理影响下，西动手了，他杀了一个天才。当弄死一天才后，西感觉到了兴奋。他一个普通的协会会员，却杀死了一个协会天才，这种感觉对于西来说实在太愉快了。之后西连续杀死了10多个被称之为协会天才的人，结果被协会所发现，遭到协会的通缉悬赏和追杀，遭到各种人的追捕。西内心越来越不平衡了，他面对一些实力强于自己的存在，只能躲，若是遇到比自己弱的，他就直接杀。就这样过去了很漫长一段时间。在这天，西感觉无聊，就来到以前他梦寐以求的试炼岛，想在这试炼岛内进行考官游戏。西的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些天才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但很可惜，西到现在遇到了3支天才小队了。然而在西看来，那些人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他们都是贪生怕死。当自己说要他们自己选一个出来玩游戏的时候，他们总是看向其他人，每一个敢站出来的。当自己下手要杀人的时候，他们也像普通人一样面露恐惧。在西的眼里，这些人跟普通人没区别，根本没资格作为天才，没资格享受比他还要好的待遇，所以他认定那些人全部不合格，把他们全杀了。但眼前这支队伍让西感觉到了有意思。眼前这支小队5个人，那个14级的家伙是5人中等级最低的，可这家伙却敢主动站出来，主动参加这考官游戏。西眯着眼睛盯着陈官，他嘴角微微上扬，不错，真不错，这样才有意思。陈官看着西说：那么我们的游戏是什么？西一听，他咧嘴一笑，这么迫不及待了吗？我们的游戏规则很简单，你现在可以对我发动攻击，让我看看你凭什么获得试炼卡，凭什么成为协会天才，凭什么高人一等。陈官看了看西，说：你后边3句话我没听懂，但你前边的那句话我听懂了，你是让我攻击你是吧？西双手插着裤兜，
盯着陈冠，眯着眼睛说：“对。”陈冠动了，一动，他的身影忽然消失。西笑容忽的一僵，陈冠身影出现在西身前，拳头落在西的肚子上，轰！伴随着一声闷响，西的身体就如同被小汽车撞上一般，整个身体应声飞出5米，身体猛地撞在一棵足有2个水桶粗的大树的树干之上，轰！伴随着一声闷响，西重新站稳了，他手捂着自己的腹部，身体就如同弯曲了下去。哇！一口酸水从口中吐出，西瞳孔颤抖着，这是什么速度？这什么攻击力？刚刚那一瞬间，西甚至看不到陈冠的身影，而且西的等级为33，他已经进行过了3次突破，他所拥有的数据，别说像陈冠那样的14级，就算是24级的能力者，也不可能伤到他。可现在这种痛苦却是完全真实的，肋骨断了2根。西抬起脸，看着站在刚刚西所站的位置上的陈冠，他瞳孔颤抖着，他心里暗想，这家伙是什么怪物？在陈冠身后的观战4人，紫竹和宋图对视一眼，看着西狼狈的样子，两人神色古怪。想到陈冠之前可是一拳就将一头变异精英雷师给直接轰死的，陈冠的拳头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吃得消的。陈冠站在西所在的位置上，这一拳陈冠留手了，不然此刻的西已经不复存在了。陈冠握了握拳头，他看着西说：“还来吗？”西一听，他眯着眼睛，放在肚子上的手慢慢放了下来。他盯着陈冠，接下来的考官游戏便是：你得战胜我，不然你得死。西可以感觉到眼前这人不太对劲，他打算稍微拿出点实力，让眼前这家伙不会小看自己。话音落下，西的右手泛起了蓝色的光，伴随着光亮起，在西四周出现3柄半月形的冰刀，冰刀旋转着掠向陈冠。这冰刀的速度极快，快得堪比子弹。由于西已经33级，这冰刀无论是速度还是坚硬程度，早已经远超过子弹的硬度和速度。如果被砍中，就算是跟西同等级的能力者，也会血肉分离。33级的同等级都要血肉分离，在西看来，眼前这个才14级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陈冠一看，他右手也泛起蓝色的光，伴随着光亮起，3道冰刃忽然在陈冠身前凝聚，迎向前方的冰刃。砰砰砰，伴随着3声脆响，西的3道冰刃应声破碎，而陈冠所创造出的3道冰刀慢慢的旋转着，悬浮在半空之中。看到这一幕，西瞳孔微微一凝，他无比吃惊错愕的看着陈冠：“你怎么可能？”不单西觉得不可能，就连观战中的宋图4人也看愣了。蓝系寒冰属不对，陈冠的能力不是白系雷电属吗？宋图皱着眉头，脸上满是疑惑和不解。紫竹说：“最重要的是，他赢了。他的能力跟西的能力一模一样，但他才13级，西可是33级的，而且西获得能力时间肯定比陈冠早。西可是 A 级通缉犯，以前有很多人甚至比西等级要高的人领取悬赏去追杀西，结果很大一部分的人都被西所反杀，可见西的实力有多强。可现在陈冠用跟西一样的能力却赢了，紫竹有些难以置信。西盯着陈冠，他皱着眉毛：“你的等级不高，你的能力熟练度是多少？”西忽地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陈冠的能力熟练度的原因。等级不高，在西看来，陈冠的其他属性数值肯定不高。如果他能在能力强过于自己，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他的能力熟练度。陈冠一听，他看着西说：“秘密。”西猛地皱起眉头：“狂妄！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战胜我。就算你的能力熟练度足够高，但你和我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第47章，你14级，他33级，他弱。我33级，而你是14级。西看着陈冠，能力者根据等级的不同，拥有着很多道分水岭。其中，当人再从10级突破到11级，能力者获得第一个能力的时候，便可以跟普通人拉开差距。但这差距并不算什么，最关键拉开差距的地方在于突破20级后的一转。一转觉醒后，能力会出现变化，而这变化会将没有一转觉醒过的能力者拉开非常巨大的差距。西盯着陈冠，只不过一转觉醒的难度比起觉醒能力要困难上万倍不止，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办法进行一转。但是西眯着眼睛盯着陈冠：“我做到了，所以你死定了。”话音落下，西对着陈冠伸出手，一股寒意从西的手掌弥漫开来。被寒意所触碰到东西，无论是地面、花草还是树木，都在瞬间被冰冻。这股寒意弥漫非常快，在寒意瞬间笼罩了陈冠。陈冠脚下的地面被冻住了，他身旁的树木也被冻住了。但诡异的情况出现了，陈冠除了身上的衣服结了冰外，他自身还是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单纯的站在那里，安静的看着西。
那张年轻的脸上的那双因为能力而变成蓝色的瞳孔内，正带着一丝好奇看着西。西猛地皱起眉头，他那只手泛起蓝色的光，他自己的手臂跟着被冰封住了。陈官地面上的寒冰又多了一层。啪！陈官身旁的那化为冰雕的树木应声崩裂，化为碎冰滚落在地面上。但这一招对陈官还是没什么用。陈官看着西说：“就这。”西瞳孔一凝：“你不可能！”西一咬牙，他右手一抬，半空之中形成3道冰刀斩向陈官。然而陈官身旁环绕着的冰刀飞出，啪啪啪，伴随着脆响，西所凝聚而成的冰刀直接被陈官所创造的冰刀直接砍碎了。西看到这后，他忍不住后退3步，后背撞在身后的树干之上，他瞳孔颤抖着，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才14级，你才14级！”陈官看着西的神态，他说：“等级并不能代表一切。”说完，陈官抬起手，在西的注视下，一股寒意从陈官手中透出，掠向西。西瞳孔颤抖，不，寒意将西的身体覆盖。西抬起手，他看到自己的手慢慢被冰冻，他脸色惨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是一转觉醒，你明明才14级，一转觉醒只有突破20级后才能拥有，你怎么可能拥有？西被陈官这一招给吓到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官，他无法接受这超越他的常识的一幕。陈官冷淡地看着西，说：“我可不是区区的天才，我是比天才还要天才的存在，所以你理解一下吧。”很快，西瞳孔颤抖着看着陈官，他心中忽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或许眼前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天才吧。西的身体彻底被冰封了。陈官收回手，他看了看保持着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这边的西，搞定了。陈官收回视线，他看向身后的4个队友，那4个队友正用一脸震撼的眼神看着陈官。对上他们的视线，陈官说：“解决了，走吧，我们去下个目标。”宋图看着陈官那轻松的模样，他又看了看那个 A 级通缉犯，他咽了咽口水，然后再一次看向陈官，他说：“好。”青云通过树精灵的指引，继续在前边带路。陈官跟上队伍，紫竹凑向陈官：“刚刚你使用的能力跟西的能力一样。”紫竹好奇地看着陈官，说：“你不是白系雷电鼠吗？”闻言，陈官看了看紫竹，看着紫竹眼中透着的好奇。陈官说：“我从没说过，我的能力是白系雷电鼠。”紫竹一怔，他眨了眨大眼睛。陈官的能力应该是模仿他人的能力吧？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陈官4人看向说话的宋图。宋图说：“陈官跟我对战的时候使用是我的能力，跟西对战的时候使用是西的能力，甚至他还可以使用西的一转觉醒能力，可他才14级，14级是不具备一转觉醒的资格的，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宋图认真地说：“陈官的能力是模仿能力，是模仿他人的能力。”紫竹眸子微微一亮，他看向陈官：“是这样。”陈官双手环胸，面带微笑，也不回答。紫竹见陈官不回答，就直接当陈官默认了。紫竹露出笑容，他看向宋图说：“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陈官的能力是模仿，那他为什么模仿他人的能力后还能那么轻易地战胜别人呢？”宋图说出了自己的猜测，等级高低可以决定强弱，但除了等级高低外，还有自身的属性数值以及能力熟练度。我不知道陈官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可以确定，陈官的能力熟练度绝对高于33级的西。说到这，宋图看了一眼陈官，却见陈官无动于衷。宋图收回视线，紫竹一怔，这怎么可能？西可是33级，而陈官才14级，而且西的年纪有30多岁，他的能力熟练度怎么可能比陈官低？宋图看着前方，缓缓地说：“可能这就是天才吧？不对，应该说是比天才还要天才的怪物。”这话像是在夸自己，但又有些不太像。陈官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有些尴尬。紫竹看了看陈官，他眼中满是好感，他笑说：“无论怎么说，这一次是陈官救了我们。”陈官看向紫竹，紫竹笑说：“如果不是陈官的话，我们4个根本就不是西的对手，我们估计会被西给杀了。幸亏有了陈官出手。”紫竹的那双紫色眸子内泛着满满的喜悦和好感。陈官收回视线，说：“没什么的，小事情而已，他太弱了。”听到陈官对西的评价，宋图、红觉、青云，包括紫竹的嘴角都不由得抽搐了下。第48章，逃！那可是33级的大佬，那可是 A 级通缉犯。紫竹说：“怎么可能弱？或许相对于像陈官这种真大佬来说，西的确弱了吧？”宋图苦笑着说。陈官一怔，他看向紫竹：“33级很强吗？”
反正陈官觉得33级跟10多级的人没什么区别。紫竹眨了眨眼睛，他无奈的笑说：“好吧，真不愧是你。33级不是强，而是非常强。如果一个人能突破30级，那就可以成为协会精英了。只要获得30级，成为协会精英，那么就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权限。”紫竹说：“只不过要突破30级，难度极大，但目前为止能突破30的人，整个东大洲估计不到10万个。要知道，整个东大洲可是有20多亿的人口。之所以人们难以突破30级，是因为突破30级需要30级突破珠和5张精英突破材料，而30级的突破珠需要狩猎3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想获得精英突破材料，那就得跟30精英凶兽战斗。如果30级的人没有获得一转觉醒，那么就算是5人组队，也不可能战胜得了。”紫竹说：“就跟刚刚西说过的，一转觉醒的难度太过于巨大了，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一转不了。如果一转不了的话，那么就只能一辈子困在30级内，无法突破。”听到这，紫竹看着陈官，越说紫竹看向陈官，眼神就变得越是明亮。30级越强，就代表眼前这人越是强悍。一个才14级的人就能战胜一个33级的恐怖存在，这样的人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紫竹几乎不敢想象。原来是这样。陈官微微点了点头。现在陈官总算知道30级的难度了，难怪当初浅音听到自己要求他当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他会提出那样的要求。当时陈官才10级，按这个世界的人说法的话，无论自己怎么做，估计都不可能在半年内到达30级，更不可能获得各种突破材料。要知道，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办法凑齐30级的突破材料。陈官嘴角上扬，越是困难越好，越是困难就越代表着，只要自己获得那些突破材料后，浅音就会越震惊。陈官5人通过青云的树精灵指引，走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忽的，好，沙沙沙，一些动静钻入陈官5人的耳朵内。宋图皱起眉头，说：“什么声音？”青云一听，他看向手中的树精灵。树精灵坐在青云的手掌上，他看着前方，说：“有其他小队在狩猎我们的目标。”听到这，宋图眉毛皱起：“有人比我们快了一步吗？”走，宋图说：“我们过去看看。”变异精英凶兽在凶兽岛几乎不存在，在这试炼岛上则存在，但就算存在，那也是非常稀有的。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就要找到目标了，却被人先了一步。就算是这样，宋图并不打算轻易的放弃。森林内，队长，这东西太硬了。说话的是一个手持弓箭男子，他注视着前方的目标，面色有些难看。在弓箭男的正前方，一头长得跟野猪一般的生物伫立在前方，长得像野猪，但它肩高足有3米，体型庞然骇人。浑身呈黄褐色，身体就仿佛覆盖着一层由岩石所构成的盔甲，嘴巴长着2根巨大的獠牙，看起来十分骇人。他下方全是寒冰，四肢被寒冰冰封着，身体露在外边。弓箭男子喊完，手伸出，手中泛起雷电，雷电凝聚成一柄长剑，长剑架在弓弦之上，猛然射出。轰！雷电剑轰在野猪身上，发出一声闷响。然而这一剑却对这头岩石野猪没造成任何伤害。岩石野猪愤怒嘶吼，用力挣扎着，想摆脱冰块的束缚。好，被称之为队长是一个长着蓝色长发的女人，长发扎成团子，她穿着一身蓝色皮质劲装，双手放在地面上。她双手泛着蓝色的光，双手正冒着白蒙蒙的雾气。她皱着眉头，盯着前方的岩石野猪。另外2个人也在进行攻击，但他们的攻击根本伤不到岩石野猪。但很显然，他们的攻击根本伤不到岩石野猪。这头20级变异精英岩猪的身体太过于坚硬，以我们的攻击力对付不了这东西。这东西的防御至少需要20级以上的能力者才能破开它的防御。韩莲队长，怎么办？砰！忽的，那岩猪用力挣扎，一直覆盖在他腿上的冰块应声崩裂脱落。韩莲皱着眉头说：“你们逃，我控住他。”其他4人一看，不，韩莲小姐，我来拦住他，您先走。忽的，一个身影横在韩莲身前。韩莲一怔，他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那名身材健壮的男子手持着由原力构成的盾牌，站在韩莲身前。韩莲队长，我们4人联手，可以拦住他一段时间。那个弓箭男说：“你先离开。”砰砰砰！一瞬间，束缚着岩猪行动冰块全部崩裂。在崩裂的瞬间，那头岩猪愤怒地盯着眼前5人，他嘶吼着朝着那5人冲去。男子手持原力构成的盾牌，猛地冲了上去，将盾牌横在身前。轰！伴随着一声巨响，岩猪冲锋所产生的恐怖冲击力直接将男子手中的盾牌直接撞毁。男子的身体被撞到，身体应声飞出10米，重重倒在地面上。韩莲一看，他脸色大变，
他赶忙再一次将手放在地面上，寒冰蔓延开来。然而蔓延到一半便停下了。韩莲只感觉头晕目眩，整个人软软倒了下来。他知道是自己的元力消耗过度了。韩莲大脑昏昏沉沉之间，他看到岩珠在攻击自己其他3个队友。那3个队友根本扛不住20级变异精英凶兽的攻击，直接被撞得飞了出去，一个个倒在地面上，要么直接昏迷，要么口吐鲜血。韩莲有些绝望了。在队友遭到攻击的时候，韩莲恢复了一点力气，他挣扎起身，拖着疲倦的身体朝着外边走去。忽的，韩莲看到迎面走来的5个人。看到那5个人，韩莲微微一怔，他看到5人的额头上的等级，他脸色微变，他大喊：前边是岩珠，快逃！第49章14级，怎么可能秒杀20级的 BOSS？ 韩莲一看就看到眼前这5人的等级，一个19级，2个18级，一个17级，还有一个才14级。韩莲小队5人全部都是19级的存在，5个19级都对付不了岩珠。眼前这5人如果碰到岩珠的话，那几乎等于白送。韩莲刚看到还以为遇到救兵，但看到这5个人的等级后，他失落的同时便出声想让眼前这5人跟着自己逃，不逃那就必死。陈官跟着宋图等人穿过丛森，还没来得及多看，他就听到了忽然响起的声音：前边是岩珠，快逃！他往前一看，只见一个蓝发女人面色惨白，眼中透着恐惧和不安，她正朝着这边跑来。他看向自己5人，脸色发白，嘴里大喊着：逃，快逃！吼！伴随着一声嘶吼，陈官看向吼声来源。陈官可以看到一头形体长得跟野猪一样，但肩高足有3米高，浑身仿佛穿着岩石所构成的盔甲，长着2根巨型獠牙的生物，正疯狂地朝着这边奔跑。他的目标很显然就是正往这边跑来的蓝发女人。这是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岩猪。宋图一下子认出这玩意的身份，他神色多了几分钟凝重，说：这东西防御极高，非常不好对付。在宋图说话的同时，紫竹动了，他抬起手，右手泛起了紫色的光，在岩猪脚下忽然生长出了紫色的藤蔓，藤蔓一下子就将岩猪的身体覆盖。刚覆盖没一会儿，岩猪猛地一挣扎，啪啪啪，那些藤蔓应声断裂，一下子藤蔓全部断了。他继续朝着韩莲冲了过去。紫竹面色变了，这蛮力好大，我控制不住他。这时韩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猛地回头，入目就看到那头岩猪迎面来。韩莲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一片。而这时陈官5人距离韩莲还有20多米远，而岩猪距离韩莲已经不到3米。忽然地面被撕裂，一道足有水桶粗的藤蔓就如同长矛一般从地面升起，瞬间刺入岩猪的肚子，贯穿了岩猪的身体。嗷！岩猪发出凄厉的叫声，那庞大的身躯直接被这犹如长矛一般的藤蔓抬了起来，身体悬在半空之中。岩猪发出凄厉的惨叫，它在半空之中挣扎着，但四肢悬空，无论它怎么挣扎，但没用，反而藤蔓刺得越来越深。看到这一幕的瞬间，紫竹眨了眨眼睛。这藤蔓很眼熟，但紫竹可以肯定，这紫藤不是他放出来的，他的藤蔓可没有恐怖的破坏力，最多也就是捆一捆目标。忽的，紫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忍不住看向身旁的陈官。只见陈官右手泛着紫色的光，看到这，紫竹眸子泛着光泽。陈官模仿了他的能力，甚至还将他的能力给强化了。变异精英岩柱的防御力强悍无比，这得什么力量才能将它直接贯穿成这样？宋图看着被顶到半空之中的岩珠，他的眼中透着惊奇。他可以确定，在他的印象里，这种紫系森林属的只有紫竹一人，但作为亲哥哥的宋图可以确定，紫竹绝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宋图下意识地回头看向陈官，陈官正双手环胸，仰着脸看着半空之中还在垂死挣扎的岩珠。很显然，只有他了。不单是宋图和紫竹，一旁的红觉和青云也都下意识地看了看陈官。韩莲则是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他挣扎起身，看了看四周，视线扫过身后5人，看了一眼他们额头上的等级印记，他收回视线，又看了看四周。韩莲小姐，忽的有声音传来。韩莲回过神，他看到不远处自己的4个队友正往这边走来，只不过这些人身上都受了伤，尤其是那个拿盾牌的是搀扶着过来的。看到4人都只是受伤，并没有生命危险，韩莲松了口气。韩莲小姐，这是怎么回事？说话便是那个叫黄庭的盾牌男，他眼睛地看着被顶到半空之中的岩珠，眼中有些疑惑。韩莲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我刚到这来，然后遇到他们之后，我差点没命的时候，那条东西就忽然从地里冒了出来，贯穿了这头岩珠。黄庭一听，他看向陈官5人，他说会不会是他们出的手？韩莲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他们等级最高也才19级，能直接贯穿一头变异精英岩猪身体的能力，至少是30级左右的能力者才能勉强做到。说着，他看了看四周的森林，想找到那个暗中出手帮他的人。他收回视线，看样子恩人并不打算出来跟我们见面，算了。韩莲转过身，看向陈关五人，他带着人迈步朝着陈关五人走来。站在前面的宋屠双手环胸，看着迎面来的韩莲。韩莲这个名字有点耳熟。紫竹小声嘀咕着，旁边的青云说：“海洋协会的韩莲小姐，海洋协会会长的大女儿。”紫竹一听，他心一动，说：“难怪我会感觉耳熟，原来是海洋会长的千金。”韩莲来到宋屠身前，他看了看宋屠，然后扫了宋屠身后的4人一眼，认真的说：“刚刚你们帮我减缓了岩珠的速度，不然就算有那个高手暗中帮忙，我估计也活不下来，很感谢你们。”宋屠一听，他说：“如果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他。”说着，他看向陈关。韩莲一怔，他看向宋屠身后4人，却发现紫竹、青云还有红绝都看向陈关。韩莲视线落在陈关身上，看着陈关额头上那象征着14级的印记。韩莲微微一怔，他看向宋屠，说：“我记得刚刚那几条藤蔓是那位女士释放的，为什么要感谢那个男的？”他刚刚往这边跑的时候，亲眼看到紫竹释放藤蔓的举动，可现在这些人却要自己感谢那个14级的人，韩莲不太懂，有些无法理解。宋屠笑了笑，那几条帮你减缓速度藤蔓的确是紫竹放的，但真正救下你性命的藤蔓却是14级的他释放的。第50章，女神找他要联系方式。韩莲一怔，救我性命。他回过神，看了看陈关，然后仿佛想到了什么，猛地回头看向身后那将岩珠顶在半空之中的巨型藤蔓。他皱着眉头，然后看了看陈关，不可能吧，那藤蔓攻击力至少堪比30级的能力者，他才14级。兄弟，你这在耍韩莲小姐吗？黄庭忽地出声，看着宋屠。宋屠注意到黄庭的神态，他露出疑惑，什么说？黄庭皱着眉头说：“这可是岩珠，而且是变异精英岩珠，一个14级的人的攻击力，估计连普通岩珠的防御都破不了。你现在告诉我们，这个14级的人能力可以直接贯穿一头变异精英岩珠的身体，这不是在耍人吗？”黄庭，韩莲忽地出声。黄庭一怔，他看向韩莲。韩莲皱着眉头说：“不准你对帮助我们的朋友这么无礼。”黄庭微微一愣，他慢慢低下头，看着宋屠说：“抱歉。”韩莲看了看宋屠，说：“你们刚刚帮了我，我很感激你们，但你刚刚说的话，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14级秒杀一头变异精英岩珠，这种情况我实在难以置信。”说着，韩莲看向陈关。陈关正看着这边，他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悦，有的只是淡然，似乎并不在意韩莲和宋屠的对话。事实上，陈关也并不在意。对于陈关来说，杀一头岩珠不过就是挥挥手的事，一件比起喝水都要轻松的事。毕竟喝水还得找容器，杀一头岩珠只需要念头一动就行了。这种小事情，韩莲会不会对自己道谢，他完全不在意。忽的，0和1的蓝色数据开始在陈关身前生成。陈关回过神，他看着眼前这忽然冒出的0和1的蓝色数据，他心一动，抬起头看向半空之中的那头岩珠。岩珠已经停止了挣扎，他的身体浮现了蓝色的光，那些光慢慢消失，然后在陈关身前出现，逐渐的构成一张凶兽卡。这头岩珠显然是没能撑住死了，只要10级以上的凶兽死亡之后都会出现凶兽卡。这一刻，不单是陈关看到这一幕，韩莲也看到这一幕，他的眸子微微一凝，然后侧过脸看向半空的岩珠，看着死去的岩珠所散发出来的蓝色光，再看向陈关身前出现的凶兽卡。韩莲看愣了，刚刚那个说宋屠耍他的黄庭也愣在当场。陈关接过凶兽卡，凶兽卡内有一个图案，正是岩珠的图案，图案框呈红色，这便是变异精英凶兽卡特有的红框。陈关手一挥，岩珠卡化为蓝色的光，落在地面上，化为一头巨型岩珠。巨型岩珠在陈关控制之下转身离开，在众人的注视之下进入森林内。陈关看向远处那根藤蔓，他手一挥，那根巨型藤蔓凭空消失，被巨型藤蔓顶在半空之中的岩珠尸体失去支撑，砰！伴随着一声闷响，掉落在地面上。陈关看向宋屠，说：“可以去获取经验了。”宋屠一听，他说：“行。”他看向紫竹3人，说：“走吧。”好。然而，韩莲5人已经被陈关刚刚的举动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了。韩莲呆站在原地，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陈关。这是14级吗？旁边的黄庭难以置信地说出这句话。陈关到达这个世界后，经常会看到这种眼神，也就没去在意了。陈关抬起脸，看了看天空，天空之中，蓝天白云之间，可以看到太阳
阳光洒落。下午了，陈官来这的时候是早上，而现在这时已经是下午了。陈官自顾自地走到一棵大树之下，看着正将手放在颜珠身上获取经验的宋图等人，安静等待。在狩猎的时候，击杀凶兽的人可以获得100%的经验，凶兽死后，4个人可以将手放在凶兽身上，然后获得80%的经验。这个过程很快，陈官不需要浪费多少时间。谢谢。忽的一个声音传来，听到这个声音，陈官回过神，他看向声音来源，只见不知何时韩莲已经来到他身旁，他正用那双蓝宝石般的眸子看着陈官。陈官看了看韩莲，韩莲穿着蓝色皮质紧身衣，这紧身衣包裹着她成熟傲人的身姿，她那头蓝色的长发扎成了一个团子，露出白皙的脖子。她有着一张清秀的脸庞，她看着陈官，脸上挂着一抹友善的微笑。我之前不知道你这么强，所以误会了你，没及时向你道谢，抱歉。韩莲的年纪20岁出头，要比颜值身材，她都不如浅音，但比起大部分的女孩来说，韩莲完完全全可以算得上美女了。陈官靠在树干上，双手环胸，看着韩莲，不用道歉，只是小事而已。韩莲微微一怔，小事吗？那可是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岩珠，他只是一瞬间秒杀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岩珠，这还是小事？而且要知道，眼前这个男人的等级才14级。韩莲心头有些震撼，他调整了下情绪。对于您来说，那可能只是小事，但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您救了我的命。韩莲说，我叫韩莲，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你交换个联系方式，等狩猎结束后，我想请你吃个饭。像韩莲这种美女，而且还是海洋协会会长的千金，她这样的人，估计外边有1万个人想要她的联系方式，但现在的她却主动索要陈官的联系方式。陈官虽然目前这具身体是一具18岁的青年身体，但在另一个世界的陈官已经活了不短的时间了。韩莲接近自己的目的，陈官很清楚，他就是想跟陈官处好关系，但陈官并不打算浪费时间在社交上。陈官，忽的一个声音打断了韩莲跟陈官的聊天，一只手伸了过来，握住陈官的手。陈官微微一怔，他看向紫竹，紫竹笑说，走吧，我们去找下个猎物。说着，紫竹拉着陈官的手，拉着陈官离开。第51章秒杀 BOSS 的事要暴露了。陈官跟着紫竹朝着宋图他们走去。陈官回头看向韩莲，只见韩莲有些猛地看着这边。陈官挥了挥手，收回了视线。青云通过树精灵确定下个目标的位置，5人一同离开。韩莲看着陈官的背影，韩莲说，黄庭，让人调查一下这个人。黄庭微微点了点头，是。韩莲看着陈官远去的背影，缓缓地说，看他的年纪，估计不到20岁。不到20岁的年纪，等级才14级，一招就可以瞬秒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岩珠，这种人以后的前途无法想象。雷霆协会总部的会长办公室内，月坐在电脑前，看着电脑荧幕内的人，他耳麦说，行，知道了，我会转告给会长的。说完，视频关闭。月看向那站在落地窗前，双手负在身后，看着风景的洋胡子老头，他起身说，会长，10级试炼岛发现了15具尸体，根据侦查者的报告，那些伤痕都像是 A 级通缉犯西所留下的。程平会长一听，他眉毛皱起，回头看向月，他抚摸着羊胡须，西，试炼岛被那家伙混进去了吗？程平抬起脸，看着上方，自顾自地说着，西，那家伙在战斗方面可是1等1的天才，只是性格过于冷酷，不将人命当成一回事，所以老夫才没给予他进入试炼岛的权利。谁知道他会为了这件事儿杀人，最终走上歧途。我记得上一次的情报里，西的等级已经到达了33级，要对付他需要30级以上的精英才行。程平看向月，其他协会知道这事吗？他们有什么行动？月说，他们已经知道了，尤其是杀手协会，目前杀手协会已经派出了杀手小组了，估计3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试炼岛。程平闭上眼睛，杀手协会吗？那群家伙为了杀西，死了那么多成员了，不知道这一次那群人能不能活下来。他睁开眼睛，抚摸着羊胡须，说，希望他们能吸取下教训吧。西，那家伙的能力太奇特，想处理他难度不小。程平缓缓地说。嘟嘟嘟，月注意到电脑荧幕有传来的通讯，他坐了下来，再一次接通的通讯。月通过耳麦听到那边传来声音后，月的瞳孔猛地一缩，他说，这样吗？行，我知道了。他摘下耳麦，然后点开电视荧幕。忽然间，在这办公室内投影布上出现了一个画面，画面内正是被冰封了的西。看到被冰封了的西，程平会长握着羊胡子的手微微一顿，他皱着眉头，这是？月说，这是侦查者传来的信息，在1分钟前，他发现西的尸体，他是在极度寒冷的情况下被低温直接冻死的。
程平握着羊胡须，眯着眼睛说：“杀手协会的杀手干的。”月摇了摇头：“不，根据情报，杀手协会的杀手至少需要过3个小时后才能到达试炼岛。10级试炼岛内，老夫记得没有任何的存在可以对西造成威胁。”程平会长有些疑惑：“会是谁干的呢？”一时间，他没有丝毫的头绪。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说到这里，月顿了顿，他看了看程平会长。程平会长注意到月的眼神，他说：“怎么了吗？”月说：“没什么。”说着，月推了推自己的眼镜，说：“有一个摆渡人说，大小姐的男朋友拿着大小姐的试炼卡进了试炼岛。”程平握住自己的羊胡须，眼睛盯着月：“你说什么？”月咳嗽了一声，视线往下，不看程平的视野。他说：“有一个摆渡人说，大小姐的男友拿着大小姐的试炼卡进了试炼岛。”程平会长压低了声音，缓缓地说：“那个家伙是谁？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老夫我却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是在昨天才知道的，而昨天您为了凶兽岛的事正忙碌着，我没找到机会就没跟您说。”月听出了程平会长声音中透着的不满，他低下头。程平会长深吸了口气，慢慢转过身，看着外边的风景，说：“浅音也长大了，算了，说说看，那家伙是谁？”月说：“就是之前那个在比试会场挑战您的小子，跟大小姐年纪差不多那个。”程平一听，他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那小子很自信，很狂妄，不过他等级才10。他是怎么跟浅音走到一块的？其实，在昨天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月看着程平说：“在昨天，那小子挑战东方豪。”程平一怔，东方豪是30级，他10级挑战东方豪。月摇了摇头，当时的他已经是13级了。最重要的是，昨天的挑战他赢了，东方豪被打成了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程平侧过身看着月，他稍稍思索了下，忽的他仿佛想到了什么，他皱起眉头：“等一下，你之前说摆渡人说他进了试炼岛？”“是的，也就是说，西在试炼岛的时候，他也在试炼岛。”程平看向月说：“西的死，你说会不会跟他有关？”月瞳孔微微一凝，他说：“这不可能吧？西可是33级的高手，而且西的能力熟练度极高。陈官虽然特别，但要战胜33级的西，我感觉还有些困难。而且在昨天，他跟东方豪战斗使用的能力是剑，而西的死是因为冰封。剑。”程平微微点了点头，他慢慢坐在椅子上，说：“先这样吧，让侦查者继续调查，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才行。”“是。”月应了一声。月坐到电脑前，开始操作联系别人。程平老爷子坐在椅子上，看着正在操作的月，他脑中想着却是陈官。10级前陈官所展现出来的力量让程平有些新奇，但还在接受范围之内。但现在陈官13级战胜30级东方豪后，就有些脱离他的常识了。还有一点，浅音居然将自己的试炼卡都送给他用了吗？看样子浅音对他是认真的。好小子，真是了不起。程平嘴角上扬，露出一抹慈祥和蔼的笑容。对陈官，他有些感兴趣。第52章，试炼岛的怪异存在。试炼岛内，一名黑衣人站在一具被冰封了的尸体旁，他注视着眼前这具被冰封了的尸体，然后看了看四周。四周可以看到被冰封了的地面和树木，以及各种打斗过的痕迹。在这试炼岛内，能将等级为33级的锡兵封起来的存在实在少见。黑衣人自言自语着：“杀杀杀！”忽的，黑衣人听到了一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黑衣人瞳孔微微一凝，他纵身一跃，身影飞到5米高之上的树枝上。他站在树枝上，看向声音来源。入目，他看到从树林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头浑身呈银白色、肩高足有3米的狮子正缓步走动着。他似乎没有发现黑衣人，所以他正自顾自地朝着森林里走。18级的变异精英雷狮。男子慢慢蹲了下来，说：“不过这头雷狮看起来跟其他雷狮不太一样的。”想到这，男子瞳孔覆盖上了一层黑色的雾气，他瞳孔泛着光泽，再次看向那头雷狮。这个男子正是侦查者。试炼岛是专门为各个协会天才所提供的练级场所。为了避免协会天才的升级历练遇到意外的情况，所以每个协会都会在协会内安排侦查者。这些侦查者都是黑系侦查属的，他们的能力偏向于隐匿。除了隐匿之外，他们还擅长使用关于眼睛的能力。而这名侦查者将自身的元力凝聚在眼睛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看到雷狮身上的元力。入目，男子瞳孔微微一凝，在男子注视下，那头雷狮浑身环绕着雷电一样的光。正常的雷狮身上的元力会如同血液一般，沿着雷狮身上的经脉流淌。可这头雷狮整个身体都是由元力所构成。侦查者皱起眉头，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意味着
这头雷狮是能力者通过凶兽卡具现化所创造出来的雷狮。凶兽卡具现化出来的雷狮，类似于召唤鼠所召唤出来的生物。这种生物越是靠近能力者，越是稳定。如果距离能力者太远，那么就没办法稳定给生物输入元力进行稳定。也就是说，那个使用者应该就在附近。说到这，侦查者看了看四周，通过他那已经凝聚着元力的眼睛，他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元力眼可以让侦查者敏锐地感觉到元力的动静。只要是能力者，身体内就会拥有元力，只要有元力，那么他就能看到。可令人侦查者不解的是，看不到。怪了，侦查者皱起眉头，我的元力眼可以看到500米内的元力波动，这雷狮在这，那家伙将具现化后的雷狮保持得这么稳定，那么那家伙距离雷狮的距离绝对不可能超过500米。我不可能看不到。侦查者皱起了眉头，除非那家伙的实力强悍，元力充沛，而且具现化凶兽的熟练度极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能在500米外操控雷狮的能力者的等级不可能低于30级。入侵者，侦查者心一动，他视线落在下方西的尸体身上。难道那家伙跟冰封了西的那个能力者有关系？必须调查清楚。侦查者的视线落在远处的雷狮身上，他手抬起，手中多了一柄黑色匕首。他手一挥，手中的黑色匕首脱手而出，射向那头的雷狮的脖子。侦查者的等级为30级，虽然他不专精于攻击，但30级的他要秒杀一头由凶兽卡所具现化的雷狮还是不难的。侦查者打算杀了这头雷狮，然后引出创造这雷狮那个家伙。枪！伴随着一声脆响，注入了元力的黑色匕首被弹了开来。侦查者瞳孔微微一凝，这是……他神色多了一丝凝重，脸色变得有些发白。麻烦了。他伸出手，在手腕上的通讯仪操作了下。我是成平会长的助手月。一个立体的视频画面出现在侦查者身前。侦查者看着视频画面内的月，说：“我这边发现了一头被凶兽卡具现化的雷狮，控制那头雷狮的家伙，距离雷狮超过500米，我无法发现他。为了引出那个人，我尝试对雷狮发动攻击，但30级的攻击力却破不开雷狮的防御。我怀疑这个具现化雷狮卡的人跟杀死西的人有关系。他能远程操控雷狮，在远程的情况下的具现化雷狮的防御还可以抵挡住我的攻击。通过这点，我可以判断对方的等级至少在35级以上。”月说：“目前杀手协会的杀手正在赶过去的路上，我会联系杀手协会的杀手，我一会儿会将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跟他们进行联系，联手他们找出那个入侵者。”是。侦查者关闭通讯器，他看着走远的雷狮，他赶忙动身跟了上去。他神色凝重，一个能在远程500米外控制一头具现化的雷狮，还能让雷狮可以抵挡住自己的攻击，这种人的能力强悍，估计比启西还要强悍，不好对付。只希望杀手协会能来个厉害的家伙了，不然麻烦了。很快，侦查者联系到赶来的杀手，看到眼前这个杀手，侦查者的瞳孔微微一凝。您是子刃？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杀手身材精瘦，他长得一头紫色的头发，身上穿着紫色的衣服，他那张脸就如同刀削一般消瘦。看到这人后，侦查者认出了这杀手的身份。子刃，杀手协会内杀手排行里的前10名，他是杀手协会内的前10的高手，等级40级。侦查者没想到杀手协会居然派出了这么个家伙。子刃看着侦查者震撼的神态，他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然后看向下方的雷狮，他眯着眼睛，18级的变异精英雷狮，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具现化过的雷狮？侦查者调整了下情绪，看向雷狮，是的，这便是凶兽卡具现化而成的雷狮。以我的元力眼，我找不到他的使用者。我本打算通过攻击他，将那人吸引出来，但我的攻击目前对他无效。子刃眯了下眼睛，他抬起手，手中多了一柄紫色的刀刃，他猛地一挥，紫色的刀刃射向雷狮。第53章，几乎无敌的雷狮。侦查者看到这一幕，他眼睛微微亮起。子刃可是40级的大佬，杀手协会前10的高手，这种存在对于耐力者来说已经可以算是顶尖的存在了。在侦查者看来，这头具现化的雷狮不可能抵挡住子刃的攻击。枪！伴随着一声异响，子刃所射出的紫色刀刃被雷狮的防御数值所生产的防御盾所弹开。侦查者的瞳孔微微一凝，他面色都跟着变了。就连杀手协会的前10杀手子刃的攻击力都破不开眼前这头雷狮的防御，那么那个具现化这头凶兽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子刃的眉毛微微皱起，这雷狮不会主动攻击。侦查者一听，我之前也攻击过他，他似乎并不在意别人攻击他。我猜测，那个能力者给他下达了某条命令，他现在是根据那条命令行事。这条命令对于这头凶兽来说属于最优先级，所以对于别人攻击他，他并不在意。子刃再次抬起手，
紫色的光凝聚在紫刃的手臂上，侦察者眼睛透着一丝震撼，好澎湃的元力。忽的，侦察者往前看，入目可以看到，在雷师头顶上方泛着紫色的光。随即，一柄巨大的足有10米长的巨型紫色长剑凭空出现，长剑悬空，剑尖对准了雷师的脑袋。啪！紫刃打了个响指，那柄巨型紫色长剑从天上落下，猛然刺向雷师的脑袋。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雷师的四肢陷入地面。紫色长剑跟雷师的防御数值所构成的天然防御盾撞在一起。雷师眼睛盯着前方，身下的地面因为这恐怖的冲击力而崩裂，下方多了一个凹坑。但他并没有理会身上的紫色长剑。紫刃皱起眉头，侦察者眼睛都瞪大了，神色变得十分凝重。这怎么可能？40级的能力者使用他的能力，居然都没办法瞬间击杀这头雷狮，这简直让人有些难以置信。滋滋滋！忽然，雷狮身上亮起雷电，雷电沿着巨型紫色长剑身上蔓延。轰！伴随着一声巨响，紫色长剑应声爆裂。紫刃瞳孔颤抖，不可能！侦察者也看呆了。此刻已经入夜了。陈关5人经过1天的狩猎后，现在正打算在野外休息。5人生了一个篝火。陈关此刻正躺在草地上，看着上方的星空。经过1天的狩猎，陈关的等级已经到达了18级了。从白天的14级到入夜后的18级，这升级速度比起凶兽岛那边快得多。只不过现在一入夜，陈关就不是那么关心自己的等级了。他脑中想着的全是前天晚上抱着浅音休息的画面。浅音太可爱了，不知道现在的他在做什么。喂！忽的有声音传来，陈关回过神，他看向身旁的紫竹。紫竹正坐在陈关身边，他面带笑容地看着陈关。陈关眉毛舒展，紫竹慢慢地躺了下来，躺在陈关身旁的草地上。他看着陈关，笑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听，陈关收回视线，看着星空：“什么问题？”紫竹说：“你有女朋友吗？”陈关早知道紫竹对自己有好感了，听到这个问题，他也不惊讶。有。紫竹的笑容慢慢消失，他稍稍调整了下情绪，再一次露出一抹笑容。他叫什么名字？陈关看着夜空的星辰，你应该听说过他，他叫浅音。紫竹一怔，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紫竹眨了眨眼睛，说：“我记得浅音可是雷云市的第1美女，见过她的人没有一个不为她的美而震惊的。不过也因为美，所以她的追求者也多。我听说东方协会的东方豪也是她的追求者，为此东方豪还杀了很多个情敌立威，还说他娶定浅音了。”陈关翘着2郎腿，双手放在脑袋下，枕着手看着天空，是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把那家伙揍了一顿。紫竹一听，他乐了，笑说：“真不愧是你。”他翻身躺在草原上，看着星空。不过他真幸福呢，能有你这么强大的人爱着他。要是我也有，那该好多。暗示，陈关说：“会有的。”忽的，陈关心一动，他有种莫名的感觉，浅音在想自己了。有了这个感觉，陈关不由得露出一抹笑容。他知道是浅音带着的项链在发挥作用。一入夜，浅音就开始想自己了吗？另一边，浅音躺在篝火旁，手握着脖子上的项链。他看着项链上的吊坠，看着。今天他为了升级累了1天，他的等级也终于到达了21级。白天忙起来，浅音还没什么，但一到晚上休息的时候，看到脖子上的吊坠，他就忍不住想到了那个人。回想起跟陈关在一起的一幕幕，想到被陈关亲吻，浅音脸颊通红。我干嘛想这种事？真是的，我当时怎么会答应成为他的女朋友呢？那家伙就是个大流氓。想到陈关抱着自己休息的感觉，浅音心微微一暖。他慢慢闭上眼睛，只是在他怀里真舒服。心里冒出了这个念头，浅音只感觉脸颊发烫。这种想法以前他没想过，甚至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会乖乖待在一个男人怀里。可现在他却很想念那种感觉，想他了。浅音虽然不想承认，但大脑却是不属于他控制的范围。浅音以前觉得这个吊坠没什么用，觉得自己想一个人直接去找就行。但浅音发现自己错了，他可以去找他，但现在他还得继续升级才行，根本分不开身。可思念这东西却如同潮水一般，让他难以抑制。与此同时，子刃和侦察者站在树上，盯着下方的雷狮。怎么样了？忽的一个声音在2人身后响起。听到这声音，子刃和侦察者一起看向身后的人。入目，只见一个长着羊胡须的老头，双手负在身后，从另一个树干上跳了过来。会长，侦察者露出恭敬的神色。第54章，某一个无敌的存在。侦察者看向下方的雷狮，说：“这头雷狮具备无比强悍的防御和攻击，
就连紫刃前辈的二转觉醒都没办法伤到他。我估计他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在40级以上。说着，侦查者看向成平会长，说：“不过这头雷狮并不会攻击人。我们跟着这头雷狮走了一个下午，发现这头雷狮一直在击杀其他的凶兽，如果遇到人类的话，它完全是无视的状态。至于原因，我目前也不清楚那个能力者为什么要这么做。”侦查者很疑惑。会长抚摸着羊胡须，他慢慢闭上眼睛，看着成平会长的举动，侦查者心一动。高手具备着感知原力的波动能力，像侦查者自身也可以通过闭上眼睛的方式增强对外界的外界原力波动的感知。不过目前30级的侦查者所能做到的感知最多也就是100米，根本不如他自身的原力眼。但成平会长不同，成平会长的等级53，他可以感知到上千米或者是上万米的原力波动。雷狮是由别人所具现化的，要将雷狮维持着，对方就不能距离太远，就算再强大也不可能距离上万米那么远。也就是说，只要在这附近，成平会长就能感知到。成平会长缓缓睁开眼睛。侦查者说：“会长，怎么样了？”成平会长微微皱着那苍白的眉毛，随即摇了摇头，说：“没有任何的反应。”侦查者一怔，他神色有些难以置信。他说：“难道说那个人在距离10000米外的地方超远程的操控这头雷狮？”闻言，成平会长稍稍抚摸了下羊胡须，他皱着眉头看着下方的雷狮说：“看样子是遇到了高手了。既然遇到高手，那么……”成平会长的那双眼睛变得锐利了起来，他盯着下方的雷狮，那就让我看看这个高手是谁吧。话音落下，成平会长动了，他一纵身从树上往下跳，在跳下的时候，他的脚对着下方的雷狮，他脚下泛起了金色的光，这一脚的攻击之强大，直接撕裂空气，空气被撕裂，四周的气流一下就乱了，气流一乱，狂风呼啸，成平会长直接一脚踹在雷狮的后脑上，轰！伴随着一声巨响，雷狮脚下的地面应声爆裂，一个足有10米长的巨型凹坑瞬间出现，以雷狮为中心，方圆50米内的一切瞬间被恐怖的力量波及摧毁。侦查者和紫刃躲到一旁，但恐怖的狂风袭来后，两人的脸色都有些变化。侦查者神色透着震撼，这就是53级的成平会长的实力吗？仅仅是一脚就能产生这么强悍的气浪波动。成平会长双手负在身后，一纵身，那精瘦的身体在半空之中打了一个滚，他落在地面上，重新站好，眼睛看着前方。他慢慢眯起了眼睛，忽地他瞳孔猛地一凝，那苍老的脸色多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雷狮半个身体已经陷入地面，可现在他身上却没有丝毫的损伤，他正慢慢动身，挣扎从地面出来。侦查者瞳孔颤抖着，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承受53级的成平会长的一次攻击，居然还能一点事也没有。雷狮缓缓起身后，他微微侧过身，看向成平会长。成平会长皱着眉头盯着雷狮。成平会长慢慢抬起手，摆出了一个战斗的姿势，他一向随意轻松的苍老脸庞在这一刻变得格外的凝重。这一脚的试探已经让成平会长明白了一件事，眼前这头雷狮拥有着可以跟他一较高下的能力。成平会长自从突破50级后，他就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了，而此刻成平会长意识到眼前这个家伙可以成为自己的对手。成平会长打算认真了。这时雷狮扫了他一眼后便收回视线，转过身，一纵身，在成平会长的注视下，他跳到凹坑之上，然后悠闲的迈步离开。看到这，成平会长瞳孔微微一凝，他眉头紧锁。这家伙，他手慢慢放了下来，解除了战斗姿态。是吗？成平会长缓缓地说着，创造他的那个人并没有下达让他攻击人类的命令。会长，侦查者见没有危险后走了过来。成平会长看向侦查者，随即说，无论创造这头雷狮是什么人，也无论这头雷狮之后会做什么，只要他不威胁到试炼岛内的人类，就让他继续在这里转悠。侦查者一怔，他说，可以吗？成平会长收回时间，他单手负在身后，一纵身跳到凹坑的边沿，他抬起脸看着上方的星空，抚摸着自己的羊胡须，缓缓地说，只能这么做。那个具现化这头雷狮的人，老夫我估计不是他的对手。成平会长这句话让侦查者瞳孔微微一缩，他神色都变了。成平会长都亲口承认自己不是具现化这头雷狮的那个人的对手，那还有谁是那个人的对手？不知道，反正这一刻没人有答案。而成平会长也已经离开了。侦查者呆站在原地。另一边，陈官并不知道雷狮那边所发生的事，他对雷狮那边正发生的事也没什么兴趣。陈官在思考自己的能力使用。陈官看着天空的夜空，他想着自己在另一个世界所见识过的各种能力。现在的陈官主要想做的主要有2件事。第一件事便是升到50级，
然后挑战成平会长。第二件事是升到30级，收集突破材料，完成跟浅音的半年之约。这2件事目前陈官正在做。除了这2件正在进行的事外，陈官目前还有一件事想做的，那就是现在他想见到浅音。可问题是得怎么做呢？陈官稍稍思索了下，或许我可以使用能力。问题是要用什么能力好呢？瞬间移动能力，我可以直接瞬移到我去的任何位置的能力，可以做到吗？陈官这么想着。第55章，新能力瞬间移动。在自己觉醒某种能力的时候，需要想象某种能力所对应的颜色。瞬间移动，在那些人的能力想象中，这东西属于魔法，属于空间魔法。空间魔法对应应该黑色吧，类似虫洞那样。陈官，忽的一个错愕的声音在陈官耳边响起。听到这声音，陈官微微一怔，他回过神，看向声音来源，只见身旁的浅音正躺在自己身边，他正用那双透着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陈官，四目相对。陈官眨了眨眼睛，成功了。很显然，成功了。陈官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位于一个小帐篷内，身边正是浅音。陈官露出了笑容，微微侧过身，笑说：“惊喜吗？”浅音眨了眨眼睛：“你是忽然出现的，刚刚你不在这的。”陈官看着眼前这张透着慵懒的绝世美颜，他伸出手，大手撩起贴在他脸颊上的几缕发丝，理到他耳后，然后温柔地看着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温柔地笑说：“我怎么到这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想我了。”浅音白皙的脸微微泛红，他没有反驳，只是看着陈官：“这很重要的，我刚刚被你吓了一跳。”闻言，陈官笑了笑，手抚摸着浅音的脸颊，感觉到陈官的动作。浅音红着脸，慢慢地闭上眼睛，将纤瘦的身体藏入陈官的怀里。“别闹，我的队友都在外边呢。”他害羞了，只是可以看到他脸上那摩止不住的笑容，看得出他很开心。思念的人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陪伴着自己。浅音感觉很舒服。陈官看着浅音的神态，他露出笑容，温柔地说：“他们也有帐篷吗？”“当然有。”浅音闭着眼睛，大脑放松，不想去多思考，自然也不知道陈官这么问的目的。陈官笑说：“他们有帐篷的话，那他们现在都在帐篷内，只要我们动静小点，他们不会知道的。”说着，陈官慢慢俯下脸，就去寻找浅音的薄唇。“别！”浅音将小脑袋藏入陈官怀里，“你答应我的，等你30级找到突破材料后才行。”陈官看着浅音红着脸，一副像是受惊小鹿一样的神态，他心情荡漾，各种念头都冲上大脑。作为一个血气沸腾的年轻人，陈官有些把持不住自己，勉强压下内心的躁动后，陈官轻搂着他，温柔地说：“好，那我抱着你休息。”他的回应声懒洋洋的，看起来今天一天的升级狩猎，他也已经累了。两人没有继续说话了，帐篷内陷入了安静。过了一会儿，“你是怎么到这来的？”浅音还是有些好奇。陈官知道他好奇，他笑说：“这样，亲一个，我就告诉你。”“流氓，不说就不说。”浅音说：“本小姐才不想知道呢。”陈官笑了，他俯下脸，趁着浅音闭着眼睛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亲了下她。浅音一怔，一下子耳朵都红了，急忙再次将脸藏入陈官怀中，却也不说话。陈官笑着解释：“这是我觉醒的另一个能力，这个能力让我到达任何我想到达的地方。”听到这，浅音睁开了眼睛，他看向陈官，眸子内满是惊讶：“还有这种能力吗？”陈官笑说：“当然有，这我不是已经展现给你看了吗？”不可思议，浅音惊奇地看着陈官说：“真不可思议，你拥有着那么多的能力，骷髅人、黑龙，那么多的剑，现在又有这个能力。”陈官听着浅音惊讶的发言，他露出一抹绅士的笑容：“除了这些能力外，我还有很多特别的能力，当你答应成为我真正的女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浅音微微一怔，他不知道陈官在说什么，可忽然他脸一红，小手抬起，捶打了下陈官的胸膛：“大流氓！”浅音将脸藏入陈官怀里：“再乱说话，我就不理你了。”陈官乐了，陈官抚摸着他的头发，温柔地笑说：“现在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你身边了。”意识到陈官这个能力可能是为了自己而觉醒的，浅音有些开心。浅音抬起脸，奖励似的在陈官脸上亲了下。陈官一怔，他看着浅音，浅音红着脸，俏皮的笑说：“这是你关心我的奖励。”陈官笑了，这奖励可是让人有些上火，我是不是可以忽视掉那半年的约定，让你早点？一只手捂住陈官的嘴，浅音红着脸说：“不准乱说话。”陈官笑着点了点头。浅音慢慢依偎在陈官怀里，闭上了眼睛，他的心情格外的平静。第二天清晨来临了，浅音慢慢睁开了眼睛。然而昨天晚上那个就睡在自己身边，
哄着自己入眠的男人已经不见了。是梦吗？浅音下意识地自言自语着。他慢慢坐了起来，看了看四周，没看到陈官的身影。可以随着自己心里所想，随意到达别人所在的地方的能力，果然是梦呢。浅音握着脖子上那泪滴形状的吊坠，他红着脸，会做这样的梦，就代表着我很想他吧。早点升级完，早点回去见他吧。浅音笑了笑。浅音以为是梦，但陈官知道那并不是梦。之所以浅音醒来没看到陈官，是因为陈官在他醒来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毕竟浅音目前跟着他的队友在练级，陈官目前的等级不适合跟浅音一起练级，所以待在这不太好。陈官的5人小队继续在试炼岛内活动，寻找变异精英凶兽。陈官，你的等级。宋图一看到陈官就感觉不对劲，他注意到陈官头顶上的等级，他眼中满是惊讶。陈官注意到宋图的神态，他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数据面板看了下，等级19，你这也太快了吧！宋图忍不住出声，你昨天的时候我记得才14级，这才过去1天，你就已经19级了吗？真是难以置信，我也觉得很奇怪。紫竹古怪地看着陈官，说，我记得你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18级。青云看着陈官，下意识地问，你睡觉的时候也可以获得经验吗？第56章，让我给我所创造的雷师让路。小队里就只有红爵没有说话，只是红爵那注视着陈官的眼神也有些震撼和错愕。陈官摸了摸下巴，说，我运气比较好，所以升级比较快。运气？这回答让宋图4人都沉默了，只能说，你这运气有些逆大天了。宋图有些无语地笑说，陈官之所以升级这么快，自然是因为自己昨天所具现化的凶兽不眠不休的狩猎凶兽为自己增加经验的关系。这试炼岛内的凶兽所能给自己增加的经验，比起之前的凶兽岛要多太多了，升级自然就快上许多。照你现在的速度，我想今天就可以到达20级，到时候就得需要去收集20级所需要的突破珠和突破材料了。宋图看了看陈官，他说，10级试炼岛虽然也有20级变异精英凶兽，但在这里的凶兽所能凝聚而成的突破珠概率比较小。说到这，宋图看着陈官说，如果想要突破珠的话，最好是去更高一级的试炼岛。更高一级的试炼岛？更高一级的试炼岛需要更高级的试炼卡，那东西需要经过协会的测试才能获得。紫竹看着陈官，他露出笑容，不过由陈官你出手的话，我想什么试炼都不在话下。这个试炼岛的凶兽等级是10级到19级，20级的昨天也出现过一次，但杀死之后并没有让陈官获得突破珠。也就是说，就算是猎杀了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也未必可以获得突破珠，获得突破珠是有概率的。要寻找更多的突破珠，那自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到更高级的试炼岛去。陈官说，更高级的试炼岛是20级到29级吗？紫竹一听，他嗯了一声，是的。其实我们这边也有20级的凶兽，只不过那些凶兽并不是一开始就20级，而是一些19级的凶兽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才获得升级成为20级的。所以这边的20级凶兽都是年轻的凶兽，刚刚20级的年轻凶兽体内不好孕育突破珠，但20级试炼岛内的凶兽一开始就是一群20级及20级以上的凶兽，所以只要是20级变异精英凶兽，在那个20级的试炼岛内就更好可以获取。听着紫竹的分析，陈官微微点了点头。喂！忽的一个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抬起脸看向声音来源，只见一个身穿着黑衣黑裤的男子站在树枝上，在男子的黑衣左胸口可以看到一个雷霆纹路。让陈官疑惑的是，在这男子额头上还可以看3个黑色三角印记，这代表着这个男子的等级30级。可问题是，这里是10级的试炼岛，最高能进入也就是19级，超过19级就不被允许进入了，除非是像西那样偷偷潜进来。这人难道是西的同伴？那黑衣人蹲在树枝上，看着下方的5人，说，最近这段时间，树林内出现了一头无比强悍的变异精英雷狮，他的位置就在你们前进的前方。我建议你们改变方向，不要跟他碰面。是雷霆协会的侦查者。青云出声说。侦查者？陈官的声音透着疑惑。紫竹一听，他出声说，试炼岛内试炼的我们都是各个协会所认同的天才能力者，能力者进入试炼岛升级试炼是为了增强能力者的实力，而侦查者则是负责在暗中保护我们的安全。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负责处理一些来自外来的干扰力量，避免我们受到威胁。对于我们的正常战斗，无论生死，他是不会干涉的。听到这，陈官懂了，也就是说，眼前这人是被允许存在于试炼岛的高等级能力者。旁边的宋图说，前辈，我们小队的狩猎目标正是变异精英凶兽，那头变异精英雷狮，我们正好可以拿来狩猎。侦查者一听，他摇头，不，我是说，
那头变异精英雷狮是别人用凶兽卡所具现化的雷狮，在这座试炼岛内有潜入者，而且实力极强。他所具现化的凶兽拥有无比强悍的防御力和攻击力，就算是我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听到这，宋屠、青云、紫竹还有红觉的脸色都变了。30级的侦察者都拿他没办法。宋屠脸色凝重，他看着侦察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座试炼岛我们是不是不能待了？30级都对付不了，那他们这些最高等级才19级的人，怎么可能对付得了？如果一会儿遇到的话，那也太危险了。”侦察者说：“目前我一直盯着他，他并没有伤人的意思，就算我们对他发动攻击，他也不会攻击我们。相信那个创造者他的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说到这，侦察者皱起眉头，他回过头一看，他来了。陈官听着这侦察者说的这么玄乎，他顿时有了点兴趣。在这试炼岛居然还有这种存在。陈官看向侦察者所看的方向，通过森林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头雷狮慢慢的走动着。那头雷狮此刻距离陈官5人的位置不到200米左右的距离，他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来。只不过这头雷狮眼睛直直的看着前方，虽然是往这边来，但他所看的并不是陈官5人。当陈官看到这头雷狮的时候，他微微一怔，这玩意不就是自己所具现化的那头雷狮吗？那个侦察者将这自己所具现化的雷狮当成别人所具现化的雷狮了。旁边的宋屠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侦察者看到这后，他说：“你们让开点，不要跟他撞上。虽然目前他没有攻击过人，但你们挡路的话，我就无法确定他会不会动手。”宋屠微微点头，他迈步走到一旁。青云、紫竹和红觉一起跟着宋屠退到一旁。陈官则还是站在原地。陈官，紫竹出声。陈官看着前方的雷狮，现在陈官有些矛盾。这头雷狮是自己所具现化的生物，可现在这些人却要自己为自己的创造物让路，这也太过于奇怪了吧？那名侦察者看到陈官没动，他皱了下眉头，露出一丝疑惑的神态。他纵身从树枝上跳了下来，落在陈官身前。他看着陈官身前说：“你怎么不走？”陈官看着眼前这个跟自己差不多高，留着一头黑色长发，脸上长着许久未剃的胡子的中年男。陈官说：“那头雷狮是我用凶兽卡具现化的生物，哪有创造者给自己具现化的生物让路的？”第57章，无敌雷狮的主人是我。侦察者的瞳孔微微一凝，他盯着陈官，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他回过神后，慢慢皱起眉头：“你在说什么？”陈官看向那头雷狮，雷狮已经慢慢走来了。他抬起手，在侦察者的注视下，那头雷狮浑身泛起了蓝色的光。侦察者回头看向那头雷狮，只见雷狮全身都化为蓝色的光，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光内可以看到0和1的蓝色数据。这些蓝色的光开始收缩，眨眼间化为一张卡牌，从不远处飞来。陈官伸出手接过卡牌，他看向侦察者，却见侦察者一脸错愕和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官，他那副模样就如同见了鬼一般，嘴巴微张，眼睛瞪大了。侦察者下意识地后退2步，跟陈官保持着距离，他呆呆地看着陈官。是他，就连程平会长都说自己无法战胜的人，就是他。问题是，这怎么可能？眼前这人的等级才19级，仅仅只是19级。19级的人，这人明明19级，怎么可能具现化出那么恐怖的存在？陈官收回视线，看了看自己的手中的雷狮卡，看起来这雷狮卡跟之前没什么区别。算了，陈官没多想，他手一挥，手中的雷狮卡脱手而出，化为蓝色的光，落在地面上，再一次变成一头肩高足有3米的雷狮。雷狮迈步朝着森林走去。侦察者嘴巴微张，他看着那头慢慢走入森林内。侦察者的脑袋有些短路的感觉，一时回不过神。旁边看到这一幕的宋屠4人也愣了愣神。紫竹忽的出声说：“我记起来了。”听到紫竹忽然出声，宋屠、青云和红觉都看向紫竹。宋屠说：“记起来了。”紫竹嗯了一声，他看着陈官：“在昨天我们不是杀死了一头雷狮吗？就是那头雷狮，我记得陈官当时就是把雷狮卡给具现化了，当时那头具现化后的雷狮就一直往外走。我当时以为陈官只是对雷狮卡没兴趣，所以打算玩一玩，就没在意。原来那头雷狮可以走那么远。”宋屠摸了摸下巴，他看着侦察者那满脸错愕的反应，他说：“估计不仅仅只是远。”那个侦察者说了，这头有陈官所具现化的雷狮，可是就连30级的侦察者都对付不了的存在。紫竹一听，他笑说：“那也不奇怪，陈官可是能战胜33级的稀的存在，获得陈官身体里的部分属性加持的雷狮，能战胜30级的人也不奇怪。”什么？侦察者看向紫竹，紫竹被侦察者那双锐利的眼睛吓了一跳，他的眸子泛着一丝疑惑：“
怎么了？侦查者皱着眉头，你刚刚说西是谁战胜的？紫竹眨了眨眼睛，他抿下了薄唇，然后伸出手指了指陈官。侦查者瞳孔颤抖着看向陈官。宋图说，昨天我们小队遇到了 A 级通缉犯西的攻击，我们当时以为我们要死，结果是陈官干掉了西，救了我们。侦查者皱着眉头，怎么可能？西可是有着33级2转觉醒的实力。陈官看着侦查者难以置信的神态，陈官双手环胸，耸了耸肩。忽然，陈官额头上的印记里的那象征着9级3个三角条纹构成的图案开始慢慢转黑，慢慢的，那个3条纹路变成了一个全黑的三角印记，搭配另一个三角印记。此刻的陈官升级了20级，陈官又升级了。紫竹一直注意着陈官，注意到陈官额头上的印记变化，他眸子泛起了光。青云一听，他说：“我懂了。”宋图等人看向青云，青云说：“难怪陈官的升级这么快，就算睡觉都可以升级。原来在昨天我们在狩猎的时候，陈官每杀死一头凶兽，获得一张凶兽卡，就将凶兽卡具现化。他是利用凶兽卡的具现化，让凶兽们到外边去猎杀其他凶兽来帮他获取经验。”这紫竹有些难以置信，说：“不对，具现化一头凶兽就等于使用了一个能力。一般来说，正常的能力者具现化一头凶兽后，就没办法再具现第二头，也没办法使用其他能力。”说到这，紫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他的眸子泛着一丝光泽。不对，我们当时杀死的雷狮，是我们当初狩猎所狩猎的第一头凶兽。当时陈官就具现化了，之后我们狩猎很多凶兽，他又具现化了很多头。可问题是，他所具现化的第一头雷狮，居然没有因为陈官具现化其他凶兽卡而消失。也就是说，昨天他所具现化的所有凶兽，此刻都还活着。紫竹看着陈官，难道说陈官可以同时具现化很多头凶兽，让那些凶兽远程的帮自己猎杀凶兽？天哪！紫竹捂着小嘴，他眸子颤抖着看着陈官的身影，他满脸震撼。红爵看着陈官的身影，一直没说话的他，此刻看向陈官的眼神就如同看着一头怪物一般。青云缓缓地说：“看样子他不是正常人。”陈官听到紫竹那边的声音，他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通过面板，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等级，20级，20级了。接下来自己得去获取突破材料才行，得换一个升级的地方了。想到这，陈官看向宋图他们，他说：“我已经20级了，我得换一个升级地了。”宋图4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宋图露出友好的笑容，说：“你走的话，我们还得多找个队友，正好我们可以一起顺路回中转岛。”陈官微微点了点头，走吧。宋图作为队长，他在前方带路，紫竹3个跟上宋图，陈官也跟了上去。5人在侦查者的注视下一起离开了，只留下那有些呆若木鸡的侦查者。侦查者愣了许久后，他才回过神。雷狮，就连成平会长都说自己打不过雷狮身后的人，这家伙，19级，不是吧？这侦查者靠着树干上，下意识地捂住脸，他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之中。本来好意过来提醒这些人，让他们避开雷狮，结果却发现这5个人里居然有一个真大佬。先把这件事告知会长吧，真是难以置信。第58章，他在试炼岛做的事被发现了。雷霆协会总部，作为助手的月正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他正看着成平会长。成平会长去了试炼岛一趟，然后回来了。回来之后的成平会长正盘膝，就如同打坐一般坐在沙发上。从他回来后就一直在打坐，到现在已经1个晚上了。作为跟了成平会长长达10年的他，很清楚情况的严峻。在正常情况下，成平会长都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老头模样，脸上总是挂着和蔼慈祥的笑容。只有当他遭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选择用打坐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状态。一个人的属性面板内的数据是会因为一个人的年纪、情绪、精神的变化而变化。成平会长打坐静心，让自己的精神恢复巅峰。也就是说，成平会长这么做了，那就意味着他自己觉得自己目前实力已经无法应对目前的问题了。咚咚，忽的有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月回过神，他看向身旁的电脑荧幕，他坐了下来，坐在电脑荧幕前。旁边的成平会长缓缓睁开了眼睛。成平会长想到了昨天晚上遇到那头雷狮，凶兽卡所具现化的凶兽会拥有使用者的部分属性值。那头雷狮明明只是一头19级的凶兽，但自己的攻击却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那他身后的那个人又是什么等级的存在？成平会长微微皱着眉头。陈官正坐在电脑荧幕前，听着耳麦的月眼中多了一丝疑惑。他多少级？长得什么模样？好。月神色多了一丝震撼感。他摘下耳麦，然后看向成平会长。成平会长已经睁开眼了，他正握着羊胡须看着月。月说：“是侦查者，
他说找到凶兽后边的那个人了。成平会长抚摸着杨胡子的手一顿，他神色多了几分凝重。对方什么等级？月神色变得有些古怪了。他说20级。成平会长紧皱着眉毛舒展开来，他眼中多了一丝错愕。20。他声音大了一些。月嗯了一声，是的，按侦查者的说法，那个人之所以要具现化凶兽，是想通过凶兽帮助自己狩猎，获取经验。他还知道那个使用者的名字。说到这，月顿了顿，他看了看成平会长，那个人的名字叫陈官。成平会长的眼神变得有些不解了，是他。成平会长联想到昨天的情报，陈官拿着潜音的试炼卡进了试炼岛，也就是说，月口中的陈官很有可能便是之前那个陈官。月神色有些古怪，我也无法确定，也有可能是同名。那个叫陈官的等级已经是20级了。侦查者所见到的陈官，有可能跟我们认识的那个不同，有可能只是同名。毕竟我们昨天得到的情报，他才14级，他不可能在短短1天的时间内升到20级。就算是潜音小姐，在身边有人暗中保护的情况下，从当初14级升到20级，也花费了足足1年多的时间。1天升到从14级升到20级，那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不，成平会长神色凝重地说，5个协会内10到19级的年轻一辈，老夫都知道，而名字叫陈官的只有他。月一怔，他说，20级所具现化出来的凶兽，却具有连杀手协会排行前10子刃都无法战胜。那个人的属性面板的数据得有多夸张？你错了。成平会长慢慢抚摸着自己的洋胡子，他说，那头他所具现化出来的雷狮，不仅仅是子刃无法战胜，就连老夫也没有把握能打败那头雷狮。听到这，月瞳孔微微一凝，他吃惊地看着成平会长，怎么可能？您可是53级。成平会长慢慢闭上眼睛，稍稍调整了下情绪，那小子不是普通人。他慢慢睁开眼睛，说，当初他在高台之上想挑战老夫，看样子并不是在说笑。月难以置信地看着成平会长，他无法想象成平会长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成平会长都没把握战胜陈官所具现化的凶兽的话，要知道具现化出来的凶兽的实力是没有使用者强大的，成平会长没办法战胜凶兽，那如果他跟陈官面对面，他又怎么能赢？雷霆协会里的最强者，成平会长居然可能会输给一个20级，年纪还不到20岁的青年，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却让月久久无法接受。月慢慢调整了下情绪，他说，还有一件事，西的死亡原因已经清楚了，是陈官杀的。成平会长说，西是被冰封活活冻死的，但陈官战胜东方豪所使用的能力是剑，也就是说，陈官可以使用2种能力吗？估计是的。月说，根据侦查者的情报，陈官不仅仅只是具现化了一头凶兽，他似乎为了升级，具现化了很多头凶兽，他似乎可以同时控制那些凶兽进行狩猎。成平会长一惊，他看向月，同时具现化2头以上的凶兽进行狩猎。一般来说，人的元力是有限的，无论是使用能力还是具现化凶兽，都需要元力的维持。同时具现化控制成群凶兽，那需要非常庞大的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成平会长握着自己的洋胡子，说，陈官这小子不简单啊。月听到这，不由得咽了咽口水。这何止是比简单，这简直不是人，这是怪物吧？月说，那会长，我们该怎么做？成平会长一听，他看向月，他说，不怎么办，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凶兽的存在很害人，但对于陈官来说，他只是在练级而已。人家练级，我们自然也不能阻止，这是合理的练级。月稍稍思索了下，他说，好。对了，成平会长忽地说，西是 A 级通缉犯，他被杀了，这件事需要解决一下，你让人以雷霆协会的名义将西的尸体带到悬赏店领取悬赏，将所获得钱全部送给陈官。月说，是。成平会长思索了下，说，陈官20级了，也是时候给他发个试炼邀请了。第59章，新的试炼岛跟想象中的不同，要突破20级跟突破10级以上都需要5种突破材料吗？陈官想知道突破20级需要多少种突破材料。他使用了潜音送给自己的突破珠，突破珠透射出蓝色画面内有5个格子，并不是。忽的有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他看向身旁的紫竹，紫竹眸子泛着光，他看了看陈官手中的突破珠，你这是2等突破珠。陈官一听，他看向紫竹，2等。紫竹嗯了一声，有些羡慕地看着陈官。由于只有20级及其以下的能力者来狩猎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才有概率获得20级的突破珠。因为条件太过于苛刻，所以20级的突破珠比起10级的突破珠珍贵太多了。突破珠分为5个等级，在拍卖会上偶尔会拍卖20级的最低等5等突破珠，就算是最低等也是天价，而且很多人想买都买不到。像你手中的突破珠是2等的，这种等级的突破珠
那完全就是有价无市了。紫竹笑说：“真是令人羡慕。我们几个想获得20级的突破珠的话，还得去20级的试炼岛碰碰运气。”陈官看着手中的突破珠，这东西这么珍贵吗？想到浅音那张俏皮的笑脸，陈官心一暖，他露出了笑容，会将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自己，可见在浅音心中自己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陈官看向紫竹，这些等级不同的突破珠有什么区别吗？有的，紫竹说，1等突破珠可以打开6个格子，2等是5个，3等是4个，4等是3个，5等是1个。听到这，陈官就明白了，突破珠等级越高，突破所需要的突破材料就越多。在能力者突破的时候是需要突破材料的，而那些突破材料都来自作为突破材料的凶兽卡。当能力者通过凶兽卡突破后，就可以获得凶兽卡的部分属性值。要知道，突破这种事每过10级才有一次机会，这是获取属性值的重要机会。如果是1等突破珠，就可以一次获得6个凶兽卡的属性，最低等的只有能获得1张凶兽卡的属性。再加上突破珠的质量越高，所能获得属性越多，到时候一个由1等突破珠突破的能力者，另一个由5等突破珠突破的能力者，就算2个人突破到了21级，但属性方面差距却是巨大的。这便是越高级的突破珠越是珍贵的原因。到了，上岸吧。宋屠的声音传来，这声音让陈官从沉思中回过神。陈官一看，发现帆船已经靠岸了。宋屠带着人上了岸，5人都上了岸后，宋屠看向陈官说：“你的升级可真够快的，不过以你的实力能有这种速度也是正常。昨天一天，其实说到底，我们4个也就是帮着找凶兽，在狩猎方面基本上都是你在处理，我们几个可以算是纯混子了。如果没有陈官你在的话，我这从17级升到18级，估计至少要费我1-2个月的时间才能做到。”紫竹看着陈官，他那双紫色的眸子内透着感激，说：“多亏了有你的帮忙。”陈官看了看紫竹，然后看了一眼青云和红爵。青云微微点头，红爵则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陈官。这2个人都不是那种爱说话的类型。陈官收回视线，他看向宋屠和紫竹：“那么以后有缘再见。”伴随着陈官的话音落下，陈官的身影消失了。这一幕让宋屠4人都看愣了。宋屠慢慢的双手环胸，看着陈官消失的位置，这家伙到底有多少种能力？紫竹看着陈官消失的位置，又看了看四周，但没有陈官的身影。紫竹当然没看到，因为陈官之所以凭空消失，并不是因为速度太快看不见，而是他使用了新能力瞬移。现在陈官要去20级的试炼岛寻找突破材料才行。按紫竹的说法，要去20级的试炼岛，那就必须通过试炼才能获得。陈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接受试炼，但陈官并不是那么在意，因为他并没有打算乖乖去接受试炼，因为他知道20级的试炼岛在哪。浅音跟现在的陈官一样，等级都是20级，也就是说，现在浅音所在的地方必然就是20级试炼岛所在的地方，而那个地方昨天晚上陈官就去过。当陈官的身影在紫竹4人眼前消失后，陈官就瞬移到之前遇到浅音的地方。陈官的身影出现在一片森林内。陈官看了看四周，他走向身旁的一棵大树，手放在大树上，那棵大树泛起了绿色的光。很快，整棵大树全部都化为了绿色的光，光慢慢收缩，变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光球。光球又继续收缩，转换成了人形。很快，一个穿着绿色树叶构成的树精灵出现在陈官眼前。树精灵拍动着身后那对蜻蜓翅膀一样的羽翼，飞在半空之中。他看着陈官，等待着陈官的命令。陈官说：“我想寻找20级变异精英凶兽。”树精灵一听，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陈官沿着树精灵手指的方向走去。穿过树林，陈官发现正前方有一座山，山壁上有一个巨大的山洞。这个山洞高足有4米多，而在这山洞附近还有很多帐篷，有些人正在帐篷前生着篝火，烤着肉。这帐篷数量很多，此刻很多人都聚集在这。树精灵说：“就在那边。”说着，他伸出手指了指山洞。看着树精灵的动作，陈官又看了一眼山洞那边聚集的人，然后看向山洞洞口。陈官这一看，发现在洞口右侧有一个石亭，石亭下方有桌椅，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子正坐在石椅上。那些要进入山洞的人拿出了一张暗金色的卡片，递给男子看过。男子点头。那些人才一个个进入山洞内。看到这，陈官明白了，这也是一个试炼岛，但问题是，这个试炼岛没有像之前那个试炼岛的中转站。第60章地下洞窟。因为这个试炼岛上是没有凶兽的，那些凶兽都位于前方的山洞内，自然是不需要中转岛的存在。陈官并不知道，在他观察四周的时候，有人正盯着他看。那是一个男子，男子正坐在篝火旁烤着凶兽肉，
他的眼睛看着陈官，确切地说，他是看着陈官身旁的树精灵。男子说：“你们看，他身旁跟着的是树精灵吧？”旁边的队友一看，好像是的。树精灵可以帮使用者找到附近的凶兽，如果有树精灵的帮助，在我们练级的时候帮我们节省时间，这是一个好能力。我们队还缺一个队友，要不找他？我看可以。男子起身，正打算去见陈官，忽的，在男子的注视下，陈官的身影凭空消失。看到陈官的身影消失，男子瞳孔微微一凝，消失了。他有些懵。队长，你看那边。忽的，身边的队友叫了出声。男子一听，他看向身旁的队友，只见队友正难以置信地看着一个方向。男子沿着队友的方向看去，他的瞳孔一缩，他在山洞入口内部看到了刚刚消失的那道身影。那个带着树精灵的男子已经进入了山洞内了，他正不慌不忙地朝着山洞内部走去。能力，这家伙用了能力，可是他的能力不是绿系森林属的树精灵吗？20级双能力吗？而且这个能力是什么？瞬间移动吗？20级双能力，一个召唤树精灵，一个类似于传说中的瞬间移动，这是个大佬。陈官并不知道用来躲开保安的视线所使用的瞬移能力会被其他人看到，当然对于陈官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避开保安的视线，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试炼卡，也不需要组满5人小队了。陈官自顾自地朝着山洞内走去，在陈官前方还可以看到一支5人队伍，那5人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陈官。陈官现在对这个山洞并不了解，所以他选择跟着这5人走，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做。进入山洞内后，是一条长长的通道，走到通道尽头，陈官看到了蓝色的亮光，沿着亮光看去，陈官发现通道尽头的地下有一个散发着蓝色的光的图案，这个图案是一个圈，圈里边有一个三角纹路。那5人走到那个圈旁边，其中一个男子蹲了下来，用手碰了下那个圈，圈的亮光变得格外明亮，然后在陈官的注视下，那个圈所环绕着的地面慢慢消失。通过陈官的角度可以看到里边有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那5人踩着楼梯往下走。就在那，陈官身边传来声音，他看向身旁的树精灵，只见树精灵指着那个地下洞口，陈官也跟着5人跟着走了进去，踩着楼梯又通过长长的通道进入地下后，陈官发现地下居然别有洞天。他现在在一个石室内，而在陈官前方足足有7条宽大的通道入口。那边，树精灵指向其中一个通道入口。陈官一听，他看了下树精灵手指的方向，确定了方向后，陈官沿着树精灵所指的方向走去。一边走，陈官一边观察四周。这个地方四通八达，每过一条通道就会有一个石室，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超巨型的蚂蚁窝一样。沙沙沙！忽的，陈官听到了声音。一听到这声音，陈官停住了脚步。他抬起脸看向上方，声音是从上边传来的。忽然，陈官正上方的山壁忽然破开，一个黑色的东西从上方落下，扑向陈官。陈官身体一动，后退3米。虽然陈官的防御力足够高，但忽然冒出来的东西还是让陈官反射性的后退。砰！哗啦！伴随着沙石掉落，陈官看清了身前的东西。这东西是一头肩高足有2米高，长得巨型钳子的巨型黑蚁。陈官并不知道，在他身后有一支5人小队也正好从这边经过。正好陈官碰到巨型黑蚁的时候，那支5人小队也已经到了。队长一看前方有战斗，便伸出手示意身后4个队友停下。小队停下了，前面有人在战斗。那只凶兽是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巨钳黑蚁。要对付这东西，如果是20级的人要对付，那至少5个人同时要具备着完美的配合默契才有可能做到。队长，那家伙好像只有1个人。1个人？而且他额头上的印记，他好像才20级。20级，1个人遇到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黑蚁。队长，怎么办？我们要帮忙吗？队友出声说。队长皱着眉头，他有些犹豫。要知道，这支小队虽然每个人都有21级，甚至有22级的，但小队5人几乎都是靠着钱去买的突破珠获得的升级，而且队伍配合的默契度不足。5人对付一些普通凶兽还行，要对付这么一头变异精英级别的凶兽，那难度极大。这东西要是换成我那个世界的女孩看来，非叫出来不可。陈官嘀咕着。不对，估计就算是那个世界的男人看到了，也得叫出来。巨型黑蚁跑动着跑向陈官，这速度极快，比起陈官之前所遇到的所有凶兽都要来得快。陈官说，可惜我并不是以前的我了。伴随着陈官话音落下，上方地下左右的山壁冒出了无数根巨型的地刺，地刺瞬间伸出，贯穿了巨钳黑蚁的身躯。巨钳黑蚁被这无数根地刺
直接刺穿撕裂，一下子就没了动静。在陈官身后偷偷观战的5人看到这一幕后，眼睛瞪大了，嘴巴长大了。伴随着巨前黑蚁的死亡，陈官看到巨前黑蚁身上冒起了由0和1的数据组成的蓝色光，光从巨前黑蚁身上飞出，落在陈官身前。一张卡牌和一颗蓝色的珠子在凝聚而成。很快，巨前黑蚁卡出现在陈官身前，在巨前黑蚁卡身旁，一颗泛着七彩光泽的珠子无视重力的作用悬浮在半空之中，正是突破珠。第61章试炼比试的邀请。陈官收起卡牌和突破珠，他拿出突破珠，打开突破珠，蓝色的画面出现在陈官眼前，在画面内可以看到4个蓝色的方格，4个方格，3等突破珠不太行，既然要用来突破，那自然是用最好的。虽然从上一次突破中，陈官知道就算自己用很高级的突破珠，自己的属性数值已经到达上限，也不会继续增长了，但既然是突破，那么就必须得要最好的。毕竟陈官对这个世界并不了解，如果因为使用太低级的突破珠导致后边出现损失的话，那就太得不偿失了。5等20级突破珠对于常人来说都是天价，而3等突破珠在外边更是有价无市。但在陈官眼里，这东西不太行，他想要的是最高等突破珠，也就是1等突破珠。反正杀几头变异精英凶兽，顺带还可以收集下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蛮好。那边还有。树精灵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陈官朝着树精灵所说的方向走去，在他身前那些地刺化为黄色的光消散了开来。在陈官身后不远处，那5人小队呆呆地看着陈官的背影，直到陈官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之中。我没看错的话，那些地刺应该是黄系大地鼠的能力，可这太夸张了吧？我们见过黄系大地鼠的20级能力者，他们的能力攻击根本就没办法穿透巨前黑蚁的铠甲，除非他的能力熟练度很高。那得多高？那得有多高的能力熟练度才能做到这种程度？直接秒杀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而且他自身才20级，这是怪物吧？我也感觉太夸张了，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这或许就是怪物级别的大佬吧。000刚刚离开狩猎的还没多久，陈官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陈官伸出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接通电话，放在耳边。喂，您是陈官先生吗？手机那头传来一个优美的女声。陈官一听，他说：是的，我叫月，是成平会长的助手。鉴于你已经升到了20级，协会邀请您参加后天即将开始的试炼比试。如果您获得试炼比试，便可以成为协会中层会员，可以获得诸多待遇和福利，同时还可以获得进入试炼岛的资格。中层会员，陈官心一动，这就是子竹所说的获取试炼卡的方式的比赛了。陈官说：中层会员是什么意思？在网上还有更高级的吗？当然有，30级之后您可以申请成为协会精英会员。岳柔声解释着。陈官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那什么时候可以申请成为会长？对面安静了3秒左右。精英会员之上还有议员席位，成为精英会员，等级到达40级以上就可以挑战现有的议员，获得议员的席位。雷霆协会设立有5个议员席位，当有议员满50级想挑战会长的时候，需要召开议员会议，经过投票多数同意后，便可以挑战会长，获得胜利便可以成为会长。毕竟成为会长就意味着要担任整个协会的发展与安全等职责，权力大，但责任也极大。只要当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后，才能让协会稳定。这个世界虽然的确是以强者为尊，但一个协会就相当于陈官那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要管理一个协会，肯定不能仅仅只是武力。当然，在这个世界，只要足够强大，就几乎可以摆平任何事情。例如投票，如果那些议员不愿意投自己，那将他们打一顿就是了。大概情况，陈官算明白了。协会内的会员里都是有划分等级的，而等级的提升是根据等级和实力来判定的。陈官说：明白了。说话间，陈官的视线往前，他注意到前方有一只形状长得像是大耳朵跳鼠的生物，正朝着这边一蹦一跳的往这边跑来。这只小东西虽然长得像跳鼠，但比跳鼠要大得多，它长得拳头大小，浑身颜色呈蓝色，毛茸茸的毛发也呈现蓝色。陈官挂断了手机，蓝色跳鼠那双蓝色眼睛也看到了挡在前方的陈官，他赶忙的侧过身，想从陈官右边逃跑。陈官一看，他眼中多了一丝新奇。目前陈官所遇到的凶兽一见到自己就发动攻击，而这只小东西见到自己却选择避开自己进行逃跑。怪了，不过想跑没门。陈官手一挥，藤蔓从地面窜出，瞬间刺穿了蓝色跳鼠的身体。吱，蓝色跳鼠应声倒下，他身体泛起了蓝色的光，那些光凝聚在陈官身前，在陈官注视下形成了一张卡牌的模样。
卡牌凝聚而成。陈官看着眼前这张卡牌，他眼中多了一丝疑惑。他手伸出，接了过来。这张卡牌跟陈官之前所见的所有卡牌的模样都不同。别的卡片一般后背呈黑色，就如同一个黑洞一般，然后正面则是白、黄、红之类的框。可这张卡牌整体全部呈蓝色，那是我们的水跳鼠。呼的一个声音打断了陈官的思绪。陈官回过神，他抬起脸看去，只见前方一支小队出现在眼前。这小队有5人，其中站在前边是一个寸发壮汉。壮汉看着陈官脚下的水跳鼠的尸体，再看着陈官手中的卡牌，他面色都变了。这只水跳鼠是我们的猎物，我们追他足足追了1个上午了。壮汉握紧手中的大砍刀，眼睛透着愤怒盯着陈官，说：马上把你杀死水跳鼠获得的属性卡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这5人明显是经过激烈运动，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此刻这个额头印着2个黑色三角印记和一个三角条纹的23级壮汉，正满脸愤怒地盯着陈官，那神态似乎恨不得咬下陈官身上的一块肉。看到这，陈官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刚刚这只水跳鼠从远处跑来后，见到自己没有往回跑，而是选择冒险绕过自己。原来在水跳鼠身后有这5个人在追杀他。第62章属性鼠和属性卡。陈官打量着眼前这5人，站在前边是一个寸发壮汉，在寸发壮汉身后还跟着4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他们神色阴沉地盯着陈官。寸发壮汉更是将手中的砍刀抬起，对准了陈官。眼前这5人中，寸发壮汉的等级最高为23级，其他4个则都是22级的。看眼前这5人的架势，自己如果不同意将这手中的凶手交给他们，这件事就不好和平解决了。陈官看着寸发壮汉说：我记得刚刚这头水跳鼠是自己跑过来的，在他跑过来的时候，他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你们说他是你们的猎物，就因为你们看到了他。照你们这么说，那在这个洞窟内那么多的凶兽，我看一眼，他们就都是我的猎物。谁猎杀了，那么就得将东西交出来了。陈官玩味地说：你们这逻辑可真是有意思。在陈官身后不远处的地方，那支被陈官所展现出来的实力震撼的5人小队正悄悄跟着陈官。当看到这边的情况后，那5人立即靠着墙壁看着这边。龙帽队长，他们好像是发生矛盾了，看起来是那位大佬抢了对方的猎物。一个长得金头发的男子出声说。另一个20多岁的红发女孩一看，她眼中有了好奇。猎物？什么猎物？我的天，那是水跳鼠！当看到陈官身旁的水跳鼠的尸体后，她瞳孔顿时一凝。什么是水跳鼠？金发男疑惑了。水跳鼠你都不知道吗？水跳鼠我们也叫属性鼠，这玩意杀了之后会生成属性卡，属性卡可以直接跟身体融合，让人获得属性卡所提供的属性。听到金发男不知道，红发女蹙了下眉毛。属性鼠极度罕见，它所能生成的属性卡更是有钱都买不到。这么恐怖？金发男吃惊地说，这种猎物自己先看到，却被别人先杀死获得，这种事估计是无论是谁都受不了吧。红发女一听，她说，胡说，那大佬不是说了吗？大佬看到水跳鼠的时候，水跳鼠身上一点伤都没有，这怎么可能算抢？小声点。龙帽队长压低了声音，让身旁的队友小声点。他们的声音这才停了下来。金发男说，红衣，你说大佬和他们谁能赢？红衣一听，他皱着眉头说，不好说，对方一个23级，4个22级，大佬很强，但再强他也只是20级，甚至还没突破。他们要动手了。金发男呼地说，藏好点，别被看到了。说着，5人靠着墙壁小心翼翼地偷窥那边的情况。臭小子，你别不识好歹。寸发壮汉慢慢调整了下情绪，他一边说着眼睛，一边打量着陈官，之后又看了看四周。注意到寸发壮汉的眼神，陈官知道这家伙现在已经从愤怒中回过神了，现在的他估计是在寻找陈官是否有队友。很显然，这家伙是真打算对陈官下手了。海哥，他身边跟着的是树精灵，他估计是绿系森林鼠的专精探索的能力者。旁边一个高瘦男在寸发壮汉耳边说，旁边另一个比较矮的男子也跟着说，海哥，他等级好像就20级，身边没有其他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人。我猜他因为什么原因跟他的队友分散了。这家伙只有一个人，等级不高，我们可以直接干掉他。寸发壮汉眯起了眼睛，动手。话音落下的瞬间，那个矮个男早就准备好了，他一弯腰，手拍在地面上，伴随着他的手落在地面上，陈官脚下的地面忽然化为泥土，泥土犹如活物一般将陈官双脚捆在地面上。抓到你了！矮个男眯着眼睛，那个被唤为海哥的寸发壮汉动身了，他单手握着砍刀，猛地冲向陈官。在陈官饶有兴致的注视下，
砍刀环绕着蓝色的光，整只砍刀仿佛覆盖了一层寒冰。他一刀斩向陈官的身体，陈官抬起手一挥，海哥一看，他眼睛多了一丝凶狠的光，用手跟我的大刀对碰，简直找死！手跟砍刀撞在一起，枪！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异响，陈官的手拍在砍刀刀刃上的瞬间，砍刀的刀刃应声断成2截，咔！断掉的部分直接飞出，噗呲！断刀插在山壁内。海哥下意识地后退了2步，他看了看手中剩下的断刀，他满脸错愕和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官。我的妈妈咪呀！在远处观战的金发男不由得捂住自己的嘴巴，他咂了咂嘴，说：“他用手随意一挥的力量，居然震断了一个23级能力者的武器。”龙茂也是满脸震惊和难以置信。红衣眸子泛着光，这一幕，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20级的人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海哥皱起眉头，看向身后其他3人，说：“用能力，趁着他现在不能动，杀了他。”是。一瞬间，那3人同时动了。那个矮个的男子还是保持左手放在地上的姿势，用黄系大地系的能力控制着泥土，控制陈官的行动，让陈官不能动弹。而其他3个22级能力者一起出手，火球掠向陈官，由冰所构成的冰刃射向陈官，还有一个男子手中握着是一个狙击枪，他瞄准陈官直接开枪，轰！一颗由黑色原力构成的子弹直接掠过空气，射向陈官。3个22级的能力者在这一刻对陈官发动了他们的能力，对陈官进行攻击。面对这些攻击，陈官其实完全可以不闪不避，也不去阻挡，但这样的话，衣服就坏了。所以陈官选择了行动，他的身体在一瞬间消失在原地。当陈官消失的瞬间，火球、冰刃和子弹全部轰在山壁之上，可陈官却已经消失不见了。矮个男一怔，他皱着眉毛，慢慢起身。人呢？海哥神色多了一丝疑惑，难道他除了树精灵外，还有其他的能力？逃生能力？海哥皱着眉毛，面色阴沉地说。噗呲！忽的一声血肉分离的声音响起，啊！忽然有惨叫声响起。听到这声音，海哥一怔，他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入目的画面让海哥瞳孔猛地一缩，他的脸色变得惨白如纸。只见在他身后的4个队友，此刻全部都被地面升起的巨型地刺直接贯穿了身体，而陈官正站在这4根地刺后边，他双手环胸。我想，需要逃生能力并不是我，而是你。海哥双腿一软，整个身体摔倒在地面上，他脸色惨白地看着陈官，不，别杀我，别杀我。第63章，我就是大佬。在远处观战的5人此刻都说不出话来，5人呆呆地看着陈官的举动。你们刚刚看到了吗？红衣神色震撼地看向身旁的队友。金发男咽了咽口水，他认真地点了点头，看到了，他的身影在一瞬间消失，那个22级的黄系大地属的人的泥土束缚对他一点用也没有。我看到他在消失的同时，身影就出现在那5人身后。这是什么能力？难以置信。红衣说，这估计是能力，看起来就像是传说中的瞬移。瞬移？金发男看向红衣，怎么可能？那种能力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在人们觉醒能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瞬间移动，但从没有任何人成功觉醒过。这个能力是公认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能力，是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的能力。红衣蹙着眉毛，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是他的速度太快？可问题是，就算速度太快，也不可能快到连肉眼都没办法捕捉到残影。还有，金发男说，一个人的速度不可能快到这种地步，但我也不认为是瞬移，这可能是他所拥有的另一种能力。除此之外，你们看他身旁跟着树精灵，然后又是这个凭空消失又凭空出现的能力，现在又是这个地刺，3种能力。红衣微微点了点头，大佬，这或许就是大佬吧。其他人听到这，只能默默点了点头。另一边，陈官看着海哥求饶的怂样，他慢慢走到海哥身旁。海哥咽了咽口水，他瞳孔颤抖地看着陈官。陈官把玩着手中的蓝色卡牌，他看着海哥说，问你一个问题。海哥一听，他眼睛一亮，您问。陈官说，之前我听你说属性卡，什么是属性卡？有什么用？海哥一愣，他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强悍到让他都无法理解的男子，居然连属性卡这东西都不知道。海哥调整了下情绪，他说，这个试炼洞窟内有时候会出现属性鼠，属性鼠分为7系。你刚刚杀死的是谁属性鼠？也就是水跳鼠。被击杀后的属性鼠会生成对应的属性卡，这种属性卡可以增强对应的系资质，是非常罕见的存在。闻言，陈官哦了一声，他说，感谢你的解答，下辈子如果有机会再遇到的话，希望你能做个好人。海哥瞳孔一凝，你？陈官手一挥，蓝色的光一闪，
海哥的整个身体直接被寒气覆盖，整个身体都冻成了一具冰雕。陈官解决完这些事后，他便继续沿着树精灵所指的方向走。5人小队慢慢走出，龙茂看了看前方那具被冰封了的海哥的尸体，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蓝系寒冰属，红衣眸子泛着光泽，这是他目前所展现出来的第4个能力。金发男说，树精灵属于绿系，地次属于黄系，这冰封能力属于蓝系。他觉醒4个能力，有3个能力都是不同系的，他的系资质得有多高？怪物，这是一个真正的怪物。金发男咂了咂嘴。陈官走动的时候，他打量着手中的属性卡，这东西可以提供自身的系资质。陈官记得，系资质的数据会影响到能力的觉醒。有些人就是因为系资质太过于低，导致一辈子都觉醒不了自己的能力。只有系资质足够高，才能解决能力，同时觉醒1转、2转之类的能力。当然，这东西对于陈官来说，他并不需要。他的系资质已经到上限了，但陈官对这东西有点兴趣，他想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将这属性卡所蕴含的属性吸收掉。伴随着陈官出现这个想法，属性卡忽地泛起了蓝光。陈官看到整张属性卡都化为0和1的蓝色数据，慢慢融入他手中。陈官心一动，只要自己有这个念头，他就会自动跟自己融合。果然，整张属性卡都融入他的体内，无影无踪了。陈官立即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下，一看，陈官微微皱起了眉毛。水跳属也就是蓝系资质，可现在一看，陈官发现自己的蓝系资质还是跟之前一样，999、9999，根本没变化。果然，自己已经到达上限了。下次如果有这东西，还是将它留着丢拍卖会那边卖吧，那样多少还能赚点钱。虽然目前陈官吃喝住都不愁，但钱多不压身。陈官通过树精灵的指引，继续在这个试炼洞窟内狩猎。就跟那个叫海哥的人所说的一样，属性属的存在果然是非常罕见的。陈官在这试炼洞窟内狩猎足足半天时间，都没发现属性属的踪迹。不过还好，突破材料算是凑齐了。他到目前为止杀了多少头凶兽，他没仔细算。变异精英凶兽，他就记得他杀了6头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了。不过突破珠的出现概率果然不高，6头20级变异精英凶兽只给自己提供了4颗突破珠，2颗3等突破珠，1颗4等突破珠，还有1颗是1等突破珠。陈官看着手中的1等突破珠，这1等突破珠内散发着的七彩光泽，比起2等要更加灿烂一些。可以了，接下来就可以突破了。陈官打开突破珠，正打算往里边放突破材料。陈官，忽的一个透着惊讶的女声传来。听到这个声音，陈官回过神一看，他发现正前方正有一支小队正往这边来。看到那支小队，陈官注意到那支小队里的一道熟悉的倩影。他身穿着一身黑色皮质紧身衣，贴合着高挑傲人的身姿，一头火红色的长发扎成单马尾的形状，其刘海之下是一张绝美的俏脸。两人的视线彼此相对，他那张美艳白皙的俏脸上有着一双红宝石般的清澈眸子，眸子内透着惊讶。是他，也是，这里是20级的升级场所，他自然也会在这遇到了，并不奇怪。第64章试炼洞窟内遇到熟人。浅音看着陈官，他的眸子泛着惊讶的光泽。昨天晚上他的记忆里见到过陈官，只是醒来后没看到陈官，所以浅音一直以为只是做梦。只是没想到浅音又遇到了他，而且还是在试炼洞窟内。塔娜注意到浅音的神态，他眼中多了一丝疑惑。浅音，你认识他？浅音回过神，他看了下塔娜，当然认识。说着，浅音自顾自地往陈官走去。陈官看着浅音过来，他露出笑容。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浅音一听，他说，等一下说这个，我帮你们介绍一下。说着，他看向身后的4个队友，这位是陈官。那4个队友一听，一个个对着陈官投来视线，上下打量着陈官。浅音看向陈官，然后手对着一个少女，说，她是塔娜，我的好闺蜜。陈官沿着浅音所看的方向看去，他看到是一个扎着单马尾，穿着白衬衫搭配超短牛仔热裤搭配渔网袜的少女。这少女模样清秀，看起来颇为可爱。他见陈官看来，他露出一抹友善俏皮的笑容。他额头上可以看到2个黑色的3角印记以及2个条纹，也就是说他是22级。浅音昨天已经突破，他目前的等级是21级。我叫木槿。说话是一个男的，这男的看起来年纪20岁出头，头发呈绿色，耳朵上还戴着一个耳环，身材高高瘦瘦，配合那张秀气的脸，看起来有些女孩子的气息。陈官心想，这头发的发色看起来有些危险。旁边一个穿着黑色披风，身材高挑傲人的女人，正双手环胸，手里拿着一柄太刀，年纪20岁出头。当木槿话音落下，她也跟着说话。我的名字叫琳娜，
在这支小队内，我的年纪大一些，所以是这支小队的队长。你好，我是朱浩。一个声音响起。陈官看向说话的人，这说话是一个身材健壮的男子，头发剃成了寸发，年纪跟其他3个一样，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看着陈官，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浅音看向4个队友，说：“那个，我有点事，你们先在这里等我一下。”好。队长林奈点了点头。浅音带着陈官走远了一些。走远后，浅音看着陈官，他的眸子透着疑惑：“你怎么到这来？”闻言，陈官露出笑容，手抬起，指了指自己的额头。浅音的眸子多了一丝疑惑，他看向陈官的额头，一看，他的眸子微微一凝，他脸上多了一丝震撼。20级？不是吧？我记得我前天跟你分开的时候，你才14级。他看向陈官，这才过了2天，他有些难以置信，也难怪他会那么惊讶。陈官这升级速度实在太不合理，普通人从14级升到20级，至少得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做到，而陈官只花了2天。但事实摆在眼前，浅音只能调整了下情绪，看着陈官说：“你这升级的速度真不是个人类，更像是个怪物。”陈官看着浅音，一脸认真地说着这话。他也不在意不远处，浅音的队友还在，他手一伸，搂着浅音的腰。浅音一愣，他身体被陈官拉在怀里。浅音象征性的挣扎了下，便老实了，只是脸颊有些泛红。陈官笑说：“你说的这话应该是在夸，只不过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呢？本来就是，你本来就是个怪物，这升级速度……”他抬起脸看着陈官，有些快得过分了。说是这么说，但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内泛着是喜悦，脸上也有笑容。只是这样，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我给你的试炼卡只有上10级试炼岛的，你怎么会到这边来的试炼卡？陈官听到这，他看了看浅音，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官露出笑容，手抬起，刮了刮他的小鼻梁，笑说：“你是忘了昨天晚上的事了吗？”浅音一怔，他说：“昨天晚上。”他的眸子泛着一丝光泽，那不是梦。他以为昨天晚上是一个梦，所以没有考虑陈官的瞬移能力，但如果昨天晚上不是梦的，那么他的疑问就可以解释得通了。陈官和浅音的亲密举动被林娜4人看在眼中，木槿看着这一幕，他也是满脸吃惊，他们关系这么亲密吗？浅音居然有男朋友了。说到这，木槿下意识地看向塔娜，塔娜，你不是和浅音的关系最好吗？你知道这事吗？塔娜也是满脸狐疑，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她从没跟我说过这事。真没想到，一直跟个男人婆一样的浅音，一直对谈恋爱没兴趣的浅音，居然偷偷搞上了对象。木槿双手环胸，不过这个叫陈官的人看起来年纪跟浅音差不多，这年纪居然能到20级，又是一个堪比浅音的天才吗？目前各个协会的少年天才我都认识，可我居然不认识他。木槿疑惑地说，真是奇怪。木槿看向林娜，林娜姐，你见多识广，这人你认识吗？林娜摇了摇头，不认识。陈官笑说，今天我到这来是狩猎凶兽，想获取点突破材料的。我知道你最近要跟你的队友一起升级，所以就没打算打扰你。浅音知道陈官的想法，他眼中多了一丝温柔，他笑说，我也是昨天才突破的，在突破后我们队伍也有遇到一些20级的精英凶兽，我本来想帮你存几张精英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的，结果没想到你这么快。说着，浅音从自己腰兜内取出2张凶兽卡递给陈官，说，现在我只帮你收集到了2张，之后我们5个在狩猎升级的时候也会留意有没有20级的精英凶兽卡给你作为突破材料用。听到这，陈官心一暖，原来这小家伙居然在考虑自己的突破材料的事。只是这样一来，陈官就有一个问题了。他说20级的精英凶兽卡可以作为突破材料，那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卡可以吗？他有些担心了。其实在陈官狩猎20级变异精英凶兽的时候，也击杀过不少的精英凶兽，只不过陈官看不起那些精英凶兽，所以全部具现化，让他们滚出去帮自己获取经验了。如果变异精英凶兽卡不能用来突破的话，那就得将那些家伙重新叫回来，那有些麻烦。浅音微微一怔，他看了看陈官，当然可以，只是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都太过于强悍，就算我们5个21级的队伍配合着也不好处理。如果等级太高的人击杀20级变异精英凶兽是没办法获得卡牌的，所以就算是我们也办法无获得变异精英凶兽卡。听到这，陈官松了口气，他还以为自己收集了这么多的变异精英凶兽卡，没办法当突破材料呢。浅音歉意地说，抱歉，我没办法为你带来最好的突破材料。陈官一怔，他看向浅音，他笑了，你抱歉什么？说着，陈官伸出手刮了刮浅音的小鼻梁，惹得浅音可爱的皱了皱鼻子。陈官笑说，你的老公可不是吃软饭的，你没有高级的突破材料，
我可以自己去狩猎。说着，陈官手摸向裤兜，取出一叠凶兽卡，说：“这些都是变异精英凶兽卡，目前我已经收集好了6张，已经足够突破用了。”浅音一怔，他看了看陈官手中那叠凶兽卡，看到凶兽卡上那些印着一头头变异精英凶兽的图案的时候，浅音的眸子多了一丝震撼。他看向陈官：“你一个人杀了6头变异精英凶兽？”第65章，稀有 BOSS 级凶兽。虽然浅音见识过陈官战胜过东方豪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但亲眼看到一个20级的能力者拿出这么多变异精英级别的20级凶兽卡，这让浅音还是忍不住惊讶。陈官笑了笑：“那些凶兽都太弱了。”浅音一怔，他白了陈官一眼：“那些可是变异精英级别的凶兽，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一般就算是25级的能力者，看到他都得选择绕着走。那种东西怎么可能不强？”不过，浅音露出俏皮的笑容，看着陈官说：“比起你这个怪物，他们的确没那么强。”陈官笑了：“怪物是吧？其实我还有更怪物的一面。”说着，他搂着浅音的腰肢，看着她的小脸，笑说：“等你成了我的女人，你就知道了。”浅音一听，她先是没反应过来，有些疑惑。聪慧的她经过1秒的时间思索，她就懂了。她脸一红，白了陈官一眼：“那是等你30级后收集满突破材料再说。你现在已经20级了，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突破了。”浅音看着陈官，俏皮的笑说：“等你突破后，你就跟我一样是21级，到时候一起练级，怎么样？”陈官笑说：“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毕竟你练级速度太慢了。”闻言，浅音白了陈官一眼：“不慢了好不好？我今年才18岁，21级，在整个东大洲里年轻一辈，能跟我比升级速度的不到1只手的数。当然比起你这个怪物，自然差了点就是了。好了，不说这个了，你先突破吧，我去跟我的队友说一下，让他们另外找个队友。”浅音笑说。陈官点头笑说：“浅音朝着他的队友方向走去。陈官自顾自地取出突破珠，他打开突破珠，一个蓝色的画面出现在陈官身前。画面内可以看到6个方格，6个方格。林娜一看到陈官所使用的突破珠，她眼中多了一丝惊讶。木槿眨了眨眼睛，那张有些清秀的脸上多了一丝震撼。那是1等突破珠。好家伙！木槿说：“真是好家伙，这东西可是就连协会高层都很难弄到的东西，他居然有。难道是浅音送他的？不大可能。”塔娜眼中透着一丝光泽，1等突破珠出现的概率为100,000,000,000%，而且要获得突破珠，只有20级的人进行猎杀才能获得，就算那些拥有更高等级的高手想帮也帮不了。如果说是拍卖会上，也更是有价无市，那珍贵程度太过于夸张了。1等突破珠这种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我记得就算当时浅音突破的时候所使用的突破珠，也就是2等突破珠。塔娜说，就算是雷霆协会会长也没办法搞来1等突破珠。不对，有一种凶兽，据说有很大概率可以出现1等突破珠。林娜仿佛想到了什么，呼的出声说。塔娜一怔，她看向林娜：“队长，你该不会是说稀有 BOSS 级凶兽吧？”稀有 BOSS 级凶兽？你是说那些会使用特殊能力的凶兽？木槿有些震撼地看向塔娜，说：“不可能吧？虽然我知道试炼洞窟内有那些凶兽，但那些凶兽对于同等级的能力者来说，完全就是噩梦级别的存在。就算是20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他们甚至可以轻松杀死一名30级的能力者。正常人遇到他们都是选择绕着走的。”浅音过来了，塔娜呼的出声。浅音一过来，见他们在聊天，他有些好奇：“你们在聊什么呢？”塔娜神色古怪地说：“浅音，他现在在用的1等突破珠，你怎么是从哪里来的吗？”浅音一怔，他瞳孔微微一凝，1等突破珠。他有些难以置信地回头看向身后，只见陈官已经打开突破珠，看着那具有6个格子的蓝色框框。浅音的眸子泛着光，6个格子，真是1等突破珠。塔娜看着浅音的神态，他就知道浅音并不知道这事。浅音稍稍调整了下情绪，他收回视线，看向身后4个队友，他说：“我想这应该是他自己狩猎的凶兽，再加上运气好所获得的。”塔娜眨了眨眼睛，他才20级，他能战胜变异精英凶兽？其他人也好奇地看着浅音。浅音说：“别小看他，他的等级虽然不高，但他的属性面板数值却已经超越任何同等级的人，而且他具有超越常人的细资质和能力熟练度。别说是一头20级的变异精英凶兽了，就算是更高级的变异精英凶兽，我也觉得他也很难输。”塔娜惊讶了：“这么厉害？那如果是稀有 BOSS 级凶兽呢？”浅音一听，他给了塔娜一个白眼：“稀有 BOSS 级凶兽，那可是会使用能力的凶兽，同时身体属性数值极高，人们将他们称之为 BOSS。同等级想战胜他几乎不可能，就算是30级的能力者，见到他也只能绕着走。陈官再强，也不可能战胜那种东西。
你问这个问题就有些奇怪了。陈官可不知道一等突破珠的价值有多高，他自顾自地取出一张张变异精英凶兽卡，作为突破材料放到方格上去。当陈官一张张将那些变异精英凶兽卡放上去后，看着那一张张变异精英凶兽卡的图案，林娜等人都看愣。20级变异精英凶兽巨钳黑蚁、地洞赤狐、黑影蝰蛇，看着那些凶兽卡的图案，塔娜喃喃地叫出那些凶兽卡的名字。忽然塔娜瞳孔微微一凝，她那张小脸多了一丝震撼。等下，那是不是吧？稀有 BOSS 级凶兽黑影蝰蛇王。当说出黑影蝰蛇王的瞬间，塔娜小脸都变了，满脸的难以置信。他真杀了一头20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陈官可不知道稀有凶兽和变异精英凶兽的区别，他当时只是路过的时候遇到一头20级的凶兽要攻击自己，然后他顺手解决了。见那头凶兽会爆出突破珠，陈官就将其认定是变异精英凶兽，仅此而已。第66章，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带我去看看。6个方格放好后，慢慢的，方格内的凶兽卡慢慢融入突破珠内，突破珠泛起了蓝色的光，化为0和1的蓝色数据，在旁边众人的注视下融入陈官的手掌内，跟陈官融为了一体。与此同时，在陈官额头上的印记内多了一条黑色的纹路。现在的陈官额头上有了2个黑色三角印记和一条黑色纹路，这就代表着陈官目前已经21级了。陈官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下，发现自己的属性面板除了等级从20变成21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的变化。果然999 9999已经是上限了，接下来就可以继续升级获取经验了。之前自己获得的凶兽卡都已经具现化，目前在这个试炼洞窟内找凶兽杀，帮自己获取经验。只是当时陈官到了20级，在没突破前，无论杀多少凶兽，自己都获取不到任何经验的。现在突破了，那么就可以了。陈官，忽的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回过神，看向浅音。不知何时，浅音5人已经走过来了。陈官笑说：“怎么了？”浅音好奇地看着陈官：“那颗1等突破珠，你是怎么获得的？”陈官说：“就跟正常获取突破珠一样，我找了一头变异精英凶兽，然后杀死获取的。”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浅音看着陈官：“你是怎么获得的？那头变异精英凶兽长得什么样子？”陈官不知道浅音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看了看浅音身旁的4人，却发现他们也都看着自己，眼中满是询问和好奇。突破珠不就是击杀变异精英凶兽获得的吗？这很奇怪吗？陈官不懂，他单手环胸，另一只手抚摸了下自己的下巴，他稍稍思索了下，那是一头长得跟蟒蛇一样的凶兽，他太弱了，我没多观察。听到陈官这随意的发言，听起来就像杀死一头稀有凶兽，就跟杀死一头小鸡仔那样轻松的发言。木槿嘴角抽搐了下，林娜深深地看了看陈官。这一刻，他们都知道了，眼前这个叫陈官的人根本不认识黑影蝰蛇王，但可以确定的是，刚刚陈官所使用的突破材料便是黑影蝰蛇王。也就是说，那头黑影蝰蛇王是被陈官误认为是一头变异精英凶兽，被他随手给干掉了。他们从浅音口中知道，眼前这个等级为20，年纪看起来很年轻的男子很强，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人居然会强到这种地步。一头稀有凶兽，一头被人称为 BOSS 级别的黑影蝰蛇王，被他说成了弱鸡，甚至还是一只没必要多观察的弱鸡，难以置信。浅音很清楚，陈官并不是在开玩笑，因为他了解陈官，陈官当时可是连凶兽岛都不知道的人，他不认识黑影蝰蛇王是非常正常的。浅音稍稍调整了下被震撼的心灵，然后回头看向身后的4个队友。陈官是在今早才突破20级的，他对这试炼洞窟不太了解，所以我接下来打算跟陈官一起狩猎，帮他普及一下这边的一些知识。塔娜一听，他立马赞同的点了点头，他的确需要个人帮他普及知识。把一头极度危险的稀有凶兽当作变异精英凶兽的人，这种人如果不给他普及下知识，谁知道接下来他会不会招惹一些更加恐怖的东西。林娜也很同意，我们可以到洞外再招一个队友。浅音，你就好好跟你男朋友好好说一说这地方吧。浅音看向陈官，他露出俏皮的笑容，走吧。陈官微微点头，浅音带着陈官离开。那4人看着浅音和陈官离开的背影，其中木槿看着陈官的背影许久，直到陈官的身影消失在转角，他才说了4个字：太吓人了，这家伙是怪物吧？朱浩忍不住说。塔娜赞同点了点头，我也觉得，一个20级的人，一个人干掉一头黑影蝰蛇王，还说黑影蝰蛇王是弱鸡的家伙，怪物，真怪物。以前我觉得浅音的天赋就已经足够怪物，但比起这家伙，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女怪物之上还有男怪物。木槿嘀咕着，我看你的队友们的脸色好像不太好。陈官看了看身旁的浅音，浅音沉默了下，然后他双手环胸，看向陈官，
这试炼洞窟跟试炼岛和凶兽岛都不同，在这试炼洞窟内有一种凶兽是非常恐怖的存在，那种凶兽我们称之为稀有凶兽，他们被一些人称之为凶兽内的 BOSS。他们不但自身的属性值远超一般凶兽，他们还具备一些特殊的能力。一般的凶兽多数都用一些比较常见的能力，例如喷火、发射水球之类的，但那些凶兽却会使用一些特殊的能力，借助那些能力的帮助，他们等级为20级，但却可以让30级的能力者饮恨当场。前因说，所以一般来说，就算是30级的能力者，但一个人遇到那种稀有凶兽的时候，都必须得绕着走。说到这，他看了看陈官，可是某个20级的人却将那种稀有 BOSS 凶兽当成变异精英凶兽，还说他是弱鸡。其他21级的人听了，脸色能好就怪了。不过，如果20级的人可以击杀这种稀有 BOSS 级凶兽的话，是有极大的概率获得1等突破珠的。而变异精英凶兽会出现2等突破珠的概率为100万分之一。陈官听到这，他懂了，难怪你会问我的1等突破珠是从哪里来的。陈官笑说，原来我错手杀了一头 BOSS。浅音看着陈官，认真的说，我现在得时时刻刻盯着你，不然谁知道到时候你会不会跑到2层试炼洞窟去，到时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2层试炼洞窟，陈官眼睛微微一亮，这地方还有2层。浅音说，当然有，试炼洞窟有3层，1层都是20级到29级的凶兽，2层就是30级到39级的，3层则是40级到49级的。每一层都设有封印，只有人类触碰才会开启，所以下层凶兽无法到上层来，上层的凶兽也无法到下层去。他说，这地方可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可别觉得现在的你很强，如果遇到那些30级以上的凶兽的时候，那可是非常非常致命的。还有，在这一层试炼洞窟内还有一些强大的存在，那些存在就算等级低也非常强大，我们如果碰到，那就得马上避开才行。陈官一听，他顿时来了兴致，有吗？那快带我过去看看。第67章，我是无所不能的。一听，浅音脚步一顿，他看向陈官，鼓着脸，气呼呼地说，我可是很认真的。看着浅音气呼呼的样子，陈官微微一怔，他懂了，浅音这是在担心自己出事，这才会这么认真。浅音见过陈官战胜东方豪的过程，他可以判断出陈官强于东方豪，也就是说，在这试炼洞窟内有某些存在，甚至比起东方豪还要强悍，所以他才会担心出事，因为自大轻敌而出事。这就是他鼓着脸，一脸认真生气的原因。陈官露出笑容，抬起手刮了刮他的小鼻梁，这个举动惹得浅音可爱的皱了下鼻子。他说，干嘛？还笑？陈官笑了，放心，你的老公是无所不能的，无论那些恐怖的存在有多么强悍，我都会摧毁他们给你看。浅音翻了个白眼，收回视线，他知道这个自大的笨蛋自己是劝不了的。陈官说，树精灵，带我们去21级的凶兽最多的地方。忽然听到陈官的声音，浅音回过神，他看向陈官身旁的树精灵。浅音一开始就注意到树精灵的，只是一直没来得及问。不过浅音想到陈官之前所展现出来的各种黑龙、万剑还是瞬移这些能力后，见到陈官的新能力，他也没那么惊讶和震撼了。只是浅音有些好奇，这是绿系的能力。说到这，浅音看向陈官，黑龙是黑系，万剑也是黑系，如果系资质过高的时候，一个系可以诞生出2个能力，这并不奇怪。可你这个树精灵好像是绿系的。他说，你的黑系和绿系资质都很高吗？陈官笑说，还好，不过那么高。不是那么高，那是多高？浅音还是很好奇。他说，现在人家都答应当你的女朋友了，你可以告诉人家了吧？为了能让陈官说出他的秘密，他直接将以前自称本小姐的称呼改成了人家了。陈官笑了，等什么时候你成为我真正的女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浅音脸一红，白了陈官一眼，收回视线。浅音跟其他人对话都是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跟别人对话，浅音都是正常的交流，但浅音发现自己跟陈官对话，这个家伙总是在提醒他，她是个女的，他跟她的关系是男女朋友关系，跟普通关系不一样。树精灵在前面带路，陈官和浅音跟着树精灵往前走。沙沙沙，忽的，陈官两人听到了声音。陈官往前看去，发现一头浑身发黄，长相如同蚂蚁，但肩高足有1米高的巨型蚂蚁正在前方啃食一头凶兽的尸体。24级凶兽黄蚁。浅音微微蹙了下眉头，小心点，他的速度很快。还没等浅音说完话，那头黄蚁就抬起了触须。他看到了陈官和浅音，一看到他立即张开嘴巴上巨大的钳子，然后动起身。他速度极快，快速地朝着陈官和浅音这边冲来。浅音素手抬起，手中多了一柄血红色的刀刃，他满脸凝重。忽然，
一道地刺从黄蚁身下的地面窜出，在一瞬间刺穿了黄蚁的腹部。那巨大的地刺足有2米高，将黄蚁身体贯穿后，将黄蚁顶在半空之中。黄蚁的身体多了一个巨大的窟窿，身体一下子就没了动静。地刺消失，黄蚁残破的身体倒了下来，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浅音看到这，他的眸子泛着一丝光泽。浅音之前跟其他人组队狩猎凶兽的时候，他们只敢狩猎比自身等级高1、2级的存在。像这种等级为24的黄蚁，对于浅音来说，已经是高于自身3级的存在，属于不好对付的存在，所以他才会这么紧张。可他没想到，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出手。陈官一动，问题就直接解决了。浅音虽然已经跟陈官组队了，但他的记忆肌肉和身体记忆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还在之前的小队内，这才那么紧张和警惕。可现在浅音慢慢意识到了，他现在是在跟陈官组队，并不是在跟之前的队伍的人组队，而陈官是个怪物。浅音下意识地看向陈官，陈官看着浅音的神态，他露出笑容，笑说：“我说了，你的老公是无所不能的。”浅音眨了眨眼睛，说：“你真是个怪物。”陈官笑容僵住了，这杀了头凶兽，怎么还获得这样的评价呢？他摸了摸鼻子。浅音看着陈官的神态，他露出一抹俏皮的笑容，说：“不过是一个可靠的怪物。”陈官笑了，我觉得叫老公会好点。浅音脸一红，白了陈官一眼，说：“不要脸。”说着，他收回视线，自顾自地走到黄蚁的尸体旁，手放在黄蚁的尸体身上，获取经验。沙沙沙，忽的又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声音来源，不远处可以看到2道身影，2只黄蚁从里边迅速走出，其中一头立即锁定了正在获取黄蚁经验的浅音，他立即动身，迅速朝着浅音掠去。浅音回过神，他看到迎面来的黄蚁，他的眸子微微一凝。忽然间，浅音只感觉腰一紧，身体一轻，他回过神，却发现自己已经距离原地足有6米远了，而他的身体此刻正被陈官单手搂在怀中。浅音抬起脸一看，却发现刚刚打算攻击自己的2头黄蚁，此刻都被地刺所贯穿，变成2具尸体。可这时，沙沙沙，浅音看去，却发现正前方成群的黄蚁正朝着这边冲来。看到这的瞬间，浅音瞳孔微微一凝。陈官露出一抹笑容，看样子我们是捅到蚂蚁窝了。陈官想起了自己对树精灵下达的命令，他让树精灵寻找21级凶兽最多的地方。这些虽然都是黄蚁，但等级肯定也有低的，也就是说，在前方很有可能是一个黄蚁巢穴。黄蚁数量太多了，前方可能是黄蚁巢穴。黄蚁巢穴内有一个黄蚁女王，那东西是25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浅音神色多了一丝不安，他看向陈官说：“25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就算是35级的能力者都得绕着走，我们不是对手，快走。”第68章，我对稀有 BOSS 有兴趣。浅音有些紧张，陈官理解浅音的紧张，但问题是现在这么好的练级机会，陈官怎么可能会选择逃？所以陈官松开浅音后，他立即往前一站，将浅音护在身后。浅音注意到陈官的动作，他愣了下：“陈官，你做什么？”陈官直视着眼前这密密麻麻就如同潮水一般往这边涌来的黄蚁，他浑身冒出了黑色的雾气，这些雾气在浅音的注视下迅速转换成了黑色的箭，那黑色的箭越来越多，忽然间化为数不清的黑色长箭环绕在陈官四周，这些黑色长箭忽然射向前方的黄蚁，数不清的黑色长箭在射出的瞬间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条东方巨龙。好，那头黑色东方巨龙咆哮着冲向前方的黄蚁，一头又一头的黄蚁只要被东方巨龙所触碰到，身体就瞬间被撕裂成碎片。山壁被东方巨龙的身体蹭到，瞬间就被拉出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剑痕。这头东方巨龙飞行的时候，身体就如同蛇一般转动着，嘶嘶嘶，伴随着黄蚁嘶嘶的惨叫声和血肉被切割的声音，东方巨龙的身体钻入那长长甬道内部，消失在浅音眼前。尘土飞扬着，那原先就如同黄色海浪一般的黄蚁，此刻大部分在这瞬间化为了残骸，密布整个甬道。忽的，浅音看到在那些残骸内还有几只存活下来的黄蚁，那几只黄蚁慢慢起身，他们眼睛盯着陈官这边，又朝着陈官这边冲来。小心！浅音赶忙出声。忽然间，刷刷刷，伴随着一阵阵破空声，无数的黑箭从远处飞回，这些黑箭就如同黑色的海浪一般，密布了整个甬道空间。刚刚还往这边冲来的黄蚁，在一瞬间被这些黑箭所吞噬，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那些黑箭迅速地回到陈官身前，重新化为一柄黑剑。浅音神色透着震撼，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眨眼间，原先那成千上万的黑箭，此刻只剩下一柄。这柄黑剑就如同活物一般，环绕在陈官身旁。
陈官看了一眼前方那些黄蚁的断肢残骸，他收回视线，看向身旁的浅音。浅音正用那双红宝石般的大眼睛，满脸吃惊地看着陈官。对上浅音的眼神，陈官露出笑容：“这一招，我叫万剑归宗，厉害吧？”浅音眸子泛起了光泽，他说：“这是黑系造物属的能力，但我见过很多黑系造物属的能力者，但没有一个能力者可以做到你这种地步的。你的能力熟练度到底是多少？”他好奇了，非常非常的好奇。陈官笑说：“怎么，准备接受成为我真正的女人了？”浅音一怔，他回过神，可爱的白了陈官一眼，收回视线：“我去收经验了。”闻言，陈官笑了笑：“好。”当陈官的话音落下，他注意到前方有亮光传来。陈官回过神，他看着那些黄蚁的残骸，黄蚁的残骸泛起了蓝色的光，那些光化为无数道蓝色的河流，凝聚在陈官身前。一张又一张的凶兽卡在陈官身前凝聚着，这些凝聚起来的凶兽卡都主动的凝聚在一个地方，主动堆叠。当全部凝聚完成的时候，陈官身前多了整整一叠的凶兽卡。陈官接过这些凶兽卡，他手指划过一张张凶兽卡，他没细数，但看这样子，这些凶兽卡的数量不少。陈官看了一眼正在收集经验的浅音，这边的黄蚁尸体很多，他要收集经验，估摸着需要一段时间。想到这，陈官抬起手，将手中的黄蚁凶兽卡一张一张往地下丢。被陈官丢出的黄蚁凶兽卡泛起了蓝色的光，然后重新化为一头又一头的黄蚁。这是陈官通过元力所具现化的黄蚁。这些黄蚁被具现化出来后，在陈官的控制下，转身朝着外边走。陈官一会儿打算继续往里走，去黄蚁的巢穴走。里边的黄蚁巢穴，陈官打算直接处理掉。除了这么个黄蚁巢穴，陈官一个人足够了。他打算将这些黄蚁凶兽卡的黄蚁全部具现化了，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其他的凶兽进行狩猎，为自己增加经验。很快，一大叠的黄蚁凶兽卡全部被陈官具现化。那些被陈官所具现化的黄蚁凶兽，就如同黄色潮水一般，朝着外边涌出。陈官看着这群朝着外边跑去的黄蚁巢，他摸了摸下巴，这样的话，升级应该可以快上不少。做完这事后，陈官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看了下自己的等级。击杀了这么多的黄蚁后，陈官发现自己的等级居然还是21级，这让陈官有种出乎意料的感觉。要是放在之前，他杀死那么多的凶兽，他肯定已经可以升级了。也就是说，21级后想升级需要获得更多的经验，升级会变得很困难吗？那些全是你具现化的？忽的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回过神，却见不知何时浅音已经回来了，他正看着前方那群黄蚁发着呆。他侧过脸看向陈官，陈官笑说：“是啊，多吗？”浅音眨了眨眼睛：“我记得具现化凶兽是需要元力支撑的，凶兽的具现化所需要的元力，比起召唤出来的生物还要多。正常人具现化了一只凶兽，支撑那凶兽活动几小时，元力就空了，而你却一次性具现化了这么多个。”他说：“你的元力数值到底多少？”多少2个字还没问出来，他就合上嘴了，因为他知道自己问他也不会说的。陈官见浅音欲言又止的模样，他笑说：“不要忍着，如果真的很好奇的话，那就答应成为我的女人，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浅音一听，他白了陈官一眼：“算了，你不跟我说，我就不问。接下来走吧，我们换个方向，继续往里走，就要遇到黄蚁女王。那东西是25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可以说那是这个第1层试炼洞窟的禁忌。”说着，他就往前外走。等一下，陈官忽的出声。浅音脚步微微一顿，他微微侧过身，看向还站在原地没动的陈官。陈官双手环胸，看着浅音，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我对那黄蚁女王有兴趣，想过去看看。”第69章，跟他打个赌。浅音一怔，他说：“你别乱来，那可是25级的稀有 BOSS， 他的存在就算是35级的能力者都不好对付。”陈官脸上的笑容依然自信：“我都杀了这么多黄蚁了，你还对我这么没信心吗？”浅音蹙了下眉毛，说：“不一样的，我不是对你没信心，你的确很强，但黄蚁女王比起黄蚁，差距就是一个天一个地，没有可比性。以前有很多自认为自己很强大的能力者，其中不乏有30多级的，都去找黄蚁女王战斗，可结果全死了。你这个能力看起来很厉害，但如果遇到黄蚁女王，估计连她的防御都破不开。”看样子，浅音是针对陈官，不是那么自信。陈官双手环胸，看着浅音笑说：“他们对付不了，不代表我对付不了。”说完，他慢慢松开手，朝着浅音靠近，手一伸，将浅音小腰搂入怀里。他看着眼前这张妩媚又清纯的俏脸，他看着她那双红宝石般的清澈眸子，他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往下落在她的樱桃唇上。注意到陈官不好意思的视线，浅音脸颊泛红，侧过脸看向一边。陈官眨了眨眼睛，他笑说：“相信我，
闻言，浅音慢慢调整了下情绪，他重新看向陈官，四目相对。浅音从陈官眼中看到了自信，看着他的自信的表情，自信的笑容。浅音眸子泛着光泽。陈官虽然很强，但陈官很多东西都不懂。浅音本来是想靠着自己对试炼洞窟的了解，给陈官补知识，这样一来，他才不会闯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在一层试炼洞窟内是有禁忌，而黄衣女王这便是一层试炼洞窟的一个人尽皆知的禁忌。那个黄衣女王是不能招惹的。浅音觉得自己应该跟陈官说清楚，让陈官不要去招惹黄衣女王。可浅音发现自己劝不住他，他简直是一意孤行。可看着陈官的自信眼神，看着他自信而又温柔的笑容，浅音却发现自己的理智在慢慢消失。陈官笑说：“好吗？”他就跟哄小孩一样，哄着他，就想让他相信他。好。浅音忽地说出这句话，可说出这句话，浅音却有些后悔了。好什么？那可是黄衣女王的巢穴，黄衣女王可是一层试炼洞窟的禁忌，我怎么会答应她这种事？这要选择相信她，跟着她去找黄衣女王，到时候怎么死都不知道。陈官一喜，他凑近浅音，趁着浅音还没回过神，亲了下她，然后他夸她，笑说：“真不愧是我的宝贝浅音，真乖。”陈官松开了浅音，然后转过身，朝着黄蚁巢穴内走去。浅音看着陈官的背影，他抬起自己的手，触碰到自己被亲吻过的唇，现在后悔好像有些来不及了。浅音赶忙迈步跟上陈官，陈官看向跟在自己身边的浅音，浅音身穿着暗红色皮质紧身衣，贴着她那足以令其他女人都为之羡慕嫉妒恨的高挑傲人身段。她留着一头火红色的长发，长发扎成单马尾，自然披在身后，在刘海之下是一张妩媚且又清纯的脸庞。她的皮肤白若凝脂一般，搭配那红色的发丝和那双火焰一般的红色眸子，给人一种强烈的惊艳感。她身材成熟傲人，模样妩媚，但因为年纪和性格的原因，眉宇之间透着青春朝气和少女清纯气质。这些元素混在一起，让浅音格外的吸引人的视线。只不过现在的浅音显得有些紧张，她神色紧张又凝重，眼睛打量着四周，似乎生怕那些黄蚁会从墙壁之类的地方突然出现攻击自己。陈官看了看他那紧张的神态，他笑说：“别担心，有我在。”“什么有你在？那可是25级的稀有 BOSS 黄衣女王。”浅音看向陈官，那可是一层试炼洞窟的禁忌。听着浅音这么说，陈官笑说：“要不我跟你打个赌？”浅音看向陈官，打赌？赌什么？陈官露出笑容，说：“很简单，你不是不信我吗？那我们就赌，如果我打败了黄衣女王后，你得做点什么。”他故作思索了下，然后看着浅音说：“这样，如果我打败了黄衣女王，你就主动亲我一口。”浅音微微一怔，她白皙的脸颊微微一红：“行，如果你真能打败黄衣女王，那我可以亲你。”陈官笑了：“那样的话，我可就很有动力了。”浅音脸红了，白了陈官一眼说：“别玩闹了，我们再往前走，可就是黄蚁巢穴，现在很危险，你还不多警惕一些？”他现在有些紧张，又有些心烦意乱。明知道黄衣女王是试炼洞窟一层的禁忌，自己居然还傻傻答应他一起过来，一会儿别说亲不亲的事了，赖活着出来，浅音就谢天谢地了。前方忽然一头黄蚁从前方的通道出现，迅速朝着这边冲来。跟在陈官身边的黑剑瞬间射出，化为6、7柄黑剑，瞬间就将那头黄蚁给分解了。被陈官的万剑归宗屠戮过后，黄蚁的数量明显少了很多，从里边跑出来的都是几只散乱的黄蚁，而这些黄蚁无一例外的都被陈官用黑剑直接砍死。在同一个时候，距离陈官不远，有一支5人小队正朝着黄蚁巢穴的方向靠近。这支小队每个人的额头之上都有着至少有3个黑色三角形印记，这3个黑色三角形印记就意味着他们5个人的等级都是30级以上。这支小队等级最高是39的，而等级最低的则是37级。这5人很显然到这第一层试炼洞窟来，明显不是为了升级的。高等级的人在击杀低等级的凶兽的时候是无法获取经验的。这时，一只蝙蝠模样的生物从远处飞来，其中一个男子伸出手，那只蝙蝠模样的生物落在男子手掌上。怎么样了？那个39级的中年男子出声问。男子一听，他说他带来了情报，说在距离我们正前方500米左右的位置出现了黄蚁。中年男子神色严肃：稀有 BOSS 黄蚁女王，想狩猎她，我们首先得找到她的巢穴。一般有黄蚁在的地方，就意味着我们距离黄蚁女王足够近了。走吧，黄蚁女王这一次将是我们的猎物。第70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黄蚁女王是具有特殊能力的稀有 BOSS 级的凶兽，因为它的特殊，所以它所化成的凶兽卡具现化后也具备黄蚁女王的特殊能力，因此黄蚁女王的凶兽卡价值连城，不但具备着收藏意义，
甚至还具有增强战斗力的意义。但黄衣女王的凶兽卡获得难度极高。首先，参与凶兽卡获取的能力者等级不能超过凶兽20级。只要有一个等级超过凶兽20级的人参与过战斗，那么凶兽就不会产生凶兽卡。也就是说，目前可以轻松击杀黄衣女王的人，就算击杀了黄衣女王也得不到任何好处。而那些能获得凶兽卡的人，想对付黄衣女王却难度极大。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为了狩猎黄衣女王而死在黄衣女王的巢穴内了。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黄衣女王凶兽卡的价格就因为极度难以获得，因为在市场的价格极高，那高度足以让很多人明知道有危险，还会冒险去狩猎。而眼前这5个30多级的成员所组成的小队的目标正是黄衣女王。然而，当他们朝着发现黄蚁的方向走去后，他们目送所看到是一头黄蚁。那头黄蚁正迎面朝着这5人跑来。看到这头黄蚁，一个身穿着灰色 T 恤的中年男子走出。这个中年男子的等级为38级。他看着迎面来的黄蚁，不屑地撇了下嘴。23级的成年黄蚁也敢在我们这些面前放肆。话音落下后，他手一抬，在他手上亮起白色的光。忽然间，一道白色的刀刃浮现，就如同弯月一般，呼啸着砸向前方的黄蚁。砰！伴随着一声闷响，白色刀刃应声荡开，而那头黄蚁却毫发无损地继续朝着这边走来。看到这，灰衣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眉毛皱起。葛峰，别玩了，快点解决他。说话是另一个中年男子。灰衣男葛峰一听，他皱了下眉毛，手一挥，月光葬礼。伴随着葛峰的声音落下，3道由白色光芒组成的半月刀刃掠出，斩向那只黄蚁。见葛峰的举动，其他4人先是愣了下，随即露出古怪的神态。月光葬礼是葛峰的一转能力，但问题是葛峰可是37级的存在，他对付一头黄蚁居然还需要用一转能力。砰砰砰，3声闷响，那只黄蚁的速度都没减慢，正迅速地往这边跑来。看到这，葛峰脸色变了，不对，这不是普通的黄蚁。其他人也看出了情况不对，他们开始一个个朝着黄蚁发动攻击。然而这些攻击全部没有任何作用，那只黄蚁继续往这边走来。在5人的注视下，黄蚁自顾自地从他们身边经过，走开了。看到这，葛峰看着这，他满脸错愕，这是什么情况？杀杀杀！忽的，没等他们5人多想，又有声音传来。他们5人回过神一看，入目的画面让5人有种魂飞魄散的感觉。只见无数密密麻麻的黄蚁就如同黄色的海浪一般，呼啸着朝着这边跑来。那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让5人面色惨白如纸。攻击！各种颜色的能力轰向前方的黄蚁巢。然而这些攻击对眼前这些黄蚁一点效果也没有。怎么可能？队长看到这，他脸色大变，他赶忙下达命令：跑！5人慌忙地转过身，迅速地朝着前方跑去。他们无比惊慌失措，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些黄蚁可以免疫他们的攻击。黄蚁根据幼年、成年来划分等级，从20级到26级都有。但就算这些黄蚁的等级都是26级，他们也不可能抵挡住39级的能力者的能力攻击。可现在事实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他们伤不了这些黄蚁，他们只能跑。可是他们队里并没有可以帮助他们增快速度的能力者，人的身体怎么可能跑得过黄蚁的？很快，黄蚁巢就吞没了他们的身影。而位于黄蚁巢内的5人却发现诡异的情况，他们发现这些黄蚁全部都从他们身边绕了过去，根本就没有打算碰到他们。这些黄蚁仅仅只是路过。很快，黄蚁们跑了，留下那5人呆若木鸡的看着那逐渐远去的黄蚁巢，一时间有些回不过神。万言队长，这是怎么回事？葛峰忍不住看向自己的队长。万言摇了摇头，不知道，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说到这，万言下意识地回头看向黄蚁巢过来的方向。如果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往那边方向走，我们就能知道。其他4人看了看万言，此刻的他们都有些迷茫了。他们之前为了升级，在这试炼洞窟内混了数年的时间，他们对这个试炼洞窟可以说很熟悉了。到了30多级后，在这试炼洞窟内，他们除了不好对付稀有 BOSS 级别的凶兽外，其他的凶兽他们随便都可以杀。黄蚁这种东西，那更是垃圾中的垃圾，在他们看来，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捏死。但在这一刻，他们都迷茫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攻击居然伤不到一头小小的黄蚁。听到万言还要继续往黄蚁巢穴的方向走，比起一开始为了钱而拼命，现在的他们都有了不安和犹豫。万言作为队长，自然知道队友的想法。他说：“没事，你们如果不想继续往里走的话，你们可以离开。”不，葛峰说：“我也想进去看看，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我也是，我也想去看看。
万言一听，他微微点了点头，说：“走。”五人继续往里走。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碰到黄蚁巢了，更没有碰到其他的黄蚁。他们来到黄蚁巢穴的入口，当看到入口处的通道的情况，五人神色都变了。这是……万言满脸震撼地看着眼前这一切。在他们五人面前的甬道内，躺着无数残破的黄蚁尸体。那些黄蚁尸体没有一头黄蚁是完整的，眼前这个甬道就如同黄蚁的坟墓一般，令人震撼。这是人做的吗？什么人能做到这种地步？他们被眼前的画面所震撼了。唰！忽的，前方传来了动静。听到动静，五人相互对视一眼。万言说：“那人肯定还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第71章秒杀。万言他们在震撼过后，心中产生巨大的好奇，强烈的好奇，驱使着他们朝着黄蚁巢穴内走去。与此同时，陈官经过弯弯曲曲的黄蚁巢穴的甬道，来到一间无比巨大的石室。在这石室内，陈官看到石室内存在着一只巨大的生物。这头生物上半身类似人，可以直立着，但它长着蚂蚁的脑袋，身体也是蚂蚁的身躯。它下半身也是蚂蚁的身体，身后有一个巨大的肚子。在这间石室内，堆积着无数一颗颗大小足有一个成年人那么大的黄色虫卵。这些虫卵数量极多，直接把那只黄蚁女王围在了中间。黄蚁女王转过脑袋，头上的触须动了动，眼睛盯着陈官和浅音。当浅音看到这只黄蚁女王后，她脸色发白。黄蚁女王25级稀有 BOSS 级的凶兽。她握紧手中早已经准备好的血色太刀，她眼睛透着不安地看着前方的黄蚁女王。队长，快看，是黄蚁女王！在石室入口处，那万言带来的五人小队已经到达了。葛峰立即就看到了正跟陈官面对面的黄蚁女王。万言神色凝重，没错，那个就是黄蚁女王。说完，万言的视线落在正跟黄蚁女王面对面的陈官和浅音身上。那两人，万言皱起眉头。21级，这两个都是21级的。葛峰忽的出声，21级的能力者是怎么活着到这来的？不对，万言说，我们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刚刚死去的黄蚁的尸体，能杀死那么多的黄蚁的人，不可能只是21级，肯定还有第三个人，那个人的等级至少是在40级以上，而且还得是觉醒了二转能力的。说着，万言看了看四周，但他入目所看到的，除了那密密麻麻的虫卵以及正在虫卵旁边工作的黄蚁外，就没有其他的人类存在了。队长，你看那个男的，他身旁环绕着一柄剑。万言一听，他看向陈官，在陈官身边有一柄黑色剑环绕着他。看到这，万言说：“怎么了吗？我们之前在甬道走了一路，一路上我们所看到那些黄蚁的尸体，全部都是被剑所切割成碎片的，而且在墙壁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剑痕。”葛峰顿了顿，他说：“会不会是他的那柄剑所留下的？”万言一怔，他看向葛峰。其他的队友一听，这不可能，那家伙看起来年纪还不满20岁，等级不过才21级，那些剑痕的数量和力度没有40级，没有二转觉醒，不可能做到那种地步。对，而且他身旁环绕着的黑剑只有一柄，要将甬道的墙壁刮成那样，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开始了！忽的，有人叫了出声。当声音一起，那五人看向石室内。石室内，那只黄蚁女王并没有动，但那些正在照顾虫卵的黄蚁已经动了。成群的黄蚁放下照顾虫卵的任务，他们开始聚集，迅速地冲向陈官和浅音。浅音神色紧张，他看了看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黄蚁们，又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陈官。陈官双手环胸，万剑。伴随着陈官的声音响起，环绕在陈官身旁的黑剑忽然间化为无数柄黑剑。这些黑剑的数量极多，密密麻麻的，它们环绕在陈官旋转着，化为一个由黑剑所构成的漩涡，漩涡猛然扩大。从四周冲来的黄蚁在触碰到这个漩涡的瞬间，全部被黑剑的漩涡所吞噬，然后被黑剑锐利的剑刃直接切割成了无数的碎片残骸。那些观战中的万言五人看呆了。黑剑将黄蚁清扫过后，归宗。忽然间，这无数的黑剑飞了起来，凝聚在一起，化为一条漆黑的东方巨龙。巨龙猛然掠向前方的黄蚁女王。万言看到这一幕，他心想，这家伙的能力太过于强悍了，但黄蚁女王是25级的稀有 BOSS 级凶兽，他自身的防御力数值足有300以上，21级的能力者无论如何都无法破开黄蚁女王的防御的。浅音也见陈官对黄蚁女王的攻击，他眼中透着紧张，他也会非常清楚，陈官拥有着强大的元力以及害人的能力熟练度，他可以利用强大的元力创造出无数的黑剑，然后利用那害人的能力熟练度来进行控制。但能力的攻击力强弱是根据能力者的攻击力数值来的。浅音知道陈官自身的攻击力强于任何同等级的能力者，他能直接秒杀黄蚁，这并不奇怪。但眼前这是一头黄蚁女王，这是一头稀有 BOSS，
他的防御力是极强的。陈官的能力再华丽，如果破不开黄衣女王的防御，那一切都只是空谈。伴随着浅音的紧张不安，那头由黑剑构成的东方巨龙就如同听到了这些人内心的质疑，他张开嘴猛然咆哮一声，吼！声音无比巨大，震耳欲聋。黄衣女王遭到攻击，她也愤怒了，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刺耳的嘶嘶声。东方巨龙轰在黄衣女王那庞大的身体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停顿。东方巨龙的身体瞬间撕裂黄衣女王的防御数值所构成的防御盾，在一瞬间，东方巨龙的身体穿透了黄衣女王的身体。整条东方巨龙将黄衣女王穿透之后，朝着上方飞去，然后从上往下轰在黄衣女王身上。锐利的黑剑在一瞬间直接分解了整个黄衣女王的身躯。黑剑重新聚集，凝聚成一柄黑剑，回到陈官身边，环绕着陈官慢慢旋转飞行着。这一幕落入浅音眼中，浅音那被紧身布料包裹着的束胸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着，他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那张精致的俏脸上只剩下震撼。浅音本以为跟着陈官进来这，自己肯定会有危险，就算陈官能够跟黄衣女王，那也是苦战。但浅音万万没想到，陈官跟黄衣女王的战斗发生后，竟不到1秒就解决了。浅音看向身旁的陈官，那头25级的稀有 BOSS， 那头就连30多级的能力者看到都要绕着走的稀有 BOSS， 就这样被作为21级的陈官给轻松解决了。这还是人吗？石室入口处，万言五人愣了愣地看着这一幕，五人呆站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第72章，一个39级的畏惧我一个21级的。许久，葛峰说：“我是在做梦吗？”21级的能力者一招秒杀了一头25级的稀有 BOSS， 这家伙到底是谁？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这是怪物吧？忽的，陈官有0和1的蓝色数据凝聚而成。看到这，陈官伸出手接了过来。这是一张凶兽卡，这是一张25级稀有 BOSS 凶兽卡。稀有 BOSS 凶兽卡整体呈灰色，就连凶兽卡后背的颜色也是呈灰色的，就像之前遇到的属性鼠的凶兽卡类似，不过属性鼠是呈蓝色，而这是呈灰色的。这是黄衣女王的凶兽卡。浅音呼的出声，陈官看向浅音，浅音说：“很多的凶兽卡作战意义并不大，但像稀有 BOSS 凶兽卡却不同。它虽然使用起来所需要耗费的元力比起其他凶兽卡还要多，但它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黄衣女王的凶兽卡目前在市场上是有价无市，甚至比起光路卡还要珍贵。”说到这，浅音看向陈官说：“这东西可以拿到拍卖场去卖，钱这种东西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有用的，这东西在自己缺钱的时候可以拿来卖。至于现在……”陈官手一挥，手中的黄衣女王凶兽卡化为蓝色的光，这光凝聚成黄衣女王的外形，最终变成了一头体型巨大的黄衣女王。黄衣女王在陈官的控制下朝着石室出口走去。陈官看着黄衣女王用4只脚支撑着庞大的身躯朝着石室入口走出的身影，眉毛舒展。在这一层试炼洞窟内，有陈官自身的属性加持下，就算是一只黄蚁基本也可以在这一层试炼洞窟横着走，就算不用具现化这头黄衣女王也无所谓。不过多一头比起少一头好。石室入口处，万言五人看到往这边走来的黄衣女王，明知道陈官没有理由攻击自己，但看到这头肩高足有4米高，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过来的庞然大物，那五人都脸色发白，有些惊慌地靠在山壁。黄衣女王那庞大的身躯在五人面前经过，看着这头庞大的黄衣女王，五人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他们下意识地看向黄衣女王的背影，看到黄衣女王继续朝着外走，根本没有停歇。她这是将凶兽卡具现化后，控制着凶兽进行远程操作。远程控制的凶兽吗？忽的，万言脑中灵光一闪，他神色多了一丝错愕。难道说我们之前所遇到的那些黄蚁都是他所具现化的？葛峰看向万言，不会吧？只是如果真是的那样的话，那数量也太多了。万言收回视线，看向石室内的陈官，数量多？你刚刚没看到他一个人控制那么多创造物吗？他虽然等级才21级，但他所拥有的元力数值估计就如同大海一般，难以相信。可是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吗？可以同一时间具现化数百头黄蚁？有没有？你刚刚不是看到了？这……浅音收回视线，自顾自地朝着黄衣女王的残骸走去。陈官知道浅音这是打算获得黄衣女王的经验值了。看着浅音的举动，陈官也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越是强大的怪物，所能获取的经验就越多。虽然这黄衣女王比自己还要高上4级，但听浅音来说，这玩意强得很离谱，那这玩意的经验肯定不少。果然，陈官发现自己的等级已经从之前的21级变成了22级了。想升级的话，最好是猎杀跟自己等级一样的凶兽，无论那些凶兽比自己的等级高还是等级低，
他们的经验都会变少，所以最好猎杀跟自己等级一样的凶兽，但越是强大的凶兽所能给予的经验越多。虽然自己猎杀黄衣女王的经验值的确比起同等级的凶兽要少，但黄衣女王的经验值本身就极多，自然而然就帮自己升级了。陈官看向浅音，浅音在获得黄衣女王的经验，他额头上也多了一条黑色纹路，他也从21级升到22级了。陈官收回视线，看向石室入口，从刚刚陈官就注意到那是石室入口有人在，只是刚刚那情况他也没时间搭理那些人。现在陈官打算看看他们想做什么。万言五人看到陈官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万言对上陈官那双没有丝毫情感的双眼，他立即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眼前这个男人虽然等级比他低，但万言可以100%的确定，如果眼前这个男人想杀自己的话，只需要一个念头，自己和自己的队友就会像那只黄衣女王一样，直接被剑刃切割成碎片。为了避免误会，万言赶忙露出友好的笑容，对着陈官点了点头，算是友善跟陈官打个招呼。你认识他们？忽的，身旁传来浅音的声音。听到这声音，陈官说不认识，应该是路过的能力者，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敌意，也没有过来跟我们说话的意思。陈官说不理他们。陈官收回视线，看向身边的浅音，看着浅音妩媚清纯绝色面容，陈官笑说，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的赌约吗？见陈官和浅音没有搭理自己，万言松了口气。他说，黄衣女王没了，我们该走了。万言说着就要离开。等一下，万言，你看那个女的好像很眼熟。万言一听，他回头看向陈官和浅音，那个女的不就是成平会长的孙女浅音小姐吗？浅音小姐，传说浅音小姐是雷云市的第一美女，刚刚没多注意，现在一看还真是美。那个人跟浅音小姐在一起，他们两人难道是……听到陈官说到赌约，浅音一听，他脸一红，他当时根本就没想过陈官赢后的事，他当时就想着通过这个方法激励下陈官，可现在浅音发现这激励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73章，原力是万物之源。浅音看了看陈官，他红着脸，稍稍踮起脚尖，然后亲吻了下陈官的脸颊。万言五人看到这一幕，五人顿时露出恍然的神态。陈官看着浅音，浅音主动亲过后，他脸就忍不住的红了。他说，现在你满意了吧？那现在我们去哪练级呢？他大眼睛看着陈官。陈官笑了笑，不满意，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多来几次。浅音一怔，他脸一红，别闹了，我是在说正事。正事？我想跟我的妻子生个孩子，生儿育女，应该没有比这是更加正的正事了吧？陈官笑说。浅音听到这，他脸更红了，他白了陈官一眼。好了，不跟你聊这个，你可真不老实。咕咕，忽的，浅音的肚子发出了声音。听到这声音，浅音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看着陈官说，先吃东西，吃完后我们再继续升级。陈官笑了笑，我都听你的。你有带吃的东西吗？闻言，陈官说，没有，还需要带什么东西吗？之前陈官在野外生活都是直接生火，然后烤熟凶兽的肉来吃的，虽然味道一般，但陈官并不挑，对于他来说，吃东西能填饱肚子就好。浅音微微一怔，他看了看陈官。之前初见陈官，浅音感觉自己是可以高高在上的，但现在浅音发现，眼前这个男人非常神秘，也非常强大，强大到作为等级跟他差不多的他，都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但浅音并不想自己跟他差距过大。现在听到陈官的发言，浅音忽地意识到自己也有比他强的地方，至少在某些野外常识方面，浅音发现自己可比眼前这个男人强多了。想到这，浅音心情轻松了一些，他难得的露出笑容。这里是在洞窟内，虽然这边空间很大，但生火很容易引来凶兽，而且这边没有木头之类的东西，也没办法生火，所以用这个地方狩猎就只能自己自带食物和水。浅音从自己腰兜内取出2片包在锡纸内的方块东西，然后将其中一块递给陈官。陈官接了过来，看了看手中扁平的方块。浅音说，这是战斗干粮，吃一片可以让你一天都不会饿，这东西我带了不少。说着，浅音打开锡纸，然后将那不知道由什么东西压缩而成的干粮放入口中，自顾自地吃了起来。陈官也打开锡纸，吃了一口，这东西就跟压缩饼干一样，吃起来味道还算可以，只是有些硬。同时吃完后，陈官就立即感觉到有些口渴了。陈官说，你有带水吗？浅音一听，他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吗？陈官看了看浅音，那你们的口渴的话怎么办？会有人负责的，之前的小队有人是蓝系海洋属的，那人可以制造淡水用来饮用。如果你觉得口渴，感觉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先离开试炼洞窟，到外边去取水，之后再回来。听到这，陈官说，能力者所制造出来的淡水可以喝。
这一点陈官还真不知道。能力者所制造出来的淡水可以喝吗？这个问题陈官从没了解过，所以陈官从没想过用能力制造淡水来喝。浅音微微一怔，他看向陈官说：“当然可以喝。元力之所以叫元力，那东西就是万物之源。整个世界都是由万物之源所构成的，谁也一样。用元力所制成的淡水，就跟我们所知道的淡水一样，没什么区别。元力是万物之源。”陈官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算没有淡水，我们也不需要到外边去了。陈官出声说。听到这，浅音微微一愣，他小嘴含着半块干粮，大眼睛注视着陈官，眸子内透着疑惑。他咬了一口干粮，看着陈官：“你可别说，你……”没等浅音说完话，陈官右手抬起，手中多了一个水球。浅音愣住了，蓝系海洋鼠。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官：“你除了黑系和绿系的系资质那么高外，你还觉醒了蓝系的能力？”陈官笑了笑，也没说话。水球脱离了行星重力的束缚，悬浮在陈官的右手手掌上。在陈官的手掌上泛起了绿色的光，伴随着绿色的光的出现，一个木质的杯子出现在水球之下，水球慢慢落在墓碑内，化为清澈的淡水。陈官拿着杯子喝了一口，解了解渴，然后将杯子递给浅音，笑说：“喝喝看。”浅音接了过来，喝了一口。入口，浅音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微微一凝，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官：“温的？为什么是温的？”浅音不解了。陈官笑说：“我用蓝系海洋鼠的能力制造水球，然后用赤系火焰鼠的能力让火焰在它水球内部燃烧，之后将它放入墓碑内，自然而然温水就好了。”浅音看着陈官，他的眸子微微颤抖着：“黑系、绿系、蓝系、赤系，你都觉醒了，你这是怎么做到的？”陈官笑说：“想知道？”浅音一怔，他回过神，脸一红，白了陈官一眼，微微侧身，不想好事。没等陈官说出后边的话，浅音就已经猜到陈官想说什么了。陈官看着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他露出一抹笑容。现在的陈官有着绝对的自信，只要陈官想拥有她，其实就是一念头的事，无论浅音怎么做，都不可能逃开他的手掌心的。所以陈官并不急。吃完早餐后，两人继续在一层试炼洞窟内狩猎升级。但陈官和浅音所不知道的是，陈官和黄衣女王战斗的视频已经被人上传到了网络上。网络上有一个叫协会圈子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陈官和黄衣女王的战斗视频此刻就挂在上边。而此刻，这视频的热度已经涨到了上千万了，无数的评论在视频画面内飞过。21级秒杀25级的稀有 BOSS 黄衣女王，这谁啊？这他妈要逆天了吧？我日了哈士奇，这家伙是哪个协会的人？这是变态吧？第74章，网络上的人都疯了。牛，你这货可真够牛的，连哈士奇都不放过，真是重量级别的。不过这家伙有些离谱，这个视频是假的吧？现在视频哪有真的，都是当个玩笑看看就是了。就是21级一种秒杀一头25级的稀有 BOSS， 扯淡呢。你们看，他身边跟着一只树精灵，代表他就是绿系森林鼠的能力者。一个绿系森林鼠的能力者，怎么可能会使用黑系造物鼠的能力？P 视频也不 P 的真实点，至少也要把他身边的树精灵 P 掉吧。对，我赞同你的观点。那黑色的剑的确是黑系造物鼠的能力，正常情况下，一个21级的人元力最多就是200多点，单单凝聚黑剑，还要让黑剑进行飞行，还要让黑剑具有攻击力，最多也就是凝聚出2把。看看这视频，这货夸张的要死，成群的黑剑，这数量估计有上万把了吧。一个21级的能力者，哪里来的那么多的元力支持？就算抛开元力不谈，想控制这么多黑剑凝聚成一头生物，那所需要的能力熟练度，那更是一个恐怖的程度。21级就想做到？做梦！这个男的不就是当初在雷云市的决斗场上跟东方豪战斗的那个人吗？对，是他。我当时就在雷云市的决斗场上看着他跟东方豪的战斗，他就是用这招将东方豪打残的，现在东方豪还躺在医院里。我的天，他的等级也太夸张了吧！当初他跟东方豪战斗的时候，我记得才13级吧。我的天，这才过去几天，直接就21级了！我的妈呀！我当初从13级升到21，花了足足3年的时间。这家伙，这是怪物吧？什么？这不是 P 的吗？你们见过？这怎么可能？他这些剑需要很多元力和很高的能力熟练度才能做到。而且他身边的树精灵怎么说？不是 P 的。当初那些在雷云市见过他跟东方豪战斗的人都可以证明，当时的他才13级，13级的他当时就可以释放这么多黑剑了。这么说，这视频是真的？我日了哈士奇，这小子是个怪物吧？我同意，
这的确是个怪物。等一下，这他妈是真的！还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小子身边跟着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你们觉得像谁？那是浅音。我的天，是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雷云市的第一美女浅音，众多能力者的女神。她怎么和那个男的在一起？你们不知道吗？当初她之所以跟东方豪打起来，就是为了抢浅音。当时她还当场亲吻了浅音小姐。卧槽！整个协会圈子都沸腾了。同时沸腾的还有一层试炼洞窟，一支5人小队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见成群的黄蚁将刚刚追杀他们追了一路29级凶兽火焰鼬鼠直接啃食殆尽。那成群的黄蚁啃食完那头火焰鼬鼠后，便自顾自地离开。那5人恐惧地靠在一起，看着黄蚁巢迅速地在自己眼前，他们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黄蚁是什么情况？不攻击我们，只攻击别的凶兽。就这样，1天后，协会圈子的论坛内，你们听说了吗？怎么了？昨天一层试炼洞窟内出现了一头黄蚁女王和一群黄蚁。啊？你在说什么？一层试炼洞窟内不一直都有一头黄蚁女王吗？那头黄蚁女王天天待在自己的巢穴内，从来不露头，只要我们不去招惹她就没事。不是，我说的那头黄蚁女王现在没待在巢穴内，她正在到处跑，只要遇到凶兽，她就会发动攻击。但很奇怪的，有一些狩猎小队也遇到了那头黄蚁女王，结果那些黄蚁女王里都不理他们，直接就跑了。那群黄蚁也跟黄蚁女王一样，到处跑，到处击杀凶兽，但就是不理会能力者，非常奇怪。什么？黄蚁女王和黄蚁不攻击能力者？是的，那就真奇怪了。喂，你们还记得昨天的那个视频吗？视频？你是说那个叫21级的人一招秒杀黄蚁女王的视频？我日，难道说那个叫陈官的人将黄蚁女王以及黄蚁杀了之后，将他们全部具现化，然后让他们去狩猎凶兽？不会吧，他可以具现化成群的黄蚁和黄蚁女王进行控制？那是人吗？怪物吧？大佬，真大佬，从未见过的超级大佬，恐怖，太恐怖了。与此同时，在雷霆协会总部，程平会长坐在椅子上，看着前方投影布上的画面，看到画面内陈官秒杀黄蚁女王的视频，程平会长嘴角抽搐着。这小子，陈官和浅音在一层试炼洞窟待了2天后，两人就离开了一层试炼洞窟，来到岛上的飞艇机场，坐着飞艇朝着雷云市的方向飞去。原因是陈官需要回去参加试炼比试，而浅音之前的队伍已经重新招了人，陈官离开，浅音一个人也没办法在一层试炼洞窟来待，所以他只能选择跟陈官一起离开。陈官在头等舱的房间内洗了个澡，然后穿着浴袍来到浅音的房间。他看了看浅音的房间门，他抬起手敲了敲门。没一会儿，门打开了。浅音看了下陈官，他收回视线，自顾自地回到房间内，上了床，坐在床头，靠着枕头，手里抱着一个笔记本，自顾自地玩着。陈官看着浅音的神态，浅音身上穿着单薄的黑色丝质睡裙，一头火红的头发自然散落在他身后，看起来是刚刚洗完头发吹过。他也不看陈官，似乎并不在意大晚上的一个大男人跑到他房间一样。这丫头是一点也不设防的，以前不设防是因为她的等级比陈官高，没必要设防，而现在不设防是因为她是陈官的女朋友。陈官露出笑容，随手将门关上。浅音抬起脸看着陈官说：“你和黄蚁女王的战斗视频被人发到网上去了。”第75章，上个擂台为了省事用了瞬移。陈官一怔，他脑中立即想到了当初在石室门前看到那5人，那5人里有人偷偷在录像。陈官没多想，他迈步走到浅音身旁，爬上床，手伸出，习惯性地搂着他的肩膀。浅音脸微微泛红，也不挣扎，身体依偎在陈官怀中。他手在笔记本电脑的荧幕上操作了下，然后说：“你看。”陈官闻着浅音的芳香，感受着她的体温，他的视线落在电脑荧幕上，荧幕上正是陈官和黄蚁女王战斗的视频，其中陈官还看到那些人的讨论。66666，无敌，大佬，牛，21级秒杀25级的稀有 BOSS， 这是神仙啊！陈官看到这，他眨了眨眼睛，这么看来，我做的事他们都知道了。浅音一听，他抬起脸看向陈官，笑说：“那些喜欢在协会圈子里混的人，现在都已经认识你了。”陈官笑了笑，认识也好，这样他们就不敢轻易招惹我，可以省掉很多麻烦。浅音似乎有些困的样子，小脑袋靠在陈官怀里，眼睛微微闭着，看得出他困了。陈官将浅音手中的笔记本电脑拿了过来，放在一旁的床头柜上。浅音注意到陈官的举动，他抬起脸，用那双红宝石般的大眼睛看着陈官，神色透着慵懒。陈官看了看浅音，
四目相对。陈官露出笑容，慢慢俯下脸亲了下。浅英将身体偎入陈官怀里，好困，睡觉。陈官笑了笑，也不折腾他，陪着他一起躺下休息。第二天清晨，试炼场上，这个试炼场中间是一个擂台，擂台四周有很多高高建起的观众席。除了这些观众席外，北边则有一个高台，高台之上便是雷霆协会的高层们。今天在这个试炼场上的观众席上坐了不少人，高台之上的雷霆协会的很多高层也都来了。观众席上，怪了，怎么了？我们这边每隔1个月就会有试炼比试，以前的试炼比试也有观众，但观众很少。今天怎么回事？不但观众多了这么多，就连我们协会的高层都来了好多。你难道不知道吗？什么？有人将一个视频发到了协会圈子里，视频里有一个叫陈官的人，等级21级，结果他一招秒杀了一头25级的稀有 BOSS。啊，21级秒杀25级的 BOSS？ 开玩笑吧？哎，你爱信不信，你有时间自己去看看就是了。现在有人说陈官今天要参加这中层会员的比试试炼，那些人自然不想错过这次可以看到那个人的机会。原来是这样，快看，来了！忽的有声音响起，整个观众席的观众们都看向试炼比试场的入口。陈官迈步从试炼比试场的入口走了进来。陈官一进入场地，他就感觉到无数双视线都落在自己身上。注意到这些人的视线，陈官眉毛微微舒展，他也没理会他们，自顾自地走到擂台旁。陈官注意到在这个擂台旁还有10多人站着，等待着比试开始。观众席上，他的等级是23级。昨天的视频里，他击杀了黄衣女王，等级升到了22级，这才1天不见就又升到23级了。真不愧是陈官大佬，我以前从22级升到23级的时候，足足花了2个月的时间。我认为2个月的时间已经够快了，没想到陈官大佬升1级只需要花1天。快，时间这不是快到了吗？怎么还不开始？我想看陈官大佬虐菜。我也想看。嗨嗨，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所有人都看向声音来源。只见在擂台之上站着一个中年男子，男子身穿着白 T 恤，说：“我是这场比试的主持人，名叫雷军，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试炼比试的规则。参加这一次的中层会员试炼的人，等级必须等于或者大于20级。这场试炼比试与以前你们所进行过的进入协会比试一样，都是通过战类挑战的形式来进行的。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只允许通过1个人，其他没通过比试的人可以下个月参与，但如果连续3次没通过，那么就会永远失去晋级资格。”说着，雷军环视四周，说：“那么中等会员试炼比试正式开始，有请参赛者上擂台。”话音落下后，雷军迈步后退，给上台者留下空间。看到这，陈官知道比试已经开始了，他也没有多想，身影凭空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陈官的身影出现在擂台之上。这一瞬间，本还有些吵闹的比试会场陷入了寂静。坐在高台之上看着这一幕的程平会长停下了抚摸羊胡子的动作。场上寂静了3秒左右。观众席上，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陈官的身体瞬间消失，又瞬间出现。是速度太快，所以我们没看清吗？不可能，速度哪有那么快的？是能力。什么能力？瞬移，是瞬移。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是瞬移？瞬移这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而且陈官大佬明明已经具备了2种能力了，一种树精灵，一种是那些剑，怎么可能还有瞬移？可如果不是，没办法解释，他刚刚那一手，那已经不是速度可以形容的了，只有可能是能力。瞬移吗？不会吧？陈官只是单纯觉得擂台有些高，那足有1.5米多的擂台翻上去太 low， 跳上去太麻烦，瞬移最方便。只不过陈官这一手为了方便而使用的瞬移，却震撼了场上的所有人，包括程平会长在内。爷爷！程平会长回过神，却看到浅英回来了。浅英在程平会长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他脸上有俏皮的笑容。程平会长露出一抹和蔼慈祥的笑容，说：“你的男朋友不错。”浅英一听，脸颊立即红了，她红着脸，她撒娇说：“爷爷。”程平会长笑了笑，他看向擂台上的陈官：“小英，我问你，刚刚他从擂台下到擂台上的是速度还是能力？”浅英微微一怔，他稍稍思索了下，说：“陈官跟我说过，他是会瞬移的。”程平会长握着自己扬胡须的手一顿，他闭上眼睛，深吸了口气，随即缓缓的：“瞬移啊！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真有人可以领悟瞬移这个传说中的能力，真了不起。”第76章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挑战者。听到爷爷夸自己的男朋友，浅英脸上有了笑容，他看向擂台上的陈官。陈官站在擂台之上，他环顾四周，看了看擂台之下其他20多级的参赛者，说：“如果要挑战我的话，
就请上来吧，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然而，那10多个20级的参赛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上台来挑战陈官的。这些人怎么回事？怎么不上去挑战陈官？只要见过陈官和东方豪的战斗，以及陈官大佬一招秒杀黄衣女王的事的人，就不大可能会选择去挑战陈官。不会吧？难道陈官大佬直接胜出？我花了1个晚上的时间，从海运市坐飞艇到这来，就看个寂寞，这可真没意思。陈官站在擂台之上，等了一会儿，他看向身旁的主持人雷军。看到这情况，他看向下方的那些参赛者，说：“如果说今天这一次的试炼比试没有其他人敢上来挑战陈官的，那么这场比试陈官胜出。”然而，下方那些参赛者还是没动。雷军看到这，他出声说：“我宣布，这场试炼比试胜者陈官。”说到这，雷军看向陈官说：“接下来，请到高台上领取中等会员的协会卡。既然没人敢挑战他，那就让我来。”忽的有声音响起，伴随着这个声音响起，所有人的视线都被这声音所吸引，一起看向那人。只见那个说话的人从观众席上一跃而出，他所在的位置距离地面足有6米高，他身体飞出，落在地面上，轰！落地的瞬间发出一声闷响，他再次一纵身跳了起来，从地面跳到擂台之上，轰！伴随着一声闷响，那说话的人落在擂台之上，他站在擂台上，眼睛注视着陈官。这人的头发是金色的，剪了一头金色寸发，身上穿着白色背心搭配一条黑色运动裤。他身材精壮，长得一张俊秀的脸，耳朵还戴着金色耳环。在他的额头上有着3个黑色三角印记，在3个黑色三角印记包围之中，还有3个三角条纹，也就是说，他的等级为39级。男子手放在裤兜内，那双金色瞳孔注视着陈官，说：“小子，你很狂，你这么狂，那么你有胆子跟老子打一场吗？我低龟龟是东方父，东方父，东方协会会长的大儿子，东方豪的大哥，这家伙该不会是来为自己的弟弟报仇的吧？不是该不会是，而是肯定是。前几天陈官把东方豪打了，现在东方父来这，不是为东方豪报仇，谁信？我记得东方父跟东方豪不同，这家伙特别痴迷修炼，听说他前阵子都已经2转觉醒了。什么？2转觉醒？虽说30级以上就可以2转觉醒，但有些人一辈子都2转觉醒不了，就算一些天赋非常好的，2转觉醒也得到40级之上才能做到。东方父的天赋这么妖孽吗？2转觉醒的39级东方父对上陈官大佬，这下可有意思了。擂台之上，雷军皱起眉头，他踏出一步，横在东方父身前。他注视着东方父，在雷军身上环绕着苍蓝色的雷电。他缓缓地说：“东方大少，请你尊重雷霆协会正常比试。”东方父一听，他皱着眉头：“尊重雷霆协会正常比试？你们的人将东方豪打得断手断脚，现在东方豪还躺在医院昏迷不醒。雷霆协会也算有尊重我们东方协会。今天要我跟你们谈尊重，可以先让我将这小子打成废人，我再跟你们谈尊重，不然今天谁拦我都没用。”东方父沉着脸，眼神泛着愤怒。雷军皱着眉头，东方父的等级可不低，39级，而雷军作为这中等会员试炼比试场的主持人，他的等级也不过才37级。我拦着有用吧？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雷军微微一怔，他回过神看向身后，忽然一道身影从远处飞掠而来，身影落下，轰！伴随着一声巨响，整个擂台颤抖了起来。在身影落下的位置多了一个凹坑内，而程平会长站在凹坑之内。程平会长赤着脚，一手附在身后，一手捏着自己的洋胡子，朝着这边走来。程平会长这一举动，观众席上的人们都瞪大了眼睛。观众席上的人们下意识地看向程平会长刚刚所坐的位置，在程平会长座位前也有一个凹坑。很显然，程平会长刚刚是直接在那边起跳，直接跳到这来的。而那个地方距离擂台落脚点足足有着200多米的距离。53级的程平会长的实力真是恐怖。程平会长看向雷军：“你退下吧。”雷军微微点头：“是。”他离开了。程平会长站在东方父和陈官2人之间，他抚摸着洋胡子，看了看东方父，然后又看了看陈官。程平会长眯着眼睛重新看向东方父，东方父眉毛紧锁，脸色有些难看。程平会长在这，如果程平会长要插手的话，东方父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程平会长说：“东方父，你打算挑战陈官？”东方父皱了下眉毛：“嗯。”程平会长稍稍扬起脸，他说：“我也蛮期待你和陈官的战斗的。”听到这，东方父微微一愣，他皱起眉毛，神色古怪地看着程平会长。在东方父看来，陈官是雷霆协会的人，
成平会长作为雷霆协会的会长，他肯定会护着陈官。可东方父没想到，成平会长居然说出这种话。说着，成平会长面带笑容地看向陈官：“陈官，你要接受挑战吗？”东方父心一动，他注视着陈官。如果陈官不想打，成平肯定会帮着陈官，到时候东方父根本不可能越过成平。怎么办？东方父有些烦躁了。陈官一听，他看了看那双眼仿佛透着愤怒的东方父，他说：“我不太想跟他打，有些浪费时间。不过如果不打，他肯定会缠着。这样的话，那就打吧，反正花不了多少时间。”听到这，东方父面色一正，他面色一沉，他死死盯着陈官。东方父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瞧不起。第77章，生死决斗。既然陈官愿意接受挑战，那么这场决斗就由老夫来作为主持。成平会长抚摸着杨胡须，面带笑容地说：“既然东方父是复仇而来，那肯定是抱着杀死陈官的心而来的。既然是这样，那么这场决斗就作为生死决斗来进行。”成平会长看了看两人，说：“二位没有异议吧？”东方父冷冷盯着陈官：“就算他有异议，我也要他的命。”成平会长笑了笑，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看向陈官。陈官微微点头。成平会长往后退到一边，说：“那么决斗可以开始了。”伴随着成平会长的声音落下，观众席之上的观众们都沸腾起来了。本以为这一次的试炼比试就这样结束，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事。你们觉得这场生死决斗谁能赢？不知道，不好判断。虽然陈官大佬当初能以21级的等级秒杀一头25级的稀有 BOSS， 但东方父已经开启了二转觉醒，他的等级高达39级，他也可以做到轻松秒杀25级的稀有 BOSS。 而且东方父具有能力黄金甲，可以提升自身的防御值，他的等级再加上防御值，那可是比起黄衣女王还要强数倍的超强防御。陈官大佬的万剑归宗未必能破开他的防御。这场生死决斗是有悬念的。那肯定有悬念，不然你以为东方父会来送死？你说的也对。擂台之上，东方父浑身泛着金色的光，那光化为一身金色盔甲，将东方父身体覆盖在内。他手一伸，手握住一柄金黄色的长枪。来了，东方父的能力，黄金套装。东方父脚一踏，身影掠向陈官，手中的长枪挥出，刺向陈官的面门。陈官看着东方父迎面来，看着这黄金长枪的枪尖距离自己越来越近。陈官身体一侧，黄金长枪刺空。东方父瞳孔一凝，他双手握住枪杆，改刺为扫，扫向陈官的面门。枪！伴随着一声硬物与硬物的碰撞声响起，凭空出现的黑剑跟长枪的枪杆撞在一起，黄金长枪一分为二，枪头连着枪杆掉落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脆响。东方父手中只剩下一杆剩下半截的枪杆。东方父下意识地后退10余米，跟陈官保持距离。他眉毛皱起，看着前方。正前方，陈官身后一柄黑剑环绕着，是陈官大佬的黑剑。卧槽！不是吧？39级的东方父，那可是年轻一辈的天才。东方协会几乎是倾尽所有资源来培养他，他的属性数值之类的，全是年轻一辈中最好的。他39级所拥有的属性值，足有吊打大部分人。这样的他，使用的能力所凝聚出来的黄金枪，几乎扛不住陈官大佬的黑剑，直接就断了。牛牛牛牛！陈官大佬果然还是陈官大佬啊！恐怖！东方父冷冷盯着陈官，难怪你能将东方豪打成那副模样。东方豪伤的不冤枉，不过，但我跟东方豪可不一样，你敢伤我弟，今天我就要你用命偿还！东方父丢掉手中的枪杆，他身上的黄金盔甲泛起了金黄色的光，光慢慢融入东方父的身体。在陈官注视下，东方父的身体开始出现变异，他的脸出现改变，从人类的模样变成狮子的模样。他身上的肌肉开始暴涨，黄金甲已经消失，而身上的衣服承受不住这些肌肉，被撑得撕裂了开来。他身上的衣服全部撕裂，他双手落在地面上，四肢落地，手和脚变成了爪子。等陈官回过神后，他发现东方父浑身变成了一头肩高足有2米，浑身泛着金色条纹，长着金色鬃毛的巨型黄金狮子。东方父咧着獠牙，那双金色的瞳孔死死盯着陈官。这是东方父的一转觉醒，黄金狮。通过将脆弱的人类身体转换成黄金狮的身躯，然后极大限度增强身体的防御值和攻击力。进行一转觉醒后获得的黄金狮可以承受住坦克的轰炸，他的利爪可以无比轻松撕裂重型坦克的装甲。东方父所化为黄金狮动了起来，四肢着地，跑动的速度极快，比起人形态的东方父，现在的东方父速度要快上10倍不止。所有人看着擂台上的一幕，心里都满怀期待，期待着陈官会怎么应对一转觉醒后的东方父。陈官依旧跟之前一样，双手环胸，但陈官身旁的黑剑却动了。
黑剑在瞬间分裂出无数柄黑剑。观众席之上的人们一看，万剑归宗，一柄柄的黑剑开始凝聚在一起。眨眼间，一头由黑剑所构成、长得黄金狮几乎一模一样的巨狮出现在众人眼前。观众席上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眼睛都瞪大了。狂妄！东方父愤怒地嘶吼出声，他丝毫不惧那由黑剑所构成的巨狮，冲了过去，抬起那巨大的利爪，拍向黑剑所构成的巨狮。他这是打算直接将黑剑所成的巨狮拍碎。黑剑巨狮也迎了过来，利爪跟黑剑巨狮的身体碰到，噗呲！一碰到，东方父就听到了一个本不应该出现的声音。他瞳孔一凝，只见他挥出的爪子在瞬间被黑剑巨狮身上的黑剑吞噬，直接被砍成渣子。东方父瞳孔一凝，身体猛地后退，一瞬间，他那庞大的身躯后退了20多米。他看向前方的黑剑巨狮，黑剑巨狮正站在原地，摇晃着那金属般的尾巴，眼睛盯着东方父。东方父回头看向自己的右爪，他瞳孔颤抖，那只右爪只剩下一半。黄金狮的防御比起黄金甲还要强上100倍，就算是坦克的轰炸他都能扛下来。可这观众席上的观众看着这一幕，顿时感觉有些不可思议。陈官大佬的攻击力到底是多少？39级的一转觉醒后所强化的防御居然越扛不住，这就是大佬吗？可这也太夸张了吧！23级，这等级是假的吧？大佬就是大佬，这样东方父输了吧？不，东方父还有杀手锏没拿出来，二转觉醒。二转觉醒，30级就可以觉醒，但就算是一些天才，也只能在40多级的时候才能领悟的强大战绩。第78章，黑剑凝成的东方巨龙。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怎么了？陈官大佬好像也跟我们一样，对东方父的二转觉醒有兴趣。什么？为什么这么说？你看，陈官大佬现在这样，其实他早就可以击杀东方父了，但他就是不做。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杀东方父，但他没有做。那就只有一种可能，陈官大佬想看看东方父的二转觉醒。什么？你是说陈官大佬是故意留下东方父的命，让东方父有机会使用二转觉醒？这也太狂了吧！简直狂到没边了。擂台之上的东方父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他那只断成半截的狮爪迅速的恢复原样。东方父注视着陈官，你刚刚明明可以让那玩意过来，直接将我杀死的，你为什么不杀我？陈官一听，他看着东方父，我听观众席那些人说，你可以二转觉醒，我到现在还没见过二转觉醒，有点兴趣。东方父瞳孔微微一凝，他那张狮子的脸变得狰狞了起来。你瞧不起我？你觉得当我用出二转觉醒后，你还能活着吗？很好，非常好。狮子形态的东方父口吐人言，说我会让你为你的狂妄买单，我要你在懊悔中死去。东方父嘶吼一声，二转觉醒狂狮。当东方父话音落下，东方父那黄金狮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眨眼间的时间，黄金狮那本庞大的身躯变得更加的巨大。黄金狮身上覆盖上了一套精致黄金盔甲，此刻这头盔甲黄金狮足有3层楼那么高，看起来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站在擂台之上。那浑身覆盖着无比精致的黄金盔甲，更是让他看起来无比的骇人。观众席之上看着擂台那犹如小山一般的庞然大物，那些观众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这就是二转觉醒吗？仅仅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原力波动，就让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胆寒。二转觉醒太恐怖了，这下陈官大佬估计也得苦战一下了。东方父居高临下，用冰冷瞳孔盯着下方的陈官。二转觉醒所获得的狂狮拥有着绝对碾压的防御和攻击，现在我的防御值已经到达了49级以内的能力者梦寐以求的1000防，攻击力也到达了1000攻。陈官听到这，他眉毛直跳，心里重复着东方父的那句话：49级以内的能力者梦寐以求的1000防1000攻，过1000的防御，过1000的攻击，就可以让49级以内的所有能力者都梦寐以求了吗？我此刻的状态49级以下，只要没开启二转觉醒的能力者，就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东方父盯着陈官，我承认你是一个天才，23级的能力就可以逼得我使用二转觉醒，在我所遇到的对手里，你是第一个，我想你也将是唯一一个。如果再给你点时间，我想整个东大洲的人都不可能是你的对手，但你今天必须得死。东方父话音落下，他的视线落在陈官身前黑剑巨狮身上，在此刻足有5层楼高的东方父眼前，这黑剑所构成的肩高只有2米的黑剑巨狮根本称不上巨这个字，或者用黑剑小猫更合适。哼！东方父不屑地撇了下嘴，他抬起爪子拍向黑剑狮。在东方父看来，他目前的攻击和防御拍死这么一头黑剑狮轻而易举。然而就在这时，黑剑狮的身体忽然散开，化为无数的黑剑。
黑剑的数量继续增多，在增多的时候，此刻这数不清数量的黑剑盘踞在一起，看起来就如同一个漩涡一般。东方父的爪子直接拍在这漩涡上，锵锵锵！东方父的爪子在一瞬间被卷入漩涡之中，伴随着硬物和硬物的碰撞声，东方父的爪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削成了碎片。黑剑漩涡随着黑剑的增加迅速往上窜，看起来就如同黑雾一般沿着东方父的爪子往上，而被黑剑所构成的黑雾所吞噬的爪子立即就被切割成碎片，看起来就像是被腐蚀了一般。东方父瞳孔一凝，他跟见了鬼一样，身体迅速后退，爪子乱甩，甩开了黑剑。东方父瞳孔颤抖着，看向自己已经消失不见的肉爪，他抬起脑袋看向前方，那双兽瞳内透着难以置信的光，怎么可能？无数黑剑凝聚在一起，迅速掠向前方东方父。东方父瞳孔一凝，他无奈发现眼前这发生的一切，他嘶吼着，不，这不可能。他浑身泛着金色的光，那断肢重新长出，他四肢着地冲向迎面来的黑剑。21级的能力者所使用的能力不可能战胜得了我，我可是二转觉醒。无数的黑剑在飞行的过程之中凝聚在一起，化为一头东方巨龙。那头东方巨龙的脑袋比起东方父所凝聚而成的盔甲黄金狮还要巨大。吼！东方巨龙发出一声嘶吼，这声怒吼声响起，整个试炼会场都被这声音震得颤抖了起来。东方巨龙咬住盔甲黄金狮的身体，东方巨龙叼起盔甲黄金狮，一纵身冲上天空。在冲上天空的过程之中，东方父所化为的盔甲黄金狮在用力挣扎着。咔嚓！盔甲黄金狮被东方巨龙咬断了，盔甲黄金狮上半身从天上掉落了下来。轰！伴随着一声巨响，盔甲黄金狮上半截身体重重地砸在地面上。盔甲黄金狮那剩下半截的身体泛着金色的光，慢慢的光消散了。东方父的身体躺在地面上，他脸色泛白的看着天空的黑剑巨龙。天空之中，那无比庞大的黑剑巨龙转了圈，随即从天而下。看到那头黑剑巨龙迎面来，东方父脸色惨白，不。然而黑剑巨龙落下，轰轰轰轰，锵锵锵锵，一阵阵爆鸣般的巨响搭配着黑剑落地所产生阵阵的巨响声。东方父的身体被东方巨龙所吞噬，那条足有100米长的东方巨龙轰在擂台之上，消失不见了。擂台之上，尘土飞扬，所有观战的人都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第79章，巨型怪物。等尘土散去，擂台之上多了一个直径足有10多米，深足有7、8米的巨型凹坑出现在所有人眼前。这个凹坑占据了一半的擂台，而东方父的身体已经什么都不剩下了。观众席上的观众们忍不住站了起身，一个个张着嘴，瞳孔颤抖着，就连话都说不出来。陈官看了看那个凹坑，他收回视线，看向站在一旁的程平会长。程平会长握着自己的洋胡须，满脸凝重注视着那凹坑，他似乎在沉思。陈官说：“会长。”程平会长一怔，他回过神看向陈官。陈官说：“是不是勾起了战斗的心，要打一场吗？”程平会长一听，这老头子下意识地咳嗽了一声，他说：“老夫最近不爱打打杀杀，以后吧。”说话间，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侧过脸避开陈官的试探的视线。陈官其实还蛮有兴趣跟程平会长打一场，虽然现在打了自己也成不了会长，但是他有兴趣看看程平老爷子的实力。但人家不愿意打，自己也不好强来，人家怎么说也是浅音的爷爷，面子还是得给的。陈官，忽的一个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看向声音来源，只见擂台下方浅音正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他看着陈官，眼中满是欣喜。看到他，陈官露出了笑容，身影消失在原地，出现在浅音身前。他伸出手撩起贴在浅音脸颊上的几缕发丝，理到他耳后，笑说：“等急了。”陈官当着他爷爷还是众多人的视线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让浅音脸颊微微泛红。他看着陈官说：“别闹，这个给你。”说着，他取出了2张卡递给陈官。陈官接了过来，这是一张卡，一张是金色的。浅音笑说：“这金色的试炼卡就是可以进入试炼洞窟的卡片，这是你通过试炼的奖励。除此之外，现在的你已经是中等会员了，你的协会卡也已经进行了升级。以后你可以用你的协会卡登录协会官网，在里边解锁各种权限。”陈官看了看浅音，各种权限。浅音嗯了一声，就是各种权限。成为中等会员后，就可以注册成为杀手协会的悬赏杀手，获得合法悬赏杀手执照，通过接受悬赏杀死目标获得奖励，或是成为考古协会的合法考古者，这样就可以合法获取各种古董进行贩卖。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权限。听到这，陈官看了看浅音，浅音露出俏皮的笑容，笑说：“很多成为协会会员的人之所以想变强，其实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为了赚钱。
在这个世界上，钱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说到这，浅音顿了顿，他看着陈官，当然，你的目标比较奇特。陈官笑了，你还记得？浅音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他说，我当然记得，像你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成为联盟之主什么的，太夸张了。陈官笑了笑，他伸出手轻搂着浅音的肩膀，笑说，我们回试炼洞窟继续升级去。浅音红着脸，先不去。他微微侧过身，看着陈官，今天晚上雷云市有拍卖会，听说会拍卖赤系资质属性卡，今晚我得去参加才行。一听，陈官脑中立即想到上一次自己杀死的一头水跳鼠，当时水跳鼠被杀后，自己所获得就是一种蓝系资质属性卡。现在浅音想要的是赤系资质属性卡，赤系资质会对能力者的能力产生影响，系资质越高越容易进行一转二转。你一转了吗？陈官看了看浅音，浅音白了陈官一眼，当然没有，想一转，首先得突破20级到21级，然后慢慢领悟。就算一些天才在突破20级后，也得过个半年才能领悟一转的奥秘。我这才过几天呢，就算我再天才也做不到。如果想早点领悟的话，就必须得让我的火系资质变高才行。说到这，浅音看着陈官，露出俏皮的笑容，说：“这次拍卖会的赤系资质卡本小姐是势在必得。”陈官看着浅音的俏皮的样子，他不由得抬起脸，刮了刮他的小鼻梁，笑说：“我对你也是势在必得。”一听，浅音的脸微微泛红。好了，他看着陈官：“我得准备今晚的拍卖会需要的资金，你接下来打算去做点什么？”陈官笑说：“练练级吧。”闻言，浅音露出笑容：“那今天晚上你到我房间找我。”我在我房间等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浅音感觉怪怪的。陈官笑了，好，我晚上去你房间陪你。浅音脸红了，说乱说什么，不理你了。他转身离开，给了陈官一个高挑美丽的倩影。陈官看着浅音的背影，陈官摸了摸下巴。其实现在就算陈官没去试炼洞窟，那些黄蚁现在也在为陈官获得经验，所以陈官不去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浅音对系资质属性卡的重视，让陈官再一次将注意力放在系资质属性卡上。陈官用过系资质卡，但那东西对陈官几乎零作用，增加不了陈官任何属性。在陈官看来，那东西跟鸡肋一样。但现在一想，当初那些人为了抢夺自己的蓝系属性卡，甚至打算杀掉自己来杀人越货。现在浅音为了系资质卡，甚至还要去准备资金，可见系资质卡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或许我可以用我的能力搞一些系资质卡出来。想到这，陈官的身影消失在原地。看着浅音离开，看着陈官身影消失，观众席上那些观众们终于缓过了神，所有人都注视下擂台上所留下的凹坑。你们刚刚看到陈官大佬所凝聚出来的怪物了吗？看到了，那东西感觉比起视频上要大好多，就像一头巨型怪物。39级的二转觉醒，攻防估计都要破千了。破千的攻防，面对陈官大佬的时候，居然没有一点还手之力。23级，这就是23级的陈官大佬。如果让陈官大佬再继续升级下去，这东大洲估计都没有对手了吧？其实现在想再找东大洲找到陈官大佬的对手都不太好找了。第80章确定了，陈官大佬会瞬移。一层试炼洞窟内，一支5人小队刚刚经过一场激战，现在的他们正靠着墙壁休息。其中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打开手腕上形状如同手表一般的仪器，仪器投射出蓝色的画面。其他4人围在旁边一起观看着。通过投影画面所看到的正是试炼比试场上的画面。看着画面内擂台的凹坑，5人眼睛都瞪大了。陈官大佬竟恐怖如斯，一次攻击直接摧毁了半个擂台，稍待39级的东方父直接死在这招之下，太霸道了，太霸道了！哎，为什么人家跟我们同为23级，怎么人家就强成这样？等级为23级，能拥有陈官这种强度的攻击，首先系资质天生就必须超级强悍，之后便是后天的身体修炼。先是锻炼身体的方法来提升自身的属性值，然后再一直通过使用能力消耗元力来增加元力的上限，同时增加能力的熟练度。旁边的人听到这，他忍不住瞥了一眼身边的人，谁都知道通过一直使用能力耗光元力值，等元力值自然恢复的这种方法可以增加元力上限，同时在使用元力的时候也可以获得能力熟练度。但问题是哪有那么简单？随着元力值的上限增加，耗光一次需要时间，等自然恢复又需要老半天的时间。陈官这样海量的元力和出神入化的能力熟练度，不知道他为了变强这么强大，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5年还是10年？可人家看起来还不到20岁啊！听到这话，5人都沉默了。陈官的身体突然就消失了。你们觉得这是速度太快，还是说真是传说中的瞬移？瞬移不大可能吧？旁边有人出声
说：“瞬移，这个能力只存在于幻想之中，有不少人想过这个能力，但从没有人觉醒过这个能力。从古到今，出现过那么多的天才能力者，从没有一个天才能力者可以觉醒瞬移的。瞬移就是传说中的能力，是公认的不可能觉醒的能力。”陈官的身体忽然消失，估摸着就是速度太快，肉眼没办法看到。有道理，瞬移这个能力太 bug 了，不可能存在。那边，忽的有声音响起，这声音是小女孩的声音。听到这个忽如其来的小女孩声音，五人回过神，这里可是在一层试炼洞窟内，哪里来的小女孩？他们抬起脸看向前方，只见一只长着蜻蜓翅膀的树精灵正拍动着翅膀从他们身前飞过。在树精灵身后，一个穿着白 T 恤的男子跟着树精灵往前走。看到这，他们恍然了，是能力者所创造出来的树精灵，难怪会有小女孩的声音。喂喂，忽的，其中一个人出声说。其他4人看向说话的人，却见那人眼睛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他那张脸上透着难以置信的神态。注意到队友的神态，其他4人有些懵，他们一起沿着那人的视线看向那个白衣男。一看，他们没感觉什么奇怪的，但定睛一看，他们脸色变了。陈官，不对，你不是说我们现在在看是直播吗？是直播呀。你是说刚刚陈官的身影消失后，他就来到一层试炼洞窟？雷云市那边距离试炼洞窟可是有着接近2000公里的距离，在那一瞬间，他跨越了2000公里的距离，来到了一层试炼洞窟。这怎么可能？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到这种地步。瞬移，说话的人呆呆地看着陈官离开的背影，他脸上有了难以置信的震撼。是瞬移，他不是速度太快，而是瞬移。陈官大佬真觉醒了瞬移，所有能力者公认的不可能觉醒的神级能力，他觉醒了这个能力。在里边，树精灵带着陈官来到一个甬道前，他伸出小手指了指身旁的墙壁。陈官看着眼前的墙壁说：“方向就你手指的方向是吗？”树精灵点了点头。一柄黑剑出现在陈官身前，黑剑在陈官的控制之下直接刺入山壁内。唰，山壁瞬间被刺穿，穿出了一个口子。很快，从口子内慢慢冒出了蓝色的光，光凝聚在陈官身前。这蓝色的光最终形成了一张卡牌，一张通体橙黄色的卡片，在卡牌内可以看到一只通体金黄色的跳鼠图案。这是一张黄系资质卡。树精灵是绿系森林鼠的创造物，它原先的能力是可以沟通附近的植物，来获得那些植物的视野，以此来进行获取情报。但属性鼠喜欢待在地底内，而地底内部没有植物可以提供视野的。想用树精灵找到属性鼠，可能性几乎为0。为了能让树精灵能找到属性鼠，陈官强化了树精灵的能力，让它具备可以通过沟通大地获取大地视野的能力。也就是说，在树精灵的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无所遁形。陈官目前具现化了许多凶兽，那些凶兽正帮陈官练级，所以陈官并不需要太过于疯狂投入练级。现在雷云市那边要开拍卖会，所以陈官打算搞点属性卡拿去卖，顺便搞定赤系资质卡送给浅音。既然是自己认定的女人，她总不能太弱。时间很快过去，到了当天傍晚，陈官解除了树精灵，他看了看手中一小叠属性卡，稍稍数了下，39张，6张赤系属性卡，有点少了，本来还打算搞个100张的。看样子，在这个地方属性鼠果然很少。算了，也该回去了。陈官将属性卡放入口袋，他的身体消失在原地。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他的身影出现在浅音的卧室内。来了！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陈官回过神，他看向身边说话的女孩。只见浅音正坐在床沿，靠着床头，手里抱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她正面带笑容地看着陈官，笑说：“来得蛮早的，现在才6点钟，拍卖会要到晚上8点才开始呢。”闻言，陈官笑说：“因为我打算早点去拍卖会。”浅音微微一怔，他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看着陈官：“早点去。”忽的，浅音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他露出笑容：“你想去祭牌？真是聪明。”陈官笑了笑：“你怎么知道？”浅音笑说：“当然知道，你在试炼洞窟那边获得了那么多凶兽卡，你手上还有黄衣女王卡，你现在想提早起，肯定是打算祭拍那些凶兽卡呗。”说着，他合上笔记本电脑，放到床头柜上，下了床，打算出发。听到这，陈官笑了笑，不知道一会儿自己到拍卖会祭拍属性卡，将属性卡拿出来的时候，他会是什么样的神态。第81章，瞬移赶路。雷云拍卖会距离我们这边不远，开车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浅音看了看陈官，笑说：“我记得你有瞬移能力，可以用瞬移直接过去吗？”陈官笑了笑：“当然可以，只不过有个条件。”条件？浅音好奇地看着陈官，
什么条件？陈官笑说，我的瞬移能力正常情况下只能瞬移我一个人，如果要多加一个人的话，那么就需要跟那个人有肢体上的接触。浅音一听，他白皙的脸颊稍稍泛红，他俏皮的看着陈官，大大方方的说，可以啊。他还主动的走向陈官，微微侧过身，将身体偎入陈官怀里，然后抬起脸看着陈官，俏皮的笑说，这样可以了吗？陈官轻搂着浅音，看着浅音俏皮的笑容，他心微微一暖，笑说，雷云拍卖会的位置我不知道在哪，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我需要你脑中想着我们要瞬移过去的位置，这样一来我使用瞬移就可以过去了。浅音眨了眨眼睛，看着陈官，还可以这样的吗？一开始自然不能这样，但只要陈官想，那么就可以这样。能力是通过人的想象所获得的，能力越是复杂，觉醒所需要的细资质的数值就越大。对于常人来说，他们觉醒能力是绝不敢将能力想得太过于复杂的，但对于陈官来说，随意就行。陈官笑说，想好了吗？浅音看了看陈官，嗯了一声，想好了。陈官念头一动，四周的环境在瞬间发生了变化，陈官和浅音的身影出现在一片小树林内。陈官看了看四周，失败了吗？陈官视线落在怀中的浅音身上，浅音脸上满是惊讶，他看了看这片树林，他伸出手牵着陈官的手，拉着陈官往外走。两人出了小树林后，所看到是一个广场，除了广场外，陈官还看到了一栋大厦。这栋大厦高耸入云，目测足有100多层，在大厦之上可以看到由霓虹灯打造而成的大字，而这些大字此刻正散发着灯光，上边写着雷云交易大厦。很显然，拍卖场应该就是在这座大厦内部了。那为什么浅音所想的位置是在森林里，而不是在大厦内或者是大厦门口的广场内呢？陈官看着广场来来往往的路人们，陈官就明白了，因为无论是在大厦内还是在广场内都会有人，如果随意进行瞬移，有可能会撞到人，造成不应该有的麻烦。而位于道路两侧的绿化林内，正常情况下是没人的。浅音做事蛮谨慎的。陈官收回视线，看向浅音，却发现浅音正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陈官，他那张美艳又纯真的小脸上挂着一抹喜悦的笑容。陈官看着他的眼神，他眨了眨眼睛，怎么了？你真会瞬移？浅音说，虽然你之前说过你会瞬移，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瞬移这个能力是公认的，不可能出现的能力，是觉醒不了的能力。说到这，浅音顿了顿，他用大眼睛看着陈官，笑说，真没想到这是真的。陈官听到这，他露出笑容，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谎，至少。他伸出手，将高挑又纤瘦的浅音轻搂入怀。浅音脸一下子就红了，他抬起脸看着陈官。陈官看着他的眸子，笑说，至少我不会对你说谎。浅音眸子泛着光泽，他凑近陈官，亲了下陈官的脸。陈官和浅音所在的地方正在大路上，路上来来往往的有很多准备参加交易和拍卖会的人。陈官和浅音的举动吸引了四周的路人的视线。浅音身穿着暗红色紧身连衣裙，完美包裹着她那高挑傲人的曲线，一头火红的长发自然披在她肩头，搭配她那张清纯又妩媚的俏脸。从她出现后，四周的视线都被吸引了。当浅音主动亲吻陈官的瞬间，陈官可以感觉到无数透着羡慕嫉妒恨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他也不在意那些视线。陈官跟着浅音一起进了大厦。浅音笑说，这栋交易大厦内只要是整数例如10、20、30等，都是专门兜售能力者的物品的楼层，至于其他楼层，大部分都会卖一些跟能力者无关的东西。像拍卖能力者专用的物品的拍卖会也是在这些楼层进行。我们目前是20级，20层的拍卖会所拍卖就是20级到29级的能力者所可以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说，自己和浅音这一次的目的地便是20层。两人一起进了大厦，坐着电梯来到第20层楼。从电梯出来，一出电梯，陈官就听到一阵吵闹声。入目所看到一个巨大的房间，确切的说是一个市场，一个室内市场。这个房间大小估摸着有10个篮球场那么大。在这个房间内有很多摊位，很多人就坐在自己摊位前，而在摊位上正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20层内分为2个地方，一个是能力者市场，另一个是拍卖场。浅音为陈官解释眼前的情况。陈官看了看这些摊位，这摊位内所卖的东西里有凶兽卡，也有售卖凶兽骨头，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东西，有些是骨头做成的装饰品，看起来奇奇怪怪的。在踏入这个市场后，陈官就感觉到有无数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是陈官大佬。陈官大佬怎么到这来？难道陈官大佬也想来参加进行的拍卖会？可现在拍卖会还没开始，难道他跟我们一样，打算在这能力者市场买点东西？不对，你看，陈官大佬进去了。那边是拍卖大厅，
拍卖会还没开始，城关大佬这是打算去寄拍东西吗？我们要跟进去看看，看看大佬要寄拍什么。我看行。城关可以听到议论声，被认出来了，但也不奇怪，毕竟自己跟东方父那一战后，自己也算是出名了。再加上现在是网络时代，视频在网上一发，不认识自己才奇怪。城关也不理他们。城关和浅音经过能力者市场后，是一扇大门。通过大门是一个大房间，正前方是柜台，柜台之上站着一身穿着黑色西装、戴着耳麦的女服务员。见到城关和浅音进来，他看着两人。浅音伸出手指向一个方向，说往那边走就可以通向今晚的拍卖场。第82章，一出手33张属性卡，震撼了路人。城关沿着浅音所指的方向看去，那边有一扇大门，只是大门还闭合着。浅音说，不过现在还没到拍卖时间，所以门是关着的。你想寄拍物品的话，现在去柜台那边办理下手续就好了。城关走到柜台前，看着女服务员说，我来寄拍点东西。女服务员一听，她露出笑容，请出示您的协会卡。城关取出协会卡递给女服务员，你们要协会卡做什么？女服务员一听，她笑说，协会卡有您的资料和名字，通过协会卡，我们将您所获得的收益直接打入您的账号里。协会卡还有这种作用吗？这倒是方便了不少。女服务员接过协会卡，将协会卡插入一个城关没见过的仪器内，她在电脑前操作了下，然后看向城关，挂着职业化的笑容，说，您要寄拍点什么？在城关身后不远处，一群好奇的能力者悄悄跟了进来，他们也不敢距离城关太近，便站在不远处观望着。你们觉得城关大佬会寄拍什么东西？寄拍的话，肯定是寄拍比较珍贵的东西。城关大佬直接干掉了一头黄衣女王，如果要寄拍的话，估计就是寄拍那张黄衣女王卡吧，那玩意可是天价。我猜也是。城关取出一小叠卡牌，将卡牌放在桌面上。一叠吗？我猜应该是一些变异精英凶兽卡之类的。我赞同。不对，你们仔细看那些卡牌的颜色。颜色有全黄的、全蓝的、全白的。卧槽！我的妈！其中一个男子眼睛都瞪大了，嘴巴都发抖，神色被震撼得无言以复。是属性卡，是可以增加系资质的属性卡。城关看向女服务员，却见女服务员脸上的笑容直接消失了，她瞳孔颤抖着，难以置信地看着城关拿出的属性卡。她似乎被震撼到了。城关看着女服务员的神态，他顿时心生疑惑。怎么了吗？城关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浅音，却发现浅音也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城关拿出那一小叠属性卡，久久回不过神。城关不懂了，虽然那些属性鼠的确不好找，但对付起来并不难，这东西就真那么震撼，那么稀有吗？既然可以让他们惊成这样。城关说，怎么了吗？浅音回过神，他侧过脸看向城关，这些属性卡从哪里来的？城关说，一层试炼洞窟。闻言，浅音一怔，一层试炼洞窟里的确有属性鼠，但非常罕见，而且传说他们的速度极快，别说发现他们了，就算发现了也很难抓到，只有运气超级好的情况下才能碰巧遇到，但想抓到却非常的困难。一支小队有时候在一层试炼洞窟内待几十年都不可能看到一只，而等级比属性鼠高的人击杀属性鼠是得不到卡的，因为可以增加系资质的东西极其稀有，所以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天价，属于有价无市的。一张可以增加系资质的属性卡的出现，足以吸引整个雷云市所有人的注意力，可你却一次性拿出了这么多。城关笑了笑，不好吗？浅音抿了下薄唇，看着城关，这东西还是别拍了吧，留着自己用会更好。闻言，城关微微一怔，他笑了笑，没必要吧，我的系资质数值已经很高了。浅音一怔，太高？你的系资质难道已经超过200了？城关疑惑了，为什么这么说？浅音眸子泛着疑惑说，你不知道吗？20级的属性卡所增加的上限是200点。原来如此，这东西还是上限的。城关笑说，好吧，这东西我已经到上限了，自己留着用也没什么用。你果然已经到上限了。浅音说，一般23级的人系资质20多就可以算是一般能力者，如果系资质能到达50，那就是天才能力者，系资质到100的极度罕见。像你这种200系资质的。浅音说，不过以你的实力也好理解就是了。只是浅音看了看桌子上的属性卡，看着那总共有5种颜色的属性卡，他眸子泛着光，然后看向城关，5系全部都200系资质。城关没有看浅音的视线，他看了看四周，说，我应该是7系都是。浅音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看着城关，那眼神就如同看着怪物一般。不远处那些凑热闹的家伙听到城关的发言，他们一个个咂了咂嘴，变态、怪物、吓人，
太吓人了，简直不是人。那先生，您确定要寄拍这些属性卡吗？有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回过神，他看向女服务员。女服务员已经调整好震撼的心态了，她脸上挂着笑容看着陈官。陈官说：“当然，都拍了。”女服务员微微点头，将那叠属性卡拿了起来。她开始在电脑前登记。你真糟蹋东西，这种属性卡就算不用，也不应该拿出来拍的。浅音满脸心疼地看着那些属性卡，然后看向陈官说：“你如果需要钱的话，可以跟我要吗？”陈官笑说：“小富婆这是打算包养我吗？”浅音一听，他说：“包养就包养，总比你这么糟蹋东西好。能拍卖属性卡的人，只有那种非常缺钱的人才会，那种东西留在自己手上都比起卖出去好。那东西如果被对手买到了，就等于再给自己增加麻烦。”看着浅音有些郁闷的神态，陈官笑了：“好了，别不开心了，这个送你。”浅音听到了声音，他看向陈官，只见陈官将6张赤色的属性卡递了过来。看到这6张赤色的属性卡，浅音呆了，他看向陈官：“你还有？”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路人，一个个嘴巴张成了 O 型。他还有。第83章，原力属性珠，我要了。一个人在运气好到爆炸的情况下，才能在试炼洞窟内碰巧的遇到一只属性鼠，而且属性鼠很敏捷，正常情况下30级以下的能力者是非常难以捕捉到它的，但超过30级击杀属性鼠是没办法获得属性卡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想通过猎杀属性鼠的方法获得属性卡，那难度比登天还难。只有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能击杀一头属性鼠获得属性卡。而陈官一个人居然拿出了33张属性卡作为拍卖品，这已经足以让人震撼了。可现在他居然又拿出了6张赤系属性卡。浅音呆住了。陈官看着浅音呆愣的神态，他笑说：“拿着。”他将这本就为了浅音而准备的属性卡递给了浅音。浅音眨了眨眼睛，伸出手接了过来。看着眼前这6张赤系属性卡，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泛着光。他看向陈官：“送我吗？”陈官笑了笑：“可这太贵重了吧？”浅音看着陈官：“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陈官一听，他顿时乐了，他笑说：“今晚好好感谢我。”浅音脸微微一红，白了陈官一眼：“那种事，等你实现半年后的约定再说吧。”陈官露出笑容：“到现在你还记得我没办法使用那半年的约定吗？以我的实力，那半年后的约定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既然我能做到，现在就兑现承诺，不是更好？”浅音俏皮地瞪了陈官一眼：“不行，约定就是约定，就算你有那种能力，那在没真正的达到那种级别的时候，我就不能。”他微微侧过身，雪白的脸颊泛红。反正完成约定后再说。他可真是顽固，明明知道自己拥有了足以超越30级以上的实力，但他还是不肯松口。陈官笑说：“那慢慢来，送给你这些东西的回报，等我实现承诺后，再一次性从你身上收取。”浅音也不说话，只是那张凝脂般白皙的脸泛着红晕。现在才6点多，你要寄拍的东西已经寄出去了，接下来你打算做点什么？他想转移话题了，他不想跟陈官纠缠这种让他心跳加速的话题。先生，您的协会卡。没等陈官回应，身旁传来了声音。陈官回过神，只见女服务员将陈官的协会卡递了过来。陈官伸手接了过来，稍稍思索了下：“我也没什么事可以做的，要不我们去市场那边逛逛？”闲着没事，两人一起离开了拍卖大厅，来到交易市场。陈官看了看一些摊子上摆着用凶兽骨头制成的首饰，他拿起首饰看了看，这首饰是由凶兽骨搭配一些外物所制成，看起来就是一个手镯。凶兽的骨头制成首饰，这东西有什么用？可以增加属性值吗？浅音说：“当然不能，这东西增强不了能力者的战斗力，它只是单纯作为首饰来出售而已。”说到这，浅音顿了顿，随即看向陈官，说：“简单的说，就是好看就对了。好看，能力者会买这种东西吗？”陈官看向浅音，浅音说：“当然有，美无论是能力者还是普通人都会去追求的。首饰不是为了增加战斗力，只是单纯为了好不好看。凶兽骨，越是高级的凶兽骨，经过凶兽体内的原力滋润，看起来比起部分翡翠都要来得好看。有些人就喜欢将它们带在身边。”浅音看向陈官，说：“当然，这些东西更多购买这些东西的普通人，他们喜欢觉得凶兽骨制成的工艺品比较可以展现自身的财力和地位。”陈官一听，普通人也可以到这20层来？当然可以，10层、20层，这些都是贩卖关于能力者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的支付所需要是钱，只要有钱，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到这来进行购买。浅音给出了解释，他说：“有的时候在拍卖会上，经常会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被普通人所买走。”浅音为陈官解释，陈官微微点头，他将手中的骨头首饰放了回去，
他看了看四周，忽的，他的视线被一个东西所吸引。在一个摊位上摆放着很多个石头，除了石头外，旁边还摆着一台切割机。摊主是一个皮肤被晒得黝黑、长着白胡子的老头，老头正坐在摊位前等待着顾客。看到这些石头，陈官脑中立即想到了一个词：赌石。这个世界除了能力者外，其他大部分的东西跟陈官之前那个世界一样。浅音之前提过翡翠，而翡翠就是从赌石中出来的。这老头摆着这些石头，该不会也是翡翠吧？想到这，陈官顿时来了兴致。要是在以前的世界看到这玩意，陈官直接就跑，毕竟太贵了。但在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陈官可以使用能力来知道石头内的情况，所以陈官朝着那个摊位走去。陈官，那些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浅音赶忙跟上陈官，立即出声提醒。陈官一怔，他看向浅音，不是翡翠吗？浅音一听，他顿时给了陈官一个白眼。这是20层，20层内只卖跟能力者有关的东西，哪里来的翡翠？那些石头的名字叫藏石，藏石内部藏着元力石。在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东西叫元力矿，元力矿会产生一些特别的石头，那些石头内蕴含着元力。如果人们的元力耗尽，就可以通过元力石就进行补充。只不过元力石一般都被藏在藏石内，只要切开藏石才能知道那石头是不是元力石，里边的元力石够不够纯粹。如果里边没有元力存在，那么就废；如果里边元力不够纯粹，也没有任何用处。传说藏石内不但藏有元力石，还有可能会有元力属性石。说到这，浅音看向陈官，说：元力属性石是可以提升元力上限的，是非常珍贵少见的东西。因为元力属性石有可能存在，所以藏石一般价格非常昂贵。说到底，其实那东西也类似赌翡翠那样，但这东西比起翡翠那些赌石要昂贵得多。浅音双手环胸，看着陈官说：基本可以算是一种赌法了，这种东西你还是别碰最好，很多人就因为玩这个搞得倾家荡产的。类似于系资质属性卡的原理，上线属性石吗？陈官闲着也是闲着，他走到摊位前蹲了下来，看了看摊位摆放着的每个石头。既然这些是元力石，那么只要拥有一双可以看穿石头内部的元力分布的眼睛就可以做到了。陈官那双黑色的瞳孔泛着金色的光，瞳孔化为了金色瞳孔。第84章不上网吧，敢惹陈官大佬。他的视线扫过摊位上每一个石头，陈官可以看到那些石头内部所泛着的光晕，每一颗石头所散发出来的光颜色都是不同的，总共7种颜色，正好对应着7个系。忽的，陈官的视线落在摊位上的其中一个石头之上，那个石头跟其他的石头所散发出来的光完全不一样。其他的石头散发出来的光是单一的颜色，而那颗石头所散发的光却是7彩颜色。陈官看着道，他拿起那颗石头，这石头2个拳头大小，用肉眼看，这东西就跟路边的石头区别并不大。陈官看向老头，这东西多少钱？老头摊主瞥了一眼，70万。听到这价格，陈官心一跳。这个世界所使用的钱叫元币，钱的购买力跟陈官上各世界的钱差不多。通过陈官这具身体原主人的记忆，陈官就可以知道，这老头一张嘴，这声70万到底有多夸张。那是陈官的铁匠师傅打铁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天文数字。这老头嘴巴一张就是70万。虽说陈官听浅音说过这东西很贵，但陈官没想到这东西贵成这样，果然有些夸张，或者应该说太过于夸张了。陈官想买，但思索了下，他身上现在只有当初从家乡到雷云市作为生活费的钱，从家乡到这来花到现在也就剩下30块钱了。陈官确定了自己买不起。陈官下意识地侧过脸看向身边的小富婆，浅音也没说话，他收回视线，从腰兜中取出一张协会卡递给老头，刷卡。陈官大佬好像要赌藏石。那群一直关注着陈官的路人们再一次注意到了陈官。陈官挑好了，这些藏石在没切的时候每一颗都是天价，没钱的人可不敢玩这东西。毕竟是陈官大佬，这可是一次性即拍33张属性卡的男人。不过藏石这种东西得赌才行，得有经验和眼力才能赌赢。陈官大佬这种明显没玩过藏石，只是看了一眼就直接买，完全是赌运气，估计也就是一块废石头罢了。他都强到这种地步了，如果运气还那么好的话，这个世界就真没天理了。看，摊主开切了。那老头从陈官手中接过石头，然后将石头放在切割机上，伴随着切割机的刀刃转动，滋滋滋刺耳的声音响起。只见那疯狂旋转的刀刃陷入石头内，眼看着刀刃切到一半，咔！高速旋转的圆形刀刃就像是切到了什么无比坚硬的东西一般，伴随着一声脆响，刀刃应声裂开，然后无法动弹，
仿佛被直接掐住了。老头看到这，原先那张轻松的脸在这一刻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他稍稍思索了下，然后看向陈官，说：“你这石头不好，里边有很多杂质，是一块废石，切不动。这样吧，我给你换一块。”说着，他关闭了切割机器，然后将石头从切割机上拿了下来。骗谁呢？浅音呼的出声，他蹙着眉头，是不是废石？切开就知道。这石头是我们挑的，就算是废石，我们也不换。浅音不笨，他一听就知道有问题了。老头一听，他将切割到一半的石头握在手中，缓缓起身。老头眯着眼睛盯着陈官和浅音，冷冷淡淡的说：“我说了，给你们换，你们不换，那我就不卖了。”说话间，老头浑身环绕着黄色的雾气，伴随着雾气的出现，四周的气流改变。老头额头的白色刘海飘动着，露出他额头上的印记，那是3个黑色三角印记为角，2个三角条纹重叠在中间所组合成的3芒星印记。这老头36级。看到这，陈官明白了，这老头知道这个石头很特殊，所以他这是打算强抢了。他这是打算仗着自己36级的等级比起陈官和浅音要高，他是想霸占这个石头。这老头这是打算霸占陈官大佬挑选的石头，他这是毁自己的信誉。信誉被毁的话，这老头以后就别继续做售卖藏石的生意了。他这是疯了吧？老头做了这么久的生意，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会砸了自己的招牌，除非他认为那颗石头的价值已经高到足以让他放弃以后的生意。什么？就算是90%原力含量的原力石，也不至于这样吧？不然没办法解释这老头现在的行为。不过这老头仗着自己36级的等级，想霸占陈官大佬的石头，估计他想多了。估计老头不经常上网。接下来有好戏看了。浅音见眼前这个老头的举动，他蹙着眉毛：“你无耻！钱货两清，你现在告诉我们说不卖？别以为你等级高，你就可以乱来。这里是雷云市，是雷霆协会的地盘，我是浅音，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我告诉你，你完了。”老头一听，他哼了一声：“哪有怎样？我明明不属于你们协会，我是东方协会的人，大不了不在你们这边做生意。”话音落下，明林拿着石头自顾自地往外走。在这个交易市场内是有维护秩序的保安的，但等保安过来是需要时间的。看明林这样子，他显然是自信自己能逃离的。站住！这声音一起，明林的脚步微微一顿，他慢慢侧过脸，那双透着不悦的眼睛看向身后说话的人。他看着陈官：“怎么了？”一个小小的24级的小鬼头，不服气。远处围观的路人们看着那白发苍苍的老头一脸嚣张的模样，他们忍不住咂了咂嘴。这摊主果然不上网，他根本不知道陈官大佬有多变态。36级居然就敢在陈官大佬面前这么狂，他估计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我现在都想为他默哀3秒了，这货死定了。第85章，他直接了捏碎坚硬如翡翠的石头。那些认识陈官的路人已经开始为那老头默哀了。而明林并不认识陈官，在他眼里，陈官就是一个20多级的菜鸡罢了。他一个36级的人，自然不可能看得起陈官。陈官说：“这里是雷霆协会的地盘，雷霆协会是我的女朋友的爷爷的协会，一会儿就要开始拍卖会，不能弄得太过于血腥。”说到这，陈官顿了顿，说：“那这样吧。”陈官抬起手，在陈官手掌冒出了黑色的雾气，那雾气瞬间掠向明林，这些黑雾就像无形的绳子一般，瞬间将明林的身体将粽子一样捆绑了起来。他手中的石头瞬间掉落在地，明林倒在地面上，他皱着眉头。雾气构成的绳子，黑系自然属的能力。他躺在地上，看着陈官：“你该不会以为就凭你24级的绳子就可以捆住老子吧？”听到这，陈官顿时来了兴致，他双手环胸，笑说：“你该不会以为这绳子捆不住你吧？”明林瞳孔微微一凝，哼！他猛地用力挣扎，但那由黑雾构成的绳子却紧紧勒着他的身体，他越是挣扎就勒得越紧。啊！明林痛得叫了出声：“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挣不开？”那些路人看到这一幕，他们顿时看乐了。这种控制类的控制强弱，靠的是使用者的原力以及使用者对能力的熟练度。以陈官大佬使用万剑归宗的时候就可以看出，陈官大佬的原力是海量的，想捆住一个36级的家伙，还不是轻轻松松。这家伙欺负别人就算了，没想到居然仗着自己等级高欺负到陈官大佬身上，真是蠢。不过真没想到，陈官大佬除了树精灵、万剑归宗还有瞬移外，居然还有这种能力。一个人具备4种能力，真是不可思议的。明林一咬牙，他似乎打算做点什么，被捆着的手握成拳头。这一握拳，明林脸色又变了，他那张老脸透着惊恐，他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官：“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无法使用我的能力？”苍老的声音透着惶恐。陈官自顾自走了过来，将地面上石头捡了起来，
被这黑绳捆住的人，体内的元力就会被限制，元力被限制，能力自然就无法使用了。明灵瞳孔颤抖着看着陈官，不可能，这种限制能力，想限制别人的话，那自身的元力和能力熟练度比较强于对方才行。你才24级，不可能。陈官瞥了明灵一眼，他收回视线，看了看手中这个2个拳头大小的石头，他也懒得理会明灵了，事实就摆在明灵面前，他信与不信，那就是他的事。现在的陈官只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将这颗石头打开，看看里边有什么东西。先前陈官看到那切割机切割这个石头的时候，切割机的刀片没办法往里进，这也就意味着石头内肯定有很坚硬的东西。既然这样，那陈官的双手伸出，握在石头左右。别家也有赌藏石的，我们可以找其他摊主，让他们帮忙将石头切开。浅音的声音传来。听到这声音，陈官看了下浅音，他笑说不用。说着，陈官双手猛地用力，在用力的时候，他手臂上的肌肉顿时鼓了起来，将衣服稍稍撑起。伴随着陈官这个举动，他手中那坚硬无比的石头应声破碎，整颗石头都化为了碎石，从陈官手中掉落。浅音呆呆地看着陈官被陈官捏碎的藏石，他的胸前饱满的布料随着他的呼吸微微起伏着。看到眼前这一幕，附近的围观路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藏石的硬度比起翡翠还要坚硬，直接用手的压力就将这藏石都捏碎了。这仅仅只是肉体的力量，还是在没有使用能力的情况下吗？陈官感受到从四周投来的视线，他并不在意这些眼神。他慢慢蹲了下来，看了看地上的碎石。忽的，陈官视线被其中一个东西所吸引，他伸出手将那东西从碎石堆中取出。这颗珠子的大小，一手握住刚刚好，整体呈现透明色，但隐约可以看到透明的珠子内仿佛有液体在流动着。他将这东西抬起，对着室内的灯光，珠子反射灯光，在珠子四周泛起了七彩的光泽。浅音看着眼前这颗珠子，他的眸子微微颤抖着，小嘴微张，几乎有些说不出话来。看到这一幕的路人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有些发愣。产于藏石内，通体呈透明，对光可以看到七彩色。这是元力属性珠，我的天，没想到我这辈子居然能见到传说中的元力属性珠，这传说中才有可能存在的珠子。一颗可以提升别人200点元力值上限的超含有的元力属性珠，一直以来我在资料上才见过，听说别人拥有过，但从没亲眼见过这东西。我以前是假的，没想到这世界上真有这种东西。这东西的价值连城，难怪那家伙为了独吞这东西，会连生意不做，拿着这石头就打算跑。原来是这样，换成是我，估计也会打算跑吧。喂，不对，刚刚陈官大佬选藏石的时候，他是看了一眼就直接选的吧？一选他就选到了这藏石中的极品中的极品，他是怎么知道藏石内有这东西的？难道是运气？但这运气也太夸张了吧？或者是能力，是陈官大佬的能力？我滴龟龟，真不愧是陈官大佬。那些认识陈官的或是不认识陈官的，此刻都对着陈官投来的羡慕嫉妒恨的视线，更有一些人对着陈官投来了贪婪的视线。陈官看了看这珠子，果然就如同刚刚自己所料想到的一样，这东西的硬度比起整个石头的其他部位要坚硬，捏碎其他的部分，剩下就是这颗珠子了。陈官收起珠子，看向浅音，又得了个好东西，我们拿起拍点钱吧。能提升属性的东西，对于已经到达数值上限的陈官来说，作用为零。好东西不如直接卖了。听到陈官这忽如其来的话，浅音忍不住看着陈官眨了眨眼睛。很缺钱吗？第86章，刚刚既拍了33张属性卡的，我很缺钱。浅音不懂了，这种元力属性珠那可是无价之宝，其他人获得了恨不得将这东西拿来当传家宝，而陈官太离谱了，一得到直接就想着卖掉。当然缺钱。陈官笑说，我浑身上下就只剩下30块钱，要不是协会卡可以让我免费吃喝住的话，估计我都饿死在路上了。你说我缺不缺？浅音这么一听，他说只剩下30块钱，这太夸张了吧。说到这，他顿了顿，可能你之前是缺钱，但等你寄拍的属性卡出售过后，你就不可能缺钱了。按我的估计，你那些属性卡每一张至少可以拍到5000万以上，你寄拍了33张，等那33张拍完，你基本就是一个亿万富翁了。浅音看了看陈官，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泛着光，他轻声说，如果你真的很缺钱的话，这东西给我，我可以用钱跟你买。这元力属性珠对任何能力者来说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对浅音来说也是一样的。他想要，但又不好意思跟陈官讨，所以想买下来。陈官看着浅音的俏脸，他露出笑容，伸出手轻搂着浅音的纤腰。浅音微微一怔，高挑纤瘦的身躯被陈官拉入怀里。浅音脸微微泛红，你突然这样干嘛？他抬起俏脸看着近在咫尺的陈官的脸。
虽然浅音并不排斥这种亲密举动，但这里是在市场内，附近全是人，就算浅音再大方，他也是会脸红的。陈官看着浅音的小脸，笑说：“我的原力数值已经到达了上限，这200点上限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义，我可以送给你，只是我不想要钱。那你想要什么？”浅音用大眼睛看着陈官，那凝脂般的白皙脸颊微微泛红。陈官笑说：“你知道的。”浅音实在有些吃不消，将小脑袋靠在陈官的胸膛上：“你怎么这样？”陈官就是单纯想逗逗浅音。浅音在陈官的印象里，他总是大大方方的，属于那种混在男人堆里会被称为男人婆的存在。但偶尔逗一逗，看着他脸颊泛红、不胜娇羞的模样，还是蛮享受的。浅音娇声说：“等你满足约定后，你想怎么样我都依你，好吗？”当说出这话后，浅音只感觉脸颊发烫。浅音是天之娇女，她总是高高在上，高傲得很。像这种原力属性珠的确对浅音的吸引力很大，但如果这颗原力属性珠是别人所拥有的话，他会选择用钱去买。但倘若对方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他绝对会用自己的血刃在对方身上开几个窟窿。但眼前这个男人是她的男朋友，他想要他做什么都不过分。虽然害羞，但浅音还是愿意的。陈官笑了：“这可是你说的。”浅音依偎在陈官怀里，脸颊泛红，也不说话，只是唇角微微上扬着，眸子内泛着迷离的水汽。这种娇羞更是将她独有的妩媚展现得淋漓尽致，让陈官有些挪不开视线。陈官定了定心神，他将手中的原力属性珠送到他面前。浅音看了看那原力属性珠，伸出手接了过来。他不敢看陈官，轻声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到拍卖会那边坐一下。”陈官笑说：“好。”陈官和浅音两人肩并着肩一起离开。“放了我！”“喂，你们别走，先放老子！”明灵被黑绳捆着，他身体挣扎着，就如同一条鱼一般扭动着身体。他眼睛盯着陈官的背影，大喊大叫着，但陈官和浅音根本不打算搭理他。那些路人正看着陈官和浅音离去的身影，很多男性眼中满是羡慕和嫉妒。一个不认识陈官的路人在嘀咕着：“买个藏石，买到属性珠，这家伙的运气也太好了吧！不但有属性珠，还得到了浅音大小姐这种美人的青睐，真是令人羡慕又嫉妒。这家伙到底是谁？你也不上网吧？”这家伙就是网上最近爆火的能力者陈官，他曾经21级秒杀一头25级的稀有 BOSS。在今天早上，他单挑东方协会的东方父，成功击杀2转觉醒等级39的东方父。什么？他不是才24级吗？怎么可能赢得了天才东方父？你去协会圈子看一看就知道了。不过真不愧是陈官大佬，不单能力强悍，就连撩妹也强悍。高傲冷艳的浅音女神，以前追她的人从雷云市可以排到海洋市去，结果就没一个人能搞定她的。结果这才没过去几天，浅音女神就被陈官大佬训得服服帖帖的，让人羡慕。不仅仅是羡慕，是羡慕嫉妒恨，人比人气死我，都是20多级，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陈官带着浅音两人来到拍卖会场。来到拍卖会场的时候，拍卖会场内已经有坐了些许的人，可能距离开始拍卖还有些时间，所以看起来比较冷清。陈官和浅音两人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陈官看了看四周，整个拍卖会场的观众席就像是电影院的座位一般，是从前到后，从下往上排的。不过跟电影院的座位不同的是，这些座位排列是呈半圆形，围绕着正下方的高台，高台挡着红色的帘布。陈官收回视线，看向身旁的浅音。浅音正捧着那颗属性珠，他打量着这属性珠。陈官笑说：“不使用吗？”“要使用。”浅音说：“只是我真没想到，传说中的属性珠居然会出现在我手里。据我所知，在这整个东大洲内，使用过属性珠的人不到1手之数，而那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一方强者。其中目前作为东方协会会长的东方胜，年轻的时候就使用过属性珠。属性珠太难得了，我爷爷为了让我提升原力上限，他安排了很多人到处寻找属性珠，找到现在都已经10多年了，结果到现在都没找到。”说到这，浅音看向陈官，笑说：“真没想到，这东西今天居然是由你来送给我的。”陈官看得出浅音的喜悦，他有些不懂了，200点原力上限很厉害吗？第87章觉醒创造一切的能力。听浅音说的这么玄乎，作为天生原力值9999999的他，有些无法理解200点原力值有什么用。浅音听到陈官的询问，他愣了下。浅音古怪地看着陈官：“你的原力值是多少？”陈官笑说：“想知道？你今晚就打算现身了吗？”浅音一怔，他脸一红，白了陈官一眼，说：“不说我也能猜到，你的原力值估计得有上千，不然不可能使用那么多柄剑，也不可能制造得了黑龙。你不知道，对于能力者来说，200原力值上限代表着什么？可能是因为你天生就具备着强于常人的原力值，所以不知道。”浅音看了看陈官，他笑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一个正常突破的能力者，他所拥有的元力值是20点，20点元力值，这是大部分能力者的平均值。能力者使用能力和维持能力都需要消耗元力值，越是强大的能力所需要的元力值越高，越是持续时间越久的能力消耗也越高。如果元力值耗完，身体的体力就会跟着耗尽，进入脱力状态。前因说，能力者除了吸收属性珠外，另外的办法就是通过使用能力无限次消耗自身的元力，让元力消耗殆尽，然后让其自然恢复。这是一种修炼方式，但这种元力值自然恢复的速度是极其缓慢。一个人全心投入，天赋好的也需要花费1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提升1点元力值，天赋不好的可能花费1个月都未必能提升1点元力值。而且随着元力值上限变高，提升速度就越慢。到了100多点元力值后，天赋普通的人1年都未必能提升1点元力值上限。说到这，浅音看着陈官说，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办法让自己的元力值突破100点，更别说是200点了。听到这，陈官心头一震，原来还有这个说法。浅音看着陈官的神态，他露出笑容，现在知道这东西有多珍贵了吧？是不是开始后悔把这东西送我了？陈官眨了眨眼睛，他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看着浅音笑说，这倒没有，不过你这些说法让我意识到，这东西这么珍贵，等我完成约定后找你兑现承诺的时候，如果不多来几次，似乎有些对不起我自己。浅音听到这话后，先是有些疑惑，随即他仿佛想到了什么，反应了过来，他脸红，大流氓。他收回视线，重新坐好，不理陈官了。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官不由得露出笑容，伸出手轻轻搂着浅音的肩膀，将再一次搂入怀里。浅音也不抗拒，他看着手中的属性珠，似乎有些舍不得将使用它。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官笑了笑，用了吧，如果舍不得，我再送你一个。浅音一听，他愣了下，抬起脸看向陈官，你说什么？他那双眸子内泛着难以置信的光泽。陈官面带微笑，他也不说话，伸出右手。在浅音的注视下，陈官右手的手掌上泛起了七彩的光，光凝聚在一起，构建成了一颗珠子的形状。最终这珠子成型，这珠子的模样赫然跟浅音手中的突破珠一模一样。这是陈官突然想到了一个能力。以前浅音说过，元力是万物之源，能力者的能力是借助元力来进行的。如果说元力是万物之源的话，也就是说只要元力足够多，那么就可以创造出任何这世界上所存在的东西。就算是属性珠，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出现的。当然，像这种级别的能力，估计对系资质的要求和元力值的要求会非常非常高，否则是没办法觉醒。元力属性珠这种东西内包含着元力，而元力是构成七系能力的东西，也就是说元力自身含有七系属性。也就是说，要创造元力属性所需要是极高的七系资质，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有人能够做到的，自然不可能有人可以觉醒这种能力，但陈官可以。浅音看到这，他眨了眨眼睛，看向陈官，复制能力，你复制了它。闻言，陈官笑说，浅音神色古怪地看着陈官，你到底有多少个能力？复制能力属于黑系伪装属的能力，你拥有好多好多的能力，真是难以置信。陈官将手中的属性珠递给浅音，浅音看了看陈官递来的复制品，他露出笑容，那我先把属性珠用了吧。陈官看着浅音，只见浅音右手上的属性珠慢慢化为0合1的蓝色光，这些光慢慢没入浅音体内。浅音吸收完属性珠后，他接过陈官递来的复制品，然后往陈官怀里微紧了一分，这东西复制的跟真的属性珠一模一样。陈官看了看浅音开心俏皮的模样，他笑说，你要不直接吸收看看。浅音一怔，他看向陈官，他白了陈官一眼，怎么可能吸收，这是复制品。他是亲眼看着陈官使用能力复制出来的属性珠。像黑系伪装属这种能力，浅音之前见过别人使用过，这种能力可以复制东西，但仅仅也只是复制东西而已。那些东西跟原来的东西长得一模一样，但复制品其实就是模仿外表的东西，并不具备原来的东西的功能。浅音知道陈官的黑系资质很高，他能觉醒同为黑系资质的伪装属的能力并不奇怪，所以见陈官使用复制能力，他有些小惊奇，但并不是那么惊讶。可现在听到陈官说要让他吸收，这就让他有些迷惑了。陈官笑了笑，你试试看就知道了。浅音一听，他说，你该不会是想骗我尝试，然后在旁边取笑我吧？闻言，陈官笑了，怎么可能？你可是我的宝贝，取笑谁也不可能取笑你。浅音的眸子泛着光泽，他翻了个白眼，好吧，那我信你。说着，他就做出吸收的姿势。复制出来的东西是不具备本体的效果的，这点是所有人公认的。这种复制能力，有些人会用这种能力去复制一些古董宝物，借此来糊弄别人赚钱的高额金钱。但复制出来的东西跟真正的东西还是不同的。
浅音知道这点，所以他认定这个属性珠就是一个复制品，不可能具备本体的能力。他之所以说会信城关，是想跟城关说，我知道你想骗我，但我明知道会被骗，我还要听你的话，我乖不乖？在浅音手中的复制品属性珠慢慢化为了0合1的蓝色光，慢慢没入浅音的手掌内。浅音看到这一幕，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微微一凝，他那张小脸透着难以置信的神态。第88章，什么属性卡属性珠，直接复制就是了。他看向城关，他的眸子内满是震撼和难以置信。复制品可以当做本体用？如果这世界上真有这种能力的话，那……浅音有些混乱了，他有些难以相信了，因为这种事太脱离常理了，这就不是人该有的能力，这是神才拥有的能力。燕高，他也要参加这场拍卖。听到这声音，陈关回过神，他发现在自己跟浅音聊天的时候，拍卖场的人越来越多了。原先有些空荡荡的席位，此刻坐满了人。这时陈关注意到很多人的视线都正看着一个从门外进来的男子。这个男子看起来年纪30岁出头，他穿着一身红色西装，搭配一头火红色的头发，浑身肌肉鼓起，将那身西装都撑得鼓了起来。比较吸引陈关注意的是男子额头上的等级，在他额头上可以看到4个黑色的三角印记，外加2个三角条纹，这就意味着这男子等级为43级。在男子身旁还跟着一个红头发的男子，这男子身材比起前方的男子就瘦弱一些，年纪看起来25岁左右，等级为26级。两人一起进入拍卖会场往里走，而这举动吸引了四周人的视线。那是燕高，烈阳协会的5个议员之一。浅音的声音传来，跟在燕高身后是燕莲，燕高的儿子，能力是具有传承性的。燕高是赤系火焰属的能力者，他的儿子燕莲也一样。这一次拍卖会要拍卖赤系属性卡，燕高并不需要，但燕莲肯定需要。这两人是为了赤系属性卡来的。听到这，陈关舒展眉毛。协会是类似于国家的巨型组织，而议员是仅次于会长的存在，身份地位超然。就这样的存在，为了给自己儿子买一张赤系属性卡，还要自己出动，可见被陈关小看的属性卡有多么重要。陈关收回视线，看向身旁的浅音。浅音看了看陆续从外边进来的人，他说：“看样子今天晚上的这场拍卖会竞争不小。”他神色紧张，看着浅音紧张的神态，很显然，虽然陈关给了他6张赤系属性卡，但他的赤系资质还没到达属性卡可使用的上限值，所以他想要拍卖会的那张赤系属性卡。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关沉思了下，说：“你还缺几张赤系属性卡可以到达属性卡的使用上限？”浅音一听，他微微一怔，看向陈关：“你想做什么？”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旋即说：“你该不会是想说，你就连属性卡都可以复制吧？”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关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他右手抬起，伴随着亮光出现，在陈关右手之上出现了一叠赤系属性卡。他将这些赤系属性卡递给浅音，浅音小嘴张成了 O 型，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陈关递来的赤系属性卡。陈关笑说：“用它们，你就可以轻松地将自己的赤系资质堆到上限了。”听到这，浅音的眸子泛着光，他用大眼睛看了看陈关，然后接过陈关递来的属性卡。不可能，复制能力所复制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具备着本体所拥有的功能。虽然刚刚用过陈关复制出来的属性珠，但陈关那个能力实在太过于匪夷所思，他的理智还是无法接受。浅音手中那一小叠属性卡慢慢化为0和1蓝色数据没入浅音的手中。浅音那双眸子微微颤抖着，他看向陈关。陈关面带笑容地看着浅音，浅音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愣愣地看着陈关。我赤系资质到上限了。就算是作为雷霆协会会长的孙女的浅音，见识颇广的浅音，当他只见到陈关这种超越常理就犹如 Bob 一般的能力后，他也有些难以置信。他所知道的常识被陈关粉碎了，碎成渣子了。浅音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关趁着他发愣的时候亲了下他。一亲吻，浅音回过了神，他从震撼中回过了神，他用大眼睛看了看陈关。陈关对着浅音露出笑容，说：“现在清醒了一些了吗？”浅音眨了眨眼睛，他收回视线，然后看着前方。在浅音身前什么东西都没有。陈关知道浅音是在看自己的数据面板。浅音的眸子微微颤抖着，他看了看四周，因为浅音脸皮薄，他也知道陈关总喜欢抱他的关系，所以浅音特意挑了个靠后的位置，这附近的人比较少。浅音见没多少人注意到这边，他稍稍松了口气，然后看向陈关：“你的这个能力，以后不要在其他人面前展露，如果被发现的话，会很糟糕的。”一听，陈关懂了，一个普通人是没罪的，但当一个人身怀异宝，没罪也会有罪。陈关的这个能力打破了常规，如果有陈关这个能力在的话，就可以拥有无限多属性卡和属性珠，
那些属性卡和属性珠只需要1张或是1颗，就足以让一些人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打得头破血流。当时陈官在一层试炼洞窟的时候，就遇到一队人想杀了他，夺走他的属性卡，这一点他算是亲身体验过了。1张就能让能力者豁出性命，而陈官这种人形硬卡机，如果被人知道，那得多少人盯上他。虽说浅音和陈官这边比较靠后，但浅音的身份摆在这，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不可能没人关注。再加上陈官这段时间的举动，早就让陈官在这雷云市出了名。所以两人虽然坐在靠后的位置，但实际上从两人踏入这里就被人关注着了。在这些人里，有一个叫燕莲的青年，正注视着陈官和浅音这边。起初燕莲是在关注浅音，他也是浅音的追求者，但随着陈官和浅音彼此的互动，让他发现了异常。燕莲注视着陈官和浅音的一举一动，他皱起眉毛，然后看向身旁的燕高。爸。燕高一听，他看向身旁的燕莲。燕莲说，有没有人可以对属性卡进行复制，然后让复制品具备原卡的能力？燕高一听，他收回视线，淡淡的，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样的人。你说的这话有些太过于天马行空了。燕莲说，可是我刚刚看到了一个人复制了属性卡，复制出来的属性卡还被吸收了。燕高一怔，他皱起眉头，看向燕莲。你说什么？第89章拍卖会开始。燕高皱起眉毛看着燕莲，你亲眼看到的？燕莲微微点头，然后微微侧过脸，看向一个方向。浅音身边坐的那个人，刚刚就是他使用能力制造出了一叠属性卡，还将那叠属性卡交给了浅音。我亲眼看到浅音使用了那些属性卡。他看着燕高，我是亲眼看着的，虽然我也有些难以置信，但我保证是我亲眼所见的。燕高沿着燕莲所看的方向微微侧过脸，看向陈官和浅音的方向。他收回视线，看着前方的拍卖台，缓缓地说，浅音是赤系造物属的能力者，他那人一起来这，必然是为了这一次拍卖会的赤系属性卡。如果那个男的真跟你说的拥有那种能力，那他们两个跑这来做什么？燕莲一听，面对燕高的质疑，燕莲赶忙说，可我刚刚亲眼。燕高说，行了，拍卖会开始了，等这拍卖会结束再找他们验证一下就是了。燕莲听到燕高这么说，他很清楚燕高并不信他。燕莲皱着眉毛，侧过脸看了看陈官，慢慢收回视线。像陈官的那种能力，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是不可能会去相信的，不然不会说等拍卖会结束再去验证，来这拍卖会只是为了1张属性卡，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人形硬卡机。燕莲侧过脸看了看陈官，慢慢收回视线。他见过陈官跟东方父战斗的视频，知道陈官的实力很强悍。39级的东方父都不是对手，他一个26级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陈官的对手。他看到陈官可以复制出可以使用的属性卡后，有些惊讶。在惊讶过后，他想着将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亲燕高，想让自己父亲出手，但没成想父亲根本不信。燕莲有些郁闷，但也没什么办法。陈官注意到四周的气氛有些变了，刚刚还有些吵闹的会场慢慢平静了下来。他下意识地看向高台，果然在高台之上，一个身穿着黑色西装、身材高挑的女人正缓缓从幕后走了出来。她戴着耳麦，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我是这一次拍卖会的主持人木蝶，相信大家也等急了。木蝶就不多废话了，我选择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木蝶的声音落下后，有身穿着笔挺西装的壮汉推着一辆小推车从高台后的帘布走出，小推车之上摆着一件用红布盖着的东西，那东西看起来很重，那东西估摸那就是这一次的第一件拍卖品了。那么接下来出场要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卖品是雷灵锤。木蝶拉开盖在拍卖品上的红布，露出拍卖品的模样。那是一个巨大的锤子，浑身呈银白色，看起来很沉重古老。木蝶说，这是武器大师卢因所打造的雷灵锤，它浑身由混入46级的狂雷师的结晶体所打造而成。使用者如果使用是跟雷电有关的能力，在手持着它的时候，使用能力可以获得能力加成，起拍价1000万、1100万。忽的，有人伸出手开始出价，1500万。慢慢的，有人开始竞价了。陈官听着主持人的介绍，结晶体是什么东西？30级以上的凶兽体内有概率会出现一种结晶体。前一位陈官解释，那些结晶体会蕴含着某种属性的力量，将结晶体跟武器结合，可以产生这种独特的武器。只不过，这种武器炼制方法只有一些大师级的铁匠才能做到，这就像是游戏里的附魔一样。陈官说，真有意思。忽的，陈官心头一动，他看向浅音，对了，我之前看你使用的是红刀，也类似那种武器吗？浅音说，不是，那是我的能力。他伸出手，在陈官的注视下，他掌心泛着红色的光，伴随着光亮起，刀刃刺破他的手掌。陈官一怔，他看向浅音，却见浅音微微蹙起了眉毛，一柄赤红的小刀从他的掌心钻出。
看起来就像是从他的体内钻出的一样，而实际上这就是从他体内钻出的。小刀刺破他的手掌皮肤后，鲜血就如同活物一般从手掌冒出，伴随着红色的光，最终凝聚成一柄匕首。与此同时，他手掌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这个世界的人具有生命数值，人体跟凶兽的身体一样，只要生命值足够多，身体在受伤后就会自动扣除生命值来修复受损的地方。我的能力可以将自身的血液变成武器。说到这，浅音看向身边的陈官，说：“因为能力比较特殊，所以我用不了可以增加能力属性的武器。”他手一松，那柄匕首模样的血刃消失了。陈官说：“你使用这种能力的时候，不仅仅要消耗元力，还要消耗生命值。”浅音嗯了一声，的确，不过因为需要我的血液作为媒介，所以消耗的元力值会比起其他能力者少一些。说到这，浅音侧过脸看向陈官，看着陈官，注意到陈官眼中的怜惜，他露出俏皮的笑容：“不用担心我可没那么细皮嫩肉。”看着浅音轻松的神态，陈官伸出手将他搂入怀中，手抚摸着他的胳膊。浅音依偎在陈官怀里，他慢慢闭上眼睛，享受着陈官的怜惜和温存。浅音的能力是用自身的血液转成武器来进行攻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常人可以驾驭的。虽然浅音的血液和受的伤都会被修复，但损伤自己的身体，让血液破开皮肤钻出体内外的那种疼痛，可不是谁都可以接受得了的。拥有这种能力的她，很显然不会是一般女孩，更不会是平常的能力者。只是在陈官面前的时候，陈官太过于强悍，他所散发出来的光芒太过于耀眼了，这才隐藏了他的光芒。下一件拍卖品，属性卡。忽的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陈官和浅音一起看向高台。高台之上的木蝶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在他身前有一个台子，在台子之上有一个透明方形玻璃罩，在玻璃罩内摆着是一张整体橙红色的属性卡。当这张属性卡出现的瞬间，整个拍卖会场都陷入了安静。陈官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那些眼中透着火热，盯着高台之上的属性卡的人们。很显然，这些人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为了这张属性卡而来的。一张小小的属性卡就可以让这些人都屏住呼吸。等一会儿自己那33张属性卡出现后，不知道他们又会是什么表情。第90章，一张属性卡的价值等于一套房。木蝶面带笑容，这是一张赤系属性卡。属性卡从出现开始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稀有罕见，它的作用相信大家都知道，小女子就不多做介绍了。那么起拍价5000万，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现在开始竞拍6000万。忽的一个声音响起，一瞬间就在这原价为5000万的基础上又加了1000万。当这话出现后，整个会场先是稍稍安静了1秒，1秒过后又有人伸出手，6500万、6600万、6800万、7000万。一路上竞拍，这还没过去几秒，一张属性卡的价格从原先5000万直接翻到了7000万。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钱的购买力跟陈官的那个世界一样，7000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想都不敢想。陈官虽然目前已经无敌，但对于钱这东西，他还是有所概念的。从这具身体的原主人的记忆里，陈官就可以确定，钱这种东西是非常难赚的。别说1000万，就算100万，陈官的那位铁匠师傅工作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而现在，这些人一张嘴就是上千万。对于这些人来说，钱就像纸一般。从这点陈官也可以知道一张属性卡有多珍贵。一张属性卡几乎堪比协会中心城市的一套房子，这价格可真是恐怖。陈官嘀咕着，在陈官震撼于属性卡的价值的时候，价格已经一路爬到接近8000万的大关了。忽的一个声音响起，1亿。当这声音响起后，场上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说话的人身上。那个人说话的人正是燕高。燕高抬起他那只壮实的胳膊，神色淡然。烈焰协会的一员燕高，烈焰协会主要就是靠着制造各种武器来进行售卖的，协会里的高层每一个都财大气粗，这种协会的一员也难怪这么有钱。1亿啊，这么多钱，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赚到这么多钱。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当燕高喊出这个价位上，场上所有人都沉默了，或是因为燕高的出价太高，也或是因为燕高的身份地位摆在那儿，没有人继续跟燕高的竞价。这时木蝶将手中的锤子往台上一敲，笑说：“成交，那么这张赤系属性卡便是燕高1元的了。”燕高慢慢的将手收了回来。伴随着赤系属性卡的竞拍结束，可以看到席位上不少人已经起身，很多人都是为了赤系属性卡而来，现在看到属性卡没了，他们已经打算离开了。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下一个拍卖品也是属性卡。这是木蝶的声音。当木蝶的声音响起的瞬间，那些正打算离开的人们纷纷停住了脚步，他们神色多了一丝震撼，一个个看向高台之上的木蝶。
慕蝶面带笑容的看着前方席位上的客人们，笑说：“其实像属性卡这样罕见的东西，在拍卖前我们都会进行一定的宣传，让大家都知道。但我们这一次的寄拍人很特别，他是拍卖会快开始的时候才进行寄拍的，因此这一次宣传没有到位，相信各位也都不知道其他属性卡的事。”当慕蝶说到这的时候，燕高眉毛猛地皱起，脑中联想到燕莲刚刚所说的话，他下意识地侧过脸看向陈官的方向。燕高看了看陈官后，他慢慢收回视线。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属性卡这种东西是不可能被人用能力创造出来的，应该只是巧合。拍卖台之上，慕蝶看着眼前这些人，笑说：“我先跟大家声明，接下来我们将竞拍的属性卡总数有33张，我们将一张张进行竞拍。在这33张内，除了没有赤系属性卡外，其他属性的都有。”他说话的时候不慌不忙的，而在他说话的过程内，那些本已经打算离开的人一个个重新坐回了座位。同时，等听到慕蝶说出有33张的时候，那些人的脸色都变了。33张？寄拍这些属性卡的人是什么人啊？居然能搞到33张属性卡，这数量也太多了。有些人在惊讶，而有些人已经开始拿出手机联系亲朋好友来筹集资金。所有人都意识到，接下来这33张属性卡的竞拍将是水深火热的。陈官看到这就知道为什么慕蝶说话这么慢条斯理了，他这是在拖时间，因为眼前这些竞拍者很显然并不知道这些属性卡的存在，所以他将属性卡的数量说出来，给予这些人凑钱的时间。爸，燕莲出声了。燕高听到燕莲的话语，他下意识地侧过脸看向陈官。如果只是通过正常的方式，是不可能拥有这么多属性卡的。看来你刚刚没有看错，在这个世界上真存在着那种能力。燕高收回视线，看着台上。那老爸为什么不动手？燕莲见燕高还是没动手，他顿时疑惑了。燕高皱起眉头，压低了声音说：“你脑子正常点行吗？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竞拍属性卡，这个时候动手肯定会吸引到他们的视线。如果让别人也知道那家伙的能力，不等你出手，别人就已经先出手了。”燕莲一听，他嘴角抽搐着，却也没法反驳。燕高淡淡的说：“在这等拍卖会结束再找他。”燕莲点头。那么这张卡是黄系属性卡，起拍价5000万，加价不得低于1万，现在开始竞拍。伴随着慕蝶的话音落下，竞拍开始了。陈官坐在席位上安静的看着，听着旁边竞价声，这种感觉可真是享受。33张属性卡拍卖会将其分成33次进行竞拍，拍卖会似乎不在乎分这么多次竞拍需要多少时间，实际上拍卖会就是想多拖点时间，这样这些竞拍者就可以筹集更多的资金来竞拍。33张属性卡拍完，拍卖会就结束了。陈官带着浅音一起离开了交易大厦，他故意带着浅音来到一个偏僻的位置。浅音乖乖跟在陈官身边，他并不在意陈官的举动，因为瞬移离开，如果不想吸引太多人的注意的话，自然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开是最好的。陈官忽地停下了脚步，浅音看着陈官的举动，他露出笑容，说：“要瞬移了吗？”陈官听到这，他看了看身边的浅音，他笑说：“先不急，在我们离开前，先解决点麻烦再说。”浅音一听，他眼中有了疑惑。陈官微微侧过身，看向身后，在陈官身后有一片绿化树，他说：“别躲着了，出来吧。”听到这，浅音猛地看向身后那片绿化树，神色多了一丝警惕。谁在那？两道人影从绿化树后走出，那两人正是燕高和燕莲。第91章，我无敌，我怕什么？看到这两人，浅音瞳孔微微一凝，他眼中多了一丝疑惑。燕高、燕莲，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们？想做什么？燕高面无表情地看了看陈官和浅音，他的视线流转落在陈官身上，他淡淡地说：“你的复制能力是否可以让复制品具备着本体的功能？”当燕高问出这个问题的瞬间，浅音脸色顿时变了，脸色发白，他有些不安惊慌地看向陈官。陈官的那个能力是一个 bug 能力，一个神级能力，这个能力被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无疑会给陈官带来巨大的麻烦。爸，这个问题不用问他。燕莲说：“他是不可能承认的。”浅音收回视线，他调整了下情绪，看着前方的燕高和燕莲，说：“你们是在做白日梦吗？”他叫陈官，陈官的能力，你们难道没上过网吗？他跟东方豪和东方富战斗过，他是黑系造物属的能力者，不是伪装属的能力者，他不会复制东西。再说，就算他有复制能力，也不可能让复制品保留本体的功能，那种能力根本不可能存在。浅音，你就算再怎么狡辩都不会有用的。燕莲说：“我可是亲眼看到的。”浅音蹙了下眉头，说：“燕莲，我看你是眼睛花了。”说到这，浅音微微侧过脸，看向身旁的陈官，压低了声音：“
你的那个能力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不然会有更多贪婪的人盯上你，到时候麻烦太多了。我的身份特殊，就算是燕高他们也不敢得罪我。只要你咬住说你没有那个能力，然后我硬保你，他们是不敢乱来的。”听着浅音这话，陈官却是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他笑说：“我无敌，我怕什么？”浅音看着陈官，他有些发愣。面对一名43级的协会议员的压力，陈官那张俊逸的脸上一如既往的挂着自信的浅笑。他那双犹如黑宝石般的瞳孔内泛着的光，是自信的光泽。他一如既往，就如同浅音第一次见到他一样。他第一次见到陈官的时候，他敢以10级的等级挑战作为雷霆会长的成平。而现在面对燕高那43级的压力，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陈官看着燕高和燕莲，他说：“我的确有可以复制原物，让复制品具有原物的效果。”听到陈官平静地承认这件事，燕高注视着陈官：“既然你承认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跟我们走吧。”“跟你们走？为什么跟你们走？”燕高皱起眉头，盯着陈官：“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是乖乖跟我走，二是我把你打残了，然后强行带你走。”话音落下，燕高浑身泛起赤红色的光，他那双瞳孔泛着红色的光，冷酷地盯着陈官。陈官看着燕高，他慢慢收起笑容，神色变得冷淡了起来。他那双黑宝石般的瞳孔慢慢泛起了光，那双瞳孔转换成了火焰一般的火红色。陈官身体慢慢冒起红色的光，红色的光就如同火焰一般环绕在陈官身旁。陈官那头黑色的头发伴随着陈官的举动，全部转换成了火红色。陈官注视着燕高：“让我看看吧，你有什么能耐说出你刚刚那句话？”赤系火焰鼠旁边的浅音呆呆地看着眼前这火焰环绕着红发飘飘的陈官，他的眸子微微颤抖着。他这才意识到，陈官不单拥有黑剑、瞬移之类等能力，他甚至还拥有赤系火焰鼠的能力。当看到眼前这一幕的瞬间，他脑中立即想起了几天前在凶兽岛所发生的事。那颗在凶兽岛上空爆开的巨型火球，到现在浅音都还记忆犹新。根据协会高层通过录像视频进行判断，他们得出了结论：如果那颗巨型火球不是在万丈高空之上爆开的，而是直接在凶兽岛内爆开的，整个凶兽岛都将被摧毁。能够使用那颗巨型火球的能力者，实力无法想象。有人在协会圈子内使用那颗巨型火球的能力者，跟东大洲的5名会长比，而大部分人所得到的结论是，东大洲5名会长没有一个是巨型火球的使用者的对手。有人推测，凶兽岛高空上的火球可能是某头人类所没见过的超级凶兽所释放的。但在这一刻，浅音看着浑身泛着红色火光的陈官，他忍不住地将凶兽岛上空的那颗巨型火球跟陈官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凶兽岛都是正常的，那颗巨型火球是在陈官到达凶兽岛后才出现的。这是巧合吗？不是巧合，不是巧合，是他那颗足以毁灭整个凶兽岛的火球，是他释放的。难怪了，难怪他在那座岛上，可对于那颗火球的事一点都不关心。原来是这样。浅音站在陈官身后，他呆呆地看着陈官，脑中想着之前过往的一切。他终于想清楚了，原来他的实力早已经强悍到超越了他爷爷的地步。难怪他一直这么自信，难怪他10级的时候敢挑战我爷爷。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了吗？在浅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时候，燕高已经开始送死了。燕高看着陈官，看样子你利用你的复制能力提升了你的赤系资质，让你拥有了觉醒赤系的能力，但实在你太过于愚蠢了。就算你通过复制能力获取了无限的属性卡，但属性卡的使用也是有上限的，你最多就是200点赤系资质，而这资质作用也就是让你觉醒能力而已，其他地方是帮不上你的忙的。一个24级的赤系火焰鼠的能力者，居然会跟一个43级的赤系火焰鼠能力者战斗，真是愚蠢至极。既然这样，我就先废了你的双腿再说。燕高抬起右手，他手上冒着火焰。忽然间，在陈官双脚下方忽然冒出2条火绳，火绳从地面窜出，瞬间束缚住了陈官的双脚。烧吧！燕高大叫出声。火绳所泛起的火焰格外的明亮，然而无论火绳所散发出来的火光多明亮，对陈官没有丝毫效果。第92章，一颗火球摧毁一座孤岛。一旁的浅音看着这一幕，他眸子泛着光。伤不到的，如果那颗巨型火球是陈官所释放的，那他的实力就算我爷爷也不是对手。这样的人想战胜他，43级是远远不够的。燕高瞳孔微微一凝，怎么回事？陈官看着燕高的神态，说：“我们换个地方吧。”燕高一听，他皱起眉毛：“你说什么？”忽然，陈官、浅音、燕高和燕莲4人消失在原地。浅音只感觉眼前一花，瞬间四周一亮。他看了看四周，这么一看，他有些呆了。他发现四周的环境改变了，
刚刚他们还在城市里，而现在他却发现自己在一座孤岛之上。他抬起脸看向上方，头上是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太阳悬挂在半空之中。可刚刚明明是晚上。瞬移，钱英顿时懂了，是瞬移。陈官用他的瞬移能力将他们4个人一起瞬移到另一个半球的孤岛上。这是什么？燕莲看了看四周，他脸色多了一丝错愕和难以置信。他有些惊慌地看向燕高，爸，这是怎么回事？燕高脸上也没了一开始的冷酷和淡定，他神色多了一丝惊疑和不解。瞬移，跨越半个行星的瞬移，燕高嘴里喃喃自语着。而燕莲听到这，他联想到陈官刚刚说的那句话，我们换个地方吧。一瞬间，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他不敢置信地看向陈官，是他用了瞬移。燕高面色发白，他看向陈官，他瞳孔颤抖着，神色惊疑不定。你是什么人？陈官看着燕高和燕莲那脸上惊慌，他说：我是谁？我叫陈官，不属于普通人，也不属于天才，你可以称呼我为……陈官用那双红色的瞳孔盯着燕高，称呼我为挂逼。说完后，陈官也不理燕高，他的视线落在浅音身上，他手一伸，浅音只感觉一股柔软的力量就像风一般环着他的身体，将他拉到陈官身边。陈官手一伸，将浅音横抱入怀中，他看着依偎在自己怀里有些发懵的浅音，笑说：我放个烟花给你看。话音落下，陈官身后的火焰构建成一对赤红色的翅膀，翅膀一荡，他抱着浅音飞上高空之中。浅音呆呆地看了看四周，他往下看，发现在自己下方正是刚刚的那座小岛。陈官想将浅音放下，浅音一惊，他赶忙抱住陈官的脖子，不愿意下来。陈官笑说：你踩着黑剑。黑剑？浅音微微一怔，他往下看去，发现在下方3柄黑剑正飞在空中。浅音咽了咽口水，压着内心的不安，慢慢从陈官怀里下来，坐在黑剑之上。他手慢慢松开陈官的脖子。陈官看了看浅音，他说：好了，表演开始。话音落下，陈官身影忽然往下沉。浅音站在黑剑之上，看着陈官。只见陈官浑身环绕着赤红色的火焰，身后长着一对由火焰所构成的翅膀。陈官飞到孤岛上空，右手往上，伴随着陈官这个举动，在他右手手掌之上冒着赤红色的光，火焰疯狂地朝着凝聚在他右手的手掌上方。一颗火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变大。踩着黑剑飞在高空之中的浅音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的眸子微微颤抖着。而孤岛之上，爸，你看那边！燕莲出声大叫着，他脸色惨白，那模样就如同见鬼了一般。燕高看着高空，在高空，陈官拍动着火焰般的羽翼，单手对着天空，在他那只手上方，一颗直径足有篮球场的直径那么大的超巨型火球正散发着赤红色的光，而这颗火球还在继续变大。燕高瞳孔颤抖着，凶兽岛上的那颗巨型火球是他放的。爸，快阻止他，快阻止他！燕莲都吓得哭了，快阻止他！怎么阻止？他所在的高度接近万米，我的能力根本碰不到他。燕高脸色发白，为什么？这不可能，这家伙明明才24级，不可能有这么强悍的能力，这不可能。此刻如果从下往上看向天空，可以看到陈官手中的火球覆盖了1/3的天空，火球所散发出来的赤红色的光充斥了整个天空。原先蓝天白云被火红色的火光所代替，火球释放的光十分耀眼，看起来就像是半空多了一个太阳。爸，快阻止他！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燕莲哭了。燕高脸色惨白，他看着天空之中的巨型火球，我不该起贪念的。陈官右手一挥，那颗无比巨大的火球伴随着陈官的手挥动，从高空之中朝着下方的孤岛砸去。火球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孤岛靠近。孤岛上的燕高和燕莲两人脸色惨白如纸。完了，燕莲脸色惨白，身体瘫在地面上，在他眼前看着那颗迎面而来的火球，就像是太阳掉下来一般。燕高瞳孔颤抖着，眼中只有绝望。火球落在孤岛之上，忽然间一阵灼热的气浪荡漾，火球猛然爆开，但在爆开那一瞬间没有声音。陈官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的时候出现在浅音，将浅音横抱入怀，两人的身影忽然消失。在陈官和浅音两人消失的那一刻，轰隆一声巨大的足以将耳朵震聋的巨响声响起，海洋荡起了一阵巨大无比的海浪，一个直冲云层的蘑菇云在海洋平面上升起，天空之中的云朵受到波及，直接荡开了一个窟窿。陈官和浅音的身影出现在遥远的海面之上，浅音正呆呆地看着远处的那个蘑菇云，他的眸子微微颤抖着。陈官笑说：喜欢这个烟花吗？浅音看了看蘑菇云下的孤岛，那个足以小城市大小的孤岛此刻已经无影无踪了。浅音轻声说：
喜欢是喜欢，只是这个烟花有些废倒。说完，浅音抬起脸看向陈官，凶兽岛那颗火球也是你的杰作。第93章，他被悬赏了3亿。雷霆协会会长的办公室内，有人挂了悬赏。程平会长正双手落地，做着俯卧撑。在听到助手岳说的话后，他停下了动作，侧过脸看着身旁的助手岳。岳看着程平会长那身跟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不符的肌肉，他说：“是的，我刚刚得到消息，有人挂了悬赏，悬赏3亿索要陈官的脑袋。”程平会长没有说话。岳说：“我想这应该是东方剩下的悬赏，只有可能是他陈官打残了他的2儿子，又杀了他的大儿子。东方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放过陈官。”程平会长起身，他单手负在身后，另一只手抚摸着杨胡须，说：“只不过无论是东方富还是东方豪跟陈官的决斗，都是他们自己所立下的生死决斗。东方胜虽然愤怒，但他也没有借口对陈官出手。”岳微微点头：“是的，而且当初陈官和东方富的战斗，你是公证人。东方胜如果要强行报仇，你也有借口出手。东方胜畏惧你，所以他不敢亲自动手，这才选择在暗地里下这种悬赏。”说到这，岳看向程平会长，说：“这件事我们要跟陈官说一声吗？”程平会长微微点了点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每个人都有偏向的属性数值。陈官的攻击数值非常强悍，但防御数值就不清楚了。告诉他一声，至少让他有所防备。岳点了点头，他抬起手，手上有个手表模样的通讯仪。他按了下通讯仪，一个蓝色的投影画面穿在他身前。他在画面上操作了下：“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岳一怔，他皱起眉头，看向身旁的程平会长。程平会长皱了皱眉毛：“继续尝试吧。与此同时，凶兽岛那颗火球也是你的杰作。”面对浅音的询问，陈官嗯了一声。浅音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陈官笑了：“因为你没问。”浅音一听，他用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看着陈官：“我现在问了，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没告诉我的事，我都想知道。”四周的环境出现变化，陈官身后的翅膀消散了，他身上的红光消失，红发的头发和红色的眼睛全部变回了黑色。陈官抱着浅音，也没有回答浅音的问题，他将浅音放到上床。浅音躺在床上，枕着枕头，那双大眼睛看着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脸庞。在这个时候，雷云市是晚上，卧室内没有灯光，卧室内的光线全部都来自窗外的月光。陈官看着眼前这张妩媚清纯的脸庞，他笑说：“真要我说吗？”浅音伸出手，手掌落在陈官脸上，他确定的点了点头：“关于你的事，我都想知道。”陈官握住浅音的手，他笑说：“那我就告诉你，我内心隐藏的最大的秘密。”浅音眼睛泛着亮光，他满怀期待地看着陈官。陈官慢慢俯下脸，浅音不知道陈官想做什么，见陈官的脸越来越近，他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陈官侧过脸，在浅音耳边用磁性的声音低语着：“我最大的秘密就是想早点拥有你，然后让你怀上我的孩子。”说话间，陈官看着浅音的反应，浅音白皙的脸颊一下子就红了。他慢慢睁开眼睛，那双美眸含水，看着陈官：“我想知道的不是那种事。”陈官笑说：“你其他的疑惑，如果想知道的话，只要满足我这个愿望，你都可以知道。”浅音脸红了，说：“好了的，等你完成我们的约定，我什么都依你。现在的话，不行。”说完，他自顾自地翻身下了床。陈官看着浅音的背影，只见浅音自顾自地朝着浴室走去。看着浅音的背影，陈官露出笑容，自顾自地躺了下来。一躺下，陈官就感觉到裤兜有什么东西硌得有些不舒服。他将那东西拿出，这东西正是陈官的手机。自动关机了，没电了吗？陈官看了看手机后，发现手机已经一点电量也没有了。他给手机充了电，然后躺在床上，看着上方陌生的天花板。这种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可真是不错。这便是自己的能力所带给自己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以强者为尊，越是强大的人，越会获得异性的青睐。浅音已经被自己的实力所征服，不然自己这么占他的便宜，他不可能不反抗。虽然浅音现在嘴里总是在拒绝，但陈官很清楚，只要自己想，他还是抵抗不了自己的。浅音现在基本上是逃也逃不掉了。陈官打开自己的数据面板看了下，虽然今天整整一天，陈官自身并没有猎杀凶兽进行练级，但陈官留在试炼洞窟的那些黄蚁和黄蚁女王一直都没有停止工作。此刻陈官的等级从早上的23级，不知不觉中已经到达了25级，只要再升5级就可以到达30级了。到时候收集好突破材料，再将突破材料摆在浅音面前，看他到时候还能找什么借口拒绝。想到这，陈官心中满怀期待。然而陈官并不知道，在距离这栋别墅5000米外的一栋别墅楼顶之上，
一个穿着黑衣的男子已经架好了一柄狙击枪，他单膝跪地，手握着狙击枪，眼睛通过狙击枪的瞄准镜看着远处。通过他的视也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正躺在床上休息的陈官。男子收回视线，拿出手机，他打开手机荧幕，通过荧幕可以看到一张照片，照片内正是陈官的模样。发现目标，男子嘀咕了一声，然后重新握着狙击枪，眼睛盯着瞄准镜，将瞄准镜的准心对准了陈官的脑门。瞄准后，男子抬起右手，他右手的手掌之上冒出了黑色的雾气，这些雾气凝聚，最终凝聚成一颗子弹。他将子弹塞入狙击枪内，他慢慢吸了口气，手指放在扳机之上。他额头之上可以看到3个三角印记和3个三角条纹，39级。他的代号叫猎鹰，是杀手协会的杀手之一。猎鹰目前年纪接近40，他目前已经觉醒了2转。从觉醒能力到能力2转，他都将自己的能力放在远程狙击之上。他身前这柄狙击枪是猎鹰的能力所化，名为鹰眼，子弹也是猎鹰的能力所化，名为狩猎弹。正常的狙击枪最远的狙击距离为3000米以内，而我的鹰眼狙击枪可以增强瞄准度，可以让我有效射程扩大到5000米，同时是从鹰眼狙击枪出来的子弹攻击力翻倍。这狩猎弹由我的能力所构成，但狩猎弹穿过鹰眼狙击枪的枪膛所产生的威力足以摧毁被击中的一切。猎鹰透过瞄准镜的准心瞄准了陈官，虽然我跟你无冤无仇，但很不好意思，但我需要你的脑袋去换点钱。第94章杀手远程狙杀陈官。猎鹰扣下扳机，伴随着扳机扣下，一颗黑色的子弹在瞬间从狙击枪的枪口喷射而出。黑色子弹飞出的瞬间，黑雾环绕着那颗子弹，化为一头漆黑的怒虎。吼！怒虎咆哮着掠向陈官，子弹瞬间穿透了玻璃，在穿透玻璃后，那颗漆黑的子弹瞬间击中陈官的脑门。啪！伴随着一声脆响，子弹扭曲了起来，就像是击中钢铁的子弹一般，扭曲起来，掉落在床上。反观陈官，就像被棉花砸中一般，硬挨了这一狙击子弹的陈官，居然一点事也没有。陈官满脸疑惑的起身，看向窗户。通过瞄准镜看到这一幕的沙鹰，他瞳孔顿时一缩。沙鹰为了这一次的狙杀，特意调查过陈官的各种资料。他通过陈官和东方父的战斗，知道陈官的防御力强悍，但沙鹰可跟东方父不同。虽然东方父跟沙鹰一样都是39级，都是开启了2转觉醒，但东方父是将自身的能力运用在全方面。他通过变成巨虎的方式，强化自身的生命值、防御、攻击各种属性。他很平均，但沙鹰不同，沙鹰是将自身的所有能力全部用于强化狙击枪和子弹的攻击。虽然沙鹰和东方父等级相同，但沙鹰有把握，只要给他机会，他可以轻松狙杀东方父。只要距离足够，给予沙鹰机会，他可以杀死任何50级以下的能力者。就算对方防御再高，最多也就是多开几枪。可眼前这一幕却完全出乎了沙鹰的意料。他见过陈官和东方父的战斗，他知道陈官的防御不低，自己可能没办法一枪狙杀，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一枪居然伤不到陈官的皮肤。这家伙的防御力到底强到了什么地步？沙鹰难以置信地低语着。一个25级的能力者，在没有使用能力的情况下，单凭自身的防御就抵挡住我的攻击，这家伙是怪物吧？沙鹰的额头流下了一滴冷汗。目标的实力远超越我的估计，放弃任务。沙鹰立即给自己下定主意。伴随着沙鹰的声音落下，他手中的狙击枪自动化为黑雾消失。沙鹰起身，双手插在风衣的衣兜上，朝着楼顶出口走去，打算离开。他有些震撼于陈官的防御，但他并不觉得此刻的陈官能威胁到他。要知道，这里距离陈官那边足有5000米的距离，在这夜色的掩护下，正常人的肉眼很难在5000米外发现身穿着黑衣的沙鹰。就算发现了，沙鹰距离陈官那边有5000米的距离。陈官想过来需要时间。沙鹰估计，就算陈官发现了自己，等他来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走了。忽然，一个声音响起：“这么急吗？”这忽如其来的声音来自于沙鹰身后，沙鹰的脚步一顿，他那张脸在瞬间变得煞白。很多能力者为了增加自己的生存能力，都会在保证自身的生存能力的前提下，再增加自身的攻击力。但沙鹰不是，他是彻底放弃自身的生存能力，然后全部拿来强化攻击。也就是说，当有人靠近他的身体5米内，那他就完了。沙鹰动了起来，赶忙朝着出口跑。可沙鹰还来不及动，2条黑色绳子从地面冒出，绳子就宛若活物一般，在瞬间将沙鹰捆了起来。眨眼间，沙鹰被捆成了粽子。沙鹰站立不稳，整个身体倒在地面上。沙鹰用力挣扎着，他嘴里大叫着说：“谁？”一道人影出现在沙鹰身前。当沙鹰看到那人的时候，他瞳孔猛地一缩。陈官。站在沙鹰身前的正是陈官。瞬间移动，
沙鹰想到了之前在网络上看到的视频。当时他通过视频看到过陈官瞬间消失和瞬间出现的画面，但当时的沙鹰并不认为那就是瞬间移动，只是觉得陈官的速度太快，摄像头跟不上。但现在沙鹰确定了，陈官这不是速度，这是瞬间移动。沙鹰脸色发白，你会瞬间移动？这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能力，你居然会？陈官站在沙鹰身前，双手环胸，面无表情地看着沙鹰。我不认识你，但刚刚那颗子弹的确是朝着我的脑袋射来的。你想杀我？告诉我，你为什么想杀我？他没搭理沙鹰的震撼，而是先问出了自己的问题。要解决眼前这个家伙，对于陈官来说只是一个念头的事，但无缘无故被一个陌生人偷袭，他想知道被偷袭的原因。沙鹰脸色发白，他注视着陈官那双黑的深邃的瞳孔所倒映着的冷冽寒意。沙鹰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动了杀心了。沙鹰压下内心的不安，说：我叫沙鹰，杀手协会的杀手。杀手？谁下的悬赏？陈官淡淡的说。沙鹰微微一怔，他看着陈官，下悬赏的人一般都不会留下名字，我只是接悬赏，杀人仅此而已。如果你想知道是谁下的悬赏的话，只要你留下我的姓名，我可以帮你调查。这是沙鹰的挣扎，也是他唯一的挣扎，因为此刻他的命被陈官捏在手里，陈官要他死，他也只能死。所以沙鹰此刻必须给陈官一个借口，一个让陈官不杀他的借口。陈官慢慢松开手，他张开手掌，在他手掌之上躺着一颗扭曲的子弹。陈官看着沙鹰说：刚刚那一枪，如果不是我的防御足够强的话，我已经死了。想让我放过你，除非你跟我一样，用你的身体接下这颗子弹。话音落下，陈官左手一伸，握住那捆在沙鹰身上的黑绳，他猛地一用力，沙鹰只感觉一股巨力传来，他感觉整个身体被甩上了夜空，迎面狂风呼啸而来。他回头看向身后，却见陈官站在屋顶上，手抛弄着那颗扭曲的子弹。这时陈官脚一踏，右手握住扭曲的子弹，然后就像是掷石子一般，将那颗扭曲的子弹砸向高空之中的沙鹰。当沙鹰看到陈官打算用子弹来砸自己的时候，他眼睛一亮，眼中多了一丝希望。第95章，他用一颗子弹给月球开了一个窟窿。无论陈官的能力有多恐怖，只要他不使用能力，那他这丢子弹所使用的仅仅只是他的攻击数值。等级决定一个能力者的基础攻击数值，陈官说破天也不过才25级，一个25级的能力者用基础攻击数值丢出一颗子弹，最多就是在沙鹰身上留下一个口子。沙鹰等级为39级，虽然他所觉醒能力没办法给自己增加防御，但他的等级摆在那，在沙鹰看来，他的生命值和防御值足以让他抵挡住这一次攻击。我只要接下这颗子弹，我就可以活下来。沙鹰眼睛亮了。然而当子弹离开陈官的手飞出的瞬间，恐怖的力量摩擦氧气，产生灼热的火光，火光在凝聚，整体仿佛化为了一头赤红色的雄狮。雄狮咆哮着，带着摧毁一切的气势，掠向沙鹰。沙鹰看着眼前这头犹如洪荒凶兽一般的火焰雄狮迎面来，他的瞳孔瞪大了。这是什么？火焰雄狮在瞬间吞噬了沙鹰整个身躯，子弹穿透沙鹰，那恐怖的高温瞬间摧毁了沙鹰整个身躯。子弹包裹着陈官的原力，他继续往上，带着一条赤红色的尾巴射穿了云层。云层被这道红线射穿后，瞬间被撕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子弹融入陈官的庞然原力，就算是突破大气层，这颗子弹的外形仍旧没有丝毫变化。子弹飞出大气层，掠过宇宙空间。雷云室内，一个叫林立的天文爱好者正拿着天文望远镜观察着月球表面上的凹坑。通过天文望远镜的视野，他可以看到一道红光在月球上方一闪而过。忽然间，他看到月球被什么东西击中，忽然爆裂了开来，碎石纷飞，月球上多了一个缺口。将这一切收入眼底的凌厉瞳孔微微一凝，他一屁股跌坐在地面上，然后抬起脸看着夜空之中的月亮，他脸色惨白。那是什么东西？用肉眼看月球，可以看到月球还是发着光，跟之前一样，但凌厉知道夜空之中的月亮已经有了一个缺口了。在东大洲内，同一时间在观测月亮的人并不少数。在这同一时间，很多人发现了这一幕，他们纷纷上网开始议论这件事。当然，这一切陈官并不知道。在陈官眼前，夜空之中的月亮还是那样没变化。现在陈官在思索的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在杀手协会那边给我下了悬赏，会是谁呢？东方协会的东方胜，还是烈焰协会的人？如果要说深仇大恨，在陈官记忆里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东方协会的东方胜，毕竟自己打残了东方豪，还杀死了东方富；另一个便是烈焰协会，毕竟自己杀了烈焰协会的一员。用排除法的话，东方胜的可能性更大。陈官，忽的一个声音传来，打断了陈官的思绪。陈官回过神，
在思索的时候，陈官已经回到卧室里了。刚洗好澡的浅音正穿着白色丝质浴袍，一头火红色的长发用浴巾盘起，他正用大眼睛看着那破碎的窗户玻璃，看着浅音的神态。陈官说，有人在杀手协会那边对我下了悬赏，这玻璃是一个用狙击枪的能力者开枪打掉的，那家伙已经被我解决了。说到这，陈官顿了顿，他笑说，别多想了，现在也有些晚了，你累了一天，休息吧，这些事我会解决的。浅音看向陈官，你打算怎么解决？陈官听到这，他露出笑容，我去找东方胜问一问就知道了。浅音的眸子泛着光，东方胜可是51级。虽然浅音已经见识过陈官的实力了，但东方胜，东方协会会长，就连他爷爷都要忌惮的存在。一想到陈官要去找东方胜，浅音难免会担心。陈官看了看浅音，注意到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内透着的担忧。陈官心动了，他走到浅音身前，手一伸，温柔的将浅音搂入怀中，手轻轻搂着她，在她耳边说，要不我们还是别等约定了，现在做我的女人吧。浅音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泛着水光，将小脑袋靠着陈官的胸膛上。我们还不能确定是东方剩下的悬赏，而且就算是他下的悬赏，你就算是杀了他，悬赏还是会继续生效的。他不回答陈官的问题，而且选择转移话题。陈官也不说话，只是将浅音横抱入怀，往床上走，将浅音放上床。他看着眼前这张妩媚清纯的俏脸，看着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内所泛着的不安，看得出他有些紧张。陈官视线落在他的薄唇上，慢慢俯下脸。浅音慢慢闭上眼睛，小手握着下方的被单。000，一个不适宜的声音在这卧室内响起。陈官一听，他眼睛瞥了一眼那放在床头柜上正在进行充电的手机。这手机有了电量后会自动开机，这个时候有人给自己打电话。陈官真恨不得将这手机直接砸了，难得哄得浅音就范。陈官打算不理，收回视线，看着浅音，却见浅音已经重新睁开眼睛了。他看着陈官，见陈官靠近，浅音微微侧过脸，避开陈官。他红着脸说，别闹了，有人打电话呢。陈官看到这，他知道又完犊子了。他哎了一声，起身坐在床沿，嘴里嘀咕着，打扰我的好事，真想把手机砸了。浅音也起身了，听到陈官这话，他不由得露出笑容。这个大男人强大自信的就如同神一样，但在这一刻，他却像一个小孩一样生气。陈官拿起手机接通电话，放在耳边，喂，陈先生，我是雷霆协会的会长助手岳。之前我们这边收到情报，杀手协会那边有人对你下了悬赏，我这边是来提醒你，让你小心一些，避免被偷袭。岳的声音从手机那端传来。陈官一听，他心一动，你们那边能收集到情报？那你们知道那边是谁给我下的悬赏吗？这点我们不知道，目前按我们猜测的话，可能是东方胜，但目前我们没有证据。岳说，目前仅仅只是猜测。陈官眼睛泛着光泽，他握了握拳头，说，你可以拜托程平会长帮我做件事吗？请等一下。岳呼的出声。过了一会儿，陈官听到了岳的声音，会长大人说，他想听听你要让他帮你做什么事。陈官说，我想让程平会长帮我联系东方胜，告诉他我打算跟他来一场决斗。第96章，他很强，强的离谱。根据陈官的判断，下达悬赏的人大概率就是东方胜，但无论是不是东方胜，自己跟东方胜之间肯定需要一场决斗。人家的2个儿子，一个惨一个死，自己跟东方胜的仇早已经结下了，就算自己不找东方胜决斗，东方胜也不可能放过自己。更重要的是，经过那场决斗过后，陈官就可以借助决斗的机会，告诉整个东大洲的人自己有多强。想要自己的性命，那他们就得掂量下自身的斤两。简单的说，只要解决东方胜，无论下达悬赏的人是不是东方胜，悬赏的问题都会自动解决。可陈官的这声决斗却震惊了手机那边的人。雷霆协会的会长办公室内，岳听着从耳机传来的陈官的声音，他眨了眨眼睛，然后看向一旁的程平会长。程平会长正倒立着，食指按着地面，做着倒立的俯卧撑。岳说，陈官想让您联系东方胜，他想跟东方胜来一场决斗。程平会长停下了动作。陈官想跟东方胜对决吗？程平会长双脚落地，慢慢站稳了，枯瘦的手握着羊胡须。岳说，现在的东方胜恨不得能手撕了陈官，虽然陈官所展现出来的实力的确很强大，但东方胜等级51级嘛，而且已经开启了3转觉醒，而陈官才20多级，我感觉不太行。岳说，陈官是大小姐的男朋友，如果他出事的话，大小姐估计不会开心的。程平会长慢慢闭上眼睛，他深吸了口气，说，陈官等级的确才20多级，但你别小看了他。说着，程平会长缓缓睁开眼睛，他淡淡的说，陈官和东方胜真打起来，
陈官胜算比起东方胜大太多了。坦白说，就连老夫我都没办法保证能够战胜陈官。岳微微一怔，他眼中有了惊讶，这不可能吧？当初他在擂台之上跟东方父战斗所展现出来的那些能力，虽然看起来强大，但比起您，我觉得还差了点。程平会长笑了，他看着岳，你以为他用全力了吗？岳愣了下，难道没用全力吗？他有些吃惊，那样，难道他都没用全力？程平会长说，可以肯定他并没有用全力。他跟东方父的战斗，他胜得很轻松。东方父的实力根本就没办法逼得陈官用全力，陈官的实力深不可测。程平会长说，老夫活了60多年，见过无数的能力者，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存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那种程度的。说到这，程平会长顿了顿，说，陈官废了东方豪，杀了东方父，他跟东方胜的仇恨不来个你死我活，是解决不了的。程平会长看向岳，说，他想跟东方胜决斗，而东方胜估计也想手撕了他。既然这样，那告诉他，我可以帮他安排这场决斗。说到这，程平会长抬起枯瘦的手，抚摸着自己的洋胡子，他缓缓地说，老夫也很想知道，东方胜那家伙能不能逼得陈官使用全力。好。忽的，岳手放在耳麦上，他似乎得到了什么消息一样，赶忙在电脑前操作了下。他瞳孔微微一凝，他的那张脸多了一丝震撼的神态。程平老爷子注意到岳的神态变化，他说，又怎么了？岳赶忙看向程平会长，在刚刚科技研究院天文部的人联系了我们，在半个小时前，月球被未知的东西击中，在右上角位置被砸出了一个窟窿。程平会长一听，他瞳孔微微一凝，眉头皱起。什么？岳说，目前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力量所导致的，但这件事已经被很多天文爱好者所知道。那些天文爱好者部分人通过天文望远镜的录像获取了月球遭到攻击时的视频。目前科技研究院那边正在研究那些视频，分析是什么东西所造成的。现在那些天文爱好者把那些视频传到网络上，网络圈子已经沸腾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事。程平会长皱着眉头，抚摸着洋胡子，他慢慢侧过身，透过不远处的落地窗看着外边的星辰皓月。这个世界要变天了。岳看了看程平会长的身影，说，那我先去回复陈官。程平会长微微点头。陈官，我是会长助手岳，会长说了，这件事他会帮你。只不过这场决斗东方胜会不会答应，我无法确定，一切都只能等东方胜那边答复。如果东方胜答应了，我们会为你们2个安排好决斗场所。岳的声音从手机传来。刚刚洗完澡，穿着浴袍坐在床沿的陈官听着岳再次打来的手机回应，他说，安排后告诉我决斗地点和时间就行。说着，陈官挂断了手机，他将手机往床头柜一放，便回头看向身后的浅音。浅音躺在床上，在陈官洗澡的时候，他已经吹好了头发，换了单薄棉质睡裙，他正侧卧在床，枕着枕头，那双红宝石般的大眼睛正注视着陈官的一举一动。正好陈官看来，他的视线跟陈官对上。陈官露出笑容，轻车熟路地钻入被窝内，将他搂入怀里。你干嘛？浅音红着脸，在陈官怀中象征性地挣扎了下，就乖乖不动了。陈官笑说，我洗好澡了，我们接着刚刚的事吧。浅音抬起脸看着陈官，俏皮的装糊涂地说，什么刚刚的事？刚刚什么事？我可不知道。陈官一怔，他苦笑了下，就是被岳的手机打扰前的事。浅音眨了眨眼睛，说，那是什么事？我可不知道。说着，他收回视线，额头靠在陈官的胸膛上，别胡思乱想了，老实点。浅音直接不认账。陈官有些无奈地笑了笑，两人在一起温存着。陈官有些心猿马意，手握着浅音的手。浅音脸颊发烫，他意识到陈官这是不打算老实了，可他却发现自己的内心一点也不想抗拒。他慢慢闭上眼睛，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嘟嘟嘟，忽的有一个声音响起。听到这声音，浅音回过神，他抬起脸看向床头柜上的一个仪器，那个仪器类似手镯一样，而此刻那个仪器上正闪烁着绿色的灯光。第97章，我只是朝着天空丢了一颗子弹而已。陈官一看就知道了，那是 F2 通讯仪。F2 通讯仪类似于手机，但跟手机不同的是，通讯仪更加高端，它大小如同手镯，方便携带，同时它可以直接用投影画面投影出对方此刻的影像。陈官可没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这东西是浅音的，现在在闪绿光，也就是说有人在联系浅音。看到这，陈官有些郁闷了。帮我拿一下。浅音的声音传来。陈官回过神，他看向浅音。浅音那张慵懒的俏脸上挂着笑容，大眼睛看着陈官。陈官说，别理了，我们做我们的事。浅音白了陈官一眼，好了，柜子在你身后，你帮我拿一下嘛，也许有很重要的事找我呢。陈官说，都这么晚了，没事的，
明天你再拨回给对方就行了。好了。浅音红着脸，扬起脸，亲了下陈官的脸，笑说：“给你奖励，帮我拿一下。”陈官眨了眨眼睛，他无奈的一笑：“奖励都给了，这不拿，好像说不过去。”说着，他拿起身后床头柜上的通讯器，递给浅音。浅音接了过来，他打开通讯仪，伴随着通讯仪亮起，一个立体投影出现在陈官和浅音面前。这是一个熟悉的女孩的投影，塔娜，浅音的战友兼闺蜜。塔娜看到浅音，她满脸激动地说：“浅音，告诉在1个小时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浅音眸子多了一丝疑惑：“大事？”塔娜嗯了一声：“大事，超级大的事。我们头顶的月亮就在刚刚被人开了一个窟窿。你说牛不牛？”听到这话，浅音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什么？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塔娜说：“我们头顶上的月亮被人开了一个窟窿。”怎么可能？浅音忍不住说：“月球被人开了一个窟窿，你是不是刚刚睡醒说梦话了？”塔娜微微一怔，她说：“我就知道你不信。你不信的话，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有些天文爱好者还把视频发网上去了，现在网络上这是吵得沸沸扬扬的。”真的？浅音皱起眉头，可这怎么可能？就算是目前东大洲最强大的能力者，也做不到这种地步。忽地，浅音脑中想到了某个画面，画面内某人用一颗火球直接将一座岛轰成了渣。他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陈官，陈官注意到浅音的视线，他说：“这一次可不是我。”陈官想到之前自己拿着用子弹砸杀手的画面，他嘀咕着：“如果说我攻击过月球的话，最多就是朝着月球的方向丢过一颗子弹。”他这嘀咕声是他的自言自语，声音不大，只有陈官和浅音可以听清。浅音总感觉最近所发生一切超越他认知的事，都跟眼前这个男人有关。但听陈官这么说，浅音相信了陈官，毕竟无论怎么想，子弹肯定是不可能击穿月球的。他看向塔娜，却发现塔娜神色古怪地看了看四周。浅音，你身边有其他人？男的？他没听到陈官的嘀咕，但他听到了陈官的那一句：“这一次可不是我。”浅音正坐在床头，靠着床，陈官正躺着。从塔娜的角度，他看不到陈官，但他可以听到陈官说话。浅音脸颊微微泛红：“我男朋友，没事，别理他。”塔娜哦了一声，尴尬地说：“我知道，你的男朋友就是陈官，我没打扰到你们吧？”浅音脸更红了：“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们只是在一起睡。好了，不说他，说正事。”见浅音没在意，塔娜这才松了口气。她说：“然后还有一件事，有趣的是，有些人观测月球所使用的天文望远镜具有录像系统，而且是非常高清的。之后就有人通过减慢视频速度、放大图片的方式发现了罪魁祸首。那东西环绕着黑色的雾气，体积极小，看起来就像是一颗扭曲了的子弹。但那不是一般的子弹，它当时所造成的速度接近光速，当时砸在月球上的时候所产生的力量，直接给月球开了一个窟窿。厉害吧？”塔娜笑说：“一颗加速过的子弹居然可以有那么强悍的破坏力。”听到这，正闭着眼睛休息的陈官不由得睁开了眼睛。他看向身边的浅音，却见浅音正注视着自己，他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微微颤抖着。陈官对着浅音尴尬的一笑，浅音抿了抿薄唇，然后收回视线，看着塔娜：“塔娜，一会儿我还有事要做。”塔娜一听，她露出笑容：“好，时间也不早了，那晚安，下次聊。”浅音关掉了通讯仪，他将通讯仪取了下来，放在一边，然后看了看躺在床上的陈官。他慢慢躺了下来，躺在陈官身旁，他偎入陈官怀中：“你真是个怪物。”陈官笑了，侧过身轻搂着浅音，笑说：“那颗子弹我只是想干掉那个杀手，当时是丢向天空的，我就没有控制自己的力量，谁知道会这样。”浅音慢慢闭上眼睛，也不说话了。陈官贴近他耳畔，用磁性的声音低语了一句：“其实我其他方面也像怪物，当怪物的女人可能会有点难受。”浅音脸颊发烫：“不管你是不是怪物，你都是我的男朋友。”陈官微微一笑，手搂上浅音的腰肢，压低了声音说：“我不但想当你的男朋友，我还想成为你真正的男人。”浅音将身体往陈官怀里微紧了一些，红着脸也不说话。陈官手捏着浅音的下巴，扬起她的俏脸，四目相对，浅音的眸子泛着迷离。陈官俯下脸亲了她，浅音闭上了眼睛，脑袋一片空白，很干脆的什么都不去想了。在第二天早上，000铃声响起，手机铃声唤醒了沉睡中的陈官。陈官手伸出，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放在耳边：“喂，你和东方胜的决斗定下了，时间是明天早上8点，雷云决斗场。”月的声音传来。第98章，他的一转觉醒可以在人体生刀子。
陈官睁开了眼睛，东方胜那家伙果然想杀自己。还有一件事，在确定决斗后的同一时间，地下悬赏被撤销了。越说，陈官一听，他眉毛舒展。这么说，东方胜那家伙是想亲手杀了我？你和东方父的决斗，承平会长是公证人。如果你没给他决斗的机会，他想杀你，就必须过承平会长这一关。现在你给了他决斗的机会，东方胜更想亲手杀你。陈官说：“行。”陈官挂断了手机。明天早上8点吗？陈官看向身边的床空荡荡的。昨晚那个跟自己折腾了一晚上，不知道到哪去了。想知道他在哪，并不难。浅音身上带着自己送他的吊坠，那个吊坠可以让陈官随时随地知道他所在的位置。陈官想知道浅音在哪，他就能知道。通过感应，陈官下了床，他走到阳台前，看到了正站在别墅院子内修炼的浅音。浅音黑色的 T 恤搭配着一条牛仔热裤，他踩着一双帆布鞋，单薄的布料贴着他的身姿，展现出了他那高挑傲人的身段。他那头火红的长发被他扎成了单马尾，露出白皙的脖子。火红色刘海之下是一张雪白清纯的俏脸，因为天生的红色瞳孔、红色发色，再搭配天生妖娆的身姿，让他天生就看起来妩媚妖娆。但又因为年纪和性格的关系，眼神之中又平添一份清纯。妖娆美艳再搭配天真清纯，她的气质、身段、样貌真是让人挪不开视线，也难怪她被称之为雷云市第一美女。浅音的眼睛正注视正前方，在她正前方有一张石桌，石桌中间摆着一个酒杯，酒杯内可以看到一点猩红色的液体。浅音一脸认真地看着石桌上的酒杯，她慢慢地抬起手，对着酒杯的方向。忽的，在陈官注视下，酒杯内的红色液体就犹如活物一般动了起来，眨眼间化为一柄红色的小刀。红刀一动，啪！酒杯应声破碎。红刀击碎了酒杯后，便在浅音的控制下飞了起来。它脱离了重力的作用，飞在石桌上方。看到这，浅音的眸子微微亮起，那严肃的俏脸上多了一抹笑颜。一转了。忽地，一个声音在浅音身后传来。浅音回过神，他侧过脸一看，却发现不知何时陈官已经站在那边了。他正面带笑容地看着浅音。浅音一看到陈官，眸子微微一亮，他主动地朝着陈官靠近，走到陈官身前，他露出笑容，成功一转，我厉害吧？他满脸的喜悦，也难怪他会这么高兴。能力者在理论上10级就可以觉醒能力，20级则可以一转，但问题是，一转的难度可比起觉醒能力要难上太多了。天赋弱的能力者可能一辈子都一转不了，一些天赋稍微好一些的一转觉醒，那得在突破20级后的几个月后，甚至是1年后。浅音自身天赋很强，再加上有他爷爷的帮助，他在年轻一辈里可以算是天才的，但就算是这样，他想一转也不可能那么快。而现在他这一转觉醒，从他突破20级到现在才只花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种速度已经是难以想象的速度了。陈官笑了笑，抬起手刮了刮他的小鼻梁，这一举动惹得浅音皱了皱鼻子，白了陈官一眼。陈官笑说：“厉害，我的宝贝当然厉害，不过你这么快觉醒，是不是要算我一份功劳？”浅音满脸兴奋：“当然有你的功劳，一转觉醒看的是细资质还是对能力的熟练度，如果没有你送我的那些属性卡的话，估计我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一转。”他迈步绕着陈官走动着，转着圈。陈官看得出浅音现在正处于能力提升后的兴奋状态。陈官看着浅音的神态，他愈发的心动了。陈官手一伸，牵着浅音小手，将她拉入怀里，双手一合抱住。他看着浅音笑说：“说话都跑来跑去的，体力这么充沛。看你今天的体力这么充沛，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昨天晚上的运动，帮你消耗体力才行。”浅音一怔，他回过神，小脸一红：“大白天的，别闹了。”浅音看着陈官笑说：“我给你说说我一转后的觉醒能力。”很显然，浅音并不打算跟陈官说那种话题，不过他也不抗拒陈官的怀抱，他选择乖乖侧过身，依偎在陈官怀里，然后说：“我觉醒的能力是可以将自身的血液变成武器，由血液变成的刀刃具备很强的破坏力，但是呢，那样的话，我跟凶兽战斗的时候总要近身才行，所以这觉醒的能力，我让血刀居然飞行的能力。”说着，他抬起脸看着陈官笑说：“而且还不止这个，我的血刀现在不仅仅只能使用自身的血液，它还可以使用敌人的血液。简单的说，就是我可以让血刀在敌人体内生成。”听到这，陈官不由得眨了眨眼睛，他说：“这么变态吗？直接在对方体内将对手的血液变成刀刃？如果真可以做到这点，那对手的血液变成刀刃后，直接让刀刃从里到外飞出，那敌人不是瞬间就得死？变态吧？”
浅音笑说：“这就是我的一转觉醒。”看着怀中满脸笑容的浅音，陈官不由得露出笑容。真想不到，你看起来那么天真可爱，昨天晚上又那么柔情似水的想出来的一转觉醒，却这么吓人。我可得小心点了，不然你在我身体里生只刀子的话，那我可受不了。浅音白了陈官一眼，能力当然是对付敌人的，怎么可能对付你？再说，就算让人体生成刀子，也是有限制的，没那么简单的。忽地，陈官注意到浅音正注视着自己的额头，陈官下意识地抬起手抚摸了下自己的额头。陈官笑说：“怎么了？”浅音眸子泛着光泽，说：“你27级了。”听到这，陈官下意识地打开自己的数据面板，一看，果然在数据面板上，陈官的等级已经到达了27级了。昨天到现在，陈官通过一层试炼洞窟那些凶兽获取了不少的经验。浅音从陈官怀里出来，他看着陈官笑说：“我现在一转觉醒了，也得去升级才行了，不然会被你越甩越开。”第99章，传说中不可能拥有的能力。看着浅音阳光朝气的模样，陈官摸了摸后脑勺，他知道浅音已经下定主意了。的确，昨天仅仅是1天1夜的时间，陈官的等级从23级升到了27，而浅音还是23级，他可不会甘心一直作为花瓶跟在陈官身边，想升级是正常的。他要去升级，陈官可以接受，但陈官无法接受不好的结果，毕竟浅音去练级的话是会有危险的。陈官笑说：“正好我现在的等级也不高，我可以陪你一起去练级。”浅音摇了摇头，他看着陈官说：“我知道，你升级肯定会比我快很多的，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拖累了你的升级进度。而且，如果你一直跟在我身边的话，我就没办法自我成长，到时候就算等级高，也就只是个等级高的花瓶而已。所以我打算跟塔娜重新组队，继续升级。”听到这，陈官知道浅音的想法，一个人想变得真正强大，自然不能一直依附于另一个人。只是昨天晚上，陈官才跟浅音真正的确立关系，他就要从自己身边离开，陈官多少有些舍不得。而且放他自己去历练的话，多少会遇到危险。他想变强，陈官不拦着，但他接受不了不好的结果。陈官稍稍思索了下，他走到浅音身边，伸出大手握着浅音的一只小手。浅音看了看陈官的举动，他的眸子泛着光泽。陈官左手握着他的右手，陈官的右手多了一个银色戒指。陈官看向浅音，却发现浅音正看着自己，那双红宝石般的眸子泛着询问的光泽。陈官露出笑容：“这枚戒指是我用能力所创造出来的，它会保护你的安全。他要去升级，那就去升级。”但陈官接受不了意外，所以陈官用能力创造这个戒指。这戒指可以在浅音遭到攻击的时候生成护盾，保护他的身体。浅音的眸子泛着光泽，他嗯了一声。陈官将戒指套在他的无名指上。陈官笑说：“好了。”浅音看了看自己的手指，他靠近陈官，踮起脚尖亲了下陈官的脸，随即他看着陈官笑说：“我并不喜欢戴首饰，但只要是你送我的东西，我会一直戴着。”浅音。忽的有声音传来，陈官看向声音来源，在院子大门前，塔娜背着背包，脸上挂着笑容，对着浅音挥了挥手。看到这，陈官就知道塔娜这是来接浅音的。浅音看着陈官说：“那我先过去了。”陈官笑说：“等一下。”浅音一怔，他看着陈官：“怎么了吗？”陈官轻搂着浅音的小腰，另一只手撩起贴在他脸颊上的几缕红色发丝里到他耳后，看着他的眸子说：“今晚回来吗？”浅音俏皮的一笑：“你想什么呢？我们从这边到试炼洞窟那边需要花半天的时间，而且练级正常情况下也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今晚怎么可能？”说到这里后，他仿佛想到了什么，那双眸子看着陈官。陈官笑说：“我可以用瞬移接你回来。”浅音脸颊微微泛红，避开陈官的视线：“我练级就应该认真练级，大晚上的回来做什么？”陈官轻搂着浅音：“你知道我想做什么？”浅音脸颊通红：“随便你，你爱接我的话，我可以考虑陪你回来。”说完，他调整了下情绪，抬起脸，用大眼睛看着陈官，说：“不说了，我不能让塔娜等太久。”没事。陈官笑说：“反正一会儿我没事做，我直接用瞬移送你们2个到试炼洞窟那边去。”浅音轻轻嗯了一声。一旁的塔娜站在不远处，她看着浅音依偎在陈官怀里跟陈官说话的模样，她没有过去，现在塔娜都有些尴尬了。如果再过去的话，那无疑她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电灯泡。塔娜看着陈官的身影，陈官现在在雷霆协会的协会网络圈子里火得一塌糊涂，只要有上网的能力者，就没有一个人不认识陈官的。以前试炼洞窟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是惊讶他年纪不大就可以有这么高的等级，觉得他是个天才。结果在这段时间，他算是让我大开了眼界。20多级在决斗中战胜39级的东方父，
这种人已经没办法用天才来形容了。不过还是浅音厉害，眼光真好。塔娜在心里想着。忽然，塔娜感觉眼前一花，她愣了下，她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她发现自己出现在野外，在她正前方可以看到一座山和一个巨大的山洞，以及山洞外边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这里是试炼洞窟的入口，我怎么会跑到这来的？忽的，他看向身旁的陈官和浅音，他想到昨天晚上在网络上看到那些人对陈官和东方父的战斗视频的讨论。陈官和东方父的战斗并不是最热讨论话题，最热讨论话题是陈官当时突然消失，突然出现在擂台，用的是速度还是能力？很多人猜测陈官用是瞬移，但有很多人反驳，因为瞬移是所有能力者圈子内所公认，属于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的能力。塔娜也很认同那些人的反驳，他当时也猜测陈官可能只是速度太快，毕竟陈官已经拥有那么多的能力了，而且瞬移这种公认不可能存在的能力就不可能会存在。可现在塔娜发现自己错了，这是瞬移，这便是瞬移。雷云市到这2000多公里，塔娜眸子颤抖着看着陈官，只有可能是瞬移。浅音从陈官怀里出来，他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陈官，那你先去忙吧。陈官笑了笑，晚上再见。浅音脸颊微微泛红，陈官念头一动，一个瞬移身影消失了。浅音收回视线，看向塔娜，笑说：“好了，走吧。”塔娜回过神，她忍不住问：“刚刚那是瞬移吗？”浅音微微一怔，她看着塔娜讶异的样子。浅音嗯了一声：“是的。”塔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那可是传说级别的能力，她居然会那种能力。浅音露出自豪的笑容，她会的能力多着呢，她跟我们不一样。塔娜看着浅音那自豪的笑脸，她有些出神。此刻浅音眼神中的自豪和眉宇间的温情，塔娜感觉浅音似乎比起上一次看到她要更加成熟、妩媚动人了。第100章绝对的信任。东方协会会长办公室内，在这办公室中间是一个人工温泉，一个男子正躺在温泉内泡着澡。这男子那张方脸上可以看到道道刀削一般的皱纹，他的身体健壮，浑身肌肉，看起来就如同一头猛虎一般。在男子怀里，两个穿着单薄的少女拖着果盘，小心翼翼地将果盘上的水果拿起，喂给男人吃。男人并没有理会身边的女人，他眼睛注视着前方。在他正前方的墙壁之上是一个投影布，投影布内正播放着一个画面，画面内正是陈官和东方父的战斗视频。看着陈官将东方父杀死的一幕，男子面色阴沉了下来，拳头慢慢握紧。会长大人。忽的一个声音响起，男人微微侧过脸看向说话的人，那边站着一个身穿着职业服、亭亭玉立的女人。女人看着男人说：“出事了。”这个男人正是东方协会的会长东方胜。东方胜收回视线，淡淡的说：“什么事？”这女人是会长助手东方书静。东方书静说：“凌晨时分，位于西海市出现巨型海啸，西海市的群众及时疏离，但沿海建筑都被巨型海啸摧毁了。”东方胜一怔，他皱起眉毛，看着东方书静：“这个季节怎么会出现海啸？”东方书静轻声说：“根据调查和研究，海啸的爆发地点位于西海洋。在昨天晚上，西海洋那边出现强悍的原力波动，一座位于西海洋的岛屿凭空消失，强大的力量导致海床震动，导致了巨型海啸。”东方胜猛地皱起眉头，能够摧毁一座岛屿，引起海床震动，造成巨型海啸的存在，前所未闻。东方书静说：“是的，但经过调查，在巨型海啸发生的位置检测到了残余下来巨量原力气息，几乎可以确定这一次的巨型海啸是因为原力所造成的。”东方胜紧紧皱着眉头，让人继续调查。西海市的震灾你来处理，我接下来有重要的事要做。说着，东方胜的视线看着前方的战斗画面，他眼中透着杀意。陈官跟浅音分开后，他就来到2层试炼洞窟。陈官看了看四周，他发现在2层试炼洞窟跟1层试炼洞窟基本没什么区别。我目前已经27级，估计今天过去我就可以升到30级了。我得为之后30级的突破准备材料。明早决斗才开始，今天没安排，所以陈官打算收集点突破材料。陈官伸出手，伴随着绿色的光晕出现，一只拳头大小的树精灵出现在陈官身前。陈官说：“找一下30级精英变异凶兽，或是30级的稀有 BOSS 我。”树精灵拍动着翅膀在前面带路。陈官双手环胸，不慌不忙地跟上树精灵。陈官注意到这2层试炼洞窟的队伍比1层试炼洞窟的队伍少得多。他在这走了半个小时，也就遇到了2支30多级的队伍，其中一支30级的5人队伍刚刚结束一场战斗。他们5人灰头土脸地坐在地上。当陈官顶着27级的等级从他们5个面前走过的时候，那5人神色古怪地盯着陈官。陈官可以感受到这5人的视线，但他并不在意，继续往前走。
27级跑2层来，而且还是一个人，这小子在找死，活腻了吧？练级的人就如同浅音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练级有时候一进入试炼洞窟，一待2、3个月的时间，甚至还有半年或者1年。这群人很显然在这2层试炼洞窟待了一段时间，他们并不认识在最近才出名的陈官。你们看，那边是什么？那是夜蛇。喂，小心头顶！陈官走到半路，他就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声音。陈官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在这一瞬间，黑暗中一条黑绳一般的生物从陈官头顶跳了下来，扑向陈官。那赫然是一条浑身漆黑的蛇，它张开漆黑的嘴巴，露出毒牙，咬向陈官的脖子。陈官身旁火光一闪，那条浑身漆黑的夜蛇在一瞬间化为灰烬。陈官停下脚步，蓝色的光晕亮起，一张卡牌出现在陈官身前。陈官伸手接了过来，这是一张普通凶兽的卡牌，卡牌内的图案正是刚刚那条黑蛇的图案，卡牌之上写着那黑蛇的等级和名字，37级夜蛇。陈官下意识地侧过脸看向身后，身后那正坐在休息的5人正满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陈官。陈官说，虽然没什么意义，但还是多谢提醒。丢下一句话，陈官转身离开。5人呆呆地看着陈官离开的背影。龟龟，我没看错吧？这家伙真是27级，那可是夜蛇，37级的夜蛇，体型小，速度快。如果没有控住的话，这小小的东西足以让一支5人队伍瞬间团灭。这家伙一个人，一瞬间就将37级的夜蛇给秒杀了。这家伙是什么人啊？这5人一时都看愣。陈官通过树精灵的指引，花费了整整1天的时间收集材料。在收集材料的同时，陈官也会将获得凶兽卡具现化，让具现化的凶兽在这2层扫荡。转眼间就是当天晚上了。1层试炼洞窟入口处，一个个帐篷搭在上边，塔纳、浅音以及他们的队友们都围着一团篝火。我刚刚在网上看到陈官主动挑战东方圣，2人据说明天早上要在雷云决斗场那边决胜负，这件事是真是假？塔纳看着浅音，浅音看了看四周，发现塔纳、林娜、木槿、朱浩4个都看着自己，他们眼中都有好奇。我记得陈官跟东方父打的时候是24级，24级要挑战东方协会的会长东方圣。木槿嘀咕着，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了？朱浩说，也不好说，陈官太深不可测了。你们也看过陈官和东方父战斗的时候，他太强大了。塔纳听到这，他说，你们别吵，听浅音说就知道了。说着，塔纳看向浅音，浅音微微点了点头，虽然我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但陈官挑战东方圣是真的。这，塔纳蹙了下眉头，真牛。木槿感慨地说，我记得陈官是我们雷霆协会的终极会员吧？终极会员挑战一个协会会长，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浅音，你是不是应该回去一趟？塔纳认真地看着浅音，说，陈官是你的男朋友。浅音一听，他笑说，不用，我相信他，他一定能赢。听到这，塔纳愣了，他看着浅音那神色轻松，一副完全信任陈官的样子，塔纳顿时有些不解。那可是协会会长东方圣，那可是东大洲5个协会5个最强者里的其中一个。浅音居然觉得陈官面对东方圣能赢。